头好痛。林子东捂着脑袋从柔软的大床上坐起身来，他的脑袋胀痛的厉害，就好像被重锤猛击过一般，脸上还湿漉漉的，有点淡淡的血腥味儿。林子东下意识地抹了把脸，刚准备下床找点水喝，缓解下这要命的头痛，手却不经意间触到了一片滑腻，瞬间让林子东昏沉的脑子清醒了大半。林子东猛地转头看向身旁，这一看直接让他瞪大了双眼。只见自己身旁竟躺着一位漂亮少妇，此刻正笑意盈盈地看着他，四周到处都是撕碎的女人衣物和纸巾，两人的目光瞬间交汇在一起。秦阿姨！林子东瞳孔瞬间放大，惊呼出声。紧接着他像是被烫到了一般，直接抱着被褥狼狈地从床上滚了下去。秦阿姨，对不起，我昨晚喝。林子东语无伦次，声音中满是慌乱与无措。林子东也是昨天无意间看到桌上的照片才知道，自己的客户张琴竟然是他大学同学王野的亲妈。妖兽了，他竟然睡了自己同学的亲妈。张琴娇嗔地白了林子东一眼，怎么还叫我秦阿姨？林子东心里咯噔一下，关键他昨晚断片了啊，这话真的是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秦阿姨，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看见林子东满脸的紧张，张琴觉得好笑，昨晚你可不是这个样子，怎么害怕我会吃了你不成？林子东脑袋里乱成一锅粥，心里暗暗咒骂自己，都怪喝酒误了事。秦姨，昨晚我真的……张琴丹凤眼微微上挑，打趣他道，怎么怕我让你对我负责？林子东脑子已经乱作一团，脸上满是尴尬道，秦姨，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昨晚张琴小嘴一撅，娇嗔地瞪了林子东一眼，叫秦姐。林子东自知理亏，老老实实改口叫道，秦姐。张琴裹着性感的蚕丝睡衣，葱白般的指尖轻戳在林子东胸口道，就算没吃饱也没法继续了，我家那口子马上就要回来了。一听张琴老公要回来，林子东脑袋轰的一下，瞬间慌了神，忙不迭地四处找衣服准备跑路。我裤子呢？他急得大喊。瞧着林子东这副慌乱模样，张琴笑得花枝乱颤。好啦，不逗你了，我们早就离了，他回来不过是拿点东西，就算撞见也没啥。林子东刚摸到自己的贴身裤，整个人僵在原地，脸上满是尴尬之色。秦姐，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他拍了拍胸口，心有余悸地说道，刚才那一下他是真被吓得不轻，被人家老公捉奸在床，他还不得被人家活活打死。至于王爷呢，他跟王爷关系也不是很好，在上大学时，王爷就是典型的富二代，还追求过自己的女朋友柳梦瑶，二人可以说是情敌关系。到现在王爷也没对柳梦瑶死心，还几次追到梦瑶的公司，瞧你这点胆量，昨天还跟个驴一样，这就害怕了。张琴娇嗔地瞟了林子东一眼，随即转过身，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份合同，轻轻扔到了林子东面前。林子东一脸茫然，愣了好一会儿才开口，秦姐，这是啥意思啊？张琴嘴角一勾，露出一抹浅笑，保险合同呗，你来找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我都签好了，就当是给你昨晚的奖赏。林子东脸上浮起一抹难掩的喜色，做保险这行3个月了，终于签下了第一单。秦姐，真的太感谢您了。秦姐嘴角一勾，眼神里带着几分调侃，想谢我光动嘴皮子可不行，不过呢，这次就先记着，他就快到了，你先走吧。加了张琴的微通后，林子东便骑着自己的小电驴匆匆离开了雅轩居。回去的路上，林子东有些心不在焉，虽然自己开单了，还是个大单，可林子东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他觉得自己这样有些对不起自己的女朋友柳梦瑶。他与女朋友柳梦瑶是在大学相恋，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原本他是有着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为了跟柳梦瑶在一起，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下。林子东已经努力不去回想昨晚发生的事情，可每次眨眼的功夫，林子东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昨晚的香艳。他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回到了公司。从幸福村回到公司楼下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子东，恭喜你开单。总监办公室里，沈月脸上挂着浓浓笑意，就连林子东迟到没有打卡的事情都只字未提。林子东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只是侥幸而已。这可不是侥幸，在你之前可不是只有你去过雅轩居，只可惜那些去过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成功开单。沈月盯着林子东俊逸的面庞，一双美目异彩连连。关于雅轩居，林子东也是有所耳闻，所以他更觉得是自己运气好。沈月放下手中的合同，亲自给林子东冲了一杯咖啡，放到他的面前道，你可知这雅轩居有多少户人家？林子东接过咖啡，想了想回答道，312户。没错。沈月笑意更浓，那你可知
这312户住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个不太清楚。林子东摇头，他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雅轩居。城里想要开单难度太大，典型的狼多肉少，所以林子东才将目光放在了这个城外最大的别墅区。肉是难啃了些，但只要签上一单就能吃上3个月。毕竟碰壁的次数太多，多到他都快麻木了。成功固然开心，但就算失败了也习惯了。女人，全部都是女人。沈月转身从抽屉里面取出一份资料，丢到桌上。这雅轩居住的都是各大企业的商业精英，以及女强人，甚至一些顶流明星。林子东简单翻看了几眼，眼底闪过惊讶。难怪那个别墅区白天十分冷清，但却十分干净整洁，竟然全部都是女人。若是你能打开这片市场，就算年入1000万也不在话下。沈月来到林子东的面前，替他整理着领带，打趣说道：到时也许我的位置都会是你的呢。林子东闻着沈月身上传来的阵阵香气，身体不自觉地绷紧了些。沈总监，您开玩笑了？谁跟你开玩笑？沈月白了林子东一眼，松开了他的领带，娇嗔道：我应该没比你大几岁，不嫌弃的话，以后没人的时候就叫我沈姐。林子东不好意思地挠头：是沈姐。又在办公室里寒暄了几句。离开沈月办公室，林子东来到安全出口，第一时间想要将自己开单的消息分享给自己的女朋友柳梦瑶。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了。林子东再次拨打，结果还是同样的提示音，是手机没电了。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这个时间梦瑶应该还在公司，或许只是忘记充电了吧。想到自己还有工作没有忙完，林子东决定晚上回家后再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梦瑶。如果能再多拿下几单，他们应该很快就能在这2线城市攒出一套首付了。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午，林子东提前请了1个小时的假，骑着自己的小电驴买了些柳梦瑶喜欢的菜，美滋滋地朝着自己和柳梦瑶的出租屋赶去。回到楼下时，天色刚刚有些暗了下来。林子东看了眼手腕上的时间，时间刚刚好，做好饭菜，自己还能冲个澡等梦瑶回来，2不耽误。刚将小电驴停好，就看见停在自己单元门前的野马跑车正在上下晃动着。林子东乐了，车震他不是没见过，有时候在马路上都能遇到，但是在小区单元门口搞车震的倒是稀奇。果然还是有钱人会玩。林子东正要拎着东西上楼，突然车内传来娇喘声，让他猛地杵在了原地。那声音怎么跟梦瑶不会的？这个时候梦瑶还没有下班，怎么会在这里？林子东摇了摇头，可刚才那个声音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拿起手机，再次拨通了柳梦瑶的手机。这一次手机拨通了，只是那熟悉的铃声竟从那辆野马跑车里面传了出来。还没等林子东回过神来，车内已经传出柳梦瑶的声音：亲爱的，人家男朋友来电话。你不是说马上就跟那个废物分手吗？还有什么好怕的？跑车猛烈地摇晃着，引来一些租户纷纷探头张望。听到柳梦瑶和男人的对话，林子东的脑袋轰的一下，双眼迅速充血，几步冲上前去拉开了车门。车内柳梦瑶正在与一个男人亲热，两人正在关键时刻，显然也没想到会有人拉开车门。在看到林子东的一刻，柳梦瑶也吓了一跳，急忙扯过破碎的衣裙遮挡。子东，你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狗男女，我操你妈！林子东厉声打断柳梦瑶，目光落在那个被吓萎的富二代身上，他一眼认出了眼前的富二代就是王爷。王爷是他大学同学，两人曾是情敌。柳梦瑶信誓旦旦跟自己承诺不会跟他有一丁点的接触，现在竟然跟他滚到了一起。林子东红着眼睛举起拳头就砸了上去。妈的，林子东你敢打老子，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王爷也不是个软柿子，提上裤子光着膀子与林子东在车里扭打起来。柳梦瑶慌乱地套上衣物，眼看自己的新欢就要落入下风，抓起车内的破窗锤砸在了林子东的脑袋上。林子东眼前一黑，被他按着打的王爷抓住机会，从他身下挣脱出来，抓着他的头发一拳一拳地砸向他的脑袋。妈的，敢打本少爷，本少弄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很快林子东就被打得头破血流。柳梦瑶担心出人命，也或许是有些于心不忍，急忙拉着王爷，王爷再打他就要死了。王爷骂骂咧咧地站起身来，又狠狠踢了林子东几脚，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一沓钱扔在了林子东的脸上。林子东，从今天起柳梦瑶是我的女人，你要是敢骚扰她，老子弄死你！林子东蜷缩在地上，鲜血已经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只想问问柳梦瑶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是他做的还不够好吗？柳梦瑶深吸了口气，
他原本是打算晚一些再跟林子东说分手的，两人好歹在一起那么久，就算分手，大家也都体面一些。可现在他既然都已经看见了，那他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话说清楚。亲爱的，你去车里等我一下。王爷吐了口血水，骂骂咧咧地钻回了车里。柳梦瑶从包里拿出纸巾，来到林子东面前，伸手递给他，你先擦一擦吧。为什么？林子东闭上眼睛，他怎么也想不到，2天前柳梦瑶还趴在他怀里与他畅想未来，今天就躺在了别的男人身下，还叫得那么不要脸。因为我过够了这样的日子，林子东你很好，但是你永远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柳梦瑶看到林子东流血的伤口，想要替他擦拭，却被林子东躲开。林子东重新睁开眼睛，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女人，自嘲地笑出了声，钱就那么重要？重要！柳梦瑶情绪也有些激动，我跟了你3年，每天看着我的闺蜜在朋友圈晒房晒车，而我呢，天天守着你1个月4000块钱的工资，连个化妆品都舍不得买，你真觉得我快乐吗？林子东眼神复杂，那我们这些年又算什么？柳梦瑶也不想多费口舌，林子东，你永远都看不清现实，就凭你那点工资，你根本养不起我。柳梦瑶，你一定会后悔的。林子东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柳梦瑶站起身，将脖子上的玉佩摘下，丢到林子东的面前，这是你送我的，现在还给你，还有别去招惹王爷，他是你惹不起的人。林子东大吼，滚！柳梦瑶有些失望，在他看来，林子东对着自己一个女人大喊大叫，这就是无能的表现，冷笑了声，转身头也不回地上了王爷的车。临走前，王爷还不忘打开车窗嘲讽，将烟头弹在他的脸上，穷逼还想要女人，也特么不撒泼尿照照镜子，要不是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老子弄死你。跑车扬长而去，看着地上的玉佩，林子东心都在滴血。这玉佩是他的传家之宝，据爷爷说，这玉佩至少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他会将玉佩交给柳梦瑶，也是希望以后能够传给自己的下一代。没想到林子东抓着玉佩的手缓缓握紧，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手掌的血液竟被手中的玉佩所吸收。啪嚓，手中玉佩碎裂，林子东脑海轰鸣，如同闷雷般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炸响。本作乃是太上道宗3祖李长生特留此传承，赠予有缘之人。林子东只觉得头痛欲裂，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将无数的东西一股脑地塞进了自己的脑袋里，他抱着脑袋惨叫了一声，便昏死了过去。当林子东再次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医院了。他昏睡了3天3夜，还是从护士的口中，林子东才得知是自己的房东发现了自己，然后拨打了120，让救护车将他送到了这里。我这是怎么了？林子东捂着脑袋从病床上坐起身，只觉得自己脑海中似乎多了许多东西，这是符咒、丹药、炼器、医术以及传说中的修仙功法。这些东西神乎其神，让林子东瞪大了眼睛。若不是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绝对无法相信这世上竟然真的有修仙者。难道是那块玉佩的缘故？为了证实这些都是真实的，林子东立即在病床上盘腿坐好，按照脑海中的修炼功法开始尝试修炼。这传承中不仅有着修炼功法，还有那位仙人的一些修行感悟，这能让林子东在未来修炼的道路上少走许多的弯路。也许真的是天赋异禀。林子东入定没多久，就感觉到了一丝丝的气流钻进身体，随着气流不断壮大，小腹下方更是如同一团火焰在燃烧。过了好一会儿，那团灼热感才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无法形容的舒爽感，仿佛洗去了一身的疲惫。难道这就是引气入体？林子东还没来得及高兴，突然闻到一股屎味儿，谁把屎落在自己的病房了？林子东猛地睁开眼睛，急忙看向四周，这才发现自己身上黏糊糊的，那屎臭味正是从自己身上传出来的。哦，林子东干呕了几声，急忙冲进病房的洗手间，他在里面足足洗了1个小时，才勉强将身上的恶臭洗掉。当他无意间看到镜中的自己时，林子东惊讶地发现自己好像不一样了，原本自己脸上有些青春期留下的痘坑，现在却全部都不见了。本来有点小帅的脸，直接飙升了1个档次。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林子栋觉得自己的腿好像也变长了一点，原本1.78米的身高，现在应该已经有1.8米了吧。林子东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对着镜子咧嘴一笑，他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屁股还没坐稳，林子东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点什么。对了，自己昏睡了3天都没有请假，那公司那边岂不是不好？林子东急忙找到了手机，手机的屏幕已经碎了，应该是那天打架时候无意间弄碎的，好在还能开机。屏幕上还是他与柳梦瑶的合照，笑容中2人笑得那么甜蜜。
可现在却让林子东觉得恶心。柳梦瑶，只听啪嚓一声，屏幕又炸裂一块，林子东这才发现自己的力气竟然比之前大了这么多。我靠，我的手机！林子东一阵肉疼。你怎么起来了？快躺回去。护士推门走进来，他是来给林子东换药的，闻到屋子里面还有打淡淡的臭味，立即打开了窗户通风。林子东回过神来，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引气入体，能够使用一些小术法，刚好可以拿着小护士试一试。只见小护士的衣物迅速变得透明，靠！林子东急忙移开了视线，一抹金光在林子东双眸闪过，眼前的墙壁竟然穿透而过，他竟看到了隔壁房间的老人正在抠着脚趾。喂，你在看什么呢？小护士发现林子东盯着身后墙壁看得出神，他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男人长得这么好看？林子东正看得有些入神，突然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自己竟然能透视了。墙上好像有脏东西。林子东敷衍了句，急忙收了术法，老老实实坐回床上，将林子东脸上和身上的纱布被摘掉。小护士愣了下，然后抬起小手在林子东脸上和胸口摸了摸，有些惊讶道：你的伤怎么都好了？他明明记得昨天林子东的脸上还有伤口，身上到处都是淤青，可现在都不见了，只有林子东自己清楚，应该是自己引气入体时灵气滋润了肉身，导致伤口快速愈合。看来这医院是不能待了，不然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还不直接把他抓走去切片做研究。应该是我体质好一些，所以恢复的比较快。对了，护士，我的衣服呢？哦，就在柜子里面。小护士说完，脑海中不禁想起昨晚给他换裤子时的画面，这家伙明明都昏倒了，竟然还会那样。看到小护士莫名其妙的红了脸，林子东也没放在心上。换回自己的衣物，林子东本来想交了住院费，从护士那里得知是送他过来的女人替他垫交了住院费和医药费后，便匆匆离开了医院。林子东打开了手机，上面有着几条柳梦瑶发来的消息，还有10几个未接来电。林子东先给沈月打了个电话，和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在得知林子东受伤后，当即给他批了几天的假，让他好好休养。只是林子东拒绝了，他觉得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柳梦瑶的离开也让林子东幡然醒悟，这个世界上只有钱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没有钱，没有实力，连爱一个人的资格都没有。他要赚钱，赚很多的钱。除了公司电话，林子东还看到了张琴的来电，短暂犹豫后，他还是拨打了回去。抛开其他不谈，张琴现在也是自己的客户，他不能不去理会。琴姐，原本林子东并不想见张琴，至少现在不想，可得知他是给自己介绍客户，短暂犹豫后还是答应了下来。他恨的是张琴的儿子，但他没必要跟钱过不去。很快手机那边传来张琴愉悦的声音：那好，今天下午我把地址发给你，你过来找我。挂了手机，林子东回想起发生的种种，突然释然了。他能够成为修仙者，还应该谢谢柳梦瑶，要不是他的话，自己可能永远发现不了那块玉佩的秘密。想到自己一个高材生，竟然为了什么狗屁爱情而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还跑去卖保险，林子东觉得自己简直傻透了。他伸手拦了辆车，先回了自己的出租屋一趟。林子东的房东叫孙兰兰，是个漂亮的离异小富婆，附近几栋楼都是她的房产，在这龙都寸土寸金的地方，光是这几栋楼就价值几10个亿，就算吃房租都足以让他这辈子吃喝不愁了。只是林子东跟这位漂亮女房东接触的不多，他会把自己送到医院，还垫付了医药费，的确是他没想到的。林子东回到出租屋冲了个澡，又换了一身干爽的衣物，这才来到孙兰兰的住处。孙兰兰拎着半瓶红酒，醉醺醺地打开了房门。看到来人是林子东时，只是瞥了他一眼后，扭头一言不发地转身进了屋。林子东正犹豫要不要下次再来时，屋子里已经传来孙兰兰带着几分醉意的声音：傻站着干什么，还不进来？林子东刚刚推开房门，一股酒气扑面而来。屋子里面的地面上到处都是散落的红酒瓶和纸巾，那一团团的丢在地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大战。孙姐，我是来还，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孙兰兰突然将手中的红酒瓶摔得粉碎，溅起的碎玻璃划破了皮肤，鲜血顺着她的小腿和脚趾流了一地，吓得她醉意都清醒了几分。血，我流血了。孙姐，你别乱动。林子东急忙找到扫把和戳子，将地上的碎玻璃全部收起，然后才去扶孙兰兰在沙发上坐下，看到她脚上还在流血，于是道：孙姐，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处理一下吧。我不去。孙兰兰咬着下唇，倔强地摇头。她不想出去，更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如此狼狈的一面。看到孙兰兰不肯答应，林子东转身打开旁边的抽屉翻找起来，头也不回地问道：孙姐，那你家有碘伏和纱布吗？
孙兰兰双眼有些无神，她摇头道：“没有，创可贴可以吗？”林子东回到孙兰兰面前，盯着伤口沉默了几秒：“这个恐怕不行，反正我不想去医院。孙姐，我可以看看你的伤口吗？”孙兰兰迟疑了下，还是点头：“看吧。”得到应允后，林子东将那只有巴掌大小的脚丫握在手心。不得不说，孙兰兰的脚很漂亮，也许是保养得好，如同精致的艺术品。孙兰兰脸蛋微微有些发热，她缩了缩脚，眼里多了几分冷意：“看够了吗？”林子东尴尬，他自认应该没有练足癖，竟然会对一双脚失了神。孙姐，我可以试一试能不能治好你，但是我希望孙姐能替我保密。他得到的传承中有许多神通术法，可惜他才刚刚踏入修行，还使用不太高深的术法，但凡这伤口再深一点，他都治不了。但这点皮外伤的话，林子东觉得可以试一试，就算不保证一定能完全治好，但能止住血也是极好。治好我？你又不是医生。孙兰兰听不懂林子东在说什么，反正他就是不想去医院。他甚至想过死了就一了百了，可自己死了就便宜了那个王八蛋。林子东看出孙兰兰不开心，半开玩笑道：“我不是医生，但是我会魔术。”孙兰兰五官十分小巧，明明已经30出头，但说她20出头都有人相信。她眼神狐疑，见林子东依旧握着自己的脚：“你不会是想趁着我闭上眼睛后舔我的脚吧？”咳。林子东使劲咳嗽2声来掩饰尴尬，故意转开话题道：“孙姐，你再不止血的话，我只能打120了。那你变吧，你要是敢骗我，我就让人剁了你的手。”孙兰兰说完闭上了眼睛。这会儿她已经消了气。什么魔术？她又不是小孩子。林子东也不再废话，捏住那只微凉的小脚丫，尝试将灵力集中在2指间。在尝试了几次之后，林子东终于成功了一次。初级法术，治愈术。孙兰兰只觉得伤口位置痒痒的，好像有数不清的小蚂蚁在上面爬，那只握着自己脚丫的大手也变得滚烫起来。伤口位置已经不再疼痛，取而代之是酥酥麻麻的感觉，2种感觉相互碰撞，让他下意识夹紧了双腿，情不自禁发出嘤咛声。他强忍着睁开眼睛的冲动，心中有些羞恼，自己怎么会发出那种声音。屋子里只有林子东和孙兰兰，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眼前又是如此香艳，若非林子东定力够强，怕是早就已经忍不住了。再次看向小腿上的伤口，林子东如法炮制地治好了伤口。也许是第一次连续使用小法术，此时他的脸色有些苍白，看来自己还是太弱了，才刚刚修炼入门就强行使用法术，果然还是过于勉强了些。眼看伤口逐渐愈合，林子东也松了口气：“孙姐，你可以睁开眼睛了。”孙兰兰长长的睫毛颤动了2下，然后睁开眼睛，看到小腿和脚背上的伤口不见时，立即瞪大了美眸，眼中满是无法置信。她站起身来，走动了几步：“真的治好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天啊，太神奇了！”林子东只觉得口干舌燥，感觉到自己有点虚，心里不禁苦笑，看来自己真的有点得意忘形了。早上刚刚引入体内的那点灵力，这会儿已经被他消耗一空。只是一个小魔术，林子东也不管孙兰兰信不信，如果不是孙兰兰帮了自己一次，他也不会显露自己会法术的事情。孙兰兰突然在林子东身旁坐下，一双大眼睛满是好奇和激动：“你是外星人吗？”“当然不是。”林子东摸了摸鼻梁，他这么一个大帅比，怎么可能是外星人？正想着随便找个借口闪人，可孙兰兰接下来的一番话直接给他弄不会了。“那你会瞬移吗？”“不会。”“透视眼呢？”“这个算是会吧。”孙兰兰眼底闪过一抹狡黠，她拉着林子东的手，咬了咬下唇，给了他一个眼神，问道：“什么颜色的？”林子东老脸一红，赶忙抽回手，尴尬的咳嗽一声：“那个孙姐，咱们能不能聊点别的？这透视眼也不能乱用啊。”孙兰兰却不肯放过他，歪着头，一脸俏皮地说：“你就说说嘛，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嘛。”林子东无奈地叹了口气：“真不能这么用，这法术也是有规矩的，哪能随便看人家隐私。”孙兰兰撅起嘴，有些不高兴：“是我主动让你看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那好吧，孙姐，你穿的是白色钉子。”林子东话音未落，孙兰兰已经一杯酒水泼在了他的脸上，那大眼睛此时正怒视着林子东：“你敢偷窥我？”林子东抹了一把脸，正要开口解释：“滚出去！”孙兰兰推了林子东一把，眼中满是失望：“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滚啊！”林子东踉跄了几步，稳住身形后，满脸苦涩地说道：“孙姐，你听我解释啊，这不是还没说完吗？而且一开始也是你让我说的呀。”可孙兰兰根本不听，又抓起桌上的一个空酒瓶，做事要砸过来，嘴里还怒吼着：“解释什么解释？你就是个流氓，
给我滚远点！林子东见状，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好转身灰溜溜地往门口走去，边走还边回头解释：“孙姐，我真不是故意的，你消消气啊。”但回应他的只有孙兰兰把酒瓶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林子东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这边屁股还没坐稳，手机又颤动了2下。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是柳梦瑶发来的消息，告诉他一会儿回出租屋取回自己的东西，让他在出租屋等着。林子东眼底闪过冷意，但很快又释然了。王爷的这笔账，他是一定要清算的。至于柳梦瑶这个让他真正爱过的女人，在他从医院醒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想通了，两人缘分已尽，路是他自己选的，以后他怎么样都与自己再无半点关系。将手机丢在一旁，林子东肚子咕噜噜地叫了2声，虽然已经引气入体，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辟谷的程度。在冰箱里面翻找了一会儿，林子东只找到了一盒快要过期的泡面，以及上次火锅剩下的半盒火腿。把面泡上，林子东靠在厨房的墙壁上，眼神有些空洞，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最近发生的这些糟心事。不一会儿，泡面泡好了，他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尽管味道不怎么样，但此刻也能填饱肚子。吃完后，他简单收拾了一下，将柳梦瑶的东西全部塞进袋子后，便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思绪飘远，想着接下来该如何一步步清算王爷的这笔账，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林子东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他是被柳梦瑶开门的声音吵醒的。自从引气入体后，他的嗅觉、听觉都要比以前灵敏了数倍，哪怕一丁点的小声音也逃不过他的耳朵。柳梦瑶进入出租屋前，已经在门外停留了许久。他想了很多种可能，林子东那么爱自己，或许他会跪下哭着求自己留下来。他甚至想了几十种拒绝林子东的说辞，可当他推开门，看到的却是林子东躺在床上安静睡着的模样。出租屋里一切如常，并没有他想象中那种林子东会做出的激烈反应。柳梦瑶轻轻关上门，站在门口，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他原本准备好的那些说辞，此刻都卡在了喉咙里，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口。林子东听到关门声，缓缓睁开眼睛，看到柳梦瑶站在那里，眼神中没有太多的波澜，只是淡淡的问了一句：“你回来了？”柳梦瑶点了点头，走到床边，看着林子东，试图从他的眼神里找到曾经那种对自己的痴迷和眷恋，可他什么都没看到。林子东，你恨我吗？不恨。得到林子东的答案，柳梦瑶莫名有些恼火，她觉得林子东就是在死鸭子嘴硬，以前她怎么没发现这个男人这么窝囊？她宁愿看到林子东暴怒，哪怕骂上自己几句或者打他一巴掌，那样他还算林子东是个爷们。可这算什么？林子东，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林子东起身将那袋子扔到柳梦瑶的面前，不耐烦道：“拿着你的东西滚出去，以后我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无能废物！柳梦瑶情绪突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伸手去扯林子东的衣服。他睡了你的女朋友，你就一点都不生气？林子东抓住柳梦瑶的手腕，只是稍稍用力，便将她甩到一旁。他起身整理了下衣领道：“别碰老子，老子嫌脏。”柳梦瑶这时才注意到，林子东似乎变帅了，好像也变高了。可是他们才1天不见，一个人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大？沙发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林子东这才想起自己下午还约了张琴。林子东快步走到沙发旁，一把抓起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后，稍稍调整了下情绪，按下接听键：“琴姐，不好意思啊，我这就出门，咱们老地方见。”看到林子东要走，柳梦瑶恼羞成怒，将出租屋的东西全部砸得粉碎。林子东，你给我回来！你个废物，废物！没再去看柳梦瑶在身后发疯。林子东离开了出租屋，骑着自己的小电驴朝着约好的地方赶去。他的确恨过柳梦瑶，可转念一想，自己也一样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两人半斤八两。这时候再去谈什么恨不恨，未免也太幼稚了些。林子东骑着小电驴到了和张琴约定的老地方，这是一家隐蔽性很不错的酒吧，这里也是林子东和张琴第一次见面时的地方。林子东刚刚进入包厢，就看到张琴向他招手，怎么来得这么晚？再次见到张琴，林子东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遇到了些事情，耽误了。张琴也没有多问，两人开始愉快的聊起天来，仿佛之前那些不愉快的过往都随着这轻松的氛围消散了。桌下方，一只小脚正在林子东腿上轻轻磨蹭，张琴亲自给林子东倒了一杯酒水道：“我给你介绍的客户可是2个漂亮的小富婆，你可要好好把握住了。”一开始林子东面对张琴的亲近还显得有些拘谨，可想到王爷对自己的侮辱，再想到张琴和王爷的关系，那仅存一丝的顾虑也荡然无存。
2杯烈酒下肚。林子东突然翻身，将张琴压在身下，对着那张小嘴霸道地吻了上去。张琴先是愣了下，然后勾住林子东的脖子，热烈回应着。眼看两人就要擦枪走火时，张琴却制止了他。他娇嗔地白了林子东一眼，道：“现在不行，他们就要到了。”林子东只觉得口干舌燥，正当他抓起酒杯想要压压火时，张琴突然按住了他的手，轻咬下唇道：“用这个灭火可不行，我帮你。”不知过了多久，门外已经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张琴眼神幽怨，这个冤家怎么还不快点？眼看脚步声已经快要到了门前，咔嚓，房门把手转动了2下。就在门打开的瞬间，张琴已经从桌下方钻了出来，很自然地坐在了沙发上，只是那张漂亮的脸蛋却带着丝丝幽怨。林子东也是老脸一红，张琴喉咙滚动了2下，立即拿起酒杯抿了口酒水，这才站起身来：“你们来了。”走进门的2个女人都很漂亮，其中一位身材高挑，打扮很时髦的女人打趣道：“哟，看我们是不是来得不巧，打扰到什么好事了？”张琴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很快又恢复了镇定。她笑着回应：“能打扰什么好事？就是和子东弟弟在这儿喝酒聊聊天，谁让你们来的这么慢？”2个女人进了包房坐下，在张琴的介绍下，林子东跟2个女人也算是熟络了起来。从张琴的口中，林子东才得知，原来这2个女人也是住在雅轩居。那个穿着白色正装的女人叫白洁，是一家私企的总监，也是张琴的闺蜜。打扮时髦的女人叫田娇娇嘛，除了是张琴的闺蜜，还是个典型的富二代，家里是开影视公司的。但她的工作就有意思了，她是个八卦记者。用她的话来讲，去挖掘那些明星艺人的秘密和隐私，就是她最大的快乐源泉。弟弟，你长得这么好看，没有考虑进娱乐圈吗？用不用姐姐帮你找找人脉？田娇娇的眼神一直在林子东和张琴的脸上徘徊。刚才他们进来的时候，张琴脸上明显闪过慌张，脸蛋也红红的，自己可是火眼金睛，她一眼就看出2人关系不太正常。不过张琴离异，孩子也大了，又不在身边，会有那种需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有个稳定的伴侣，总比去花钱去找那些小白脸要干净。林子东干笑了声：“娱乐圈就算了吧，那地方鱼龙混杂，不太适合我。”那真是太可惜了。田娇娇虽然已经年过30，但依旧有着一颗少女心。昏暗的灯光下，那双琉璃般眼珠打量着林子东，滴溜溜地转动着，也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几杯酒水下肚，白洁突然捂着肚子，轻轻皱起了眉头，那张漂亮的脸蛋也微微有些发白。林子东无意间注意到白洁脸色不对，立即起身关闭了音乐，问道：“白洁，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白洁微微摆了摆手，声音有些虚弱地说：“不用，可能是刚才酒喝得有点急了，缓一会儿就好。”田娇娇也关切地凑了过来：“白洁，你可别硬撑着，要是真不舒服，咱们可得赶紧去医院。”张琴坐在一旁，眼神里也满是担忧：“是啊，白洁，身体要紧。”白洁挤出一丝微笑：“真的没事，大家别为我担心，继续玩吧。”他这是老毛病，就算去了医院也没用，最后还是要靠他自己熬过来。林子东起身来到白洁身旁坐下道：“白洁，不然我替你看看。”“弟弟，你还懂医术呢？”田娇娇好奇地眨着眼睛问道。“懂一点点。”林子东得到的传承中有着不少医术传承，只是一些小毛病的话就不用去医院，他应该就能治。张琴向林子东递出了个询问的眼神，见他点头后，这才帮忙劝说道：“白洁，不然就让子东看看吧。”白洁见大家都这么关心自己，也不好再推辞，便轻轻点了点头：“那好吧，就麻烦弟弟了。”林子东伸出手搭在白洁的手腕上，开始为她把脉，丝丝灵力探入白洁的脉络。可就在灵力靠近腹部的瞬间，突然一股吸力想要将林子东的灵力吸走。林子东吓了一跳，好不容易才稳住那一丝灵力，才没被吸走。白洁长长的睫毛颤动着，脸色也越发苍白起来。不过这种疼痛经常会有，他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没想到这一次疼得会这么强烈。林子东收回了灵力时，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灵力竟然壮大了1圈，而且自己体内的灵力比之前浓郁了数倍不止。林子东吃惊，回想起刚才那道充满阴冷气息的灵力，瞬间让他想到了一种特殊体质。难道这就是传承记忆中的纯阴之体？纯阴之体乃是绝佳的双修体质，在修真界也是绝佳的炉鼎体质。白姐，你是不是经常会这样疼痛？林子东强忍着内心的激动，试探性地问道。白洁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她的确经常会这样，一开始每个月只会疼那么1、2次，她还以为是痛经，也没有放在心上。可近几年这种疼痛越来越频繁。
中医、西医他全部都看过了，也换了不少家医院，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就连原因也查不出来。久而久之，他也接受了。只是白洁没想到，这种疼痛不光次数变得频繁，痛感也在加剧，实在受不了时，他也只能吃止痛药来缓解。林子东问道：“白姐，或许我可以帮你缓解一下疼痛，只是想要缓解，难免会有些身体接触。”白洁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眼前也有些发黑。张琴看得出来白洁很痛苦，神情焦急道：“子东，你会的话就帮帮他吧。”林子东点头，迅速解开了白洁衬衫的扣子，将手掌按在了她的小腹上。白姐得罪了。林子东调动体内不多的灵力，将那丝丝灵力送入白洁的丹田处，每次灵力游走一圈都会壮大几分。不一会儿，白洁就感觉舒服多了，脸色也渐渐恢复了红润。田娇娇在一旁看得啧啧称奇，一开始她还以为林子东是想占便宜，没想到竟然真的缓解了。我好多了。白洁长吁了一口气，紧绷的身体也逐渐松缓了下来。林子东神采奕奕，心里暗道可惜，他体内的灵力比起之前壮大了10倍有余，如果能够再多坚持一会儿的话，或许自己就能一举踏入炼体境，从而真正跨入修真界的门槛。看着白洁逐渐恢复的面色，林子东终究还是压下了心中那股想要继续的冲动。毕竟再这样继续下去，恐怕白洁会心生疑虑。林子东恋恋不舍地收回手掌，轻声说道：“白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白洁微微活动了下身体，又摸了摸小腹的位置，脸上露出一抹轻松的笑意：“好多了，子东弟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林子东摆了摆手：“白姐，你跟我客气什么？咱们是朋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张琴也在一旁附和道：“就是，白洁，子东这孩子心地善良，你就别跟他见外了。”林子东表情怪异，他在张琴眼里就是个孩子，可转念一想，他跟王爷同岁，张琴说他是孩子好像也没毛病。田娇娇走上前来，上下打量了林子东一番，眼中满是好奇：“好弟弟，你刚才那是什么手法？怎么那么神奇？”张琴不知道，但是他可知道，白洁这个老毛病已经去看过很多大医院的名医，可他们全都束手无策，甚至找不到病因。每次白洁犯病都要疼上很久，但是这次才过去多久？10分钟，甚至都没到10分钟，连那些名医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林子东是怎么做到的？林子东笑了笑，故作神秘地说道：“这个嘛，是我家传的一点小手段，不足为外人道也。”田娇娇撇了撇嘴：“切，还神神秘秘的，不说拉倒。”白洁看着林子东，心中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这个年轻人似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子东弟弟，你刚才是在给我按摩吗？”白洁也觉得不可思议，她自己的病自己最清楚。刚才她感觉小腹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随着林子东大手的揉动，腹部的那团火焰也在驱散着自己的疼痛。现在她已经不疼了，小腹酥酥麻麻的，让她觉得很舒服。算是吧，但是我只能帮白姐暂时缓解这种疼痛，想要根治还是有些困难。林子东说的是实话，白洁体质特殊，别说她现在还没有踏入炼体境，就算真的踏入炼体，以她的能力，恐怕也无法根治白洁。白洁是纯阴之体，如果在18岁时就已经破身，或许只是来月事的时候才会疼痛明显些，但她至今都是完璧之身，体内的纯阴之气已经累积成疾，想要彻底根治，光是按摩可是不够的。白洁突然抓住林子东的手，神情带着几分激动道：“弟弟，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这些年他被自己的病折磨得生不如死，如果真的有人能治好自己，就是倾家荡产，他也在所不惜。这林子东有些为难，治疗是小事，但治疗时难免会有一些亲密接触，他也担心白洁会误会自己是在占便宜。白洁看出林子东似乎有难言之隐：“你不愿意吗？”“当然不是。”林子东将自己的担忧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而且张琴和田娇娇也在，现在说明白也能避免一些误会。听到林子东的解释，白洁脸蛋红扑扑的，她还以为林子东是不想给自己治疗，原来是因为这个。想起刚刚那种令人羞耻的感觉，白洁心跳莫名加快了击拍，但很快又冷静了下来。“如果我说没关系呢？”张琴和田娇娇则是有些意外地对视了一眼。白洁身边的追求者数不胜数，其中不乏一些富豪以及富二代，可至今为止，白洁都没有正眼看过那些男人一眼。“好吧，我帮你治。”林子东佯装思索了一下，就答应了下来。当然，林子东也是有着自己的私心，帮白洁治疗，对自己的修炼也会大有益处。这个世界的灵力稀薄，他想要靠着正常修炼提升境界修为，估计到死都无法筑基成功。
只要踏入筑基，他便能拥有200年的寿命，足以让他冲击更高的境界。可若是无法筑基，100年之后他一样会死。听到林子东答应，白洁展颜一笑，那张漂亮的脸蛋如同绽放的百合一般，让林子东都出现了片刻的失神。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下一次的治疗？你放心，我不会白让你治的，一次治疗费用10万，够吗？10万？林子东震惊了，不愧是有钱人的世界，不过迟早有一天他也会变成有钱人，而且比所有人都要富有。白姐，我们是朋友的话，谈钱就见外了。白洁见林子东坚持，也没再提这个话题。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治疗？张晴目光落在白洁的手上，莫名涌起一阵醋意，一只小脚偷偷踢了林子东一下。林子东吃痛，尴尬地抽回了自己的手。白姐，这个恐怕要等我下次休息的时候了。白洁也觉得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然后转身从自己包包里面翻出手机，那你加我微信，我们下次再约。我也要。田娇娇也拿出手机跟着凑热闹，弟弟，以后我们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可就直接找你了。林子东老老实实的加了白洁和田娇娇的微信。这边林子东刚刚通过邀请，张琴的小手已经摸向他的腰间，使劲一拧。林子东不动声色的倒吸了口气，心想琴姐这是吃醋了。经过这件事以后，白洁和田娇娇看向林子东的眼神都多了几分亲近，前者是希望林子东能帮他治病，后者纯属好奇。挖掘别人的秘密就是田娇娇最大的乐趣，在他看来，这个林子东身上恐怕也有不少秘密呢。在林子东缓解白洁的疼痛时，田娇娇就已经决定一定要将林子东身上的秘密挖个干净。又喝了几杯酒，白洁就接到了公司的电话，说是有急事要回公司一趟。田娇娇本来还想多待一会儿的，可白洁身体刚刚恢复，还有点虚弱，不适合开车，那么司机的重任自然而然也就落在了田娇娇的身上。林子东和张晴将两人送上车，一直目送车子远去，这才收回了视线。怎么舍不得人家？张晴轻哼了声，虽然她保养的也很好，但白洁比起自己也不差，重要的是白洁比自己年轻了几岁，毕竟对女人而言，年龄就是女人最大的本钱。林子东干咳了2声，晴姐，我只是来谈生意的。那我也要跟你谈生意。张晴大胆地勾住林子东的脖子，凑到他的耳边吐气如兰道：几个亿的生意，身份证带了吗？林子东喉咙滚动了下，带了。那里有酒店。张晴眼神带着丝丝挑衅，看到林子东迟疑，出声问道：怎么，你害怕了？林子东盯着张晴看了2眼，拉着他的手大步流星地朝着酒店走去。这种事女人都主动了，男人怎么能怂？再说他现在没女朋友了，还担心个毛线。就在进入酒店时，林子东无意间瞥见2道熟悉的身影进了电梯。林子东皱眉，那是张晴挽着林子东，朝着电梯方向好奇地看了眼，问道：弟弟，你在看什么？没什么。林子东收回视线，他也觉得应该不会那么巧，也许是自己眼花看错了吧。两人前脚进了电梯，电梯门还没关上就已经亲在了一起。也许是被白洁刺激到，这一次张晴格外的主动，两人从电梯一路亲到了酒店走廊，又跌跌撞撞地进了房间。张晴将林子东推倒在床上，然后媚眼如丝地看了他一眼：我去冲澡。这个妖精。看着张晴进了卫生间，林子东一阵火热，心一横就跟了进去。酒店的另一个房间里，王爷突然听见隔壁传来的动静，立马竖起了耳朵。妈的，这酒店隔音不怎么样啊。话说这女人的声音怎么有点熟悉，好像在哪里听到过。王爷正要贴墙再听听，这会儿柳梦瑶刚刚冲完澡出来，看到王爷正在偷听，亲爱的，那有什么好听的？有我好听吗？哈哈，那肯定没有。王爷打了个哈哈，急忙缩回了脑袋，将柳梦瑶拉入怀中。3分钟，不，正确的说是2分47秒。柳梦瑶则是一脸懵逼的躺在床上。这就结束了？刚才发生了啥？王爷双眼有些无神，最近他感觉自己状态越来越差，吃了药也没什么效果，难不成自己真的不行了？不过3分钟时间也不短了吧？王爷心里给自己安慰了一波，反正他之前玩过的那些女人，哪一个不夸他厉害，想必也不是很短。回头换波药，没准就5分钟了。这会儿王爷已经点燃了事后烟。柳梦瑶眼底闪过一抹嫌弃，比有钱100个林子东都不如一个王爷，但是那方面就有些一言难尽了。吃药才能维持5分钟，不吃药的时候状态好也就3分钟，状态不好的时候10几秒就结束了。老公，或许你只是太累了，下次你一定比他强100倍。柳梦瑶替王爷捏着肩膀，替他打气。王爷干咳了2声，点燃一根烟，狠狠吸了2口，
没错，老子最近是有点累。柳梦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林子东离开的背影。他明明那么爱自己，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虽然柳梦瑶已经铁了心不会跟林子东复合，但是看见他如此坦然时，心里还是憋了一口气。对了，上次你说帮我跟伯母说说，让我进他的公司的事情，怎么样了？王爷猛吸了2口，然后将烟头掐灭。放心吧，我已经跟我妈提过这件事情了，她一定会答应的。真的吗？柳梦瑶惊喜。王爷母亲所在的公司是国企500强的企业，想要进入公司不光要经过层层筛选，而且最差也要研究生的学历。可以说没有后门的话，像他这种普通大学生这辈子都没可能进入这样的公司，而且每个月工资都在1万以上。这也让柳梦瑶更加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从今以后，他与林子东就是2个世界的人了。他一个卖保险的，3个月工资加在一起都不到1万块，根本养不起自己。柳梦瑶偷偷看向王爷，他知道王爷身边环绕的女生很多，想要拴住王爷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他生一个孩子。休息了好一会儿，王爷感觉恢复了点精神，再次服下几颗小蓝丸后又扑了上去。这次更快，30秒就结束了。柳梦瑶目光有些茫然地看着天花板，隔壁都已经1个多小时了吧，都不会觉得累的吗？又过了许久，对面终于安静下来。王爷休息了好一会儿，才从床上爬起来去冲了个热水澡，然后回到床边拿起手机道：你别说话，我给我妈打个电话。柳梦瑶眼睛一亮，立即竖起了耳朵。隔壁的房间里，张琴听见手机响了起来，好像看到了救星一样。林子东无意间看到了来电的备注，眼底闪过一抹冷意。张琴还以为林子东不高兴了，于是哄着道：让我挂掉他好不好？林子东抱着张琴来到桌前，拿起手机送到他的面前道：接。你个坏蛋！张琴娇嗔地瞪了林子东一眼，他们这个样子让他接电话，这小坏蛋脑子里面想什么，他会猜不到。林子东笑而不语。张琴示意林子东不要说话后，这才接起了电话。妈，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怎么样了？王爷直截了当地问道。张琴还没来及的开口，林子东已经不老实起来。妈，你在听吗？在听。你说。张琴声音都在颤抖着，就连看向林子东的眼神都多了几分幽怨。这个冤家就是我女朋友的事情，昨天跟你提过的。哦，我记得你让她明天来我公司一趟吧。王爷脸上露出喜色，他就知道他妈一定不会拒绝自己。对了妈，我没钱了，你看能不能再给我点，不多10万就行。张琴还没开口，突然捂住了嘴巴，眼睛瞪得大大的。听见那边没了动静，王爷晃了晃手机，看了眼信号，妈，晚些打给你，嘟嘟嘟嘟。王爷一脸懵逼，以前他妈都是再三嘱咐自己，各种唠叨，今天竟然主动挂了自己的电话。还没回过神来，隔壁已经战歌在起。卧槽，没完了！王爷瞬间心情全无，骂骂咧咧地穿上衣服。隔壁小子绝对他妈跟自己一样嗑药了，还是更高级的药，不然怎么可能有人这么久？这破酒店，他特么再也不想来了。晦气！酒店房间里，张琴慵懒地趴在林子东的怀中，一只小手在他胸口画着圈圈。你刚才怎么了？不高兴吗？林子东轻点了下头，坦然道：其实也没什么，跟女朋友分手了。张琴立马来了兴致，从林子东怀中抬起头问道：为什么？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说过，你跟你那小女朋友不是都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吗？林子东看着张琴，嘴唇动了动，他总不能告诉张琴自己女朋友是跟他儿子跑了吧？他跟一个富二代跑了。张琴恍然大悟，这样的话也就说得过去了。林子东男人的方面自然是无法挑剔的，但是有些时候那种事情并不能改变一些现实，尤其是现在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早就不如他们年轻时那般纯粹。他们那个时候多数女人都是愿意为了爱情去付出一切，可现在这个社会哪里还有那么多的情情爱爱？贫贱夫妻百事哀，就是这个道理。这年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有钱再年轻再好看的伴侣都能找到，可要是没钱，狗看见你都会嫌弃。没关系，张琴笑意盈盈地点着林子东的鼻尖道：他不懂得珍惜你，姐姐疼你。林子东看着张琴那带着挑逗的眼神，目光再次变得火热，翻身便压了上去。当林子东和张琴离开酒店时，已经是2个小时以后。你个坏蛋！张琴娇嗔地瞪了林子东一眼，想到这个坏蛋刚才干的好事，脸蛋也是火辣辣的。林子东咧嘴笑道：琴姐，你不会害怕了吧？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又不是没生过。张琴话说了一半，突然看向林子东的眼睛，就算真的有了，我也不会让你负责。你还年轻，
会遇到更好的女人。张琴不是恋爱脑，更不是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冲动的人。她喜欢林子东的年轻和活力，喜欢与他相处的时光。但是她心里清楚，她不会嫁给林子东，或者说她这辈子都没有打算二婚。所以就算有了孩子，她也愿意将孩子单独抚养长大。当然，这些她没有必要与林子东去说的那么清楚，她只想珍惜眼前这段时光就足够了。对了，有样东西送给你。张琴扯住林子东的领带，带着他来到一处停车位，然后将车钥匙塞进他手里。以后他就是你的了。看到眼前的黑色迈特威闪了闪，林子东愣住。琴姐，这就当作是你刚刚的奖励。张琴半开玩笑地说道。林子东虽然很想拥有一辆自己的商务车，但吃软饭这种事情，他还是本能的会有些抗拒。琴姐，你不会是想包养我吧？我倒是想呢，就怕有些人不愿意。张琴哪里会看不出林子东的心思，年轻人心高气傲是好事，不像他生的那个白眼狼，整天张嘴闭嘴都是钱钱钱。张琴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当妈的，倒像一个人形提款机。林子东尴尬一笑，琴姐的心意我领了，但这车就算了吧，那就当作是我借给你的，以后你谈生意总不能一直骑着你的那个电动车吧。张琴将车钥匙推了回去，这车买都已经买了，他可没有回去退货的习惯，有了车以后你来见我也方便一些，你要是再拒绝我，我可就生气了。这好吧，那就当我借的，谢谢琴姐。林子东也不再拒绝，他知道自己想要打开雅轩居的市场，如果能有张琴的帮助，应该能走许多弯路，但他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不是去靠女人。张琴娇嗔地白了林子东一眼，看我干什么？不试试新车？林子东也不再矫情，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虽然是借来的，但自己考了2年的驾照，也终于算是有了用武之地。正如张琴所说，有了车以后去见客户的确会方便许多。将张琴送回了家，林子东将车开回了自己的出租屋。前脚进屋，身后的房门就被敲响了。林子东打开房门，看到来人时也是愣了下。孙姐，我好像刚刚交完房租吧？原本孙兰兰还绷着一张小脸，听到林子东莫名其妙的话，差点就没绷住笑了出来。感情他在林子东的眼里，除了收租就是收租是吧？我找你有些事情。林子东心脏咯噔一下，孙兰兰不会是因为昨天的事情来跟自己翻旧账的吧？孙兰兰朝着里面张望了一眼，漂亮的眸子狐疑道：有人？没有，就我自己。林子东干笑了声。孙兰兰见过林子东的小女友，是个挺漂亮的小姑娘，虽然比起自己还差了那么一丢丢，但是也不错了。你那小女朋友呢？分手了。林子东坦然的笑笑，似乎看出孙兰兰不相信，又补充道：跟个富二代跑了。孙兰兰愣住，想起那天林子东满脸是血的躺在楼下，她还以为林子东是跟别人吵架了，整了半天不让我进去坐坐。林子东瞥了眼跟狗窝一样的出租屋道，屋子有点乱。孙兰兰进了出租屋，看到满地的狼藉，突然想到了自己。这么说起来的话，她跟林子东也算是同病相怜。她长得漂亮，家世也好，追求者自然不在少数，但她从未正眼看过那些男人，直到几个月前，她遇到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对她体贴入微，一度让她觉得自己是遇到了真命天子。可就在2天前，她的闺蜜给她发来了那个男人跟别的女人从酒店出来的照片。那个女人孙兰兰见过，好像是个18线的小模特，而且她喜欢的男人是个摄影师。她也没想到那个狗男人竟然敢背叛自己。林子东见孙兰迟迟不说话，于是主动问道：孙姐，你来找我是因为昨天？孙兰兰小脸一红，然后撇开视线，在沙发上找了个还算干净的地方坐下，故意转移话题道：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林子东想了想，点了下头。那就好。孙兰兰认真打量了林子东几眼，然后问道：有正式一点的衣服吗？好像有套西服。林子东话音未落，突然瞥见柜子里面被剪成一条条的西服，他从里面拎了出来，抖了抖，尴尬道：现在好像又没了。孙兰兰差点被逗笑了，她站起身道：收拾一下，我带你去买几身衣服，我去外面等你。不是，孙姐，我们到底干什么去？林子东跟上去追问。你不是有透视眼吗？我带你去赚钱。孙兰兰头也不回地说道：等你有钱了，找个更漂亮的，气死那个小贱人。林子东，小贱人，孙姐在骂柳梦瑶。林子东简单的收拾了下，就追了出去。出租屋下面，孙兰兰站在他的法拉利458面前，问林子东：会开车吗？林子东下意识道：会。我喝酒了，你开车。孙兰兰将车钥匙丢给林子东，自己坐进了副驾驶。林子东坐了进去，拍了拍方向盘道：孙姐，这车剐蹭了我可赔不起。真没出息，
刮到了也不用你赔，这总行了吧？”孙兰兰看了眼时间，催促道：“快点吧，我们时间有限，先去中心商城一趟，快点开。”到了中心商城，孙兰兰直接带着林子东去了男装店，亲自替他挑选了几件西装。林子东只是瞥了眼标签，脑袋都跟着大了一圈。一件西装就6位数，他怎么觉得几百块的西装跟这个也没有多大区别？孙兰兰比划了一下，塞给他一套西服，换上试试。林子东硬着头皮换上了西装，他的身材本来就很不错，淬体洗髓后变得更加修长挺拔，再加上那棱角分明的五官，顿时让孙兰兰和那些女店员眼前一亮。好看。孙兰兰认真打量了林子东几眼，由衷的夸赞。林子东感觉自己穿着的好像不是衣服，而是一捆捆的钞票沉甸甸的。孙姐，这西装，这几件，还有他身上的这一套都要了，包起来。孙兰兰痛快地刷了卡，这才看向林子东问道：“你刚才想说什么？我挑的西装不好看？”林子东哪敢说不好看，孙姐挑的当然好看，就是这价格也好，就这几件破布就花了30几万。别说他现在还没钱，就是以后真的有钱了，林子东觉得自己也不会如此奢侈，他宁愿全部都吃进肚子，也不会花在这上面。孙兰兰轻轻一笑，似乎看穿了林子东的心思，钱嘛，就是用来花的，尤其是花在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上。别心疼了，走，我们再去别的地方转转。林子东无奈地跟在孙兰兰身后，两人从男装店出来，孙兰兰又拉着林子东进了一家高端手表店。看着那些价格不菲、设计精美的手表，林子东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他偷偷拉了拉孙兰兰的衣袖：“孙姐，这手表就算了吧，我戴着也不习惯。”孙兰兰回头看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玩味：“不习惯，那就多习惯习惯。来，挑一块你喜欢的。”林子东拗不过孙兰兰，只好硬着头皮在店里转了起来。最终在孙兰兰的指导下，他挑了一块相对简约、价格也稍低一些的手表。即便如此，这块手表的价格也足够让林子东啧舌不已。几件西服加上一块手表就超过了50万，他开个大单提成也不过3、4万块。而且他们这一行的同行太多，加上他入行有些晚，没有稳定的客户，这一个大单可能就要吃上很久。果然，有钱人的世界他还是有些难以理解。两人正要离开表店时，一个留着中长发的男人拦住了孙兰兰：“兰兰，你听我解释好不好？上次你看到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看到来人，孙兰兰小脸唰的一下冷了下来：“滚开，我不想看见你。”兰兰，蒲幼元朝着孙兰兰身旁的林子东看了一眼，脸色微微有些难看，却强忍着没有发作。“我知道你找这个小白脸是为了气我，对不对？”林子东目光沉了沉，正要发作时，突然手臂陷进一片柔软。只见孙兰兰挽着自己的手臂冷冷道：“我想你搞错了，他是我未婚夫，不是你口中的小白脸。”未婚夫？蒲幼元差点被气笑了。他看向林子东，认真打量了2眼后，眼神满是嘲讽道：“哥们，我才是兰兰的男朋友，他不过就是在跟我赌气。你……”蒲幼元话还未说完，孙兰兰突然抓住林子东的衣领，踮起脚尖对着他的嘴亲了上去。林子东瞪大了眼睛，本能地搂住孙兰兰的腰肢，防止两人会摔倒。感受到林子东有力的手臂，孙兰兰脸蛋有些滚烫，她扭头看向蒲幼元道：“现在你信了？”“不，这不可能。”蒲幼元为了追到孙兰兰，不惜花了1年的工资才约了个私家侦探，将她兴趣爱好全部都调查了出来，还找了不少临时演员来创造他与孙兰兰相识的契机。前前后后他花了10几万才得到了孙兰兰的好感，可谁能想到两人刚刚确定了恋爱关系，他连手都没来及的牵到，孙兰兰就发现了自己跟那个小模特的事儿。他本来打算玩2次腻歪后就甩了那个小模特的，毕竟孙兰兰是富婆，身价上亿，长得又漂亮，身材也好。那个小模特除了年轻点、腿长一点，那方面厉害一些，其他方面跟孙兰兰完全没有可比性。但凡有脑子的人都知道应该怎么选择吧。我们已经订婚了。孙兰兰勾着林子东的脖子，笑脸如烟地看着他问道：“对不对，亲爱的？”这一声亲爱的瞬间让林子东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可看到孙兰兰那带着威胁的眼神后，还是配合地演了下去。林子东大手轻轻用力，两人身体瞬间紧贴在一起。孙兰兰也没想到林子东会这么大胆，脸蛋瞬间更红了。蒲幼元望着眼前两人亲昵无间的样子，双眼瞪得如同铜铃一般，额头上青筋暴突，愤怒地吼道：“孙兰兰，你肯定是故意气我的，你怎么可能真的和他订婚？”孙兰兰不屑地撇了撇嘴，将头依偎在林子东的肩膀上，娇嗔道：“谁有空故意气你？我和子东是真心相爱的，至于你，抱歉，
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蒲佑元气得浑身颤抖，指着林子东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小白脸，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迷惑了兰兰，你信不信只要问一句话，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林子东眼神一寒，正要开口回击，孙兰兰却抢先说道：蒲佑元，你别在这里胡搅蛮缠了，你要是再这样，我可就叫保安了。蒲佑元见孙兰兰如此维护林子东，心中又气又急，他深吸一口气，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说道：兰兰，我知道错了，我和那个小模特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我心里最爱的还是你，你跟我回去好不好？你是不是眼瞎了？我的未婚夫比你强上百倍千倍，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跟你回去？孙兰兰说完，扭头看向林子东，柔声细语道：亲爱的，我们回家。蒲佑元伸手就要去拉住孙兰兰，他为了追到孙兰兰花了那么多钱，怎么可能让他说走就走？林子东眼疾手快，在蒲佑元快要抓住孙兰兰的刹那，扣住了他的手腕。兄弟，我们就要结婚了，你再纠缠兰兰，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客气你妈！蒲佑元已经忍了半天，举起拳头朝林子东打去。林子东早已脱胎换骨，蒲佑元的拳头仿佛放慢了数倍，被他轻易的侧身躲开，同时反手抓住蒲佑元的胳膊，用力一拧。蒲佑元疼得龇牙咧嘴，嘴里仍不依不饶地骂着：小子，敢跟老子抢女人，我一定弄死你全家！林子东脸色猛地一沉，抬脚踹在蒲佑元的膝盖，让他跪在地上动弹不得。孙兰兰轻轻皱眉，原本挺好的心情全部都被这个混蛋搅和得稀碎。她倒是不担心蒲佑元敢报复自己，她已经找人调查过蒲佑元，知道他身边有不少女人，那些女人都是他利用工作的便利勾搭上的。除了那些女人，蒲佑元还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混混。当初他被人骚扰，蒲佑元突然出现给自己解围，也是他跟那些混混演的一出好戏。他竟然还傻傻的信了。现在回想起来，孙兰兰已经有些庆幸自己还算理智，没有将自己的身子给搭进去。只是想到是因为自己才让林子东被蒲佑元记恨上，孙兰兰心里多少有些愧疚。子东，算了吧。孙兰兰拉着林子东对他摇了摇头。再敢骚扰兰兰，我打断你的腿，滚！林子东一脚将蒲佑元踹出了5-6米远，这力道着实吓到了不少人。这得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人踹出那么远？蒲佑元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神情怨毒道：小逼崽子，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看着蒲佑元一瘸一拐地走远，孙兰兰歉意地看向林子东，那家伙可能真的会报复你，他要是敢来，就不是挨一脚那么简单了。林子东看了眼自己的拳头，如果自己早点得到传承，上次也不会被打得那么惨。察觉到周围仍有不少人在围观，孙兰兰赶忙拉着林子东离开了商城。回到车上后，孙兰兰取出一根女士香烟，刚点燃就被林子东用2根手指掐灭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林子东在身上摸索了一番，随后望向车窗外：孙姐，你等我一下。不等孙兰兰开口，林子东已然打开车门跑了出去。孙兰兰正纳闷林子东去干什么，没过多久，林子东就回到了车上。他将一根棒棒糖包好后递到孙兰兰面前道：想抽烟就吃这个。你就是去买棒棒糖了？孙兰兰又好气又好笑，她又不是小孩子，这棒棒糖和烟根本就是2回事。对啊，我小时候不开心，就盼着能有根棒棒糖。林子东看了眼手中的棒棒糖，况且烟是苦的，糖是甜的，难过的时候吃点甜食，心情会好起来，不信你试试看。孙兰兰接过棒棒糖，稍稍犹豫后放在嘴边，伸出小舌头轻轻舔了舔，这才放进嘴里。林子东看到这一幕，喉咙不自觉地动了动。你看什么呢？孙兰兰也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有些不妥，脸蛋一红，瞪了林子东一眼，说道：开车。林子东回过神来应了一声，立刻发动了跑车，问道：孙姐，我们现在去哪儿？孙兰兰含着棒棒糖，有些心不在焉地望向车窗外道：去大洲赌石城。赌石城？林子东眼睛顿时一亮。对啊，自己拥有灵力，能施展法术，让自己在短时间内具备透视能力，这赌石城对他来说绝对是赚钱的宝地。正所谓一刀穷，一刀富，一刀穿麻布。有多少人想一夜暴富，跑到这里赌石，最后却倾家荡产，甚至承受不住打击，一时想不开丢了性命。但自己却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只要他运用灵力透视，就能轻易看出哪块石头里藏着美玉，哪块又是徒有其表的废石。想到这里，林子东不禁有些激动，脚下的油门也不自觉地踩深了几分，跑车如离弦之箭般朝着赌石城疾驰而去。不多时，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便出现在2人眼前，那便是远近闻名的赌石城。只见城门口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各种豪车云集，穿着光鲜的人们进进出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期待与兴奋。林子东将车停好，和孙兰兰一同走进了赌石城。刚一进门，便被那琳琅满目的原石所吸引，大的如磨盘，小的似拳头，形状各异，颜色也不尽相同。林子东看了一眼那些赌石的标价，便宜的只有几千块，稍微贵一点的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标价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原石，被精心摆放在展柜中央，周围还围着不少人指指点点。林子东心里清楚，这些高价原石虽然有可能开出极品美玉，但风险同样巨大。不过对他来说，这恰恰是最容易施展能力的地方。他轻轻闭目，调动其体内灵力，瞬间周围原石在他眼中仿佛变得透明起来，内部结构、纹理走向乃至是否藏有预料都一览无余。孙兰兰一直在偷偷打量着林子东，其实林子东说的什么透视眼，他根本就没相信。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神奇的东西？那天自己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睡衣，肯定是不小心时被小色鬼偷看到了。不过孙兰兰也有些奇怪，林子东的身手那么好，那天怎么会被打得那么惨？难道抢他女朋友的那个富二代身手比他还好？林子东可不知道孙兰兰在想些什么，此时他的注意力全部都在那些原石上。他已经发现了几块能出绿的料子，但品质应该很一般。林子东目光扫过，最终锁定在一块表面布满裂纹，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原石上。这块原石标价不高，只有5万块，但林子东运用灵力探查后，竟发现内部藏着一块拳头大小的冰种翡翠，其质地纯净，水头十足，一旦切开，价值必定能翻上数倍。他心中暗喜，表面却不动声色，缓缓踱步到那块原石前，佯装仔细端详的模样。周围的人见状，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有的还小声议论起来，认为林子东不过是个新人。那块石头外面几乎全是裂纹，即便真的能出绿，价值也不会太高。谁买下这块石头，不亏掉裤衩子都得偷着乐了。林子东却充耳不闻，他心中已然有了决断，打算出手拿下这块原石。你不会真觉得这破石头能出东西吧？孙兰兰哭笑不得，果然透视眼都是骗人的。这种石头只要眼睛没毛病的人都绝对不会买，也就只有贪便宜的菜鸟才会去买这种满是裂纹的原石碰碰运气。但这种石头时赌时输，根本不值得冒险。林子东担心石头会被别人买走，于是说道：孙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等我出货卖掉，立刻就还给你。他的银行卡里只有几百块，剩下的钱都在柳梦瑶那里，他还没来得及要回来。孙兰兰根本不信这石头能出货，不过几万块而已，也就他买一个包包的钱，就算赔了也无所谓。就几万块，还什么借不借的，不用你还，就当我入股好了。孙兰兰取出一张黑卡递给林子东道：诺，这张卡没有密码。林子东眼睛一亮：谢谢孙姐。赌石城向来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下的原石也没有退货的规矩。林子东没有急着付账，而是跟人家开始讨价还价，最终只花了3万块，就将这块价值几十万的原石买了下来。林子东还在为又省下了2万块沾沾自喜。孙兰兰翻了个白眼，看向林子东，眼神好像在看一个大傻子。买下这么一块破石头还这么高兴，林子东却全然不在意孙兰兰的眼神，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块原石，仿佛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他让工作人员帮忙把原石搬到切割区，周围的人见状都跟着围了过来，想看看这个菜鸟到底能切出个什么结果。切割师傅看了看这块满是裂纹的原石，又看了看林子东，好心提醒道：小伙子，这石头风险大得很，你真要切？林子东坚定地点点头，说道：师傅，您就切吧。切割师傅无奈地摇摇头，启动了切割机。随着滋滋的声响，原石被慢慢切开。一开始并没有看到什么绿色，周围的人开始发出嘘声，孙兰兰也皱起了眉头，心想自己这几万块肯定是打水漂了。但林子东却一脸淡定，因为他知道冰种翡翠就在里面。终于，当原石被切到一半的时候，一抹浓郁的绿色映入了大家的眼帘。出绿了！有人惊呼道。切割师傅也停下了机器，仔细端详起来，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小伙子，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这可是冰种翡翠啊！周围的人顿时炸开了锅，纷纷投来羡慕和嫉妒的目光。孙兰兰小嘴微张，这也行？我就是想碰碰运气，没想到真的出绿了。林子东谦虚的挠挠头，一副不好意思的模样，他可不想让别人注意到自己。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男人，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那块露出冰种翡翠的原石。小伙子，我出50万，你把这块石头卖给我如何？林子东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又挤过来一个打扮时髦的贵妇。小帅哥，我出60万，卖给我怎么样？周围的人见状纷纷开始出价，价格一路飙升。林子东看着这热闹的场景，心中却十分平静。他摆了摆手，各位，我现在还不想卖，想看看这石头完全切开后是什么样子。那中年男人拉住林子东劝说道，小伙子，你这石头已经长了，如果你再切，万一垮了，价值可就要大打折扣了。周围想要买下原石的人也纷纷劝说，希望林子东见好就收。林子东微微一笑，目光中流露出坚定之色，说道，我还是想等原石完全切开之后再做决定，多谢各位的好意了。切割师傅见林子东心意已决，便再次启动了切割机。随着原石进一步被切开，那抹浓郁的绿色愈发醒目，冰种翡翠的质地清晰呈现，晶莹剔透，宛如一汪澄澈的清泉。当原石完全切开后，现场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叹声。这块冰种翡翠不仅颜色纯正，而且体积可观，足以制作出多件精美的饰品。那中年男人见状，更是急切地开口道，小伙子，我出100万，你把它卖给我吧。以这个价格成交，你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贵妇也毫不示弱，我出120万。林子东望着这块自己亲手挑选并切开的冰种翡翠，心中满是成就感。正所谓一刀穷，一刀富，只要他此刻点点头，马上就能成为百万富翁。或许100万对普通人家来说已然是一笔天文数字，但对林子东而言，这仅仅只是个开端罢了。林子东轻轻抚摸着冰种翡翠那温润的表面，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超越金钱的满足。你小子可以啊。孙兰兰认真打量了林子东几眼，眼中满是好奇。这小子不会真的会透视吧？当然，也可能是运气好。其实林子东开出的石头并不稀奇，在这赌石城里，别说100万的石头，1000万甚至几千万也是出现过的。就在3年前，这里曾拍下一块价值2000万的原石，当场切出了一块帝王绿，转手就卖了5个亿。如今那块帝王绿的价值起码又翻了1倍，那可是10个亿啊！像林子东切出的这块冰种翡翠，如果再稍微大一些，能够出个卓位的话，别说120万，就是220万，也会有人打破了脑袋抢着要。只可惜这块翡翠的大小决定了它的价值上限。林子东把玩了几下手中的翡翠，然后看向孙兰兰道，孙姐，这石头卖出去的钱，我们一人一半。我也有份。孙兰兰小嘴微微张着，有些吃惊地看着林子东，盯着这块翡翠的行家不少，价格应该还能涨一涨，卖个150万应该差不多。一人一半，那可就是75万。一个普通人工作10几年都未必能攒出这么多，他竟然舍得跟自己平分。如果不是孙姐入股，我没钱拍下这石头。虽然石头是我选的，但钱是孙姐的，一人一半很公平。林子东不是见利忘义的人，孙兰兰帮了自己，他自然也不会小气。孙兰兰眨眼，对他眨眨眼睛问道，你真舍得啊？不后悔？其实180万而已，孙兰兰还真不在乎这点钱，但林子东竟然舍得分给他一半，着实让他很意外。林子东但凡有点钱，他都不会想这么多，可他要是有点钱的话，还用得着住在出租屋里，女朋友会跟别人跑了？不后悔。林子东笑着道。最终林子东手中的这块冰种翡翠被一位藏家以160万的高价买走，扣了税，林子东只到手147万。林子东也信守承诺，当场给孙兰兰的账户上赚了75万，那3万是原石的本钱，他也一并还给了孙兰兰。孙兰兰轻哼，你跟我算得这么清楚，不会是不打算带我玩了吧？林子东现在有了70多万本钱，真不想带着他玩，那他就只能自己去拍几块价值更高的原石了。毕竟1分钱1分货，价值高的原石出货概率也会更大，自然是许多玩家的首选。林子东心情不错，看到孙兰兰撅嘴气鼓鼓的模样，忍不住打趣道，孙姐可是我的未婚妻，我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吗？孙兰兰脸蛋一红，一只小手摸向他的腰间，谁是你的未婚妻？再乱说话我就咔嚓了你。林子东求饶，两人嬉笑打闹，怎么看都像是一对处于热恋的小情侣。对了，你怎么断定那石头里面会出绿？孙兰兰还是不相信透视眼这么玄乎的东西，但林子东第一次买原石就能出货，这运气实在也太好了一些。听到孙兰兰问起，林子东2根手指来回比划着自己的眼睛，孙姐，现在你相信我有透视眼了吗？不信。孙兰兰眼珠滴溜溜地转，然后凑近林子东的耳边道，除非你能说出我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又来。林子东神情立马僵硬起来，
上次他说完都被泼了一脸，再让他说一次的话，孙姐不会真的淹了自己吧？孙姐，我觉得前面那块石头不错，咱们去看看吧。看到林子东3两步就窜出老远，孙兰兰又好气又好笑，他就随口那么一问，怎么好像便要吃了他似的。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孙兰兰的脸蛋就红了。赌石城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拍卖会，许多藏家都会将自己的石头拿出来进行拍卖，想要以此获得更多的利益。孙兰兰正要跟上去时，一道熟悉的身影从他眼前走过，这不是林子东的那个小前女友吗？旁边那个就是奸夫哥了吧？长得也不怎么样嘛，还不如林子东。亲爱的，这些破石头有什么好看的？柳梦瑶挽着王爷撒娇，他还以为王爷跟他妈要钱是为了给自己买下他喜欢的那个包包，结果竟然是为了来看这些破石头。王爷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你懂什么？这赌石里面的门道可多了，要是能开出好翡翠，那可就赚大了。柳梦瑶根本不相信，撇了撇嘴小声嘀咕：能赚多大啊？还不如给我买个包实在呢。王爷有些生气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我这是在为我们的未来打算。柳梦瑶哼了一声：就这些破石头还能为我们的未来打算？我看你就是舍不得给我花钱。这时孙兰兰已经快步追上了林子东，她碰了碰林子东的胳膊，给他使了个眼色：你看，那个不是你的前女友吗？林子东看到柳梦瑶和王爷时，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冷意，早就是过去式了。看出林子东心情不好，孙兰兰调侃道：看人家现在傍上大款了，心里什么滋味啊？要不我也帮你一次。不等林子东反应，孙兰兰已经红着脸蛋挽住了林子东的手臂，发现林子东正瞪着眼睛看着自己，孙兰兰白了他一眼：你可别乱想，你帮过我，我也帮你一次，我们两清。其实孙兰兰不是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她也不知道自己哪根筋不对，所以她将答案全部归功到林子东帮了自己，那么她现在也帮他一次，合情合理。感受到手臂上传来的柔软，林子东心跳莫名的加快了击拍。这时王爷和柳梦瑶也看到了林子东和他身边的孙兰兰。别看孙兰兰已经30出头，但皮肤细腻，身材高挑，精致的脸蛋上没有任何动过刀子的痕迹，妥妥的天然美女。论脸蛋，柳梦瑶还要略逊孙兰兰一筹，胸围的话两人半斤八两，但孙兰兰最显眼的还是那双白皙修长的美腿。柳梦瑶每次看到都会狠狠的羡慕一波，而且孙兰兰还是富二代，本身也是一个身价过亿的小富婆，这就更不是柳梦瑶能够去比的了。王爷看到孙兰兰的第一眼，就恨不得把眼珠子都长在孙兰兰的身上。漂亮，真 TM 漂亮，比柳梦瑶还要漂亮得多，尤其是那双白花花的大长腿，这特么就是个腿精啊！就这腿，这脚丫，王爷觉得自己能玩上几年都不带腻歪的。柳梦瑶看到孙兰兰亲密地挽着林子东的手臂，心里顿时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愤怒，好像出轨的人不是他，而是林子东。他不自觉地攥紧了王爷的胳膊。王爷察觉到柳梦瑶的异样，低头看了看他，脸色已经有些阴沉下来。在他看来，柳梦瑶很可能还对林子东余情未了。孙兰兰注意到柳梦瑶的目光，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她故意往林子东身边靠了靠，让两人的姿态看起来更加亲密。林子东感受到孙兰兰的小动作，心里有些无奈，却又觉得这样的孙兰兰有些可爱。不过话说回来，孙姐怎么好像比自己还入戏？林子东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却被孙兰兰用手指轻轻戳了下腰间，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让他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王爷看着两人这番互动，脸色愈发难看，他转头看向柳梦瑶，却发现柳梦瑶正死死地盯着林子东和孙兰兰，眼神里满是怨愤。柳梦瑶咬着嘴唇，心里五味杂陈。她原本以为自己和王爷在一起后，对林子东就不会再有任何感觉了，可当看到孙兰兰和林子东如此亲密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无动于衷。在柳梦瑶眼里，她可以跟别的男人上床，但是林子东不行，至少在她没有完全忘记他之前，她凭什么跟别的女人如此亲密？王爷见柳梦瑶这副模样，脸色已经变得有些难看起来。而此时的孙兰兰看到柳梦瑶那副吃瘪的样子，心里别提多得意了。她就是要让柳梦瑶知道，林子东现在身边有她孙兰兰，她柳梦瑶自己没有珍惜这么好的男人，那就是她的损失。论脸蛋、身材，家世她那样不比柳梦瑶强100倍。她就是想气死这个小贱人。林子东，你这样有意思吗？柳梦瑶终于沉不住气了，她觉得一定是林子东偷偷跟着自己，故意找孙兰兰来这里陪她演戏。孙兰兰是他们房东，长得漂亮又有钱，她怎么可能看得上林子东？林子东挑眉，你在说什么？我们都已经分手了，
你还跟着我，还让孙姐来陪你演戏，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恶心。柳梦瑶将心里话一股脑的说了出来，顿时觉得心里畅快了不少。上次他回家取东西，林子东还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现在又跑到这里想要故意气他。林子东越是这样，他就越看不起林子东，幼稚可笑。王爷恍然大悟，原来是找人来演戏的。他就说林子东这穷逼怎么可能找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做女朋友，不过这女人长得真特么带劲，尤其是那双腿，只是看了2眼他就有点上头来感觉了。林子东本来懒得搭理柳梦瑶，但看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心里就恶心的不行。他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睛看上这么一个女人？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跟着你？再说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就是对我不死心。不过我告诉你，我们不可能了，我已经有了王爷，你连他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柳梦瑶说着，还故意往王爷的身上贴了贴。林子东无语，这特么又不是小说里面的狗血剧情。他以前是很喜欢柳梦瑶，觉得她就是自己的全世界，但那已经是过去，他现在比谁都更加清醒，这样的女人还真配不上自己。林子东，我特么上次就跟你说过，你再敢缠着梦瑶，老子弄死你！王爷指着林子东的鼻尖嚷嚷着，他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林子东就是一个废物，一个窝囊废。孙兰兰看到林子东受辱，莫名憋了一把火，她将林子东往身后一拉，你再敢骂我男朋友，信不信我让你从这里爬出去？王爷被逗笑了，看着那张比柳梦瑶更加惊艳的脸蛋，眼底闪过一抹贪婪。妈的，要是柳梦瑶不在，今天说什么他都要将这个女人弄到自己床上。王爷不知道孙兰兰是谁，但是柳梦瑶知道啊。柳梦瑶轻轻拉了王爷2下，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只见王爷看向孙兰兰的眼神变了变，妈的，这狗东西真的勾搭上富婆了，还是个身价过亿的小富婆，那岂不是比他妈都要有钱？王爷心惊的同时，更多的却是浓浓的嫉妒。可很快他又兴奋起来，要是自己也能勾搭上这小富婆，岂不是财色兼收？他自认长得也不差，又常年健身，身材自然是没得说，不然柳梦瑶也不会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林子东，你真的出息了。王爷嘲讽道，怎么被老子打了一顿，现在就会躲在女人的身后了？他就是要让那个小富婆看看他身边的男人究竟有多废物。傻逼！林子东觉得自己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都会拉低自己的智商。王爷愣了下，反应过来林子东还敢骂自己时，当即气乐了。他正愁没机会再教训一下林子东，这小逼崽子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就别怪自己了。妈的，给你点脸了是吧？王爷挥起拳头就打向林子东。王爷常年健身，跆拳道、散打、泰拳也都学了一点，别说一个林子东，就是2、3个他都不会放在眼里。如果换做之前，林子东还真打不过王爷，没办法，身体素质在那摆着。上次林子东能得手，完全是因为王爷没想到林子东敢跟自己动手，不然真的单挑起来，林子东都不够王爷一只手打的。只可惜如今的林子东早已今非昔比，他的一只脚因跨入了修行界的大门，虽然还没脱离凡人的范畴，但身体素质却是普通人的数倍。林子东眼神一冷，身体微微一侧，轻松躲过了王爷这势大力沉的一拳。王爷见一拳落空，先是愣了下，他没想到林子东竟然能躲开自己的拳头，但他反应极快，紧接着一个侧踢朝着林子东的腹部踢去。林子东不慌不忙，双手快速下压，精准地抓住了王爷的脚踝，然后用力一甩。王爷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被林子东甩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王爷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听使唤，刚刚那一下摔得他气血翻涌。妈的，老子弄死你！王爷恼羞成怒，好不容易爬了起来，再次朝着林子东冲了过去。可还没等他靠近，林子东一个箭步上前，一脚踢在他的胸口。王爷再次被踢飞，这回彻底趴在地上起不来了。这还是林子东脚下留情，要不是看在张琴的份上，就刚才那一脚，王爷至少也要断掉几根肋骨。赌石城的保安也听见这边的动静，匆匆地跑了过来。柳梦瑶跑去搀扶王爷，抬手指向林子东道：“保安就是他动手打人，快把他抓起来！”王爷在柳梦瑶的搀扶下站了起来，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林子东，恨不得将他大卸8块。赌石城的保安队长正要将闹事的人带走，突然注意到林子东身旁的孙兰兰，立即满脸堆笑着凑了上去：“孙总，您怎么也在？我男朋友差点就被人打了，你说为什么在这里？”孙兰兰冷着小脸，让保安队长捏了一把冷汗。孙总的男朋友差点被打了？妈的！
谁这么大的胆子？孙总您放心，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保安队长扭头看向王爷，脸色沉了沉道：就是你们在赌石城闹事。你眼睛瞎了，是我男朋友被打了。柳梦瑶有些心虚，刚才虽然是王爷先动手的，但挨打的确也是王爷啊。王爷看向那几个5大3粗的保安，扯着脖子嚷嚷道：我妈是张琴，你们敢动我，信不信我让你们全部都滚蛋？柳梦瑶脸上火辣辣的，她觉得王爷有点丢人，可现在王爷才是自己男朋友，她也只能站在王爷这边。保安队长眼神疑惑：张琴是哪个？几个保安面面相觑，不知道，没听过。妈的，听说过有人拼爹的，现在都流行拼妈了。保安队长可不认识什么张琴，他只认识孙兰兰，这小子得罪了孙总，那就是得罪了他们老板，将他们2个扔出去，别脏了孙总的眼睛。是，队长。几个5大3粗的保安立刻围了上来，做事就要去抓王爷和柳梦瑶。王爷见势不妙，双腿发软，刚才的嚣张劲儿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嘴里却还不停地嚷嚷着：你们敢碰我，我妈不会放过你们的。柳梦瑶则吓得脸色苍白，紧紧抓着王爷的胳膊，身体微微颤抖。就在保安们快要碰到他们的时候，孙兰兰突然开口：等等。保安队长立刻挥手让手下停下，一脸谄媚地看向孙兰兰，陪笑着问道：孙总，您还有什么吩咐？孙兰兰冷冷地扫了王爷和柳梦瑶一眼，对保安队长说：算了，别在这儿闹出太大动静，影响赌石城的生意，把他们赶出去就行。保安队长连忙点头：孙总说的是，还是您考虑的周到。说完，他一挥手，几个保安便推搡着王爷和柳梦瑶往赌石城外走去。王爷一边被推着，一边还不忘回头叫嚣：妈的林子东，你给老子等着，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柳梦瑶却是有些心不在焉，林子东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还有孙兰兰对林子东一口一个男朋友，他们不会真的搞到一起了吧？回到车上，王爷心里发狠，林子东在他眼里就是个屁，今天他敢让自己出丑，那就别怪自己了。看到王爷拿出手机，柳梦瑶问道：你想干什么？敢让老子出丑，我就让人打断他的一条腿。王爷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狗哥，是我王爷，我给你5万块，帮我教训一个小子。这边林子东已经被带入了赌石城的主会场，想要进入这里必须要有资产认证，否则普通人是不允许进入的。这里的石头动不动就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普通人根本买不起，自然也就没有放进去的必要。林子东还是沾了孙兰兰的光，这才跟着进入了主会场的拍卖厅。拍卖厅里灯火辉煌，水晶吊灯散发着柔和而明亮的光芒，将整个空间映照得奢华而庄重。厅内摆放着整齐的座椅，前方是一个巨大的展示台，上面摆放着一块块被精心擦拭过的原石，每一块都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周围的墙壁上挂着一些名贵的字画，为整个拍卖厅增添了几分艺术氛围。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着，眼神中透露出对即将开始的拍卖的期待。林子东跟在孙兰兰身后，好奇地四处张望，他从未见过如此豪华的场景，心中不禁有些震撼。孙兰兰带着林子东在一个靠前的位置坐下，压低了声音道：子东，今天这里会有很多珍贵的原石拍卖，你可要看好了再做决定。林子东点了点头，目光已经落在了展示台上那些形态各异的原石上。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中年男人走上了展示台，他手持话筒清了清嗓子说道：各位贵宾，欢迎来到本次赌石城的拍卖会，我是本次拍卖会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原石拍卖盛宴。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整个拍卖厅内的气氛瞬间被点燃，那些西装革履的藏家纷纷停止了交谈，将目光聚焦在展示台上，期待着第一件拍品的亮相。很快，第一件拍品被2名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抬上了展示台。那是一块体积不算大，但表面纹理奇特的原石，在灯光的照耀下，隐隐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韵味。主持人拿起话筒，开始详细介绍这块原石的产地、特征以及一些专业人士对它的初步判断。台下的藏家们开始交头接耳，有的微微点头，似乎对这块原石颇为认可，有的则皱着眉头，像是在仔细权衡利弊。林子东也紧紧盯着那块原石，虽然他对赌石并不了解，但也被现场这紧张而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随着主持人报出起拍价，一场激烈的竞价战就此拉开帷幕。子东盯着这块原石的人好像不在少数，孙兰兰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按照他的预估，这块原石最终的价格应该不会低于300万。不过这才仅仅是开始，后面的原石可能还会更贵。林子东却是目光灼灼地盯着这块原石。灵力！
他竟然在这块原石上感受到了灵力。这块原石的起拍价格是100万，每次提价不能低于10万。林子东的心跳陡然加快，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在这块原石上感受到浓郁的灵力波动。虽然自己得到了修仙者的传承，却也从传承记忆中得知，他生活的蓝星灵力稀薄，被他们称之为末法时代，并不适合修仙者在此修炼。如果自己想要突破更高的境界，除了去寻找那些罕见的天才地宝，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寻找一些带有灵力的物件，将其中的灵力炼化吸收，用此来提升自己的境界修为。这原石中蕴含着不弱的灵力，想必品质也不会低。他强压下内心的激动，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平静一些，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110万，很快就有人喊出了第一个加价，120万。紧接着又有人跟了上去，竞价声此起彼伏，不断刷新着这块原石的价格。林子东紧紧攥着拳头，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块原石。他心中暗暗盘算着，如果自己能够拍下这块原石，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转手卖出去，对自己都会大有益处。可是自己手里只有70多万，想要买下这块原石还远远不够。200万！就在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直接将价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人纷纷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正得意洋洋地站在那里，仿佛已经胜券在握。孙兰兰见状，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低声对林子东说道：“这个人我认识，他叫王二虎，是东街那片的地头蛇。只要被他看上的东西，什么肮脏的手段都用得出来。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和他争了。”孙兰兰倒不是怕了王二虎，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一块原石跟这种人起冲突，就有些不值得了。林子东闻言，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又被坚定所取代。他深知这块原石对自己的重要性，这块原石不仅是自己提升实力的关键，更是改变他现状的一个契机。林子东轻轻吸了一口气，压低了声音道：“孙姐，我知道你是好意，但这块原石我志在必得，就算他是地头蛇，我也要拿下这块原石。只是……”孙兰兰看到林子东有些扭捏的神情，有些哭笑不得：“钱不够。”林子东尴尬点头，毕竟这一次不是小数目。如果这原石最终的成交价格真的在300万左右，那么他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孙兰兰大眼睛闪过一抹狡黠：“帮你可以，不过你总不能让我白帮吧？”林子东摸了摸鼻梁：“孙姐，这样吧，如果赚钱，我们一人一半。你觉得我差这点钱？”孙兰兰轻哼了声，别说花出几百万，就是几千万她也能拿得出来。不要钱？林子东眨眼：“孙姐，那你这样吧，你欠我一件事情，但是我现在还没想好是什么，等我想到的时候再告诉你，不过你不准拒绝我，怎么样？”林子东双手抱胸，假装一副怕怕的神情：“林姐，你不会是眼馋我身子吧？我卖艺不卖身的，你要死啊！”孙兰兰气呼呼地踢了林子东一脚，脸蛋却是有些红了：“你到底答不答应？”“行，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我都答应。”林子东嘿嘿笑着答应下来。看见林子东答应，孙兰兰小脸才算缓和下来，这还差不多。就在这时，拍卖师的声音再次响起：“200万第一次，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林子东看到孙兰兰对自己点头后，这才举起了手中的牌子：“210万。”这一声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众人纷纷投来惊讶的目光，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人敢跟王二虎叫板。王二虎的脸色微微一变，他没想到会有人如此不识趣，敢在他面前加价。本来200万就能到手的东西，现在又要多花不少。他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了林子东一番，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小子，你最好想清楚再报价，别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250万。”林子东想起了之前的屈辱，心中涌起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猛地抬起头，大声喊道：“300万！”王二虎脸色已经彻底阴沉了下来，他没想到这个不长眼睛的小崽子竟然真的还敢出价，而且一下子就加了50万，这让他有些下不来台。310万！王二虎咬了咬牙，再次加价，他就不信林子东还能跟得上。林子东的心脏猛地一缩，其实300万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算，但是想到那块原石的重要性，他又有些不甘心就此放弃。他转头看向孙兰兰，孙兰兰举起手中的牌子道：“350万。”“好，好！”王二虎怒极反笑，上次那个不长眼睛的东西敢跟他抢东西，现在还在轮椅上坐着呢。拍卖师举起手中的小锤敲了下：“350万第一次，还有没有更高价？”“350万2次。”“3次成交！”王二虎没再继续叫价，
那双阴毒的小眼睛一直在盯着孙兰兰和林子东。在拍卖场里面，他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可等出了这拍卖场，他要让这小子和那个小妞知道得罪他王二虎的下场。都怪你，看来我们已经被王二虎记恨上了。孙兰兰瞪了林子东一眼，这家伙还真能惹麻烦。那个王二虎就是个地痞无赖。林子东也不想惹麻烦，但他坚信这块原石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就算得罪了那个王二虎，也觉得值得。孙姐，这件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要找麻烦就来找我，与你无关。孙兰兰轻哼，她知道林子东身手还不错，但那个王二虎的确是个难缠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根本不会跟人讲道理。接下来的几块原石虽然也都不错，价值最高的一块更是拍出了1500万的高价，但很可惜，剩下的这些原石中并没有蕴含灵力，这让林子东多少有些失望。不过这也让林子东更加肯定自己是捡到宝贝了。子东，这些原石不好吗？孙兰兰撅着小嘴，她看中了好几块原石，林子东都不让她拍下来，让她感觉自己损失了几个亿。林子东压低了声音，孙姐，这些原石也不错，虽然我不太懂原石，但我觉得这样的品质还不如我第一块得到的那块，你要是真的拍下来，恐怕回本都难。孙兰兰半信半疑，这家伙还真以为自己有透视眼了。虽然心里犯嘀咕，但孙兰兰也不是冲动的人，而且林子东那一脸认真的模样也让他没了去抢拍的念头。然后孙兰兰就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喜欢的石头进了别人的腰包。拍卖会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王二虎带着10几个小弟满脸怒气地站在赌石城附近，眼神像毒蛇一样四处搜寻着林子东和孙兰兰的身影。妈的，敢抢老子的东西，今天老子不光要好好教训那小子，还要好好玩玩那小妞。想起孙兰兰那漂亮的脸蛋和美腿，王二虎就有些激动。他也玩过不少漂亮的小妞，但这年头10个漂亮的9个都在脸上动过刀子，那个一看就是纯天然的美人儿。他今天就要当着那小子的面上了他的女朋友，再让他乖乖将原石送给自己。林子东和孙兰兰走出拍卖场时，一眼就看到了等候在外的王二虎一伙人。孙兰兰想要去叫保安，也已经来不及了。王二虎看到他们出来，立刻带着人围了上去，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小子，挺有种啊，敢跟老子抢东西，今天你算是栽到老子手里了。王二虎，你要是敢乱来，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孙兰兰心里多少也有害怕，一只手已经悄悄摸进包里，准备报警。林子东将孙兰兰护在身后，是我想要那块原石，你有什么事可以冲我来，放他走。王二虎不屑地啐了一口，哟呵，这是演哪出英雄救美？不过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兄弟们，给我上，先好好教训这小逼崽子，那小妞留着等会儿老子慢慢享受。10几个小弟一听，立刻拎着棍棒朝着林子东和孙兰兰围了过来。孙姐，你找机会先走。林子东将手中原石塞给了孙兰兰，这些人应该奈何不了他，但是他没有把握能够护住孙兰兰，只有孙兰兰离开，自己才能想办法脱身。孙兰兰小脸发白，声音带着几分诧异道，那你怎么办？放心，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我数1、2、3，你就跑，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林子东背对着孙兰兰道：1、2、3。就在孙兰兰向后跑去的瞬间，林子东也如同一只猎豹般扑上王二虎。擒贼先擒王，只要抓住王二虎，他的那些小弟也就掀不起什么风浪。林子东的动作极快，王二虎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林子东一把扣住了手腕，疼得他直咧嘴。哎呦，你他妈的敢动老子！王二虎试图挣脱，却发现林子东的手像铁钳一样紧紧抓着他，根本动弹不得。他恼羞成怒，对着身边的小弟大喊：妈的，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上啊，给老子弄死他！10几个小弟回过神来，立即拎着棍棒朝着林子东砸来。林子东眼神一凛，他身形灵活，如同游龙一般在人群中穿梭，每一次出手都精准击中要害，一时间惨叫声不断响起。王二虎看着自己的小弟一个个被打倒，又惊又怒，你他妈的到底是谁？林子东死死扣着王二虎，冷笑一声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惹错人了。说话间，林子东又放倒了几个小弟，王二虎的小弟们开始有些畏惧，不敢再轻易上前。王二虎见状，知道今天踢到铁板了，他眼珠一转，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朝着林子东刺去。妈的，老子今天跟你拼了！林子东没想到王二虎会突然掏出匕首，他连忙松开王二虎，向后退去。但王二虎紧追不舍，匕首在灯光下闪烁着寒芒。林子东正想找机会打掉匕首时，突然看到本来已经离去孙兰兰又跑了回来。看到林子东有危险，
孙兰兰捡起地上掉落的木棍，朝着王二虎的脑袋砸了上去。咔嚓，棍子碎裂。王二虎摸了一把脑袋上的血，顿时红着眼睛看向孙兰兰：“妈的贱人，老子先弄死你！”小心！林子东抢先一步抱住孙兰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匕首。匕首插进了林子东的肩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物。王二虎看着两人，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说着，他又挥舞着匕首朝两人刺来。林子东强忍着肩膀上的剧痛，猛地将孙兰兰推向一旁，然后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抓住王二虎持匕首的手腕，用力一拧，只听咔吧一声，王二虎吃痛哀嚎，匕首也脱手而出。林子东顺势一脚踢在王二虎的肚子上，王二虎捂着肚子连连后退几步，摔倒在地。林子东顾不上查看自己的伤口，赶紧转身去看孙兰兰，焦急地问道：“孙姐，你没事吧？”孙兰兰看着林子东肩膀上不断渗出的鲜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连连摇头说：“我没事，你伤得这么重，怎么办啊？”妈的！王二虎捡起匕首正要冲上来，突然远处传来一阵警笛声，他怨毒地看了林子东一眼道：“小子，我他妈记住你了，你给老子等着！”王二虎连忙带着自己的一群小弟，狼狈地朝着赌石城的小树林跑去。林子东也不想进警局，而且这点小伤一会儿就好了，他可不想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到时候再把他抓走去切片，那他可就真的连哭的地方都没有了。孙姐，我们也走吧。孙兰兰擦了擦眼泪，可是你的伤怎么办？不要紧，回家包扎一下就好了。林子东站起身来，在孙兰兰的搀扶下，朝着停车的方向走去。两人有惊无险地回到孙兰兰的家里。我去找纱布。孙兰兰手忙脚乱地翻找起来，她带着哭腔急道：“我昨天明明买了，怎么没有了？”林子东看着桌上摆着的纱布和碘伏，有些哭笑不得。他忍着疼痛，用另一只手脱掉了身上染血的西服。妈的，10几万的西服就这么打水漂了。林子东龇牙咧嘴，有些肉疼。他撕掉了衬衫的衣袖，才发现自己的伤口已经不再出血，就是看上去有些吓人。孙姐别找了，纱布和碘伏都在桌上。啊！孙兰兰这才想起自己新买的纱布和碘伏还没来得及放进抽屉，她急忙起身来到沙发前，手忙脚乱地拿起碘伏和棉签，红着眼睛道：“对不起，我忘记了。”没事。林子东望着孙兰兰那张满是慌张的小脸，心头不禁一暖，轻声问道：“孙姐，你明明都已经离开了，怎么又跑回来了？”我担心你会有危险，所以就回来了。孙兰兰小心翼翼地给林子东包扎着伤口，看到那狰狞的伤口，情绪再也无法控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长这么大，从未像今天这般害怕过。况且林子东还是为了保护自己才受的伤，要是他真有个3长2短，自己该怎么办啊？林子东被孙兰兰的哭声吓了一跳，赶忙坐直身子，说道：“孙姐，其实我这点伤真的不要。”林子东话还没说完，孙兰兰已经将头埋进了他的另一侧肩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往上面擦。林子东大手悬在半空中，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放。过了好一会儿，孙兰兰才渐渐平静下来，那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林子东凝视着孙兰兰，突然情不自禁地亲在了她的睫毛上。孙兰兰眼皮颤动了2下，缓缓睁开眼睛，两人四目相对。你干什么？孙兰兰像是一只受惊的小兔，脸蛋已经红到了脖子。林子东顿时老脸一红，他刚才真的是情不自禁，没办法，气氛突然就到这了，这谁忍得住？孙姐，我刚才只是……话音未落，孙兰兰突然主动勾住林子东的脖子，送上了香吻。林子东先是一愣，随即热烈地回应起来，双手紧紧地搂住了孙兰兰的腰肢，两人身上的衣物也开始一件件地减少着。沙发上的氛围变得无比旖旎，随着两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而炽热，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彼此。等一下！孙兰兰制止林子东。林子东感觉自己都快充血了，鼻息粗重道：“你后悔了？”孙兰兰娇嗔地白了林子东一眼。他们都到了这一步了，他怎么可能反悔？只是他突然想起来，两人这样不安全，万一怀孕了怎么办？你要不要去买点东西？孙兰兰说完，已经不敢去看林子东。他从未对任何一个男人说过这种话。林子东这才反应过来，他倒是忘了这件事儿。可关键是他现在都子弹上膛了，自己这个样子怎么去买？要不我小心一点儿。孙兰兰正要开口，林子东已经再次低头吻了上去。随着这个吻逐渐加深，孙兰兰的最后一丝理智也彻底沦陷。别在这里，抱我回卧室。林子东强忍着将孙兰兰就地正法的冲动，将她拦腰抱起，
朝着他的卧室走去。这也是林子东第一次进入孙兰兰的卧室。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馨香，那是属于孙兰兰身上特有的味道，混合着洗发水和沐浴露的清香，让林子东本就紧绷的神经更加燥热。他小心翼翼地将孙兰兰放在柔软的大床上，孙兰兰的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着，眼神迷离地看着林子东，带着一丝羞怯。你在看什么？林子东居高临下地望着他，灯光勾勒出他姣好的侧脸轮廓，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胸膛让他喉咙滚动了一下。兰兰姐，你真美。林子东拂开她额前散落的一缕发丝，指尖触碰到她温热的肌肤，孙兰兰像受惊的小兔子般瑟缩了一下，却没有躲开。放松点。林子东不说还好，他这么一说，孙兰兰反而又紧张了起来。林子东的吻再次落下，这一次不再像客厅里那般急切，从他的额头到鼻尖，再到那双柔软的唇。孙兰兰的手臂缓缓抬起，环住了林子东的脖颈，声色回应着他的吻，身体也渐渐放松下来。结果沙发上、客厅、厨房，甚至是洗手间，全部都留下了两人的痕迹。这场战斗足足持续了1个时辰，直到孙兰兰累得昏睡了过去，这场战斗才算彻底结束。这一晚，林子东睡得格外的香甜。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是被手机来电给吵醒的。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已经大亮。想起昨晚的疯狂，林子东到现在都觉得有些不真实，好像做梦一样。看到来电，林子东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接起电话：沈总，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到公司。你都受伤了，还要去公司？孙兰兰端着早餐出现在门前。孙姐。林子东有些紧张，说话也磕巴起来，就算面对王二虎时，他都没有现在这么紧张。孙兰兰娇嗔地瞪了林子东一眼，道：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昨晚。想起昨晚的事情，孙兰兰眼神有些复杂，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大胆，自己守身如玉30年，竟然便宜给了这个家伙。孙姐，昨晚的事情。听到林子东一口一个孙姐，孙兰兰气愤地将早餐塞进他手里。我也没比你大几岁。兰兰。林子东试探性地换了个称呼，看到孙兰兰没有拒绝，顿时傻笑起来。笨蛋。孙兰兰被林子东傻乎乎的样子给逗笑了，可想到他身上还有伤势，你的伤？你忘了，我可是会法术的，不信你看。林子东说着就往自己伤口上捶了2下。孙兰兰吓了一跳，急忙跑过来抓住林子东的手：你疯了，不要命了？林子东看着孙兰兰紧张的模样，心头一暖，将她拽入怀中，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小脸，就想吻上去。孙兰兰脸蛋一红，急忙挡住林子东的嘴巴：你还没刷牙？林子东哭笑不得，气氛都到这了，竟然还要去刷牙。孙兰兰从林子东的怀里钻了出来，然后将一套衣物丢在床上：我让人给你送了一套衣服，你试试合不合身，我先出去了。眼巴巴地看着孙兰兰离开房间，林子东傻笑了声，然后掀开被子准备下床时，突然注意到床上的一片落红，想起昨晚的一幕幕，林子东脑瓜子嗡的一下，然后啪的给了自己一巴掌。难怪昨晚他总觉得哪里不太一样，可他的确没想到，孙姐竟然还是手忙脚乱地穿上了衣服。林子东看向床上的落红，然后将它撕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客厅的沙发上，孙兰兰有些坐立不安。其实她现在很累，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没有想过让林子东对自己负责，昨天晚上也全部都是她自愿的，就算林子东不想负责，她也不会怪他的。虽然心里这样想着，可2只小手还是紧紧抓住了衣裙。就在孙兰兰思绪纷飞的时候，林子东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看起来有些局促，但又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喜悦。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孙兰兰眼神躲闪着，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可身体紧绷绷的，根本放松不下来。林子东会来到孙兰兰面前，鼓足了勇气道：兰兰，昨晚的事我会对你。等等。孙兰兰突然打断林子东：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况且昨晚的事情我也有责任。林子东愣住，原本已经准备好的说辞也都憋在了嘴里。看到林子东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孙兰兰眼神有些躲闪：我还没有准备好这么快接受一个人。还没准备好吗？听到孙兰兰的回答，林子东瞬间松了口气，他还以为孙兰兰是不喜欢自己。不过这样也好，林子东自知现在的自己没钱没势，根本配不上孙兰兰。不过没关系，现在的他配不上孙兰兰，不代表以后也配不上。没关系，现在还没准备好，那就慢慢准备，我可以等。林子东看着孙兰兰，他也觉得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更何况，
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做好这么快真正接受一个人的准备，毕竟他跟柳梦瑶才刚刚分手，这么快就真正投入另一段感情，对孙兰兰也不公平。孙兰兰眼神有些躲闪，觉得气氛有些尴尬，她从沙发上起身道：“早餐要凉了，我们先吃饭吧。”好，林子东傻笑着答应。孙兰兰不会做菜，所以早餐也很简单，只有一个有点糊的煎蛋，一杯牛奶，2个面包片。平日里孙兰兰都是在外面买早餐的，今天她走路有些不方便，所以就自己做了一点。孙兰兰看到林子东吃的狼吞虎咽，心里有些开心。我做的煎蛋好吃吗？会不会很难吃？林子东摇头，含糊不清道：“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煎蛋。”真的？孙兰兰将自己的煎蛋也给了林子东，那你多吃一点。好。林子东咽咽口水，3两口将孙兰兰的煎蛋塞进嘴里，又灌了口奶，一口咽下。对了，孙壳，兰兰，我要回公司一趟，有点急事。听到林子东要回公司，孙兰兰眼神担忧：“可是你的伤还没好呢。”已经好了。林子东解开衣扣，露出了昨晚受伤的位置，不信你看，是不是已经好了？昨晚孙兰兰睡着时，林子东又给自己使用了2次治愈术，肩膀上的伤口早就已经彻底愈合，现在除了肤色有些粉嫩外，根本看不出他昨晚受过伤。竟然真的好了！孙兰兰来到林子东面前，用手指戳了戳他昨晚受伤的位置，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上一次他受伤时只是很小的伤口，可是昨晚那么吓人的伤口竟然也愈合了。”林子东想到上次说自己会魔法的说辞好像不太好用，于是摸了摸鼻梁道：“或许是我体质比较好。”孙兰兰气鼓鼓地瞪着林子东：“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那么深的伤口没有10天半个月都无法愈合，这才仅仅过了1个晚上。”当然没有。林子东将孙兰兰拽入怀中，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注视着她的眼睛道：“你真的想知道？”“我知道了。”孙兰兰突然有些激动道：“你一定是跟都教授来自同一个地方。”林子东一脸懵逼地问：“都教授是谁？”孙兰兰认真道：“都敏俊啊，你不会连都教授都不认识吧？”林子东，我靠，都教授究竟是谁？自己应该认识他吗？最终在孙兰兰的解释下，林子东才知晓，孙兰兰口中的都教授是某部韩剧中的主角。“你会瞬移吗？”孙兰兰兴奋地问道。“不会。”“那会飞吗？”“也不会。”林子东头大，这些问题是不是之前已经问过了？孙兰兰略感失望。算了，你也不必太自卑，其实你已经很厉害了。她已然下定决心，今天自己哪儿都不去，就在家把那部韩剧刷上3遍。林子东扯了扯嘴角，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赶忙起身说道：“兰兰，我要迟到了，那块原石就先放在你这里，我先去公司了。那你自己小心，王二虎昨晚吃了那么大的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孙兰兰并不担心王二虎会找自己麻烦，但凡他有点脑子，能打听到自己的身份，他都不敢再招惹自己。可是他担心林子东。“放心，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林子东望着近在咫尺的小脸，趁孙兰兰还没反应过来，对着那张小嘴啪叽亲了一口，接着转身就跑：“我晚点就回来。”孙兰兰瞬间红了脸，望着林子东远去的背影，心里却有些欢喜。这个笨蛋。刚刚关上房门，孙兰兰放在桌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看到来电的人，孙兰兰脸上笑意收敛，挂断、拉黑，一气呵成。这会儿林子东已经开车赶往公司。去公司的路上，林子东的脸上挂着掩藏不住的高兴。没有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第一次。或许有人会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会在乎这些？可事实真是这样吗？那些不过是现代男人安慰自己的说辞罢了。当年柳梦瑶跟他的时候，就已经交过了2个男朋友，这一血自然也没落在他的头上。林子东觉得自己不在意，可偶然想起来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不舒服。至于柳梦瑶和王爷，只要王爷不再来招惹自己，他也懒得去理会了。就算不看在僧面，他也要看在张琴的面子上。王爷睡了自己女朋友，自己睡了他妈，这个一想的话，自己非但不亏，好像还血赚。妈的，突然心里就畅快了呢。回到公司，林子东第一时间来到沈月的办公室。沈总，是我林子东，进来吧。林子东进了办公室，2张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他惊喜道：“白姐、田姐，你们怎么来了？”“当然是来找你买保险的。”田娇娇笑盈盈地看着林子东，打趣他道：“我们来了，不欢迎吗？”沈月心情自然也是极好。白洁曾是公司的大客户，只不过在2年前就没再续交那些保险项目，没想到他这次过来，指明要见林子东。
田娇娇她不熟悉，但能跟白洁关系这么好，想必身份也很不一般。欢迎，当然欢迎。林子东的确有些受宠若惊，他还没有与他们提过保险的事情，没想到他们竟然主动找上了自己。子东，你好好陪陪白总和田小姐，他们可是指明让你来接待呢。沈月悄悄对林子东眨眨眼，示意他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林子东心领神会，白姐、田姐，我们换个地方聊聊。好啊。田娇娇性情如火，想都没想的答应下来。她可是对林子东很是好奇呢。白洁笑着点头。林子东带着他们离开了沈月的办公室，关门前他看到沈月对自己握了握小拳头，看口型说的应该是加油。来到公司的贵宾接待厅，林子东给田娇娇和白洁冲了杯咖啡，放到他们面前道：白姐，你们找我的话直接发个消息就可以了，还麻烦你们跑来一趟。2个大美女找你，你还不偷着乐？田娇娇打趣林子东说道。白洁抿了口咖啡，放下手中的杯子，一双美目注视着林子东道：子东，其实这次是我要来的，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弯子，所以我就直说了，我希望你能治好我的病。林子东自然巴不得替白洁治病，或许再有1、2次他就能真正踏入炼体境，否则靠他自己修炼的话，至少也要数月甚至1年半载才有可能达到炼体境。而且他现在还得罪了人，以他现在的能力对付一群普通人还可以，可如果对方有武器的话，他也保证不了自己就不会受伤。如果昨天不是警察吓跑了王二虎，或许还真的有些麻烦。所以他现在非常渴望提升实力，但问题就在于白洁的病很麻烦，以他现在境界修为，也只能勉强做到缓解，想要彻底根治的话，可不单单只是需要时间那么简单。白姐，我也很想帮你，但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林子东认真看着白洁道：以我现在的能力，只能做到最大程度缓解你的症状。白洁坐直了身子，秀眉轻皱：只能缓解吗？目前只能缓解，不过林子东注视着白洁道：我可以保证，只要有我在的时候，白姐就不用再受到那种疼痛的折磨。白洁红了脸，那岂不是说自己以后都离不开林子东吗？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的？田娇娇眼神狐疑，突然恍然大悟道：我知道了，你不会是……白洁紧紧捂住田娇娇的嘴，不让她乱说话，根本不需要田娇娇把话说出来，白洁都能猜到这小妮子又没憋什么好屁。田娇娇好不容易从白洁手里将自己的小嘴拯救了出来。白姐，这小混蛋他……田娇娇看出白洁真的有些不高兴，田娇娇缩了缩脑袋，然后偷偷地瞪了林子东一眼。她现在严重怀疑林子东这小子就是在打白洁的主意，要不自己找个机会试探试探他。田娇娇眼珠滴溜溜地转，似乎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那翘起的嘴角如同一只狡猾的小狐狸。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白洁注视着林子东，他经常会出国，如果真的只有林子东才能缓解他的疼痛，那自己以后想去哪里，岂不是都要带着林子东才可以？暂时只能这样，不过或许以后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林子东不敢把话说得太早，虽然他得到了传承，但这里并不是修仙界，传承记忆中的那些灵物，他在这个世界听都不曾听过，所以就算他知道很多其他种方法，也无法使用。好吧，白洁有些失望，但至少自己暂时不用担心会被那种疼痛所折磨，否则他真的不知道还能撑过几次。林子东见气氛有些沉默，于是主动道：对了，白姐、田姐，你们需要什么类型的保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半个小时后，林子东手中已经多了2份合同。哼哼，便宜你个小坏蛋了。田娇娇轻哼了声，不过对他而言，保险这东西在哪里买都是买。林子东心情很是不错，谢谢白姐。还有我呢。田娇娇干瞪眼，他这么大一个活人，就这么被无视掉了。林子东怎么会忘了田娇娇，立马道：谢谢田姐。田娇娇满意的笑笑，这还差不多。子东弟弟，那我们什么时候进行下一次？白洁说完，脸蛋不自觉地染上一抹红晕，毕竟那里靠近隐私，她从未与男人如此亲密过，所以还是会有些难为情。林子东想了想道：那就今晚吧。白洁点头答应：好，那我安排一下时间，晚些把地址发给你。可……田娇娇轻轻咳嗽了2声，那个，其实我最近腰有些不舒服，弟弟你什么时候有空也帮姐姐看看没？林子东看向田娇娇盈盈一握的小蛮腰，话说他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田娇娇像是哪里不舒服的样子？田娇娇白了林子东一眼：你那是什么眼神？我又不会让你白帮忙，就跟白姐一样，一次10万，可以了吧？当然可以，那就明天。行啊。田娇娇痛快地答应下来，
明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可不准不接，不然得哼哼。白洁神情有些古怪，他跟田娇娇无话不说，他就是掉根头发都会跟自己唠叨许久，他怎么从来没听娇娇提起腰不舒服？这小妮子又在打什么鬼主意？白洁看破不说破，反正以他对田娇娇的了解，他那点小心思用不了2天就会跟他抖落个干净，根本不需要自己主动去问。林子东一直将白洁和田娇娇送到车上，这才回到了公司。屁股还没坐稳，沈月的秘书吴佳已经抱着文件来到他的办公桌前。林子东，沈总监让你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好，我知道了。林子东答应了声，抬头看见吴佳还在看着自己。那个，还有其他事吗？林子东，你跟白总是什么关系啊？吴佳满眼好奇地问道。周围的同事也纷纷竖起耳朵。白总可是身价过亿的老总，就算签保险也都是他们上门去求人家，可白总这次亲自过来，还点名要见林子东。当然，吴佳并不觉得白总那样的人能够看上林子东一个跑保险的，就算他长得有些小帅，但白总那样的女强人，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我帮过白总一个忙，所以他才关照我一下。林子东半真半假的说道。吴佳有些不相信，看到吴佳还想问，林子东急忙起身，拿起桌上的2份合同道：“我先去找沈总。”吴佳望着林子东离去的背影，他怎么觉得林子东比以前高了些，脸上皮肤也变好了？好可惜，他听说过林子东已经有了个相处好几年的女朋友，好像2人感情还不错。不然的话，这边林子东已经来到了沈月的办公室门前，正要敲门时，林子东突然耳朵动了动。他是修仙者，听觉是常人的数倍。办公室里隐隐传来难以言喻的声音，这是沈姐的声音，她不会是在办公室里。林子东正犹豫要不要敲门时，里面突然安静了下来。又等了一会儿，林子东这才敲响房门。谁？沈总，是我。你等一下。办公室传来沈月略带紧张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里面才再次传出声音：进来吧。林子东进了办公室，沈月的脸蛋上挂着淡淡的红晕。看到林子东进来，沈月眼神微微有些不自然，但很快便调整好了心态。子东，恭喜你又开了2个大单。林子东干笑了声，是2位姐姐捧场，侥幸而已。真的只是侥幸？沈月笑起来时，眼睛弯弯的，好似一对月牙。她阅人无数，白洁她曾见过几面，算不上熟悉，却也知道白洁是个十分高冷的女人。但白洁刚才看向林子东的眼神，明显与看其他人不太一样。沈总不会觉得白总那样的人会对我有其他的意思吧？林子东对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有数的。如果不是他能缓解白洁疼痛的症状，还有张琴这层关系，或许他就是求着人家来买保险，人家都不会多看自己一眼。沈月闻言深深看了林子东一眼，突然靠近他。那可说不准，我一直觉得男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尤其是优秀的男人，比如你。如果放在几天前，沈月对自己说这种话，林子东自己都不会相信。但如今的他已经今非昔比，就算没有人帮自己，他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也会一遇风云变化龙，真正站在这个世界的制高点。沈总，2人距离很近，林子东已经能够闻到沈月淡淡的香水味儿。沈月只有1.65米，比现在的林子东足足矮了1头多。与张琴那样丰润的女人相比，沈月有些偏瘦，会给人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想到沈月刚刚在办公室里，林子东喉咙滚动了2下。你好像很怕我。沈月看到林子东后退，觉得有趣。那些男人看见自己时，都跟苍蝇一样主动往自己身上贴，尤其是应酬时，他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男人，他们只会不断的给自己灌酒，想要从他身上占便宜。所以在沈月眼里，男人都是一丘之貉，没什么不一样的。但是林子东这个男人，沈月觉得自己并不讨厌，至少他看向自己的眼神一直都很干净。而且短短2天不见，他发现林子东好像哪里不太一样了。怎么会呢？林子东干笑了声，像沈月这样的女人，恐怕没有男人会不喜欢，他也不例外。但林子东之前有女朋友，所以也就是幻想过那么一次，真的只有一次。你签了2个大单，今晚我出钱，带你和你们组的人出去庆祝一下，怎么样？沈月再次上前一步。林子东下意识还想后退，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沈姐，今晚恐怕不行，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林子东喉咙滚动了下，他感觉沈月的举动有些暧昧了，又担心自己是想太多。好吧。沈月轻轻点头，那就改成明天好了。这个明天好像也不行。那后天？后天好像可以，沈姐做主就好。林子东干笑了声，那个没别的事情，
我就先出去做事了。看到林子东要跑，沈月突然抓住林子东的领带，那张化过淡妆的脸蛋再次靠近。我话都没说完，你就这么急着要跑？我在你的眼里就那么可怕？李子东的身体瞬间紧绷起来，两人四目相对。林子东的喉咙不自觉地滚动着，他强忍着抱住沈月的冲动，声音沙哑道：沈姐，这样不好。沈月也意识到自己举动有些过了，于是立即放开林子东道：你出去吧。好。林子东答应了声，开门、闪人、关门，那叫一个迅速，好像生怕沈月会反悔一样。沈月看着关上的办公室门，愣是被林子东的反应给气笑了。他又不是母老虎，再说就算自己是母老虎，那也是个漂亮的母老虎吧。不过沈月很好奇，林子东晚上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总不能是去见白洁吧。到了晚上，白洁把地址发给了林子东。林子东下班后立即开车赶往雅轩居。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雅轩居，在经过张琴家时，林子东看到里面灯光是黑着的，看样子张琴应该还没回来。看了眼手机上的地址，林子东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栋别墅，按响了门铃，门很快就被打开了。白洁穿着一身宽松的居家服，头发随意的披散在肩膀上，看起来别有一番韵味。进来吧。白洁侧身让林子东进屋。林子东走进屋里，发现屋里的装修十分精致，各种家具摆设都透露出一种低调的奢华。白姐，你这屋子装修的真不错。林子东忍不住夸赞道。他也喜欢这样的简约风，只可惜从他和柳梦瑶谈恋爱到现在，他都没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他相信，凭自己现在的能力，也许很快他就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白洁露出浅浅的笑意，还行吧，都是之前找人设计的。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说着，白洁就往厨房走去。林子东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四处打量着。不一会儿，白洁就端着一杯水走了过来，放在林子东面前的茶几上。子东弟弟，喝口水。林子东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谢谢白姐，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白洁脸蛋微微一红，好，你跟我来。说着，白洁就带着林子东朝着楼上的卧室走去。林子东跟着进了卧室，刚刚进去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这香气与白洁身上的如出一辙。此时已经快要入冬，外面天色黑得很早。白洁的卧室用的是暖光，光线不是很亮，但却给人一种暖意。暖光下的白洁很美，与她白天那种高高在上的既视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子东弟弟，我该怎么做？白洁有些不敢去看林子东，虽然是治病，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她还是有些紧张。林子东回过神来，白洁，你家洗手间在哪里？我去洗手。白洁轻轻吸了口气，下楼左拐就是。洗了手，林子东回到房间，白姐，你躺下就可以，如果紧张的话，可以闭上眼睛。白洁躺在床上，虽然知道是在治病，但还是避免不了紧张。她甚至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要说林子东一点没感觉，那肯定是骗人的。白洁不光人美，身材也是凹凸有致，或许是经常锻炼的缘故，她的皮肤十分的紧致匀称。孙兰兰也很漂亮，如果让林子东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各有千秋，两人容貌不相上下。身材的话，兰兰的腿更长一些，白洁三围好像更夸张一点。白洁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动静，她忍不住问道：好了吗？林子东回过神来，白洁你放松一些，我要开始了。白洁答应了声，身体却是绷紧了一些。这次没有旁人干扰，林子东再次调动体内的灵力，然后将一只手掌按在了白洁的小腹上，轻轻揉动。白洁只觉得一股热流涌入自己的小腹，将她体内的寒意驱散了许多。她曾试过许多种方法，可惜都失败了。这些年她尝试了不少中药调理，但效果都不是很显著，甚至有时还会让她疼痛得更加剧烈。以前是1个月一次，现在3-2天她就要经历一次。疼痛轻一些时，她还能勉强忍耐下来，可疼痛剧烈时，她甚至几次被疼昏了过去，所以她才如此迫切地想要治好这个病。虽然林子东治不好，但至少让她看见了一线希望。白洁情不自禁地发出娇喘，她脸蛋一红，紧紧咬住了下唇，不让自己再发出那样羞人的声音。林子东没有笑话白洁，而是耐心地劝说道：没关系的，白姐，你这样忍着，反而对你治疗的效果不好。白洁没有说话，却也没有再强忍。那时不时传来的声音让林子东也很难受，也多亏了他正在吸收白洁体内的纯阴之力，这才勉强压住了他升腾的邪火。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子东的手掌已经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
有那么一瞬间，白洁甚至觉得自己都要被融化了一般。就在这时，白洁的身体突然绷直，林子东还没反应过来时，一股浓郁的纯阴之力涌入他的身体，迅速转化成了精纯的灵力，在他体内游走。我突破了！林子东眼中爆发出精芒，他竟然这么快就踏入了炼体境，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能够正式修炼修仙功法，而且那股灵力依旧没有散去。林子东闷哼了声，再次突破炼体2层。此时的白洁只觉得浑身舒畅，身体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已经缓解了许多，让他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就连自己的体温好像也正常了一些，不像之前总觉得很冷。白姐，你感觉怎么样？林子东强忍着内心的激动，不敢表现出丝毫。他本以为至少也要再有2、3次才有机会突破炼体境，没想到刚刚那股纯阴之力竟让他一举突破到了炼体2层。如果再多来几次的话，白洁有些难以启齿。而且他现在感觉身上软绵绵的，别说动手指，就连说话都是有气无力。但他腹部的灼痛感却仿佛彻底消失了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以为自己真的已经好了。林子东也察觉到白洁好像有些不对劲，于是急忙凑近了些。白姐，你没事吧？白洁眼皮颤动了几下，这才缓缓睁开。二人再次四目相对，想起刚刚自己竟然会白洁脸蛋红的不像话，但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好多了。只是一想到以后每次治疗都会这样的话，他真的怕自己会上瘾。我好多了，谢谢你。白洁想要起身，可身子软绵绵的用不上力气，他试了几次都没能起来。林子东犹豫了下，伸手拉住白洁的手腕。在林子东触碰她的一瞬，白洁只觉得身体一阵异样，让她眼神都变得有些迷离起来。好在她及时回过神来。白洁，林子东神情有些担忧，他也担心自己刚才吸收的纯阴之气多了些，会不会对白洁造成什么影响。对不起，我可能是有些累了。白洁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急忙抽回了自己的手。钱我会转给你的。林子东摇头，白姐，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更何况我帮你治疗也不是为了钱，我还有事就先走了。那我送你。白洁想要起身，双腿却软绵无力，还没站稳就朝前倒去。林子东眼疾手快，在白洁与地面发生亲密接触的瞬间，将她稳稳接住。可这一接不要紧，白洁轻哼，身体再次僵直起来。放手！白洁都快哭了。要不是她现在动不了，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算了。她一定已经看到了。白洁绝望地想着。哦好。林子东急忙放开白洁，一时间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白洁直挺挺地趴在地上，她不想起，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林子东，至少现在不想。白姐，那我先走了。林子东试探性地问道。白洁答应了声，然后又没了动静。林子东退出房间，轻轻带上门，离开了白洁的家。卧室里，白洁依旧趴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动了动身子，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坐到了一旁的床上。她双手捂着脸，感觉脸上滚烫滚烫的，刚刚那一幕幕不断在她脑海中回放，让她既羞涩又有些不知所措。这以后可怎么办啊？白洁轻声呢喃着，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她知道林子东是个好人，也感激他帮自己治疗，可每次治疗都出现这样让人难堪的情况，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治疗了。但一想到自己的病，她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考着下一次治疗该如何应对。这会儿林子东已经回到了车上，回想起刚才的一幕幕，林子东只觉得血火升腾。他看见张琴的别墅已经亮起了灯。林子东开着车来到别墅门前，拨通了张琴的手机。琴姐，是我子东，我就在门外。好。刚刚挂掉手机，林子东就看见张琴急匆匆地出来，两人见面便亲吻到了一起，从门口一直亲到了客厅，然后又被林子东抱进了卧室。就在两人准备下一步时，张琴的门铃响了。我难受。林子东喘着粗气，看向张琴的眼神恨不得将她生吞了。张琴亲了林子东一口，然后手指点点他的鼻尖道，忍一下，我去看看是谁，一会儿再补偿你。林子东不情愿地躺回床上，使劲揉了一把脸，自己这是怎么了？为何突然这么难受？难道是因为自己吸收了太多的纯阴之力？可传承记忆里并没有关于纯阴之力还有后遗症这样的记载啊？还是说是与自己的体质有关？在第一次修炼时，林子东就已经察觉到自己修炼时虽然吸收的灵力不多，但也不算太慢。林子东从床上坐起身，正要感受一下自己体内的变化，楼下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妈，我带女朋友来看看你。是王爷。
林子东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别墅门前，柳梦瑶甜甜地叫道：“阿姨好，我是柳梦瑶。”柳梦瑶也是第一次看到张琴，立即被她成熟的美貌惊艳住了。这真的是王爷的妈妈，好年轻，好漂亮。就算有人说张琴30出头，她恐怕都会相信。你好。张琴微笑着点头，只是那脸蛋的红晕还没有完全退掉，让她多少有一点点紧张。她知道林子东和他儿子王野是大学时的同学，不行，绝对不能让这臭小子知道林子东在这里。其实张琴也不是害怕，只是有些不好意思，毕竟自己比林子东大了那么多，传出去的话会被人说成老牛吃嫩草的。更何况儿子的女朋友也在，真的被发现的话，还是会有些难堪。王爷拉着柳梦瑶大大咧咧地进了别墅，拿起桌上的香蕉吃了起来。妈，我想做买卖，你给我点钱，100万就行。张琴轻轻皱眉，他倒是不在意这100万，只是王爷3天2头的就来要钱，最少10万，多则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这短短1个月，他就已经给王爷转过去了200多万。柳梦瑶则是偷偷打量着眼前的别墅，她甚至已经开始幻想着，等自己嫁给了王爷，也能住上别墅，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这也让柳梦瑶更加确信自己离开林子东并没有错，她跟林子东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等她怀上王爷的骨肉，她就能嫁进豪门，成为真正的阔太太。张琴问道：“你又要做什么生意？”“哎呀妈，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给我拿钱就行了。”王爷有些不耐烦地催促，要不是兜里那点钱都花没了，他也不会大老远地跑到这来要钱。张琴看向王爷的眼神满是失望，他并不想再惯着王爷乱花钱的毛病，可想到林子东还在上面躲着，他还是妥协了。这是最后一次，张琴在心里安慰着自己。好，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每个月你只有1万块的零花钱。张琴现在只想打发王爷，让他快点走。听到以后只有1万块，王爷脸色唰的一下变得难堪起来。妈，反正你的钱以后全部都是我的，现在多给我点儿，给以后给我点儿又有什么分别？听到如此混账的话，张琴愤怒的起身。柳梦瑶也觉得这样说话有些不妥，急忙扯了扯王爷衣袖，给他使眼色。妈，我刚才说话有点过了，对不起啊。王爷嬉皮笑脸的凑上去，又是给张琴捏肩，又是捶背。妈，今晚我跟梦瑶就住在这里了，我也好久没好好陪您了。张琴下意识就要拒绝，却又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你不是不愿意在家里住吗？我这不是特意回来看您的吗？王爷嘿嘿笑着，我的房间还在吧？张琴不情愿地点点头。无论对王爷多么失望，他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他做不到真的那么狠心。虽然王爷已经很久没回来，但他每天都会让保姆打扫房间。妈，我有点饿了，有吃的吗？王爷打开冰箱找了一圈，里面只有一些冻牛排，还要自己煎熟了才能吃，麻烦死了。没什么吃的，你自己叫外卖吧，我有些累了，先睡了。张琴说着就要上楼，想到林子东还藏在自己房间里，心里既有些紧张，又觉得有些刺激。其实张琴觉得这也没什么，她跟王爷的父亲离婚很多年了，那个狗男人一直想跟她复婚，但张琴心里清楚，那个男人只是没钱了，而且他常年赌博，欠下了不少外债。什么复婚，还爱自己，其实只是想让他帮忙还钱而已。妈，刘阿姨呢？回老家了，过几天回来。王爷关上冰箱，吧唧着嘴回到沙发上，突然他眼睛一亮，他记得他妈收藏了不少名贵的古董和名画，随随便便一幅画就价值几百万，自己偷偷拿出去一幅画卖了，不就有钱了？王爷，阿姨是不是不喜欢我啊？柳梦瑶小声地问道。他还以为自己第一次跟王爷回家见家长，肯定能收到一个大红包呢。王爷伸手搂过柳梦瑶，大大咧咧道：“怎么会呢？你想太多了。难道他要跟柳梦瑶解释，他是自己带回来的第32个女朋友？一开始他妈的确是给每一个女朋友多包红包的，但第10几个来着，他记不清楚了。反正从那时候开始，他妈就不给了。等明天我妈给我转钱，我们再拿点古董出去卖个几百万，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王爷捏了捏柳梦瑶的下巴，舔舔嘴唇道：“不过今晚你可要好好伺候伺候我。”讨厌了，柳梦瑶轻捶王爷胸口，心里却想着怎么才能怀上王爷的孩子，让他娶了自己。2楼的主卧，张琴刚刚进入房间，就被林子东拉入怀中亲了上去。子东，我今晚恐怕不能陪你了。张琴微微喘息，可自己的儿子和女朋友都在，他觉得这样不太好。林子东关上房门，注视着张琴，喘着粗气道：“琴姐，我今天来了，
就没打算走。可是不等张晴把话说完，林子东已经再次亲吻上来，两人紧紧的身体贴在房门上。妈！门外突然传来王爷的声音，张晴身体轻颤了下，他眼神哀求地看了林子东一眼，可后者已经将他转了过去。王爷试着拧了几下门把手，妈，你睡了吗？我睡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妈，你不舒服吗？张晴紧紧咬着下唇，好一会儿才开口，没有，就是有些累了。王爷觉得奇怪，他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正要凑近房门听听动静，楼下突然传来柳梦瑶的惊呼声。妈，那你好好休息。王爷说完便急匆匆地下了楼。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远去，林子东突然将张晴抱了起来，朝着大床走去。你个冤家，现在满意了？张晴娇嗔地瞪了林子东一眼，这个小坏蛋也太胆大了，万一让王爷听见怎么办？晴姐，你刚才说怎么补偿我？林子东目光灼灼地注视着张晴问道。张晴轻咬下唇，媚眼如丝，你说怎么补偿？林子东嘴角上扬，将张晴放在床上再次压了上去。别墅1楼，王爷找到了柳梦瑶，看到地上摔碎的玉碗，脸色唰的一下变了。你在哪里拿的这个碗？就在那里摆着。柳梦瑶吓得小脸有些发白，我不是故意的。王爷，这个很贵吗？贵，很贵。王爷咬牙，这是我妈去年从拍卖会上花了1500万拍下来的，你闯祸了。1500万！柳梦瑶已经吓得六神无主，这么多的钱就是把它卖了，自己也还不起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王爷，你帮我跟阿姨说情好不好？王爷偷偷将地上的碎片收了起来，没事儿，一会儿我让哥们送来个假的摆在这里，我妈古董那么多，应该也发现不了。柳梦瑶还是有些不放心，可是万一就算真的发现了，你是我女朋友，也是她未来的儿媳妇，她还能让你赔钱不成？王爷突然抱过柳梦瑶，凑到她的耳边说了些什么。不行，脏！柳梦瑶下意识的就要拒绝，老子都不嫌脏，你怕什么？王爷虎着一张脸，怎么，你不愿意？柳梦瑶有些抵触，她跟林子东也只有过那么一次，就是那一次她就疼得第2天都没去上班，还请了1天的假。那好吧。柳梦瑶担心王爷让她赔钱，咬着下唇答应了下来，更何况她想要进 VM 公司也需要王爷妈妈点头才行，否则以她的学历，想要在那么多的研究生博士生里面脱颖而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看到柳梦瑶点头，王爷那点不快顿时烟消云散。柳梦瑶跟自己时候就不是第一次，那么总得有个第一次是属于自己的吧。我们去洗澡。王爷迫不及待地拉着柳梦瑶上了楼。林子东听见了走廊的脚步声，他非但没有安分，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因为突破的原因，还是因为报复王爷，所以才如此兴奋。此时的林子东只觉得精力充沛，两人亲热了很久。张晴已经累昏过一次，悠悠转醒后没多久，拼着最后一丝意识喂饱了眼前的男人，这才趴在林子东的怀中沉沉睡去。翌日清晨，林子东睁开眼睛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大亮。醒了。张晴从被子里探出了脑袋，那张本就很漂亮的脸蛋在得到滋润后，皮肤似乎都变得更好了。晴姐，你这说了要奖赏你的。林子东喉咙滚动了下，伸手将张晴拉进怀中，翻身就要压上去。妈！王爷突然敲门，把两人吓了一跳。好在张晴昨晚进屋时就已经锁了门，王爷也进不来。我换衣服，你下去等我吧。张晴被打扰了兴致，声音带着几分不高兴，这也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个儿子有些讨人厌。好嘞。王爷答应了声，屁颠屁颠地跑下楼。张晴在林子东的唇上亲了亲，还不起来，舍不得怎么办？林子东注视着张晴，眼神再次变得火热，最明显的还是身体上，或许是因为再次突破的缘故，就算折腾个3-5次，林子东依旧觉得自己精力充沛。要不是张晴实在撑不住了，林子东觉得折腾到天亮都不在话下。突破炼体2层，林子东整个人都变得有些不一样起来。在修炼前只能说林子东算是个比较阳光开朗的男人，可踏入修行后的林子东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只不过林子东的身体在潜移默化地变化着，所以每天与他接触的人也很难第一时间察觉到他的这些变化。坏蛋，得了便宜还卖乖。张晴哼哼了2声，想到林子东昨晚对自己做的事情，张开小嘴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林子东傻笑，他也没想到张晴竟然还有没交出去的珍贵。
这倒是意外之喜。张琴说她的前夫也曾提起过，但她骨子里面是个很保守的女人，所以对那种不正常的行为很反对。可昨晚却便宜给了林子东，一会儿我叫他们上来，你找个机会先走，免得被他们看到了。张琴也舍不得林子东，可自己儿子还在家里，还带着女朋友，林子东又是他儿子的同学，这关系实在有些不方便。好吧，林子东不情愿地答应。突然他话锋一转，不过让他们多等一会儿也无妨。在张琴的惊呼中，被子再次蒙住了两人。王爷在楼下等的花都谢了一波又一波，终于把他亲妈给盼了下来。妈，我跟梦瑶都等你半天了。张琴脸蛋红润，走路姿势也有些怪怪的。想到刚刚林子东那个冤家，张琴觉得他一定是故意的。妈，你怎么了？没事，老毛病又犯了。张琴怕凉，尤其是现在天气凉了，只要受到一点寒意就会腿痛，这个王爷也是知道的，也就没有继续声响。柳梦瑶却是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因为张阿姨走路的姿势跟她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像啊。当然柳梦瑶也没太多想，毕竟这别墅里面只有她和王爷还有阿姨一人，更何况像张阿姨这样高贵的女人，怎么可能会跟自己一样想起昨晚王爷对自己的粗鲁？柳梦瑶心里是有些抵触的，但一想到昨晚自己打碎了那么贵的玉碗，就算柳梦瑶的心里有千万个不高兴，也不敢主动表现出来，不然的话，他爸妈就是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也赔不起啊。妈，我跟您说的事情，您考虑怎么样了？王爷所说的事情自然是关于柳梦瑶的，他可是信誓旦旦的承诺，他妈肯定会答应让他进公司的。张琴在沙发上坐下时，轻轻皱了下眉头，脸色也有些不太自然，又不是，但更多的却是娇羞。臭坏蛋，下次再收拾你。张琴奶凶奶凶的想着，下次他一定要让林子东知道自己的厉害。察觉到有人看着自己，张琴目光终于落在柳梦瑶的身上。他承认这个柳梦瑶挺漂亮，但他儿子身边的那些女人哪一个不漂亮，他都数不清楚。这是王爷带回来的第几个女朋友？察觉到张琴带着审视的目光，柳梦瑶大胆的与其对视，因为王爷说过他妈妈喜欢落落大方的女孩。对了，你叫什么来着？听到张琴问话，王爷急忙给柳梦瑶使眼色。阿姨，我叫柳梦瑶。柳梦瑶心里紧张，却努力装出张琴喜欢的样子。她知道第一印象很重要，所以就算硬着头皮去演，她也要演完这一场。张琴微微颔首，你跟小野交往多久了？楼上林子东正要找机会离去，突然听见张琴和柳梦瑶的对话。已经1个月了。柳梦瑶小心翼翼地回答。楼梯上林子东抓着扶手的大手紧了紧。1个月？他们分手才几天？也就是说1个月前柳梦瑶就已经跟王爷勾搭到了一起，难怪从他总觉得柳梦瑶总是护着自己的手机，如今想起来，之前那些想不通的地方也就都解释得通了。妈的，这个贱人！1个月吗？张琴笑了笑，你喜欢小野什么？妈！王爷头大如斗，他妈都吓跑他好几个女朋友了。再说他是真挺喜欢柳梦瑶的，尤其昨晚尝到了甜头后，更是让王爷乐不思蜀地惦记起下一次。再说女人嘛，不都是靠哄的？他让柳梦瑶开心了，他在床上才能尽心尽力地伺候自己。好了好了，张琴也觉得自己有些管得太快，于是也不绕弯子。梦瑶，你是学什么的？是硕士还是？阿姨，我是学金融的，大学毕业以后就已经出来工作了。柳梦瑶的确找过几个工作，但工作都不顺心，多则3个月，少则1个月就辞职了。没工作的时候，也有林子东养着自己。那时候林子东一个人打3份工，1个月也有7、8千的收入，工资不高，但扣除房租省着一点花，也足够2人的开销。金融，毕业以后也是从业金融类的工作吗？柳梦瑶偷偷看向王爷，王爷一个劲儿的给他使眼色，让他敞开了说，都不是，我做过文员、销售。张琴点点头，至于柳梦瑶后面的话，他听都懒得听。这年头公司最不缺的就是应聘的大学生，寻常硕士生至少也要在这行业工作2年，有着一定的工作经验，才有资格到他们公司来面试。实习期过了以后再转正。像柳梦瑶这样的条件，别说进入公司，恐怕连面试的第1关都过不去，就会被刷掉。张琴觉得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于是起身道，这样吧，一会儿你就随我去公司，我会安排人事部让你在公司实习。实习？柳梦瑶有些失望，她还以为自己能够直接进入公司，不过能进 VM 工作，哪怕只是实习的机会也是十分难得。愣着干什么？答应啊！王爷凑到柳梦瑶耳边小声道，
实习就是走个形式。你是我女朋友，我妈还能亏待了你？柳梦瑶眼睛一亮，对啊，自己是王爷的女朋友，公司人多眼杂，阿姨直接安排自己进公司，肯定会传出一些流言蜚语。谢谢阿姨。柳梦瑶急忙道谢。张琴轻点了下头，她刚刚收到了林子东发来的消息，知道他已经离开了别墅，那么他也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至于小野的这个女朋友，以他对自己儿子的了解，最多3个月新鲜感就会过了。这几年他见过的女孩子里，她的长相也算不得最漂亮的，或许3个月都算久了。别看王爷好像很伤心的样子，但据张琴的了解，他这儿子对每一个交往时的女朋友都是很用心的样子，但该分手的时候也是一点都不含糊。之前还有几个甚至还要谈婚论嫁来着，结果还不是一样。走吧。张琴休息了一会儿，走路好像也没那么难受了。想起昨晚林子东的大胆，张琴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起来。林子东的出现再次让他体会到了年轻时热恋的那种感觉和悸动，但是他心里清楚，他只是保养的年轻，但比林子东还是大了许多，这也注定了他与这个男人不会有未来。可那些对张琪而言都不重要，就算林子东以后有了其他女人，他也不在乎。已经有过一次婚姻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对某些男人而言，婚姻才是爱情的牢笼，每天柴米油盐，还有那些琐事的争吵，迟早会磨光那些男人的耐心。那个时候的男人在外面看见一泼狗屎，吃进嘴里可能都会觉得是香的。所以他现在看得很开，自己跟林子东那么多次都没有保护措施，如果真的有了，他就将孩子生下来，一个人将其抚养长大。王爷这个儿子大号算是被练废了，所以如果真的开了个小号，他一定会好好培养，绝不让他成为第2个王爷。此时林子东正坐在车里，脑子里全部都是柳梦瑶和张琴的对话。他已经不爱柳梦瑶了。林子东在气自己为什么早点没有发现柳梦瑶竟然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回想起这1个月，每次他想要碰柳梦瑶，他都会以太累了、没心情各种理由来搪塞拒绝自己。他还心疼柳梦瑶，觉得他或许是因为找不到顺心的工作。现在想想，林子东自嘲一笑，他就是个傻逼。再次朝着张琴所在的别墅看了一眼，林子东又觉得有些庆幸，他只恨自己怎么没有早点发现，早点分手。想到自己这几年的工资卡还在柳梦瑶的手里，林子东准备找个时间要回来。柳梦瑶花钱大手大脚，几年时间他也只攒下了不到4万块，这还是他天天唠叨结婚才每个月攒下了1000块，否则估计现在毛都不会剩下。对现在的林子东来讲，几万块并不多，但他也不想便宜给这个贱女人的。开车回到公司，坐在车上，林子东想起昨晚自己将手机关机，于是打开看了2眼。微信里有着几十条未读，其中几条是孙兰兰的，大致是问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回消息。林子东即给孙兰兰回了一条，告诉他自己昨晚去忙工作，回来太晚就住在了公司。看到孙兰兰秒回，林子东心头一暖，告诉孙兰兰今天会早点下班去陪她后，那边就没了消息。林子东拿着手机傻笑，他知道孙兰兰应该是看见了，不好意思回他的消息，但至少他没有拒绝自己，这就是个好的开始。跟柳梦瑶谈恋爱这几年，他总是嫌自己管得太严，以要有自己的生活为理由，连个消息都不让他发，除非他需要自己，否则他就是死在外面，他都不会找自己。林子东继续看下去，还有2条竟然是白洁发来的，除了谢谢他，还有他最近可能要出差，想问问下次治疗时间以及每次缓解后能够持续多久等问题。剩下的是自己大学同学群里的消息，这个群至少已经2年没人说过话，最近又开始活跃了起来。林子东看了眼，好像是要举办同学聚会，还有人艾特了他和柳梦瑶。林子东对大学聚会没有太大兴趣，可想到自己大学时几个要好的哥们也会去，这才回复了一条消息。林子东，什么时间？把地点发来。做完这些，林子东拿着手机下车进了公司。林子东近期拿了3个大单，各组的人都在偷偷议论他。对这种事，林子东早就见怪不怪，说白了，这些人就是红眼病，看不得任何人比他们好。林子东刚刚坐下，一个微胖的女同事就小跑了过来，子东哥，这是我给你带的早饭，这是我亲手做的。不等林子东开口，那女同事就已经跑远了。跟林子东关系还算不错的周涛嬉皮笑脸的凑了过来，使劲拍拍他的肩膀，子东可以啊，这都第几次给你送早餐了，咱们部分谁不知道圆圆对你有意思，要我说圆圆就是胖了点，但瘦下来肯定也是个小美人儿。滚滚！林子东拍开周涛的手，他就知道这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再说他现在身边的女人已经有了孙兰兰和张晴，他可不想再耽误了人家小姑娘。哟，还是爱心早餐。林子东将爱心便当往周涛怀里一塞，想吃就拿去吃吧。周涛咧嘴笑了，不客气道：那我可拿走了啊。虽然连开了3个大单，这个月季度评选他应该能混到组长的位置，但林子东知道自己想要一口吃成个胖子明显不现实，更何况他想要的可不仅仅只是一个小组长。可大客户都有自己的保险专员，他想要去别人手里挖人也不现实。南肯的骨头也都是有数的，除了雅轩居，还有北山的敬老院也是保险员眼中的圣地，那里的老人多数家境都不错，但从之前保险员留下来的资料看，那些老人似乎很排斥保险，所以至今为止还没人能打开那片市场。林子东打开资料反复看了几遍，还是决定去这里看一看。你不会要去这吧？周涛吃着爱心便当，在林子东的电脑上瞄了眼，嘴里的饭都差点喷了出来。林子东有些意外，你知道，在他看来，周涛就是在这混日子的，只要基本工资拿到手，不被上头炒鱿鱼，其他都无所谓的。怎么可能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上个月我请假3天？周涛情绪有点激动，指着自己的脑袋的伤疤道：看见这个疤没有？就是被那些臭老头老太太给打的。我在医院住了3天，3天啊！提起这事儿，周涛就一肚子的怨气。最可恨的是，那些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他报了警，警察也没办法，只会帮他讨了点医药费，也就不了了之了。林子东倒是知道周涛请假，但这货请假是常有的事儿，谁会关注他去了呢？又去做了什么？林子东来了兴致，从抽屉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道：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就一瓶水啊？周涛抽过纸巾擦擦嘴道：这可是我人生里最不愿意提起的一段经历啊。林子东又拿了盒之前给客户准备的烟，拍在他面前道：说说呗，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这总可以了吧？那行吧。周涛扯过自己的椅子坐下，这才讲述起他在养老院的遭遇。原来周涛在入行时就已经盯上了养老院这块硬骨头，在周边做过简单的了解后，周涛就以护工的名义进了养老院。可周涛做梦也没想到，那才是他梦的开始。那几天，周涛为了跟那些老头老太太打好关系，整天给他们端屎端尿，还学会了下象棋。可以说，他能用的办法几乎都用上了。直到某一天，周涛沉不住气，与一位感觉已经熟悉的大爷提了保险的事情，结果那大爷竟然当场翻脸，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周涛气不过，就推了那大爷一下，结果那大爷不讲武德，叫来一群老头老太太给他围殴了。耻辱啊！周涛塞进嘴里一根烟，吧唧吧唧的吸了几口。这件事儿让他对老头老太太都快产生阴影了。以前看见老头老太太过马路，他可能都会上去帮忙扶一下。至于现在，呵呵，他不冲上去补两脚，那都是他仁慈。那你是挺惨的。林子东同情地拍拍周涛肩膀，毫无征兆最为致命，挨了顿揍，他都不知道自己挨揍的原因。当然了，话说回来，有了周涛这个前车之鉴，自己就不能走同样的老路了。林子东又问了老者的姓名和大概长相，对其有了些了解后，这才起身准备亲自过去看看。不是，我说的那么多，你还要去啊？周涛看向林子东的眼神好像在看傻子。养老院的骨头不是难啃，是根本啃不动。林子东咧嘴笑，我就是去看看，有个目标总比满大街去找客户强吧。对了，你说上次你那个介绍信是让谁弄的？给我也弄一个。行吧，一会儿发给你。周涛劝不动也就不劝了。养老院的肉的确是肥，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保险员盯着。只可惜是块千年老腊肉，又臭又硬，铁齿铜牙都啃不动。明天请你吃饭。林子东拍了下周涛肩膀，风风火火的就离开了公司。眼巴巴的看着林子东进了电梯，周涛摇头，还真是为了点业绩，连命都不要了。北山敬老院原本是个老景区，后来被 VM 集团收购后改成了养老院。这养老院的规格很高，光是住进去的费用每个月就高达2万元，普通人家就是想送也送不起。据说里面伙食极好，每位老人又有专人伺候，光是护工就换了一批又一批。周涛的老路是不能走了，但利用护工的身份混进去倒也是个办法。在山下找了个停车位，将车停好后，林子东步行上山。他现在好歹也是炼体2层，算是真正踏入了修行界的门槛，待他筑基成功，才算是真正跨入修行界的大门。林子东步行上了北山，脸部红气不喘，整个人神采奕奕。走进北山敬老院，只见院墙是青灰色的砖石堆砌而成，
上面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绿意。大门是2扇厚重的朱红色木门，门楣上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上面北山敬老院5个大字苍劲有力。门口两侧各蹲着一尊石狮子，虽然有些斑驳，但依旧透着一股威严。看得出来 VM 集团为了打造这第一养老院也是下了血本的。林子东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朝着门卫室走去。门卫室里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林子东敲了敲门，咧嘴一笑：“大爷您好，我是来应聘护工的，之前和院里联系过，您看能让我进去吗？”老大爷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林子东一番，放下报纸问道：“应聘护工，有介绍信吗？”林子东连忙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假介绍信递了过去，心里有些紧张，这可是他第一次干这种伪造证件的事情。这假介绍信可是花了他200大洋呢。好在老大爷只是看了2眼，就把介绍信还给了他：“进去吧，直接去后院找李主任，他负责招人。”林子东松了口气，连忙道谢：“谢谢大爷。”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淡淡的檀香混合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院内是精心打理过的园林，石板路蜿蜒曲折，两旁种着不少名贵的花草树木。几个穿着干净整洁的老人正坐在凉亭里下棋聊天，神情悠闲自得。林子东按照指示往后院走，路过一片小花园时，看到一个穿着碎花裙的老太太正费力地想把掉在地上的风筝捡起来。他下意识地想上前帮忙，脚步却顿住了。想起周涛的遭遇，又默默收回了脚，加快步伐离开了。来到养老院的后院，林子东见到了这位李主任。让他意外的是，这李主任好像也没比自己大2岁，最重要的是很漂亮。李婷近1.7米的身高，标准的鹅蛋脸，戴着金丝眼镜，波浪卷的长发快到腰间，也是坐着角度的问题，身材看不出来，但想必也不会太差。林子东还以为这李主任应该不会太年轻。李婷正在写着什么，头也不抬道：“看够了吗？”林子东回过神来，急忙将介绍信放在桌上：“你好，李主任，我是来应聘护工的，这是介绍信。”李婷只是拿起来看了一眼：“周涛的同事吧？”林子东懵逼了，他都还没介绍自己，身份就曝光了。李婷放下手中的钢笔，认真打量了林子东2眼道：“你知道这里的护工为什么换了一批又一批吗？”林子东心里咯噔一下，心里有了个大胆的念头：他们不会都是……他们都是你的同行。李婷将一沓厚厚的介绍信丢在林子东的面前：“目前为止，你的同行里坚持最久的人是1个月。”知道对方已经知道了他的目的，林子东索性也不再绕弯子：“李主任，那些大爷大妈为什么这么排斥，无可奉告。”李婷打断林子东：“在这里做护工，每天6小时，1周的试用期，试用期后可以转正，1个月1万2，管吃管住，月薪1万2，还管吃管住，就这待遇，应该都能比得上一些私企的小白领了吧？每天6个小时，他应该还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等你先撑过试用期再说吧。”李婷见过太多林子东这样的人，9成的人都是坚持不到3天就已经偷偷跑了。周涛坚持的时间算是久的，只可惜还是走了。李主任，那我现在做什么？李婷取出一套护工服丢在林子东的面前：“去那个房间把衣服换上，我带你转一转。”林子东接过护工服，触感柔软透气，料子比他想象中好上不少。他点点头，拿着衣服走进旁边标着更衣室的房间。换衣服时，他留意到衣柜里还挂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备用护工服，看来这里的管理倒是挺规范。穿好衣服出来，李婷已经站在走廊尽头等他，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跟我来，我先带你熟悉下基本环境和工作内容。”李婷一边走一边说道：“北山敬老院分前院、中院和后院，前院是老人们日常活动的主要区域，有花园、凉亭、棋牌室和健身房。中院是住宿区，每个老人都有独立的套房，里面设施齐全。后院就是我们办公和后勤的地方，包括医护室、食堂和库房。”林子东跟在他身后，认真听着，眼睛却忍不住四处打量。这养老院比他从外面看到的还要大，处处透着精致，空气中除了檀香和草木香，似乎还隐约飘着一丝淡淡的药味。你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护理员照顾指定区域的老人，包括帮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搀扶散步、整理房间，还有就是陪他们聊聊天解闷。李婷停下脚步，指着不远处一群正在草坪上晒太阳的老人：“记住，在这里工作有3个禁忌。第一，绝对不能跟老人提保险相关的任何话题，哪怕是闲聊时无意中提到都不行。第二，不能随意翻动老人的私人物品。第三，不能对老人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
这里的每一位老人都有特殊的背景，惹不起。林子东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疑惑，可是连保险2个字都不能提的话，那我岂不是？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李婷打断林子东，语气带着几分严肃，想必你从周涛那里应该也听说了他的遭遇。说实话，他不是最惨的那一个。林子东心里一凛，看来周涛说的没错，这里的老人果然不好惹。李婷没再多说，带着他继续往前走，开始介绍起各个区域的具体情况和需要注意的细节，比如哪个老人有高血压不能情绪激动，哪个老人喜欢安静不能打扰，哪个老人腿脚不好走路要格外小心等等。林子东听得格外仔细，还时不时拿出手机记笔记，一副认真好学的样子。这态度让李婷微微有些意外，但也没说什么。两人一路走到前院的花园，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老太太正独自一人看着池子里的金鱼发呆，神情有些落寞。李婷停下脚步，对林子东介绍道：“这位是陈奶奶，这段时间早8点到下午2点，你负责照看陈奶奶。她儿子是做进出口生意的，常年在国外，很少有时间来看她。陈奶奶平时话不多，但喜欢听人讲外面的新鲜事，你没事可以多过来陪她说说话。”林子东顺着她的目光看去，陈奶奶穿着一件素雅的旗袍，虽然脸上布满皱纹，但依稀能看出年轻时优雅的轮廓。他点点头，好的。就在这时，陈奶奶似乎察觉到了他们的目光，缓缓转过头来，看向林子东的眼神带着一丝探究和审视。林子东心里一动，连忙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主动走了过去。陈奶奶您好，我是新来的护工小林，以后由我来照顾您。陈奶奶一言不发，还在认真打量着林子东。李婷上前甜甜地叫道：“陈奶奶，她在外面接触过的朋友很多，知道很多有趣的事情，您无聊时可以让她讲给您听。”好。陈奶奶脸上露出一抹微笑，点头答应，可那双眼睛却是一直停留在林子东的脸上不曾移开。就连李婷也觉得有些奇怪，林子东不是陈奶奶的第一个护工，但他还是第一次看见陈奶奶看一个人这么久，而且看得如此认真。好好工作，如果你受不了，可以直接来找我。李婷说完，又交代了几个注意事项后，便转身走了。林子东突然有些理解周涛，他们这行业为了开单，怕是跟那些外卖小哥都有的一拼了。男销售还好一些，那些漂亮的女销售，为了拉拢客户，那才真的叫手段尽出，陪吃饭陪喝酒都是家常便饭。遇到真正的大客户，男性同胞们懂得都懂。小伙子，坐。陈奶奶终于开口说话了。林子东老老实实坐下。陈奶奶，您老为什么一直看着我？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陈奶奶摇头，看向林子东的眼神和蔼了许多。只是看到你，让我想起了我家那个臭小子，你很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高大帅气。气氛一时间突然变得有些沉默。陈奶奶，我听李主任说您喜欢外面的新鲜事，那我给您讲讲。我林子东差点就将保险2字说出口，但想起李婷的交代，已经到了嘴边的话愣是让他咽了回去。讲什么？陈奶奶问。就讲讲我以前在外面打工的经历好不好？林子东不擅长照看老人，但他学习能力不差。林子东觉得或许这对自己而言是一次机会也说不定。其实以林子东现在的能力，只要天天混在赌石城，用不了多久就能真正暴富起来。但林子东知道树大招风这句话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昨天他一共只买了2块石头，第1块就出了绿，拍卖会买下的第2块品质比起第1块还要高出许多。林子东是不想引人注意，所以才故意没有当场开石，而是让孙兰兰将那块原石放在家中。他准备今晚回去后好好研究一下原石中的灵力。好，陈奶奶笑着答应。整整一上午，林子东都在照看陈奶奶。林子东相信，只要自己弄清楚这些老人排斥保险的原因，那么距离他彻底打开这片市场应该就不远了。那时他也将成为第一个吃上这块蛋糕的人。或许有人会觉得林子东都已经开始修炼了，竟然还在四处拉客户买保险，但对林子东而言，就算修仙也不能与现实脱轨。就像那些中了彩票一夜暴富的人，多数都会继续默默工作，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生活也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林子东就是属于这种。修仙工作2不误。下午2点，林子东离开养老院，直奔公司。当他将养老院的资料完全整理出来时，外面天色都已经黑了下来。林子东仰起头搓了搓脸，然后长吁了一口气，终于整理完了。子东哥。圆圆看到林子东忙完，有些害羞地跑了过来。圆圆就是早上给林子东送早餐的那位女同事。林子东与她接触过几次，但都是工作上的事情，两人有联系方式，但仅有的聊天记录也只有工作。
林子东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公司，看见圆圆跑到自己面前，他放下手中的资料问道：“怎么了，圆圆？”“子东哥，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能请你陪我一起吃饭吗？”圆圆说完，有些不敢去看林子东，两只手因为紧张，不断地搓着自己的衬衫。其实圆圆除了微胖，五官都是很漂亮的，就像周涛说的，如果她再瘦个10几斤，绝对是个妥妥的小美人儿。而且在公司里也有几个男同事正在追求圆圆。没办法，圆圆除了微胖了点儿 ，F 杯的优势实在太过显眼。整个公司的男性，谁看见圆圆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2眼。但至今为止，圆圆好像还没有交过男朋友。当然，林子东也只是听说。过生日，林子东有些犹豫，如果是平常的话，他也就答应了。但是他答应了田娇娇替他治疗腰痛，还答应了孙兰兰晚上会回去。子东哥，你不方便吗？圆圆满眼的失落。他知道自己有些微胖，他也试过减肥，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他还去看过医生，医生说他就是这样肉肉的体质。这林子东看了眼和田娇娇约好的时间，如果快点吃饭的话，应该也来得及。好吧，那我们去吃饭，既然是你的生日，我请你。啊！圆圆呆呆的抬起头。林大哥说要请自己吃饭，我不是在做梦吧？圆圆看着林子东，脸蛋明显比刚刚又红了几分。林子东对着圆圆笑笑，走吧。圆圆急忙点头，开心地跟了上去。就在林子东走出公司时，路边的一辆野马跑车上，王爷已经拿起了手机，神情怨毒道：“狗哥，就是那小子，就按你上次说的，一条腿10万，给我打断他的2条腿。”柳梦瑶咬下唇，老公，要不然还是算了吧。算了。王爷一把抓住柳梦瑶的头发，愤怒道：“怎么，你心疼他？”“没，我没有。”柳梦瑶吃痛，眼泪差点掉了下来。不知道从哪一天起，王爷对他越来越粗鲁，就算他来了月事，只要他想要了，就一定不会放过他，根本就不会考虑他的感受。这一点，王爷与林子东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但凡林子东的条件再好一些，或许他都不会选择王爷。可现在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一定要嫁给王爷。柳梦瑶，你最好认清你现在的身份，你是老子的女人。王爷死死盯着柳梦瑶，见她泪水在眼眶打转，这才意识到自己下手重了。他放开柳梦瑶道：“对不起梦瑶，我只是太怕失去了你，你不会我的对不对？”柳梦瑶有些惧怕的点点头：“乖，只要你听话，我一定会对你好。”王爷说着拉开了裤链，此时林子东和圆圆已经被人包围了起来。“小子，就你叫林子东是吧？”大狗挠挠脑袋上的白毛，眼神落在圆圆的身上。“哟呵，你小子还挺有福气，这么大一定很爽吧？”圆圆吓得小脸苍白，半个身子躲在林子东的身后，不敢抬头。林子东轻轻皱眉，这些人应该不是王二虎的人，那家伙吃过一次亏，他真的想对付自己，肯定不会就让这个几个人过来。除了王二虎，那么也就只剩下一个人了。是王爷让你们来的？林子东眼底闪过冷意，他突然有些后悔上次动手还是太轻了。大狗掏掏耳朵，装傻充愣道：“什么王爷？没听过。”林子东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他将圆圆护住：“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大狗盯着林子东身后的圆圆，笑容玩味道：“小妞，这是你男朋友吧？你要是不想今天他出事，就跟老子去那个小树林爽爽，老子开心了，没准就放过他。”妈的，这罩杯至少也有 F， 甚至快到1杯了吧？他还只有在小片里看到过，没想到现实还真的有。而且这小妞长得也不错，只是微微胖，就这身材睡上一次还不爽翻天了。林子东冷冷道：“她不是我女朋友，你们有事冲我来。”听到林子东否认自己是他的女朋友，圆圆大眼睛闪过一抹失望，但林子东挡在他的身前，还是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那可由不得你了。大狗抓挠了2下屁股，顺便挂了个档。妈的，光是看2眼他就受不了了。这小妞她今天玩定了。大狗说着便伸手朝圆圆抓去，那只布满老茧的手带着一股腥骚味，直直地奔向圆圆的胳膊。圆圆吓得尖叫一声，整个人缩得更紧，死死抓住林子东的衣角。林子东眼神一厉，侧身将圆圆护得更严实，同时抬起右脚，快准狠地踹向大狗的膝盖。咔嚓一声轻响，大狗嗷的一声倒在了地上。妈的，你们还不上？操，疼死老子了！周围的几个小混混见状，顿时炸了锅，纷纷抄起旁边的木棍和钢管，骂骂咧咧地朝林子东围拢过来。妈的，这小子还敢动手！兄弟们，废了他！
一个染着黄毛的混混嘶吼着率先冲了上来，木棍带着风声砸向林子东的后背。林子东不慌不忙，拉着圆圆一个旋身躲过攻击，同时顺手夺过黄毛手中的木棍，反手一棍敲在他的后脑勺上，黄毛闷哼一声，软倒在地。剩下的几个混混见林子东如此能打，都有些发怵，但想到大狗平日里的狠辣，还是硬着头皮冲了上来。林子东将圆圆推到身后的墙角，严肃道：“你待在这里别动，等我回来。”圆圆咬着唇，用力点头。林子东动作迅猛而有力，每一次攻击都精准地击中混混们的要害，且此次他毫无留手之意。咔吧，一名小混混的手臂被林子东生生掰断，他低头间脸上难掩喜色。自从突破炼体2层后，这些普通小混混已无法对他构成任何威胁。在小混混们眼中，林子东的速度快如鬼魅。不过短短10几个呼吸的时间，几个小混混已经全部躺在地上，哀嚎声此起彼伏。大狗捂着膝盖，目睹这一切，更是吓得脸色有些发白。他未曾料到，这个看似文弱的书生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他掏出手机，颤抖着拨通一个号码，对着话筒嘶吼道：“豹哥，快来！我在西区太平保险公司附近被人打了，对方是个练家子，你多带些人过来。”林子东心头一沉，不等大狗再次开口，便一把夺过手机，将其踩得粉碎。大狗愣住了，他特么刚买的水果时期手机啊！林子东冷冷问：“王爷在哪里？”大狗身高1.83米，体重170多斤，却被林子东单手拎起。这一幕也让大狗的小弟们惊恐不已。妈的，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动我，豹哥一定啊！大狗的胳膊被林子东掰断，发出凄厉的惨叫。我最后问一次，王爷在哪？林子东目光如刀，我数到3，你若不说，我就打断你的第3条腿。3、1，大狗瞳孔骤缩，寒意直冲天灵盖，瞬间被吓尿。别打我，他就在对面的街道上。林子东随手将大狗丢在地上，转向圆圆道：“你在这里等我。”话音未落，林子东已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身影迅速消失在街角。此时，路边跑车上，王爷刚拉上裤链，脸上满是满足。妈的，这么久了，也该完事了吧？王爷打开车窗，正欲探头张望，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他的脑袋，将他拖出车窗。啊！柳梦瑶吓得尖叫。王爷见是林子东，顿时哇哇大叫：“妈的，林子东，你敢动老子，老子一定让人弄死你！就凭你！”林子东眼底闪过冷意。上次在赌石城，林子东就是看在张琴的面子上，才没有跟他翻旧账，但他一再挑衅自己。现在就是张琴在这里，他也不会就这么算了。妈的，松手，松手啊！王爷疼得大叫，感觉胳膊快要断了。柳梦瑶也急忙下车冲上前：“林子东，你放开王爷！”滚！林子东一巴掌将柳梦瑶扇坐在地。他从不打女人，也看不起打女人的男人，但见人除外。你打我！柳梦瑶脑中嗡嗡作响，捂着脸坐在地上，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在他的记忆中，林子东曾那么疼爱他，即便争吵也未曾动他分毫。然而此刻，他竟真的动手打了他。林子东，你等着，我现在就报警！柳梦瑶掏出手机就要报警。林子东被气笑了，赶紧报警！我倒是想看看，警察来了究竟是抓我还是抓你们？王爷也有些害怕了，他不知道林子东为什么没事，难道大狗拿了自己的钱不办事儿？而且林子东怎么突然打架这么厉害了？林子东，你再不放开我，我妈一定不会放过你！王爷再次将张琴搬了出来，他妈认识那么多人，收拾一个林子东比捏死一只蚂蚁都简单。林子东笑了，张琴的确不会放过自己，只不过是在床上。看着这个自己的便宜好蛋儿，林子东眼底冷意更浓。他知道自己再不给王爷一点教训，以后他只会变本加厉。王爷他老子不会管教儿子，他这便宜爹代为管教一下，不过分吧？林子东手腕猛地一拧，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王爷的胳膊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弯折下来，剧痛瞬间席卷全身，他的惨叫声比刚才的大狗还要凄厉数倍。啊，我的胳膊！林子东，你这个疯子，我要杀了你！王爷疼得面容扭曲，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混杂着惊恐与愤怒。柳梦瑶见状，吓得浑身发抖，手机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屏幕摔得4分5裂。她呆呆地看着眼前如同恶魔般的林子东，小脸吓得面无血色。林子东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王爷的另一只胳膊也传来一阵剧痛，显然也被林子东废了。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只有王爷撕心裂肺的哭喊和柳梦瑶压抑的啜泣声。林子东将王爷像丢垃圾一样扔在地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今天只是给你一个教训，再有下次，断的就不只是你的胳膊了。说完，林子东不再看地上哀嚎的王爷和吓傻的柳梦瑶，转身朝着街角走去，只留下一个冰冷而决绝的背影。林子东，你给老子等着啊！王爷疼得大叫，快叫救护车啊！林子东回来时，圆圆还听话地站在那里等着他，连一步都不曾移动过。子东哥，圆圆看到林子东回来，这才跑到他的面前，他的身体还在轻微颤抖着，眼眶也红红的。林子东看着圆圆张口道，我还以为你已经……话音未落，圆圆已经一头扎进林子东的怀里，紧紧抱着他，那胸前传来的触感让林子东身体都僵硬了起来。圆圆身子软软的，尤其是这样抱着他，那种感觉实在有些无法形容。林子东也没有多想，只是以为圆圆是太过害怕了。这也难怪，别说圆圆是个女孩子，就是男人遇到被人围堵会害怕也是正常的。他轻轻拍了拍圆圆的后背，试图用这种方式让她平静下来。圆圆却抱得更紧了，小脑袋在他胸口蹭了蹭，带着哭腔说，子东哥，我好怕，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温热的泪水透过林子东的衣衫渗进来，烫得他心里微微一紧。林子东叹了口气，他知道圆圆喜欢自己，从他进入公司时，圆圆就不止一次对他示好，但是他真的只是拿圆圆当小妹妹来看待。好了，我们去过生日好不好？圆圆用力点头。接下来的时间里，林子东带着圆圆去吃了火锅，又订了蛋糕替她庆生，然后将送回了住处。谢谢你子东哥，我今天很开心。圆圆笑起来时很好看，是那种非常耐看，越看越好看的那种女孩子。开心就好。林子东笑笑，说起来他也很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自从跟柳梦瑶同居后，除了工作以外，他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柳梦瑶的身上。现在回想起来，林子东只觉得自己可笑。他现在竟然有些庆幸柳梦瑶出轨，终于不用再祸害自己了。在送圆圆回家的路上，子东哥，那些人到底是谁啊？圆圆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幕幕，依旧觉得有些后怕。他真的想报警了，可是当时自己太害怕，脑子一片空白。等他回过神时，那些坏人已经全部都被子东哥给打倒在地上了。在圆圆眼里，子东哥就像是保护紫霞的孙悟空一样，驾着七彩祥云保护了自己。怎么说呢？林子东伸了个懒腰，那些人是我大学同学找来的，他还抢走了我的女朋友。圆圆知道林子东有女朋友，所以他一直都只是默默的喜欢林子东。子东哥，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了？圆圆停下脚步，目光灼灼地看着林子东。那你还喜欢她吗？林子东很自然地摇头，不喜欢也不恨。对林子东而言，柳梦瑶已经是过去式，只要他不再来招惹自己，他就已经烧高香了。子东哥，我喜欢你。圆圆大胆表白，这句话已经憋在他心里很久了。林子东面露尴尬，他以为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圆圆我……子东哥。圆圆担心林子东会拒绝自己，于是急忙打断他，我知道你刚刚分手，还没那么容易接受别人，但是我可以等的。林子东皱眉，我没有交过男朋友，也不懂怎么讨好，但是我可以学。圆圆抓住林子东的手，轻轻咬咬下唇，然后目光坚定道，子东哥教我，我一定认真学。林子东喉咙滚动了下，圆圆拉着林子东的手，缓缓朝着自己靠近。她虽然没有交过男朋友，却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那些男同事天天都在偷看自己，她只是假装不知道。但是她不喜欢那些人。眼看林子东就要碰到圆圆，她回过神来，急忙缩回了手。圆圆，我突然想起还有些事情，你快回家吧。不等圆圆再次开口，林子东跑回车里离开了小区。他担心自己再不走的话，就真的不会走了，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有了张琴和孙兰了。如果再接受圆圆，对他也不公平，况且他又不是渣男，总不能见一个就要一个吧。子东哥，我不会放弃的。听到后面传来圆圆的声音，林子东踩了脚油门，车子如同离弦之箭一般窜了出去。另一边是中心医院，大狗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哼唧着，他被卸掉的手臂已经被医生接了回去。他的几个小弟也都受了伤，收了王爷20万，转手医药费就干进去3万多。妈的，王爷那个小崽子，我草他祖宗！大狗骂骂咧咧，那小子是个练家子，他竟然都没告诉自己，还让他吃了这么大的亏。这时大狗的手机响了起来，拿起屏幕满裂的手机，看到王爷还敢给自己打电话，大狗就气不打一处来。
王爷，我草你 M！ 大狗咬牙切齿道：“那个林子东是个练家子，你竟然不告诉我，还害老子断了一只胳膊。这事儿你要是不给老子一个交代，老子跟你没完！”隔壁的病房里，王爷被骂得一愣一愣的，他也有些恼火，但却不敢真的招惹大狗。他强忍着怒气道：“狗哥，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我也被那孙子打断了2只胳膊，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大狗听到王爷也断了胳膊，还是2只，立马气消了不少。老子不管，你得给我50万，少一个子都不行。王爷脸色难看，什么事儿都没办成，张嘴就跟自己要50万，什么东西？狗哥，这事儿也怪不得我啊，我他妈管你那么多，老子现在住院了，老子的兄弟也都住院了，明天我要是看不见50万，后果你清楚。王爷气得差点将自己手机都给摔了，可想到大狗就是一个疯子，自己要是不给他这50万，他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行，狗哥我给你50万，但那小子的事儿，你放心，这事儿我已经告诉了豹哥，有他出面，一个小逼崽子蹦跶不了多久了。大狗满眼的怨毒，其实就算王爷不说，这笔账他也不会就这么算了。这么多年能让他吃这么大亏的，这小子是第2个，他还真就不信自己还能斗不过一个毫无背景的保险员。王爷从病床上坐了起来：“狗哥，你说的是那个曾经一拳打死职业拳击运动员的豹哥？”“没错，豹哥可是武者，那小逼崽子死定了。”大狗龇牙咧嘴，虽然他的2个胳膊接上了，但每动一下都钻心的疼。武者！王爷顿时激动起来：“狗哥，只要豹哥能好好教训一下林子东，我再给豹哥10万，哦不，20万，就当做是我的一点心意。”20万？你打发叫花子呢？王爷暗骂了一声，这逼摆明了就是在狮子大开口，可这口气不出，他实在有些咽不下去。他也想过找他妈替自己出气，可这件事儿毕竟是他挑起来的，如果被他妈知道，他就死定了。所以这件事儿还是得靠自己来解决。你再准备个100万吧。100万？王爷脸色难看：“狗哥，这是不是有点多了？你 TM 别不识好歹，豹哥愿意出手，100万都是友情价。”大狗骂骂咧咧，他突然想起王爷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那娘们长得带劲，一看活就不错。还有，让你那个女朋友陪我3天吧。王爷脸色瞬间就变绿了：“狗哥，这个真不行。”“不行。”王爷，你小子想清楚了再说话。大狗冷笑，他知道王爷家里有点钱，还有个漂亮的妈，但他一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真把他惹急了。呵呵，狗哥，这事儿我他妈给你1天时间，想清楚了再给我打电话。大狗说完直接挂断了手机。看着碎裂的手机，大狗一阵心疼，他特么还没捂热乎呢，就被踩成这逼样，就玩他女朋友3天，他特么还觉得不解气呢。妈的！王爷愤怒之下将自己的手机屏幕摔得稀碎，刚才用力过猛，还牵动了刚刚接上的胳膊，顿时疼得嗷嗷直叫。柳梦瑶拎着医院食堂打回来的饭菜，刚刚进入病房就被王爷吓了一跳。柳梦瑶捡起地上碎了屏幕的手机：“老公你怎么了？这大的火气！妈的，那个狗杂种张嘴就是100万，还要让你陪他3天。”王爷脸色阴沉的厉害，那大狗不过就是一个看场子的狗腿子，真把自己当大哥了。柳梦瑶见过大狗，那个人看见自己就一副色迷离的样子，而且那个人的身上总会飘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指不定有着什么毛病。你没有答应他吧？柳梦瑶有些惧怕地看着王爷，一开始他是以为王爷真的喜欢自己，怎么可能答应？想要玩老子女人，他也配？王爷阴沉着脸，他还没有玩够柳梦瑶，怎么可能便宜给别人？再说大狗是什么样的货色，他再清楚不过，吃喝嫖赌哪一个不沾？听说那家伙还沾了毒，还得了花柳病，让柳梦瑶陪他3天，还不被玩烂了？王爷越想越觉得咽不下这口气，胸口像是堵了一团烂泥，闷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柳梦瑶见他这副狰狞模样，吓得往后缩了缩，小声劝道：“老公，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现在的林子东让柳梦瑶都感觉到陌生，那么多人都没打过林子东，万一真的惹急了林子东，他要是想报复他们怎么办？而且他要是报警，将这些事抖落出去，他也逃不了责任，甚至可能还要蹲监狱。算了。王爷猛地转头瞪着他，眼睛里布满红血丝：“我告诉你柳梦瑶，这事儿没完，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也要出了这口恶气。”哎呦！王爷一拳落在床头柜上，顿时疼得嗷嗷直叫。可是他要是报警怎么办？柳梦瑶有些害怕，王爷已经被气昏了头脑，但是他没有啊。他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林子东看向自己的眼神，那眼神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报警！王爷生气归生气，但是听见警察2个字也冷静下来，心里也有些后怕。林子东要是真的报警，他找人围堵他的事情肯定瞒不住，到时候拘留都是轻的，重要的是他绝对不能让他妈知道这件事，不然以后他就真的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要不然我去试探一下他的口风。柳梦瑶看着王爷的脸色，小心翼翼地问道。王爷自然不愿意让柳梦瑶单独去见林子东，可万一他要是真的报警怎么办？那行，你就去一趟，不过你要是敢对不起我。不会的，老公，我只爱你一个，我怎么会对不起你呢？柳梦瑶拉着王爷的手，信誓旦旦地说道。王爷脸色缓和了许多。那你快去，不准关机，别让我找不到你。柳梦瑶连连点头答应。离开医院，柳梦瑶急忙拦了一辆车坐了进去。她拨通了林子东的电话，却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被拉黑了。柳梦瑶突然有些委屈，林子东为什么拉黑自己？他真的对自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还是说他真的被孙兰兰给包养了？不会的，孙兰兰那样的女人怎么可能会看得上林子东？可是林子东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看？柳梦瑶相信，只要自己说几句软话，林子东一定会看在以前的旧情上，不会报警。师傅，去西湾小区。与此同时，市中心的一家高档酒店中，林子东正拿着手机反复对着田娇娇给他的地址：海滨酒店1303房，应该就是这里，不会错了。林子东几次想要敲门都没能下得去手，只是治疗腰疼的话，为什么要约到酒店里？他拿起手机给田娇娇发了一条消息：田姐，我已经到门外了。叮，房间里传来手机提示音的声音。咔嚓，房门打开。进来吧。田娇娇只穿了一件宽松的睡衣，手里还拿着一瓶啤酒。怎么这么久？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林子东跟着进了房间，一眼就看到被扔到地上的黑色丝袜。小色狼，看什么呢？田娇娇注意到林子东的眼神，非但没有生气，还凑近林子东调侃道：你喜欢的话，一会儿可以拿回去，放心，我不告诉别人。可……林子东急忙收回目光：田姐，你哪里不舒服？我们快点开始吧。田娇娇坐在大床上，喝着手中的啤酒。小鬼，这么快就等不及了？林子东，这都什么虎狼之词？再说自己哪里小，看都没看过就胡说八道。要不是自己是个正人君子，今天好赖脱了裤子吓一吓他，让他知道调侃自己的代价。田姐，你要是没事的话，我还是先走吧。林子东说完转身就要走人。等等。田娇娇看到林子东说走就走，小嘴立马撅了起来。怎么，白洁那里你就行，到了我这里就不行？林子东怀疑田娇娇在开车，但他没证据。过来。田娇娇对林子东勾了勾手指。林子东犹豫了一会儿，硬着头皮来到床边。田娇娇趴到床上，掀开了一点睡衣，指着自己盈盈一握的小蛮腰道：我这里不舒服。好吧。林子东根本不信田娇娇，腰疼的人他又不是没见过，反正来都来了，自己转身就走，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谁让人家是自己的大客户呢？林子东正要坐到床上，田娇娇突然道：等等。田姐，怎么了？你先去洗个澡。田娇娇指着卫生间道：卫生间在那里。林子东，哎呀，你身上有汗味儿，我不喜欢这个味道，快去快去。田娇娇催促着林子东去洗澡。林子东莫名其妙，但还是不情不愿地进了洗手间。田娇娇眼睛一亮，急忙取出一个小型遥控器按了下，浴室的窗户瞬间变得透明起来。好玩。上次在视频上看到酒店还有这个功能的时候，他就想来看看了。林子东前脚走进浴室，立马就发现了不对，这玻璃怎么是透明的？田姐，你能看见我吗？看见什么？田娇娇装傻充愣，再说这衣服都没脱呢，她能看见什么？林子东眼神疑惑，转身往外走。田娇娇急忙关了隐形窗。你看什么呢？快点啊！林子东看了几眼，又摸了摸玻璃，确定没问题后，这才回到浴室。可这一进去，他就能看见田娇娇，这跟在一个女人面前洗澡有什么分别？也不知道哪个傻缺弄了这么一个镜子。看到林子东进去，田娇娇急忙又打开了隐形窗。这酒店的洗手间有毒吧？林子东看着那巨大的透明窗户，犹豫了半天，还是咬咬牙脱了。田姐这样的人，应该也不屑于偷看吧？脱了，她真的脱了。田娇娇趴在床上，面红耳赤地拿着手机，听见浴室传来水声，余光瞥了眼后，
急忙又关上了隐形窗。自己可是正经女人，好玩归好玩，但她还是有着自己的底线的。可话说回来，这小子身材不错嘛，就是不知道他给白洁治疗的时候是怎么治疗的。毕竟白洁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接触的也更加直接一些。想到白洁那性子，竟然会接受一个男人碰她，难不成白洁还能喜欢上这小子？就在田娇娇想得有些出神时，林子东已经洗完了。他就简单冲了个澡，打了一点浴液。大老爷们冲澡也就3-5分钟的事儿。林子东裹着浴巾走出浴室，头发湿漉漉的滴着水，带着刚沐浴后的清爽气息，仿佛洗掉了今天一身的疲惫。田姐，现在可以开始了吧？林子东一边擦着头发，一边问道，顺手将毛巾搭在脖子上。田娇娇猛地回过神，突然觉得鼻子下面热了下，下意识用手背擦了擦鼻子，幸好没再流鼻血，不然就真的丢死人了。那开始吧，我腰最近总感觉酸酸的，使不上力气。林子东坐在床边，注意到田娇娇脸色红扑扑的，还以为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田娇娇也被看得浑身不舒服。你看什么呢？林子东察觉到她的异样，眉头微蹙。田姐，你到底哪里不舒服？要是不方便的话，我还是先回去，你找其他医生看看。别！田娇娇急忙开口，生怕林子东真的走了。她强装镇定道，没什么不方便的，就是你轻点，我怕疼。林子东点点头，伸手按在她的腰间，然后调动体内的灵力，在她腰间的部位游走起来。田娇娇轻轻皱眉，身体也绷紧了些。林子东动作一顿，眼神疑惑地看向她，疼吗？田娇娇咬着嘴唇，摇摇头，眼神却不敢与他对视，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不就是按摩几下，有什么大不了的？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没事，你继续。田娇娇将小脸埋进枕头，其实她的腰一点也不疼，可那双大手按在她的腰间时，仿佛有股热流涌入她的腰间。田娇娇只觉得最近所有的疲惫全部一扫而空。林子东眼中疑惑更浓，他用灵力检查了田娇娇的腰周，也觉得有些奇怪。田娇娇腰间有力，怎么看也不像是不舒服的样子。田姐，你的腰没事？田娇娇白了林子东一眼，打趣他道，你还怕我不给你钱啊？林子东咧嘴，田姐，我不是为了钱。田娇娇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可碍于面子，田娇娇硬着头道，放心吧，我不会白嫖的，该给你的钱1分都不会少，再使点劲啊。林子东哭笑不得，他一个大修仙者，这是被当成按摩师傅了。不过看田娇娇这副模样，林子东终究还是没忍心拒绝。指尖再次落下时，他刻意收敛起灵力，只以纯粹的手法按压着他腰侧的肌肉，动作比刚才更轻柔了几分。田娇娇这次没有再发出奇怪的声音，只是身体依旧有些僵硬，脸颊埋在枕头里，露在外面的耳廓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房间里只剩下林子东按压时布料摩擦的细微声响，以及两人略显急促的呼吸声，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微妙起来。林子东按了约莫1刻钟，见田娇娇身体彻底放松了下来，便停下手道，好了，田姐，这样感觉怎么样？田娇娇没有回答。林子东这才发现田娇娇不知何时已经睡着了。不过林子东也不是毫无收获，每一次动用体内的灵力，都会让他对灵力的运用更加自如。林子东突然想到昨天拍下来的那块原石，不知道吸收了原石中的灵力，能不能让他一举突破炼体3层，这个境界对付普通人应该足够了。但若是遇到炼家子或者热武器，林子东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接得下，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尽可能的提升境界修为。林子东轻手轻脚的起身，将搭在椅背上的薄毯取过来，小心翼翼地盖在田娇娇身上。他睡着时眉头微蹙，脸颊依旧带着未退的红晕，倒比醒着时少了几分刻意的妩媚，多了些许惹人怜爱的娇憨。林子东凝视了片刻，随即收回目光。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暗着，时间显示已经过了晚上10点。我操，竟然已经这么晚了。林子东想到自己答应了孙兰兰会回去，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确定东西带全后，风风火火地离开了房间。他刚带上门，房间里原本熟睡的田娇娇猛地睁开眼，眼底哪还有半分睡意，只有一丝狡黠的笑意和未散的羞赧。他抬手摸了摸自己滚烫的脸颊，又回想起刚才林子东沐浴时的景象，以及他为自己按摩时沉稳的呼吸，心脏不争气的砰砰乱跳起来。这家伙看着老实，身材倒是，他咬了咬唇，翻了个身，将脸埋进带着林子东淡淡气息的被褥里，嘴角却忍不住微微上扬。叮！田娇娇急忙拿起手机，是林子东给她发来的消息。林子东，田姐不好意思，我有点事情，就先回去了。
还算你有点良心。田娇娇被林子东的消息给气笑了，她还以为林子东真的就这样一声不吭的跑了。不过这家伙的按摩手法真的很厉害呢。刚刚那股热流是气功吗？难怪他能缓解白洁的病症。如果说一开始田娇娇对林子东的好奇心只有拳头大小，那么现在至少也有篮球大小了。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身上有秘密。林子东，本小姐真是对你越来越好奇了。半个小时后，林子东已经回到出租屋的楼下。林子东，兰兰，我回来了，你睡了吗？孙兰兰，子东，今晚我爸妈来了，今晚我可能回不去了，明天我再联系你。林子东看着信息愣了半晌，他记得孙兰兰提起过，说他的父母常年在国外，很少回国，怎么突然回来了？林子东，好吧，那你早点休息。林子东又等了一会儿，也没等到孙兰兰回消息，看来想要研究那块原石要等到明天了。林子东收起手机，仰头看了看孙兰兰漆黑的窗户，无奈地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林子东刚刚打开灯就退了出去，自己走错屋了。林子东看到柳梦瑶，林子东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来干什么？柳梦瑶几步跑到林子东的面前，将他紧紧抱住。子东，对不起，你原谅我好不好？你有病吧？林子东推开了柳梦瑶，眼中露出浓浓的厌恶。柳梦瑶见软的不行，气冲冲地站起身来。林子东，我是给你戴了绿帽子，难道你就一点责任没有吗？林子东不想跟这个蠢女人废话，转身打开身后的门道，现在从我家里滚出去。林子东，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柳梦瑶不相信林子东真的那么绝情，他这样对自己一定是在故意气他，可这恰恰说明了他还是爱着自己的，不是吗？柳梦瑶，你他妈是不是？林子东正要口吐芬芳，谁知柳梦瑶突然解开了衣扣，然后是裙子、贴身衣物，你干什么？柳梦瑶目光灼灼地看着林子东。林子东，我不相信你对我没感觉。林子东捡起地上的衣服丢在柳梦瑶的脸上，穿上衣服滚，你连碰我都不敢，你就是个窝囊废。柳梦瑶走向林子东，看着那张比以前帅了几倍的脸道，你放心，王爷跟我都是带了东西的，我没那么脏。柳梦瑶，林子东，别让我看不起你，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人？柳梦瑶的话彻底激怒了林子东。柳梦瑶，这是你自找的。林子东粗鲁地将柳梦瑶丢在床上，直接压了上去。也许是体质得到了提升，也可能是出于报复的心理，这一战足足持续了整整2个小时都没有结束。柳梦瑶已经累昏了2次。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林子东看了眼手机来电，神色有些嘲讽道，你男朋友的电话。柳梦瑶早已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接了几次才接通了电话。宝贝，你怎么还没回来？那小子没对你做什么吧？柳梦瑶正要开口，突然惊恐地捂住了嘴。没，我正在跟他谈。医院里，王爷沉着脸看向漆黑的窗外，都这么晚了，还没谈完。我马上就回去了，回去再跟你说。柳梦瑶担心王爷听到什么，急忙挂断了手机。这一战又持续了半个小时才算彻底结束。林子东本想抽根事后烟的，突然想起自己好像戒了，他取出一张红票扔在柳梦瑶的脸上，你自己去买药吧。柳梦瑶看着那张轻飘飘的红票，屈辱和羞愤瞬间涌上心头，她死死咬着下唇，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林子东懒得再看她一眼，径直走进卫生间冲了个澡。温热的水流冲刷着身体，却冲不散他心头那股复杂的情绪，既有报复后的快意，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等他裹着浴巾出来时，柳梦瑶已经穿戴整齐，他扶着墙挪着步子，脸色苍白的吓人。林子东，王爷的事情你会报警吗？所以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才跑过来找我？林子东只觉得可笑，如果他想报警的话早就报警了，又何必等到现在？柳梦瑶扶着墙，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掏空。是，不会，所以你可以走了。林子东不想再看见柳梦瑶，甚至不想再跟他扯上任何的关系，不过看在好过一场的份上，他还是提醒道，王爷不是什么好东西，跟着他你迟早会后悔的。柳梦瑶知道王爷手机里还有不少女人，但是他不敢管，否则真的撕破脸，他就什么都得不到了。柳梦瑶看着林子东道，林子东，如果有一天。不会。林子东冷冷回答，他知道柳梦瑶想问什么。对林子东而言，柳梦瑶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恨柳梦瑶，甚至还要谢谢他，如果不是他出轨背叛自己，他也不会成为修仙者。或许这辈子他都无法发现那块玉佩中的秘密。
而且他也不会与孙兰兰这样的女人产生任何的交集。你真的变了。柳梦瑶看着林子东棱角分明的侧脸，有过刹那的悔意。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没有退路可言。再次深深看了林子东一眼后，柳梦瑶这才扶着墙，一瘸一拐地离开了林子东的出租屋。林子东来到冰箱前，取出一罐啤酒，盯着良久又放了回去。回到沙发上，林子东盘膝坐下，开始运转功法。一缕缕微弱的灵力被他吸入体内炼化，虽然这点灵力远不如给白洁治疗一次来得多，但林子东相信积少成多，毕竟白洁只是个例外，也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帮助自己修炼提升修为，所以除了白洁，正常修炼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他倒是可以考虑多收一些那样拥有灵力的原石回来，只是那样需要庞大的资金，就他手里这三瓜两枣，连一块原石都买不下来。看来眼下还是先多弄点钱才是王道啊。对了，林子东突然眼睛亮了起来，他想起自己成为修仙者后，感官变得异常敏锐，尤其是视力和触觉。如果自己在赌石城能够感受到拥有灵力的原石，那这种能力是不是同样用在古玩市场也能有所收获？林子东也曾对古玩十分感兴趣，但被几个鳖孙骗过几次之后，他就老实了，分分钟几个月工资就没了。到现在想起来，林子东都觉得无辜肉疼。如今他已经今非昔比，绝对不会再吃同样的亏，而且古玩市场不会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自己，正适合自己。等明天忙完养老院的工作，就去古玩市场再看看，说不定这就是他改变命运的契机。窗外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进来，林子东却感觉浑身燥热。他重新盘膝坐下，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林子东再次闭上眼，很快便沉浸在修炼中。只是这一次，他吸收灵力的速度似乎比刚才快了那么一丝丝，仿佛连天地间的灵气都感受到了他的决心。与此同时，中心医院的 VIP 病房里，柳梦瑶在门前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裙，然后漱了漱口，又补了补被蹭花的口红，这才推开病房的门走了进去。病房里，王爷脸色难看的厉害，看到柳梦瑶回来，强忍着怒意问道：“你怎么去了这么久？”老公柳梦瑶看到王爷生气，急忙拉着他撒娇：“林子东实在太过分了，他竟然把我关在了门外，你看我都冻感冒了。”关在门外？王爷脸色稍稍缓和，但一想到柳梦瑶和林子东单独见面，心里就一阵不爽。他冷哼一声，一把将柳梦瑶拽到身边，粗糙的手指在他脸上用力捏了捏。那小子没对你动手动脚吧？柳梦瑶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往被子里缩了缩，避开王爷探究的目光，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没有了，他怎么敢？就是跟我吵了几句，说我当初不该跟他分手，还说还是你不是好东西，让我离你远点。但只有我知道你对我的好。”王爷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搂过柳梦瑶，在他嘴上亲了2口，算他识相。不过宝贝，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那种穷酸小子，多看一眼都觉得晦气。柳梦瑶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脸色有点不太自然。林子东那样对他，他还没刷牙，现在又被王爷亲着，王爷觉得嘴里黏黏的，想着可能是口红，也就没放在心上，那只手也开始不老实起来。可他的2条胳膊依旧疼痛难忍，还没摸上几下就没了继续的心情。柳梦瑶也偷偷松了口气。对了，他没说报警的事儿？王爷一脸不爽地问道。柳梦瑶急忙道：“他说不会报警的，还说什么？”王爷眯起眼睛问：“还说让我们以后不要再招惹他，否则下次他就废了你。”柳梦瑶半真半假地说着，他了解王爷，知道他疑心重，自己不说严重一点，他是不会完全相信自己的。果然，王爷听到柳梦瑶的话，五官都有些扭曲起来。妈的，老子迟早弄死这个孙子！王爷怎么也想不通，林子东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大狗可是豹哥手底下最能打的，那些街溜子哪个见到大狗不点头哈腰？可是他们这么多人竟然打不过林子东。他倒是还认识一些小混混，但那些家伙还不如大狗，可花100万让那个豹哥出手也太贵了，再加上之前给大狗的，还要再补偿大狗50万，这里外里加在一块200万就出去了。200万啊！就算是王爷也感觉一阵肉疼。这200万要是花在女人身上，他能找多少女人？妈的，林子东你给老子等着！老公，这里太小了，今晚我不能陪你睡了，明早我再来看你。柳梦瑶身子软得不像话，现在完全是在死撑。她也担心王爷真的对她做什么，再看出点什么来。王爷有些不高兴，可一想到自己现在这样什么都做不了，
这 VIP 病房也没有其他床位，的确睡不下，这才说道：“去吧去吧，吧唧。”柳梦瑶亲了王爷一口，对他抛了个媚眼道：“等你好了，我再好好伺候你。”看到王爷又有些蠢蠢欲动，柳梦瑶急忙道：“那我先走了，老公你好好休息啊。”不等王爷开口，柳梦瑶已经匆匆离开了病房。离开医院，柳梦瑶突然想到自己还没有吃避孕药，可她现在实在太累了，还是明天再说吧。翌日清晨，林子东在出租屋里修炼了一夜，体内的灵力虽然依旧微弱，却比昨日凝练了不少。他睁开眼，眸中闪过一丝金芒，伸了个懒腰，骨骼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轻响，一夜的疲惫一扫而空。简单洗漱一番，林子东照了照镜子，咧嘴笑了。妈的，突然感觉自己又帅了，随便换了身衣服，林子东就离开了出租屋。早餐也是在外面的包子铺解决的。他拿出手机看了看，自从昨晚后，孙兰兰就再没有回过自己的消息。林子东正犹豫要不要主动发个消息，孙兰兰已经将车停到了他的面前。上车，林子东愣了下，急忙上了车。完蛋了！孙兰兰紧紧握着方向盘，深吸了口气，小脸满是凝重。林子东还是第一次看到孙兰兰这样的神情，不禁觉得有些可爱。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我爸妈这次回国是想给我介绍个对象。孙兰兰扭头看向林子东几眼，这才继续道：所以我说我有男朋友了，但是他们不相信，所以想见见我男朋友。林子东立马秒懂，他知道孙兰兰还没有真正接受自己，于是问：所以你是想让我假扮你男朋友？孙兰兰拉住林子东的衣服，可怜兮兮的扯了两下。林子东，你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这个林子东也有些头大，他跟柳梦瑶交往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他的父母，只知道他还有个弟弟和妹妹，弟弟才初中，妹妹现在好像才大二。当初两人在一起时，柳梦瑶总说等他事业稳定了再提见家长的事，现在想来，不过是那时的他从未真正把他放进未来的规划里。假扮男朋友这种事很容易穿帮吧？林子东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毕竟见父母也不是小事，如果被孙兰兰的父母看出破绽，反而会给他添麻烦。不会的不会的，孙兰兰急忙摆手，生怕林子东会拒绝自己。我爸妈很好说话的，你只要装作对我很上心的样子就行，他们问什么你就随便应付两句，撑过这顿饭我马上送他们回去。林子东只是稍稍犹豫片刻后就答应了下来。好吧，那什么时候？今晚可以吗？孙兰兰打算速战速决，正好借着这次机会彻底堵住他们二老的嘴。林子东想到今晚好像还有庆功宴，不过这庆功宴好像也没有多么重要。行，那就今晚吧，我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谢谢，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孙兰兰如释重担地松了口气，她还真的有点害怕林子东会拒绝自己。虽然两人发生了那种关系，但毕竟不是男女朋友，而且见父母这种事情，她也是第一次。那你上午还有什么事情吗？孙兰兰还想带着林子东去买几件衣服，最好再换个发型。一会儿我要去一趟养老院，下午还要回公司做汇报总结，晚上还有庆功宴。不过林子东看了孙兰兰一眼，我现在好像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你还真够忙的。孙兰兰嘟囔了两声，然后好奇问道：对了，那你去养老院做什么？当然是发展业务啊。林子东两手一摊，撇撇嘴道：没办法，谁让我不是一个富二代呢，所以我只能努力去做个富一代了。去北山养老院卖保险。孙兰兰被林子东给逗笑了，那你还真的是敬业。不过我刚好也想买份保险。真的假的？林子东眼睛亮了起来，孙兰兰这个小富婆买保险，份额应该也不小吧？孙兰兰白了林子东一眼，财迷，哪有男人不爱财的？林子东话锋一顿，继续道：再说这年头，男人没钱，别说结婚娶老婆，稍不留神，女朋友都会跟别人跑了。孙兰兰白了林子东一眼道：你总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坏了一锅汤吧？又不是所有女人都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林子东配合的点头，也是，我家兰兰就不是。谁是你家的？孙兰兰瞪了林子东一眼，但那嘴角却忍不住微微翘起。对了，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我陪你去养老院看看吧。林子东愣住，你？对啊，其实我爷爷也在北山养老院，我也好久没有去看他老人家了。孙兰兰说完，脸蛋又变得红扑扑的。他没有告诉林子东，其实只要林子东能够获得他爷爷的认可，他爹妈那边就肯定没问题。他爸爸妈妈一直最怕的就是爷爷，只不过爷爷在2年前将公司丢给了他爸妈，自己住进了养老院。但家里如果真的有重大决策，最后拍板的还是他爷爷。林子东闻言，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原来他陪自己去养老院还有这层原因。他看着孙兰兰泛红的脸颊，忍不住调侃道：这么说
我不仅要假扮男朋友，还得先过你爷爷这关。孙兰兰被他戳中心思，立即发动了车子。什么呀？我就是顺便去看看爷爷，你别想太多。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暗自嘀咕，爷爷眼光一向毒辣，希望林子东别露馅才好。北山养老院，林子东换上了护工服，正打算带着孙兰兰四处转转，却发现他对这里竟然比自己还熟悉。你经常来这里？对啊。孙兰兰甜甜一笑，然后笑眯眯地打量着林子东道：你不会害怕了吧？林子东故作镇定地挺直腰板：怕？怎么可能？真的？孙兰兰眼神狐疑。好吧。林子东摸摸鼻子，是有那么一丢丢的紧张。不过话说回来，你爷爷喜欢什么样的年轻人？孙兰兰认真想了想道：怎么说呢，我爷爷不喜欢偷奸耍滑的人，而且我爷爷眼光很厉害，所以在他面前不要撒谎，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就在两人说话间，孙兰兰突然停下脚步，指着不远处一位坐在轮椅上晒太阳的白发老人：那个就是我爷爷。林子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老人穿着干净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正眯着眼睛看着天空，神情悠闲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威严。他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老爷子看起来就不好对付啊。走吧。孙兰兰大胆地挽住林子东，朝着老爷子的方向走去。老爷子似乎察觉到有人靠近，缓缓睁开眼，目光落在两人相挽的手上，随即抬眼看向林子东，眼神平静却带着审视。孙兰兰心里一紧，连忙松开手，有些结巴地介绍：爷爷，这是我的朋友林子东，他也是来养老院做志愿服务的。林子东定了定神，主动上前一步，微微躬身道：孙爷爷您好，我叫林子东，是兰兰的男朋友。孙兰兰眼睛瞪大了几分，似乎是没想到林子东这么大胆地介绍自己。他本想开口纠正，却被老爷子投来的目光打断。老爷子的眼神在林子东身上停留了几秒，那目光像是带着穿透力，仿佛要将林子东从里到外看个通透。林子东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但还是保持着镇定，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孙兰兰站在一旁，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生怕林子东说错话。老爷子拄着拐杖站起身来：年轻人，你是做什么的？林子东正要开口，突然想起李婷的提醒，保险二字都挂到了嘴边，又被他硬生生地咽了回去。爷爷，我是做推销的。推销？老爷子目光在林子东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突然轻笑道：职业不分贵贱，但诚实难得可贵啊。孙兰兰眼睛一亮，小声说道：爷爷是在夸你呢。只有林子东知道，这老爷子看似是在夸他，但却并未真的认可他的身份。不过这些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孙兰兰什么家境，自己什么家境，他心中有数。但林子东不认为自己日后的成就会落后于任何人，其实就连林子东自己都没发觉。在他成为修仙者后，不单单是本身的变化，心境也早已与以前的他大不相同。兰兰，陪爷爷散散步吧。老爷子目光落在孙兰兰身上，笑容和蔼可亲。孙兰兰挽着老爷子，偷偷给林子东使了个眼色。林子东会意，安静地跟在两人身后。路上，孙兰兰叽叽喳喳地说着最近的趣事，老爷子听得很认真，时不时发出几声轻笑。林子东默默观察着，发现这位老人虽然看似悠闲，却总能在孙兰兰说话的间隙，不经意地用余光扫向自己，那目光里的审视从未消失。他知道，真正的考验从现在才刚刚开始。走了一段路，老爷子突然停了下来，一只手摸了摸衣兜。爷爷，您怎么了？孙兰兰看出爷爷脸色好像有些不太对劲，急忙问道。哟，老爷子捂着心口，脸色发紫的嘴唇也哆嗦起来。孙兰兰摸了摸老爷子裤兜和衣兜，确定爷爷真的没有带药，立即叫了起来：来人啊，快来人！他爷爷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各大医院也都看过了，但专家的建议就是换心脏，但他爷爷年岁大了，如果要做心脏手术，失败的概率很大。不做的话，只要保养得当，也能再多活几年。可如果做手术一旦失败，那就真的就不会回来了。所以他爷爷将公司交给了他爸妈，来到了这家养老院。他爸妈也不止一次提过，想要接他老人家回去，可爷爷不喜欢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拒绝了。这2年，爷爷身体恢复的一直不错，怎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犯病了？养老院的几名医学教授匆匆赶来，他们都曾是医院的权威专家，退休后就被养老院返聘到了这里。就算市中心那些医院的主任院长看到这些老教授，都要恭恭敬敬地叫他们一声老师。让让，韩爷爷，您快看看我爷爷怎么了？孙兰兰看到来人，先是松了口气，可很快又紧张了起来。
韩世斌是心脏方面的专家教授，在国内都有着一定的知名度。我看看。韩世斌示意孙兰兰先别着急，立即上前给老爷子服下了药，又做了心肺复苏，可效果却并不明显。老爷子的呼吸越来越微弱，脸色紫得像茄子。韩世斌额头渗出冷汗，一边按压胸口，一边急声道：“快，除颤仪，准备静脉注射肾上腺素。”旁边的护工手忙脚乱地推来仪器，电极片刚贴上老爷子胸口，一阵电流击过，老人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随即又软了下去。心电图依旧是一条微弱的直线。孙兰兰吓得腿都软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爷爷，爷爷，您醒醒啊！林子东蹲下身，趁着没人注意时，悄悄将手指搭上老爷子的手腕，指尖传来的脉搏细若游丝，几乎感觉不到跳动。他皱起眉头，将自己的灵石探入老爷子的体内，只见一团浓郁的死气缠绕在心脏周围。原本应该鲜活跳动的心脏，此刻像个破败的风箱，每一次收缩都带着撕裂般的疼痛。韩世斌放下除颤仪，叹了口气，对着孙兰兰摇了摇头：“兰兰，给孙老准备后事。”林子东突然打断韩世斌：“孙爷爷还有救！”韩世斌一愣，转头看向这个穿着护工服的年轻人，自己的医术被质疑，让他眼神里带着几分不悦：“小伙子，我知道你是兰兰的朋友，但医学不是儿戏。老爷子的心脏已经衰竭到极限了，就算救护车赶来，恐怕也……他是心脏方面的权威教授，连他都救不了的人，放眼国内，恐怕都没人能够救得活。”林子东没理会他，而是迅速咬破手指，强行逼出了一滴自己的精血，喂入老爷子的口中。他是修仙者，精血中蕴含的灵力能够护住老爷子的心脉，替他争取更多的时间。你在做什么？韩世斌看到林子东的举动，只觉得可笑。他们已经用过了抢救措施，但救不回来就是救不回来。子东，我爷爷他，放心，有我在，孙爷爷就不会有事。林子东深深看了孙兰兰一眼后，也顾不上还有其他人在场，双手结印，低声念道：“天地玄宗，万气本根，金光素现，护护真人。”随着口诀响起，方圆1里内的灵力都被调动，全部涌入老爷子的体内，那团缠绕心脏的死气也开始缓缓消散。林子东脸色有些苍白，这回春术是终极术法，以他现在的境界修为来使用，还是太过勉强了些。可他不敢停下，否则孙老爷子就真的无力回天了。老爷子原本发紫的嘴唇渐渐恢复了一丝血色，微弱的呼吸也变得平稳起来。韩世斌和旁边的护工都看呆了，刚才那金光是什么？这场景简直比科幻电影还离谱。孙兰兰更是瞪大眼睛，忘了哭泣。她能清晰地感觉到爷爷的身体正在回暖。大约过了3分钟，林子东猛地收回了手，顾不上自己的虚弱，抬头对目瞪口呆的韩世斌说：“快给老爷子输点生理盐水，应该很快就能醒来。”韩世斌回过神来，连忙指挥护工：“快准备输液，按我说的配比。”他虽然不懂林子东用的什么方法，但老爷子的生命体征确实在恢复。作为医生，他必须抓住这丝希望。看到爷爷转危为安，孙兰兰扑到林子东怀里，哭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声音颤抖：“你刚才那是什么？”林子东揉了揉他的头发，虚弱地笑了笑：“祖传的急救方法，保密。他总不能说自己是修仙者吧？要不是自己接受的传承，这种事情说出去，还不直接将他当成精神病，给送进精神病院？”这时，老爷子的手指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缓缓睁开了眼睛。“爷爷！”孙兰兰喜极而泣，急忙来到孙老爷子身旁。老爷子看了看孙兰兰，又转头看向林子东，眼神里不再有之前的审视，反而多了几分探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他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小友，刚才那是仙家手段？”林子东心里咯噔一下，这老爷子竟然知道修仙。老爷子您说笑了，就是点土方子。一名女护工忍不住问道：“那刚才的金光是什么？”林子东干咳了声，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个啊，也许是那块玻璃折射的光线吧。我还纳闷呢，什么东西这么刺眼？”老爷子没再追问，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对孙兰兰说：“兰兰啊，这小伙子不错。”孙兰兰脸颊一红，偷偷掐了林子东一把，心里却是忍不住开心。看来爷爷这关算是过了。老孙啊，你可吓死我了！韩世斌与孙武是多年好友，现在见他活了过来，自然是打心眼的高兴。孙老爷子感激地看向韩世斌，有些虚弱道：“老韩，又麻烦你了。”“不麻烦，再说这次救你的人也不是我，是这位小兄弟。”韩世斌看向林子东，眼中带着歉意。就在刚刚，他还想着这是哪里跑出来的愣头青，还敢质疑他这个心脏专家，
可现在他只觉得惭愧啊！如果自己当时阻拦，岂不是害死了他这老伙计？那神乎其神的手段，简直跟科幻片一样。要不是自己亲眼所见，他绝对不相信这世上还有这样的能人异士。如果自己也能学会这样的医术，自己岂不是能够救治更多心脏有问题的病人？想到这里时，韩世斌呼吸都变得急促了几分，看向林子东的眼神都变得火热起来。话又说回来，兰兰这丫头和这小伙子的关系好像不太一般啊。不过没关系，不就是孙女吗？她也有个漂亮的大孙女啊，而且还是学医的，有机会她倒是不介意撮合撮合。这年头只要没结婚，万事皆有可能啊。子东，我爷爷是好了吗？看着自己爷爷被护工用担架抬回房间，孙兰兰小声地问道。林子东哭笑不得，虽然他有把握彻底治好孙爷爷的心脏，但以他现在的境界修为，这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情。还没有，不过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应该可以治好孙爷爷的心脏病。真的吗？孙兰兰下意识地抓住林子东，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孙兰兰眨眨眼睛道：对不起啊，我太高兴了。如果换做其他人说这种话，他是肯定不会相信的。但是他不止一次看到过林子东的手段，所以对他的话也是十分信任。他相信林子东不会欺骗自己。这时，韩世斌匆匆走了过来，脸上带着几分不好意思，又难掩激动。小兄弟，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还请你别放在心上。他说着，对着林子东深深鞠了一躬，姿态放得极低。林子东连忙扶住他：您言重了，当时情况紧急，您也是为了孙爷爷的安全考虑，我能理解。韩世斌见他如此大度，更是羞愧。小兄弟，你这医术简直是神乎其技，不知道师从何门，有没有兴趣收个徒弟？孙兰兰眼睛瞪得大大的，韩世斌可是心脏这方面的专家，在医学界也是泰山北斗般的存在，他竟然要拜林子东为师。林子东闻言也是一愣，他也没想到对方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您太抬举我了，我这点三脚猫手段，哪里敢收您这样的高徒？韩世斌却不放弃：小兄弟，你太谦虚了，刚才您那一手可不是三脚猫功夫能比的，只要您肯教，我韩世斌愿拜您为师，学费方面您尽管开口，我绝不还价。林子东看得出他是真心想学，但他教不了，也没办法教，连他自己现在都是个半吊子，怎么收徒弟？实在抱歉，我真的没打算收徒。林子东谦虚的拒绝。这韩世斌有些不死心。这时另一个护工匆匆赶来：韩老，孙老那边还需要您过去。好吧，我这就过去。韩世斌答应了声音，然后又以担心孙老再次复发为由，要了林子东的联系方式。韩爷爷对医术很执着的，你不收他为徒，他应该不会轻易罢休的。孙兰兰小脸古怪，她想不通林子东这么优秀，那个柳梦瑶竟然会跟这样的男人分手，钱就真的这么重要？林子东无奈地笑了笑，他能理解韩世斌对医术的渴望，但自己的情况实在特殊，那些手段也并非真正的医术。自己要是说带着人家修仙的话，人家还不得以为他脑子有问题。先别管这些了，我们还是去看看孙爷爷的情况吧，刚做完治疗，需要好好休息。孙兰兰点了点头，两人一起朝着孙老爷子的房间走去。房间里，护工正在小心翼翼地为老爷子擦拭着额头。老爷子虽然又睡了过去，但呼吸已经平稳了许多，脸色也比之前红润了不少。林子东站在一旁，仔细观察着孙老爷子的脉象，确认没有出现异常波动后，才稍微松了口气。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稳定，后续还需要持续的调理和治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了，兰兰，韩世斌来到孙兰兰面前道：你爷爷刚才特意交代过，让你不要将他犯病的事情告诉你爸爸妈妈。孙兰兰眼神突然有些暗淡下来，看来爷爷还是没有原谅他们。自从他爸爸妈妈接手公司以后，2年都没有来看过爷爷，偶尔回过一次，也是第2天又匆匆离去。其实他知道爷爷一直都想见他们，但爷爷要强了一辈子，又在生他们的气，不想见他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林子东看着孙兰兰有些低落，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别太难过了，孙爷爷心里肯定是惦记叔叔阿姨的，只是嘴上不说而已。或许等他身体好一些，你们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聊聊，很多误会就能解开了。孙兰兰吸了吸鼻子，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希望吧，谢谢你，子东。他知道今天要不是林子东在这里的话，或许他爷爷就真的……林子东笑笑：那我先去忙，你在这里陪爷爷吧，等我下班再来找你。孙兰兰甜甜一笑，仿佛屋子里的光线全部都落在了她的身上。林子东与孙兰兰对视了一眼：那我就先走了。不等孙兰兰开口，林子东已经转身离开了房间。
韩世斌又替孙老爷子做了详细的检查，却惊讶地发现老爷子的心脏似乎比之前跳动得更加有力。如果一定要形容的话，就好比一个70多岁的心脏突然年轻了好几岁。奇迹啊！到现在回想起刚才神奇的一幕，韩世斌都觉得自己仿佛在做梦一样。兰兰啊！听到韩世斌在叫自己，孙兰兰回过神来，韩爷爷，我爷爷他怎么了吗？没有，你爷爷现在很好。韩世斌咳嗽了2声，又看了眼病床上的孙老爷子，这才压低了声音问道，那个林小友他是你男朋友吗？孙兰兰脸蛋一红，想到自己与林子东的关系，其实她也不能肯定究竟算不算，毕竟她当时说过不用林子东对自己负责的。今天她也只是假扮自己的男朋友，并不算是自己真正的男朋友。他还不是，但是我不是啊，那太好了。韩世斌喜出望外，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立即压低了声音，兰兰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你也知道我家那臭丫头眼高于顶，迟迟都没有看上的男孩子，我觉得林小兄弟就不错啊。啊！孙兰兰傻眼了，她当然知道韩雪，两人不但认识，还是很好的朋友。韩爷爷不会是想把林子东介绍给韩雪吧？韩世斌看出孙兰兰有些心不在焉，于是继续问道，那个兰兰啊，你不会也对林小兄弟？没有，我们只是很好的朋友。孙兰兰轻轻咬了咬下唇，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韩雪在医学院时就是医学院的院花，她的追求者比起自己都是只多不少。如果韩爷爷真的要撮合她跟林子东，他会答应吗？韩世斌笑着点点头，那就好，那你看能不能找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孙兰兰脑袋都大了一圈，韩爷爷，这个你跟小雪是好朋友，像她这么大早就应该结婚生子了，你叔叔阿姨都要急死了。韩世斌根本不给孙兰兰拒绝的机会，他好歹也是过来人了，以他的眼力如何看不出，就算孙兰兰还没有跟林小友在一起，两人的关系肯定也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不过当务之急是把自家孙女的终身大事解决了，毕竟林小友这样的青年才俊可遇不可求，先下手为强总没错。韩世斌越想越觉得这是靠谱，脸上的笑容也越发灿烂，仿佛已经看到林子东和自家孙女站在一起的画面。到时候就算自己不用拜师，他这个做爷爷得跟孙女婿请教一下医术，他还敢不搭理自己不成？孙兰兰看着韩世斌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他完全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韩世斌见孙兰兰犹犹豫豫，于是又给他添了一把火，兰兰，韩爷爷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你不会拒绝我这老头子吧？那好吧，我试试。孙兰兰苦着小脸，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可是这件事他怎么跟林子东去说？自己怎么说得出口啊？韩世斌好像没看出孙兰兰的为难，立即拍手道，太好了，兰兰啊，我家小雪的幸福就全都靠你了。孙兰兰。下午2点，林子东忙完陈奶奶这边，就带着孙兰兰离开了养老院。一路上孙兰兰都没有说话。小姑奶奶，谁惹你不高兴了？林子东开着车用余光看着孙兰兰问道。孙兰兰轻哼了声，扭头看向窗外。林子东一脸懵逼，难道是因为自己忙得太久忽略了他，所以才跟自己生气了？孙兰兰依旧沉默，只是眼神飘忽，时不时偷偷瞟一眼林子东，嘴唇动了动，却又把话咽了回去。他心里乱糟糟的，韩爷爷的嘱托像块大石头压着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跟林子东提介绍韩雪的事。毕竟早上两人还在爷爷面前假扮情侣，现在转头就要把他介绍给别人，这算什么事啊？林子东见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更是摸不着头脑。孙兰兰深吸了口气，小脸严肃地看向他，林子东。林子东看到孙兰兰终于愿意开口，立马坐直了身子，小祖宗，你终于愿意跟我说话了，你都憋死我了。你喜欢我吗？喜欢。林子东想都不想地说道。听到林子东的回答，孙兰兰脸蛋迅速染上一抹红晕，心跳也加快了许多。她没想到林子东回答得这么痛快。兰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孙兰兰认真道，那你答应我，在我没有接受你之前，你也不准跟别人在一起。可以。林子东痛快地答应，然后好奇问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还不是怪你。孙兰兰嘟着嘴将事情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林子东乐了，这么说我还挺抢手的。孙兰兰一只小手熟练地摸向林子东的腰间，气鼓鼓道，这么说你很想去见我的好闺蜜了？没，我就开个玩笑，我答应你肯定不见，打死也不见。其实林子东一点也不疼，但还是装出很疼的样子。不行，你必须得见。孙兰兰有些无奈道，我都答应了韩爷爷，所以你一定要见，
不过我那位闺蜜眼光很高的，她也未必能看得上你。林子东，这话说的怎么好像他很差劲一样？想当年上大学时，他也是大学的一根草，原本又极为广阔的森林就摆在他的面前，可惜他没有珍惜。林子东现在回想起来，那叫一个后悔啊！那可说不准，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王八绿豆各有所爱，万一那个叫韩雪的就喜欢我这种。林子东，你就是个王八！我错了，别闹，开车呢。林子东回到公司时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孙兰兰也要提前回去准备一下，所以就先回去了。子东哥，你上午怎么没有来公司？圆圆拿着自己做的午饭来到林子东的办公桌前，你吃饭了吗？圆圆，我吃过了。林子东笑着道，以后你就不要总麻烦给我送早餐午餐了，公司有食堂，而且我也不经常在公司吃。不麻烦的。圆圆急忙摇头，因为这是他唯一接近子东哥的机会，要是连饭都不能送了，以后他连见到子东哥的机会都少了。林子东看着圆圆眼里那点小心翼翼的期待，心里微微叹了口气。那我先工作了。子东哥，那我不打扰你。圆圆恋恋不舍地看了林子东几眼后，这才1步3回头的朝着自己办公区走去。林子东看着他的背影，无奈地摇了摇头，听见手机响了2声，拿起手机看了眼，是孙兰兰给他发了条消息。孙兰兰，晚上7点，月亮湾餐厅，穿正式点，别给我丢人。后面还跟了个生气的表情。林子东哭笑不得，回了个收到，心里却开始琢磨晚上该怎么应对孙兰兰的父母。想了半天，林子东干脆拿起手机在百度搜索了一下，如何应对有钱的岳父岳母，怎么让岳父对自己刮目相看。林子东越看越觉得这东西不靠谱，网络上的回答五花八门。有网友说，只要自己比岳父钱更多，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有道理，可这特么是废话。也有网友回答，抓住岳父把柄，就不怕他不乖乖就范。林子东觉得这个办法还算靠谱，但他马上就要去见孙兰兰的父母，他上哪里抓人把柄去？再说，为了让人家认可自己，就去找人家把柄，如果被兰兰知道，又会怎么看待自己？不过这最后一条倒是吸引了林子东的注意，虽然未必用得上，但可以准备一下，以防万一。就是这招有点狠。林子东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把手机扔到桌上，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发呆。他想起孙兰兰说过他父亲喜欢下棋，母亲则对园艺颇有研究，可下棋他只会点皮毛，园艺更是一窍不通。算了，不管了。林子东深吸了口气，觉得就做自己，只要自己有这个心意，那2位愿不愿意接受自己，那是他们的事情，只要自己尽力了就好。想通了这些，林子东心里一下舒畅了不少。叮咚，林子东拿起手机，张琴，子东弟弟，晚上你还过来吗？林子东倒是想过去，不过想到今晚还有正事，林子东，今晚恐怕不行，改日吧。手机那边，张琴看到林子东回复的消息，先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失望，但看到后面那3个字时，顿时被逗得咯咯直笑。这个小坏蛋！张琴说完，又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于是喃喃自语道：应该说大坏蛋才更贴切一些。正要放下手机，手机又响了起来。这个坏蛋改变主意了。可看到来电提醒时，张琴脸上笑意缓缓收敛，有些不情愿地接起了手机。小野，妈，你能不能再给我拿点钱？医院的病房里，王爷脸色有些难看，他明明已经给了大狗50万，告诉他剩下的事情不需要他们再帮自己，可那个家伙竟然威胁他说豹哥已经答应出面了，他用不用帮忙，这100万都是必须要给的，如果不给，后果自负。王爷听说过雷暴的大名，雷暴不光是什么武者，手底下还有几百个小弟，据说就连那些大公司的老板都要给雷暴3分薄面。王爷自然不敢得罪这样的人物，可他手里的100万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从家里偷出来的古董也还没机会去卖掉。更让王爷绝望的是，大狗就给了他1天的时间，如果他拿不出来这100万，那些疯子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不是刚刚给了你100万，怎么又要钱？张琴皱起了眉头，他从在花钱这方面约束过王爷，毕竟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张琴也曾想过，自己100年之后，所有的一切不都是留给自己儿子和孙子孙女的？只要他不惹是生非，花点钱也就花了。但就算花钱，是不是也应该有个限度？这短短没到1个月的时间，王爷前前后后找自己要的零花钱已经超过了700万，就算他是公司总经理，年薪也不过数千万。小野，你到底做了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钱？妈，我就是跟朋友一起合伙开公司，真的。等我赚了钱，到时候双倍还给您，还不行吗？
王爷已经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大狗说了，今天他要是拿不出这100万，就抓柳梦瑶去陪豹哥1个星期，然后再陪他3天，让自己的女朋友去陪别的男人。这要是传出去的话，以后他还怎么在自己这个圈子里面混？这一次张琴没有妥协，他沉默了片刻道，好，那明天我去你们的公司看看，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再资助你100万。妈，你不相信我？王爷有些气急败坏。明天？等到明天，他女朋友都成别人的玩物了，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你吗？想要钱的话，明天等我的电话。张琴说完，也不等王爷再次开口，就挂断了电话。看到王爷再次打来，索性设置了拒接。啊！王爷愤怒地在病房里面大吼大叫，将桌上的果篮和碗筷全部打翻在地。他现在恨透了林子东，要不是因为林子东，自己也不会被大狗盯上，这一切都怪他。老公，你怎么了？柳梦瑶刚刚从外面回来，就看到王爷在病房里面好像发疯一样砸着那些东西。王爷看向柳梦瑶，只要让柳梦瑶陪大狗和豹哥几天，这事儿一样能过去。可他对柳梦瑶的新鲜劲还没够不说，他的面子也放不下，最重要的是他咽不下这口气。我要弄死林子东！柳梦瑶被王爷疯癫的眼神吓了一跳，他也恨林子东的绝情，可杀人可是要偿命的，他可不想因为王爷的一时冲动就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搭进去。老公，我们还是算了吧。算了。王爷一把抓过柳梦瑶的头发，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说，你是不是还在乎他？没有，我没有。柳梦瑶疼得大叫，我心里只有你。王爷眼神凶狠地盯着柳梦瑶，仿佛要将她生吞活剥一般。大狗他们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们说得出做得到，他们跟我要100万，今天要是拿不出这100万，你就等着被他们带走吧。柳梦瑶被他狰狞的表情吓得浑身发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王爷，你不能这样对我，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好不好？求求你了，那个大狗有花柳病啊，他要是真的跟了那样的人发生什么，不光王爷会甩了他，他的这辈子也全都毁了。王爷眼神冰冷地看着柳梦瑶，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别的办法？现在除了让你去陪豹哥，还有什么办法能凑到100万？你以为我想让你去吗？还不是被林子东那个混蛋害的。他也舍不得把柳梦瑶送到别人床上，但一个人倒霉总比2个人一起倒霉要强吧。再说女人而已，他想要的话，什么样的女人没有？王爷，你不能这样对我。柳梦瑶眼中满是绝望，直到此时此刻，她才开始后悔自己背叛了真正爱她的男人。跟着王爷，她的确很开心，因为她能在物质上满足她的需求，可除了物质，她几乎没有一样能强过林子东。不想跟别的男人睡，你就自己去凑这100万。王爷已经打算破罐子破摔了，他妈都不管他了，自己上哪再弄100万出来？而且他骗钱做生意的事情，如果被他妈知道的话，以后他都别想再从家里拿出一分钱来。王爷，你王八蛋，哭哭啼啼有个屁用！你自己有2个选择，要么你去陪豹哥，要么你自己把100万变出来。柳梦瑶跌跌撞撞的想要离开病房，王爷看着柳梦瑶的背影，冷冷道，豹哥想要找你，你藏在哪都没用，你只有1晚上的考虑时间，想清楚吧。柳梦瑶扶着墙壁，双腿发软地冲出病房，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却让她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分。她突然想起林子东曾经对她的好，想起他每次加班后都会绕远路给她买最爱吃的糖炒栗子，想起他把仅有的积蓄偷偷塞给她，让她给生病的母亲买药，想起他说，梦瑶，等我攒够了钱就娶你回家。那些被他刻意忽略的温暖，此刻像针一样密密麻麻地扎进他的心脏。如果自己当初没有因为虚荣离开林子东，现在是不是就不会落到这般田地？柳梦瑶蜷缩在楼梯间的角落，抱着膝盖失声痛哭。林子东，对了，林子东那么爱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帮自己的。柳梦瑶眼底再次燃起一丝希望，哪怕到了现在，她也不相信林子东真的不爱她了。或许只是自己把他伤得太深，所以他才生气，不想理自己。柳梦瑶相信，只要自己认真道歉，祈求他的原谅，林子东一定会原谅自己的。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好好在一起，再也不分开。柳梦瑶颤抖着手从包里翻出手机，屏幕上还残留着之前和王爷的聊天记录，那些甜蜜的话语此刻看来无比讽刺。她想给林子东打电话，却突然想起自己已经被他给拉黑了。对了，微信。柳梦瑶想起自己好像还能看到林子东的朋友圈，他没有拉黑自己的微信，是不是说明其实他还是在乎自己的？他颤抖着手发出了一条消息：柳梦瑶，林子东，我有很重要的事
想要当面跟你说。你在哪里？我去找你好不好？与此同时，月亮湾餐厅，林子东正要下车，就听见手机传来消息。他还以为是孙兰兰的消息，就拿起来看了眼，可看到是柳梦瑶时，顿时觉得一阵晦气。我操！微信竟然忘记把他给拉黑了。迅速打开微信，林子东连柳梦瑶发的是什么都没看，直接拉黑删除。他不想再跟这个女人扯上半毛钱的关系。林子东收起手机，今晚他还要见孙兰兰的父母，可不能因为不相干的人影响了心情。收起手机，林子东刚刚走进餐厅，就看到孙兰兰正在对他摆手。我没有迟到吧？林子东穿着十分休闲，却又不失正式，他浑身上下加在一起也没超过500块，甚至显得与这餐厅有些格格不入。但是林子东不在乎这些，除了孙兰兰给他买的那些衣服，这已经是他最贵的一套衣服，所以他也并不觉得穿成这样就是不尊重孙兰兰的父母。我给你买的衣服怎么不穿？孙兰兰偷偷掐了林子东一把，咬着牙问道。林子东不着痕迹地抓住那只使坏的小手。你不是说让我真实一点吗？孙兰兰娇嗔地白了他一眼，他让林子东真实一点，也没让他这么真实啊。感觉到那只大手紧了紧，孙兰兰下意识地挣扎了2下，见林子东没有松手的意思后，索性也就没有继续挣扎，任由他牵着自己。可是当着自己爸爸妈妈的面，孙兰兰只觉得自己脸蛋好像很烫很烫。虽然他跟林子东的关系暂时是假的，但是见父母却是真的呀。两人的小动作被孙兰兰的父母看在眼里，就像是一对小情侣在打情骂俏。你就是林子东？孙冠中看向林子东的目光带着审视，一开始他就很不同意这件事，现在看到林子东本人，孙冠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一个穷小子怎么配得上他的宝贝女儿？孙冠中觉得自己女儿肯定是被这穷小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他家里不缺钱，但也要讲究一个门当户对。当然他不是他势利眼，而是眼前这个小子的确配不上自己的女儿。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林子东，是兰兰的男朋友。林子东察觉到了孙冠中对自己的敌意，他觉得岳父看女婿应该都是这样吧。林子东也看出来了，孙兰兰的爸爸这次恐怕来者不善，但是他也有自己准备的杀手锏，这招还是他从网上学来的。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林子东也并不想用那一招，他怕这小老头会受不了那个刺激。如果可以的话，林子东更希望能用真诚打动对方，毕竟这关系到他和孙兰兰未来的相处。孙兰兰的妈妈张芬相对温和些，她打量着林子东，虽然也觉得这年轻人穿着朴素，但眼神还算诚恳。其实她倒是不在乎对方有钱没钱，只要对方是真心待她女儿，其他都好说。有钱可以用有钱人的方式，没钱不是还可以入赘吗？孙冠中开口道。兰兰，你陪你妈妈去趟洗手间。我不想去。孙兰兰担心自己爸爸为难林子东，她太了解他爸爸了。林子东笑着道，兰兰你陪阿姨去吧，没关系的。孙冠中有些意外，看向林子东的眼神缓和些许，但这并不是认可。可是孙兰兰放心不下。兰兰，妈妈都好久没有跟你说话了。张芬拉着孙兰兰，悄悄给她使了个眼色，刚好她也有话想对自己宝贝女儿说。孙兰兰担心自己爸爸会对林子东说些什么过分的话，可看到林子东一个劲儿的给自己使眼色，这才不情愿的起身跟着张芬去了洗手间。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弯子，小子你根本配不上我女儿。孙冠中开门见山道，说吧，多少钱你才愿意离开我女儿？林子东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这么狗血的剧情怎么就能落到自己的头上？关键是他现在对钱的欲望并不强烈，只要多给他一些时间，林子东相信自己不会输给任何人，甚至比那些人更有钱。叔叔，我是真心喜欢兰兰。孙冠中冷笑，像林子东这样的穷小子他见多了，什么珍惜喜欢，这不过就是抬价的理由罢了。200万离开我女儿？林子东摇头，孙叔叔，多少钱我都不会。500万。孙冠中盯着林子东，语气带着几分不善道，小子别得寸进尺，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从兰兰眼前消失。林子东与孙冠中对视了片刻，缓缓吐出一口气，这小老头够劲啊，根本就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如果换做其他人的话，面对这500万以及孙冠中的强势，或许脑子一热真的就答应了。毕竟有多少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500万，这就等于一张彩票从天而降，砸在了你的脸上，换谁谁不心动。看来自己的杀手锏不用不行了。林子东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然后从裤兜里面掏出一根验孕棒，啪的一声拍在孙冠中的面前。这验孕棒还是他从楼下女租户那里
花了100块买来的。叔叔，您觉得这个值多少？什么？孙冠中看向林子东拍在面前的验孕棒，脑瓜子嗡的一下，瞳孔都跟着放大了。我操！他抬起头，直勾勾地瞪着林子东。而且医生说了，兰兰是不易怀孕的体质，如果这个孩子不要的话，恐怕以后林子东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意味深长地看了孙冠中一眼。你小子！孙冠中抓起面前的杯子就想扬在林子东的脸上，可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他要是真的这样做了，最后下不来台的还是他的女儿。孙冠中死死盯着那根验孕棒，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胸口剧烈起伏着，仿佛有团怒火在熊熊燃烧，却又无处发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似老实巴交的穷小子竟然敢做出这种事，还敢拿着这个来要挟自己。林子东也担心自己再把这位未来岳父气出个好歹来，于是轻轻咳嗽了声，放低了语气道：叔叔，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了吗？孙冠中冷哼了声，将那根验孕棒还给了林子东。林子东收起验孕棒道：叔叔，我也不喜欢绕弯子，我是真心喜欢兰兰，不知你觉得我怎么样才能配得上兰兰？孙冠中强忍着怒意咬牙道：听兰兰说你是做金融的。金融？林子东差点直接笑场。好一个做金融！不过他们保险这个行业的确与金融挂钩，说金融其实也没什么毛病，就是一个保险员和搞金融其实差别还挺大的，前者其实有点惹人厌，后者就显得高大上了。叔叔，或许兰兰没有说清楚，其实我是个保险业务员。林子东直接挑明了自己的身份，至少他自己并不觉得做保险是件丢人的工作。他一没偷，二没抢，所促成的单子还能给保险人带来合理的效益，他所赚的钱也都是心安理得。你倒是诚实。孙冠中神情稍稍缓和，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认可了这小子。事已至此，他若是继续反对的话，以兰兰的性子，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人了。林子东道：叔叔，说说您的标准吧。想娶我女儿，你拿什么娶？你有房有车吗？还是有存款？孙冠中打量着林子东，心里也在考虑，实在不行的话，就让这小子入赘他们孙家，以后他们生的孩子至少也得有一个姓孙，这样以后他们孙家的产业就算传了下去，也还是姓孙。林子东被对得哑口无言。车和房子是硬件，这年头没车没房，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叔叔，虽然我现在……别跟我讲以后，我只看当下。孙冠中步步紧逼，他就是要打破这小子的心理防线，让他接受入赘。林子东彻底麻了。百度的评论没有后续啊。看见林子东不说话，孙冠中突然神情缓和了下来。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你答应入赘我孙家，车和房子不是问题，我还可以给你一大笔钱，足够你和兰兰一辈子衣食无忧。入赘？就在林子东沉默间，张芬已经带着张兰兰从洗手间回来。孙冠中压低了声音道：小子，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好好考虑清楚。你们聊什么了？张芬拉着孙兰兰回来，其实她也旁敲侧击了一下，想看看女儿跟这个小伙子发展到了哪一步。如果真的该发生的都发生了，那么她也尊重女儿的意思。有钱的话，门当户对自然最好，没钱那就入赘他们孙家，她也不介意多个亲儿子一样的女婿。没什么，聊了聊工作，小林这个小伙子还不错。孙冠中呵呵一笑，还重重地拍了拍林子东的肩膀，对不对啊，小林？对，我跟孙叔叔一见如故。林子东配合着点头。孙兰兰闻言，小脸满是疑惑和好奇，她还担心他爸爸会为难林子东，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好了好了，我们吃饭吧。小林，你喜欢吃什么？这一顿饭看似其乐融融，但林子东吃的一点也不香，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感觉到没有钱的窘迫感。他不喜欢这么被动，入赘是不可能的。林子东知道，怀孕这件事只能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如果这件事穿帮，别说让孙兰兰的爸妈接受自己，真到了那一步，恐怕他连入赘的资格都没有。吃过晚饭，张芬拉着孙兰兰走出餐厅。孙冠中在经过林子东身旁时，抬起头道：小子，之前我说的话，你考虑清楚。林子东停下脚步，看着孙冠中的背影，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道：孙叔叔，其实我也有句话，我见您红鸾心动，最近可能会犯桃花。孙冠中脸色微微一变，他停下脚步，拧着眉头，惊疑不定地看着林子东。这小子怎么会突然说起这个？自己最近确实和公司新来的那个女实习生走得近了些，不过他还什么都没做，连兰兰他妈都没察觉。这穷小子是怎么知道的？
孙冠中心里一阵发虚，但脸上却强装镇定，冷哼一声：“胡说八道什么？”说完便头也不回的快步追了上去，只是脚步却不像刚才那般从容，背影里透着几分仓促。林子东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这杀手锏果然管用，至少暂时让这位未来岳父乱了阵脚，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一点喘息的空间。林子东知道，仅凭这一句话还不足以彻底扭转局面，但至少能让孙冠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所忌惮，不敢再像之前那样步步紧逼。当务之急，还是要先证明自己的能力，让兰兰的父母看到他的潜力，而不是仅仅把他当成一个需要依附孙家的人。看来古董街一行要抓紧一些了。送走了孙兰兰的爸妈，孙兰兰留了下来，她开心地跑到林子东的面前道：“你跟我爸爸都说了些什么？他竟然没有再跟我提相亲的事情。”林子东使劲咳嗽了2声，然后从兜里掏出了那根验孕棒。孙兰兰看了眼，错愕地抬起头：“你怀孕了？”咳。林子东被口水呛了下：“不是我，是你。”我？孙兰兰话还未说完，突然反应过来，脸蛋疼的一下红透了。你不会给我爸爸看了这东西吧？你哪里弄来的？孙兰兰眼睛瞪得大大的，小脸除了震惊还是震惊。这家伙连这样的谎都敢撒，万一穿帮了怎么办？林子东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这是我花100块从周楠楠那里买来的。”这也行？我真是服了你了。孙兰兰定了定神，难怪他就去个洗手间的时间，他爸爸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他还以为他爸爸转性了，结果是这么回事。周楠楠是他的租户，他当然认识。这样的馊主意，亏他想得出来。当时我也是没办法了。林子东将事情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当时那样的情况，他要是不拿出这东西，恐怕还真就镇不住场子。孙兰兰小手熟练地摸向林子东的腰间：“让你撒谎，你说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这哪里像是怀孕了？”其实林子东一点也不疼，但还是装出一副龇牙咧嘴的表情：“要不咱们努力？”“谁要跟你努力？”孙兰兰气鼓鼓地踢了林子东小腿一脚：“谋杀亲夫了！”林子东夸张地大叫起来。察觉到周围的路人投来目光，孙兰兰脸蛋一红，急忙捂住了林子东的嘴：“你小点声，你要死啊！”感觉到嘴上传来的柔软，林子东在孙兰兰掌心亲了一口。“你！”孙兰兰怒视林子东，正要抽回手时，又被一只火热的大手抓住。林子东轻轻一拽，就将孙兰兰拉入怀中。两人四目相对，孙兰兰羞红了脸，下意识地挣扎了2下，红着脸道：“你能不能先放开我？”“不放。”林子东注视着孙兰兰的眼睛，抱着她的手也紧了紧。孙兰兰眼神有些躲闪：“林子东，我还没有准备好。”“没关系，我可以等。”林子东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其实他也没有准备好，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孙兰兰。孙兰兰几次欲言又止，他对林子东是有好感的，否则他也不会那么冲动地将自己交出去。只是他才刚刚结束一段还未开始的感情，现在就马上投入另一段感情，他觉得这样对林子东也不公平。看到孙兰兰不说话，林子东也不敢逼得太紧，他故意转移话题道：“你今晚回去吗？”孙兰兰摇头：“这几天恐怕都回不去，一会儿我还要回酒店陪我妈妈，他们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也好。”林子东笑着点头：“那我先送你回去，免得他们着急。对了，那避孕棒的事，你还敢说？”孙兰兰娇嗔地白了林子东一眼，估计他爸爸现在已经跟他妈妈说了这件事，他也只能配合着演下去了，现在也只能瞒1天是1天了。林子东傻笑，怀孕是假的，但两人有关系却是真的，但一枪就中的话，应该不会那么巧合吧？又拉着孙兰兰腻歪了一会儿，林子东这才将她送回了酒店。“孙兰兰，我到了，开车注意安全。”看到孙兰兰发来的消息，林子东嘴巴都快笑歪了。放下手机，林子东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而且跟孙兰兰在一起时，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开心。但是跟柳梦瑶时，他的每句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生怕自己哪句话不对，就会让柳梦瑶不高兴。自己每天不是在哄柳梦瑶的路上，但他当时爱柳梦瑶也是真的，所以他宁愿自己受点委屈，也愿意将她捧在手心。怎么又想起这些破事了？林子东暗道晦气，晃了晃脑袋，一脚油门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回到出租屋。林子东刚刚走出电梯，子东，柳梦瑶一头扎进林子东的怀里。“柳梦瑶，你有病吧？”林子东推开柳梦瑶，眼中露出毫不掩饰的厌恶。柳梦瑶慌乱地拉住林子东的手：“子东，我错了，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以后我保证只爱你一个人。你也是爱我的，对不对？”林子东从柳梦瑶手中抽回手：“柳梦瑶，我们已经分手了，大家都体面一些，
而且我不想再看见你。不，我不信。柳梦瑶摇头，曾经那么爱自己的男人，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柳梦瑶想起之前和林子东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那些争吵和妥协仿佛还在昨天，可现在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爱她入骨的男人，为何会变得如此绝情？还是说他真的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子东，我知道以前是我太任性了，可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难道真的抵不过那些误会吗？柳梦瑶的声音带着哭腔，眼眶红红的，看起来楚楚可怜。林子东却不为所动，他就是相信世界上有鬼，也不会再相信柳梦瑶的这张嘴。误会？柳梦瑶，你扪心自问，我们之间到底是误会，还是你一次次的背叛和欺骗？林子东的话像一把尖刀，狠狠刺进柳梦瑶的心里。他张了张嘴，想要辩解，却发现自己根本无话可说。那些事情是他做过的，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改变不了事实。林子东不再看他，转身就想走。该说的话他都已经说过了，而且他已经放下了跟柳梦瑶的过去，以后他是好是坏，还是跟谁在一起，甚至是死是活都不重要，也没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柳梦瑶见状，急忙上前抱住他的胳膊，子东，你别走，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好不好？我真的不能没有你。林子东用力甩开他的手，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别碰我。好。柳梦瑶紧紧咬着下唇，看向林子东的眼神也多了一抹冷意，几步打开窗户，如果你今天不原谅我，我就从你这里跳下去。以往两人吵架，柳梦瑶也会这样威胁林子东，那时他总会想尽办法哄自己开心。到现在柳梦瑶也不相信林子东会真的不在乎自己。看到柳梦瑶将半个身子都探出窗外，林子东被气笑了。柳梦瑶想跳楼就死远一点。还未等柳梦瑶开口，林子东已经进了出租屋，重重地关上了房门。现在多看到柳梦瑶一眼，林子东都会觉得晦气。林子东！柳梦瑶尖叫，绝望的大哭。自己都已经跟林子东认错了，他还想怎么样？而且柳梦瑶并不觉得全部都是自己的错，如果林子东再有钱一些，自己也不会背叛他跟王爷在一起。他会走到今天这个境地，林子东就没责任吗？柳梦瑶知道软的恐怕不行了，但是他还有别的办法。林子东那么孝顺，一定会听他妈妈的话。想到这里，柳梦瑶手忙脚乱地拿起手机，翻找了许久，才从以前的聊天记录中找到了林子东妈妈的电话。她记得林子东的妈妈对她印象还是很好的，不久前还问过他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柳梦瑶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拨通了那个号码。出租屋里，林子东洗了把脸，然后从冰箱取出一罐冰镇啤酒，打开，刚灌下一口，手机就响了起来。看到来电提醒，林子东急忙擦擦嘴角，接起了电话。妈，您怎么这么晚打来电话？林子东的父亲离开的比较早，是母亲一人将他拉扯大。那件事以后，林子东也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关于那块玉佩的来历，毕竟那块玉佩并非他父亲传下来的，而是他母亲的祖传之物，所以林子东觉得他妈多少应该知道一些什么。只不过最近实在太忙，让他都快忘记这件事了。什么？你明天要过来？怎么都没提前跟我说一声？林子东轻轻皱眉，他妈半年前才来过一次，但还没待上几天就自己偷偷走了。后来林子东也问过这件事，他妈也只是说住着有些不习惯，耽误了他们小两口。但自那以后，他妈就没有再提过来这里的事情。好，什么时候到站？明天我去接你。林子东又问了问林母的身体，再三嘱咐他不要坐过站后，这才挂断了手机。林子东眉头拧成了一团，妈这时候突然过来，不会是柳梦瑶在背后搞的鬼吧？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柳梦瑶刚才那副歇斯底里的样子还历历在目，他手里又有妈的电话，难保不会添油加醋的说些什么。林子东越想心里越烦躁，他起身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来回踱步。柳梦瑶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分手了还想搅乱她的生活。如果妈这次来真的是因为柳梦瑶的挑拨，他该怎么跟妈解释？总不能把柳梦瑶背叛自己的那些丑事全都搂出来，让他妈也跟着操心上火吧。林子东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拿起桌上的啤酒又猛灌了几口。林子东本想再打回去问个清楚，拿起手机犹豫了半晌，林子东还是把手机扔回了桌上。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就不信柳梦瑶还能翻了天不成。第二天下午，林子东从养老院出来就直奔车站。北山养老院距离车站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他特意提前了20分钟到达，站在出站口焦急地张望着。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头发比上次见面时又白了些，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
正四处张望着。林子东眼睛一亮，快步迎了上去。妈，阿姨！柳梦瑶突然从林子东的身后走了出来，抢先一步挽住林母，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看到柳梦瑶，林子东脸色猛地一沉。柳梦瑶，你，阿姨，我给您订了饭店接风，我们先去吃饭。柳梦瑶笑意盈盈地看向林子东，看见他敢怒不敢言的模样，眼里带着丝丝得意。他知道林子东的妈妈心脏不好，受不了刺激。林子东就算再讨厌自己，也不敢当着林母的面把事情挑明。柳梦瑶知道自己这样的手段有些卑鄙，但只要能让林子东原谅自己，她做什么都可以。好，好。林母笑着拍了拍柳梦瑶的手，看到林子东杵在那里，眼底闪过疑惑。子东，你怎么了？没事妈，那我们先去吃饭。林子东皮笑肉不笑，他以为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够绝了，直到此刻林子东才发觉，他还是小看了柳梦瑶。这女人根本就不知什么是廉耻二字。来到酒店包房，林子东强忍着怒意，拉起柳梦瑶离开了包房。柳梦瑶，你到底想干什么？柳梦瑶无辜地眨眨眼睛，不干什么啊，我就是突然想伯母了，而且我跟伯母说，我们就要结婚了。你！林子东猛地抓住柳梦瑶的衣领，死死瞪着她。你也想打我吗？柳梦瑶红着眼睛仰起头，露出了脖颈上的淤青。我就是一个贱人，如果打我你能开心，你想怎么打我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原谅我。柳梦瑶，我警告你，别再接近我妈，不然我不会放过你。林子东松开柳梦瑶，突然目光微凝。柳梦瑶的印堂有着一道黑气缠绕，这分明是血光之灾的征兆。你在看什么？柳梦瑶第一次见到林子东露出这样的神情。林子东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复杂情绪，冷冷地说道：你印堂发黑，近期恐有血光之灾，好自为之吧。说完，他不再看柳梦瑶错愕的表情，转身快步走回包房，只留下柳梦瑶一个人愣在原地。柳梦瑶脸上的得意和委屈瞬间僵住。血光之灾？难道林子东已经知道了什么？不会的，他还没有来及的说这件事，他不可能会知道。柳梦瑶眼神中闪过一丝不甘，快步跟进了包房。就在两人进入包房的刹那，张琴从另一间包房里面走了出来，恰巧看到柳梦瑶跟着一个男人进入了包房。柳梦瑶？张琴轻轻皱眉，迅速拿起手机对着柳梦瑶拍了一张照片。那个男人的身影只是一闪而过，所以张琴并未看到对方长相，但那身影却让她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也许是看错了吧，张琴从未认可柳梦瑶，像这种想要嫁进豪门的小丫头，她见过了太多，但她了解自己的儿子，这样的女孩最多3个月，甚至可能不会超过3个月，她儿子就会玩够了。更何况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嫁给自己儿子的。况且这个柳梦瑶既然在与小野交往，那就应该做好一个女朋友的本分，现在她却与别的男人出现在酒店里，这是张琴绝对不能容忍的。怎么了，张总？包厢里走出个男人，脸上带着几分讨好问道。张琴收回目光，淡淡道：没什么，你们先吃。好，那我们进去等您。男人陪笑着转身回了包房。此时另一间包房里，柳梦瑶一口一个阿姨叫着，不断的给林母夹菜，把她的哄得很是开心。梦瑶，阿姨看见你跟子东过得好，就放心了。林母笑容和蔼。其实一开始她并不觉得柳梦瑶适合自己的儿子，但只要她儿子喜欢，那么她这么做母亲的自然也会尊重他的选择，只要他过得好，其他就都不重要。柳梦瑶笑着道：阿姨，您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我带您好好四处转一转好不好？好。林母笑着答应。林子东默默吃着菜，一言不发，只有偶尔看向柳梦瑶的眼神中带着一丝警告。现在他不说，只是不想当母亲当面为难。他跟柳梦瑶已经分手，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林子东已经打定主意，今晚就要这件事挑明。无论柳梦瑶打什么主意，他都不会让她得逞。这边张琴已经将刚刚拍下来的照片给自己的儿子王野发了过去。没什么意思，他只是想让小野知道他新交的女朋友在做什么。此时医院里，王野正在疯狂拨打着柳梦瑶的电话，可是电话打不通，就连信息也没有回复过。贱人！王野脸色铁青。昨晚他也觉得自己有些冲动了，所以硬着头皮跟自己的几个家境不错的哥们张口借钱。他们家境都不错，但花钱也是大手大脚。为了这100万，王野几乎一整晚都没睡，终于在天亮之前就将其凑够了。可柳梦瑶竟然失踪了。王野正想着柳梦瑶会去哪里时，手机突然响了一声，他急忙拿起手机，
看到是自己老妈发来的消息，先是愣了一下，可当他看见张琴发来的照片时，脸色瞬间铁青起来。妈的，这个贱人！虽然照片有些模糊，但王爷还是一眼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柳梦瑶，而他还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王爷因为愤怒，五官有些扭曲，他直接给张琴拨去了电话。妈，那个贱人在哪？张琴稍稍迟疑，还是将自己定位给王爷发了过去。挂了手机，王爷连身上的病号服都没换，气冲冲地跑出了病房。他要去找柳梦瑶那个贱人。就在王爷赶往酒店的同时，林子东三人也刚刚离开酒店，回到林子东的出租屋。柳梦瑶以帮忙收拾行李为由，跟着进了房间。林母累了一天，很快就靠在沙发上打起了盹。林子东立刻拉着柳梦瑶走到阳台，压低声音：“柳梦瑶，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们已经分手了，你这样骗我妈有意思吗？”柳梦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眼眶瞬间红了。子东，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不能没有你。他伸手想去抓林子东的胳膊，却被林子东猛地甩开。林子东眼神冰冷：“我不想跟你废话，现在滚出我家，以后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柳梦瑶的眼泪掉了下来：“我那时候是鬼迷心窍，王爷他根本就是骗我的，他要把我送到别人的床上，你的事与我无关。”林子东打断他：“今晚我就会跟我妈说清楚，你别再演戏了。”林子东转身就要回房间，柳梦瑶突然抓住他的手腕，眼神里闪过一丝疯狂：“林子东，你要是敢跟阿姨说，我就告诉她，你把我肚子搞大了，然后甩了我。”林子东浑身一震，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说什么？”柳梦瑶手指紧紧攥着林子东的手腕，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肉里。“我说我会告诉阿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让我怀了孕，现在却为了攀高枝把我抛弃，让我一个人承受所有痛苦。你说阿姨要是知道她一向老实本分的儿子做出这种事会怎么样？”妈的！林子东红了眼睛：“柳梦瑶，你就是个疯子。”“我是疯子，但这都是你们逼的。”柳梦瑶抓着林子东，她不想变成这样，可如果连林子都不帮自己，她就真的没有活路了。林子东正要说话，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孙兰兰那个贱人对吗？柳梦瑶伸手就要去抢夺林子东的手机，却抓了个空：“把手机给我。”林子东后退2步，看着状若疯癫的柳梦瑶，轻轻皱眉问道：“柳梦瑶，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柳梦瑶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林子东并非同情柳梦瑶，只是觉得她突然变成现在这副模样，肯定是发生了什么。而且林子东发现柳梦瑶额头上的黑气明显比昨天更加浓郁了几分。没什么。柳梦瑶眼神躲闪。林子东深深看了柳梦瑶一眼道：“就算你真的去跟我妈说，我也不会跟你和好，但看在你我交往过的份上，或许我可以帮你。”林子东，你真的这么狠心？柳梦瑶了解林子东，他的眼神并不是在吓唬自己，这个男人是铁了心不会跟他和好了。林子东目光平静道：“柳梦瑶，你醒醒吧，我们已经不可能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你。”柳梦瑶紧紧咬着下唇，直到嘴唇咬破也仿佛毫无知觉，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不断滑落。“好，我需要100万，给我100万，我保证不烦你。”林子东眼睛一瞪：“100万？”对，柳梦瑶知道林子东是铁了心不会跟自己和好，她也担心自己真的将林子东逼急了，自己什么都捞不到。“你看我像不像100万？”林子东突然想到自己的银行卡还在柳梦瑶手里，于是问道：“对了，我的工资卡都在你那里，里面至少也有20多万。”柳梦瑶眼神变得有些躲闪。“我的钱呢？”林子东问。我花没了。柳梦瑶心虚，原本这笔钱是有的，但是她跟王爷在一起以后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跟林子东分手，所以那些钱全部都被他用来买包包和化妆品了，全都花了。林子东眼底闪过冷意，那是他起早贪黑的血汗钱，是他当初为了结婚买房攒下的首付，他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会花在柳梦瑶身上。林子东自认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从来没有亏待过他，可林子东做梦也没想到他竟然会动那笔钱。还剩下几块钱。柳梦瑶急忙拉住林子东的手：“子东，是我错了，我也是真的没办法了。”林子东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柳梦瑶，我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你让我上哪里给你弄100万？”柳梦瑶当然知道林子东没钱，但是孙兰兰有啊，你帮我找孙兰兰借100万好不好？我以后一定会还给她。柳梦瑶突然跪在林子东的面前哭求道：“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不然我就要被那些人抓走了。”林子东眯起眼睛：“那些人是谁？”
柳梦瑶咬了咬唇道：“好像叫什么豹哥，是那个大狗找来对付你的。”大狗？林子东想起了那晚围堵自己和圆圆的人，他的小弟好像就叫他狗哥。是这样的。柳梦瑶将事情来龙去脉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林子东。他知道自己对不起林子东，可这件事真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已经劝过王爷不要再找林子东的麻烦，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林子东目光沉了沉，武者？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这个修仙者，竟然还有什么武者？而且听柳梦瑶的意思，这个豹哥似乎很厉害，就是不知道比起自己这个刚刚入门的修仙者，究竟孰强孰弱。子东，你帮帮我好不好？林子东摇头，100万我没有，不过我可以给你买离开这里的车票，至于是走是留，你自己选择。柳梦瑶失魂落魄地坐到了地上，她舍不得离开这里，自己才刚刚得到 VM 公司实习的机会，如果她就这样离开，那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那我能不能在你这里？不能。林子东冷冷打断柳梦瑶，你藏在这里，你觉得王爷会找不到你？柳梦瑶眼眸里满是不甘，她不甘心，是王爷抛弃了她，还要将她送到别的男人床上，所以柳梦瑶恨林子东的绝情，但她更恨王爷抛弃了她。她是为了王爷才离开了林子东，可现在她却因为区100万就要抛弃他。柳梦瑶犹如行尸走肉般从地上站起来朝外走去，林子东没有阻拦，他跟柳梦瑶已经结束了，更何况100万他的确没有，他的70多万全部都压在了那块原石上，他还打算凑够原石的钱再还给孙兰了。他林子东是没钱，但也还不至于去吃软饭的地步。林子东，柳梦瑶打开房门停下脚步，背对着林子东道：“我不会离开，迟早有一天我要让你们所有人仰望我。”房门关上，出租屋也再次变得安静下来。林子东，这女人真是疯了。柳梦瑶离去时，林子东分明看到她额头上的黑气似乎变淡了许多。他不知道柳梦瑶要去哪里，会做什么，但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走向。林子东摇了摇头，不再去想柳梦瑶的事情。当务之急是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林子东没见过武者，但从柳梦瑶的口中，他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武者，这些武者在任何城市都有着超然的地位。这个豹哥品阶应该不高，但对普通人而言，已经算得上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就算那些集团老总也会给上几分薄面。而自己现在只是个刚入门的修仙者，连最基础的法术都还没完全掌握。如果真的对上豹哥这样的武者，林子东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赢过对方。毕竟这种事还是真的交手以后才能知道孰强孰弱。林子东握紧了拳头，心中对力量的渴望愈发强烈。他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不仅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更是为了能在这个世界真正立足，保护好自己在意的人。至于柳梦瑶，他的选择已经做出，未来是福是祸都只能由他自己承担了。林子东深吸一口气，将脑海中的杂念抛开，开始思索接下来的修炼计划。那些武者如何修炼他不清楚，但是自己想要修炼就缺少不了灵气，想要靠日积月累的修炼，恐怕到死他都无法筑基。林子东叹息，看来自己还是要从原石入手。都说人养玉，玉养人，或许一些古老的玉佩中也会有着灵气。想要找这种东西，只有一个地方最适合了。给林母留下了一张纸条，告诉她自己出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做完这些，林子东风风火火地离开了出租屋，开着车直奔古玩市场。林子东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这一趟要求不高，让自己卡里面的余额翻个倍就行。古玩市场一如既往的热闹，各种摊位前挤满了人，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林子东没有急于下手，而是慢悠悠地在市场里逛着，他的神识仔细探查着每一件从他眼前经过的物品。大多数摊位上摆放的都是些仿古的瓷器、字画和铜器，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毫无价值，里面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气波动。偶尔遇到一些看起来年代久远的玉佩，神识探入后也只是感应到一片死寂，显然只是普通的玉石，并非他要找的目标。逛了将近1个小时，林子东有些失望，难道今天要空手而归？还是说自己的方向错了？只有那些尚未切开的原石中，才可能会诞生出灵气。就在他准备换个区域看看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个老头摆的地摊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地摊上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有几个蒙着灰尘的旧盒子和一些破损的铜钱。但当林子东的目光扫过一个被随意丢在角落里的黑色石头时，他的脚步猛地顿住了。那石头拳头大小，表面坑坑洼洼，颜色暗沉，
看起来就像一块普通的顽石，和路边的石头没什么两样。但他的神识却在这块石头上感应到了一丝极其微弱，但确实存在的灵气波动。林子东的心脏猛地一跳，强压下内心的激动，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到老头的摊位前，目光随意地扫过那些旧盒子和破损铜钱，最后落在了那块黑色石头上。他蹲下身，拿起旁边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钱，漫不经心地问道：“大爷，这铜钱怎么卖？”老头瞥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500一个，不讲价。”林子东点点头，又拿起那块黑色石头掂量了一下，故作嫌弃地说：“这破石头也摆出来卖？大爷，这不会是你家里腌咸菜的石头吧？”老头哼了一声，有些没好气道：“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这可是我从老宅子地基里挖出来的，说不定是个老物件。你要是想要，给5100块钱拿走。”“太贵了，这一个破石头就100块。”林子东故作嫌弃，为了不让老者起疑，又拿起一枚还算开门的铜钱：“大爷，我买你这枚铜钱，你这石头就送给我吧，回去我还能扔鱼缸里面当个装饰。”大爷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却装出一副不舍的样子，满脸不情愿道：“行，就算俺开个张吧。”林子东眼底闪过喜色，两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收起铜钱和石头。林子东又跟大爷闲扯了几句后，迅速钻入人群，没了踪影。离开摊位后，林子东迅速找了个没人的角落，用神识再次仔细探查那块石头，确认那丝灵气波动确实来自石头内部，而且将石头握在手中，感应到的灵气更加清晰了一些。林子东运转体内的功法，开始尝试吸收石头中的灵力。也许是灵力太过稀薄，不过短短10几息的时间，石头已经布满了裂纹，然后砰的一声，在林子东手中炸开，化成一堆石粉。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灵力壮大了许多，林子东面露喜色，这一颗石头至少抵得上他1个月的修炼。如果能够再多找到一些的话，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踏入炼体4层。林子东缓缓吐出一口气，他拍了拍手上的灰，重新混入古玩市场的人流中，目光比之前更加锐利。这一次，林子东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漫无目的的闲逛，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摆放着玉石、奇石的摊位前，神识如同雷达般仔细扫过每一件物品，生怕错过任何一丝灵气的波动。偶尔遇到摊主热情介绍，他也只是敷衍几句，心思全在那些沉默的物件上，手指偶尔会装作不经意地拂过摊位上的石头，生怕自己会错过宝贝。市场里人来人往，叫卖声和议价声不绝于耳。林子东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眼中只有那些可能藏着灵气的石头。古玩街的老物件的确不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子东又发现了2件老玉中蕴含淡淡的灵力，最终花了1500块大洋，从一个男人手里买下2件老玉。2块玉石只有指头拇指大小，分别是一只猴子以及一只公鸡。猴子造型的玉佩色泽温润，表面有一层细密的包浆，公鸡玉佩则稍显粗糙，但内部的灵气却比猴子玉佩更为浓郁几分。林子东将2块老玉贴身收好，感受着它们传来的微弱暖意，心中盘算着再多收一些老玉后再回去慢慢炼化。他知道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或许就是他突破瓶颈的关键。继续往前走，林子东的目光在各个摊位间快速扫过，希望能再找到类似的宝贝。突然，他在一个摆满旧书的摊位前停下了脚步，一本泛黄的线装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老板，这是什么书？”林子东小心翼翼地拿起那本线装书问道。这本书似乎被水浸泡过，封面上的字迹全部都是褶皱。林子东盯着看了半天，也没认出上面写的是什么。摊主是个戴着老花镜的老者，闻言抬头瞥了眼林子东手中的书，摆了摆手：“嗨，那就是本没人要的旧书，放这儿都快半年了，谁也不知道写的啥。你要是喜欢，给5块钱拿走吧，占地方。”林子东心中一动，他刚才用神识扫过摊位时，这本看似普通的旧书竟让他有种莫名的心悸感。自从成为修士以后，他的感知已经远超于常人，虽然没察觉到明显的灵气波动，但直觉告诉他这本书应该不简单。“谢谢大爷。”林子东从口袋里摸出5枚硬币递过去，将书小心地揣进怀里，仿佛只是随手捡了个便宜。老者收了硬币，咧嘴笑笑，然后指着一摞老书：“小伙子，那些书才是真的好看。”林子东随意拿起来翻看了一下，《金瓶梅》《肉蒲团》50度灰，嚯，大爷您卖的都是精品啊！林子东乐了，这玩意倒是不多见，而且这些书也的确是老东西，能保存到现在还能看清上面的纸张画，已是十分难得了。那当然，老者有些得意，这些书虽然带些颜色，但的确都是有年头的东西，
要不是他岁数大了，他还舍不得拿出来卖呢。不过大爷，我有女朋友了，这些书不太适合我。林子东正要起身离去，突然随口问道：对了，大爷，这附近有没有卖古玉的？老者想了想，指了指古玩街两侧的古玩店，这街上好玩意不多，你要是想买好东西，去那些店里看看吧。谢谢大爷。林子东只是朝着那些古玩店看了一眼，并未进去。古玩店他肯定会去，但不是这样进去。之前被骗的几次，林子东就是吃了信了古玩店的大亏，虽然只亏了个万把块，但林子东始终憋着一口气。他打算先在市场里再多淘些漏，等积累足够底气，再去那些店里捡漏，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回当初被骗的场子。收回视线，林子东一边走一边用神识仔细探查着周围摊位上的物件，每一块石头，每一件玉器都不放过。又转了一大圈，林子东也没再找出拥有灵力的物件。果然，这种带灵力的物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林子东叹息，是他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算了，还是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吧。林子东记得刚才路过一个摊位时，瞥见角落里放着个不起眼的青铜小鼎，当时只觉得纹饰古朴，只是匆匆一瞥也没太在意。现在想来，或许藏着玄机。林子东调转方向，拨开人群，朝着那个摊位走去，决定先从这类可能蕴含古意的金属器入手。毕竟古玩市场里藏龙卧虎，说不定不起眼的铜疙瘩就是哪个朝代的老物件，转手一卖就能解决燃眉之急。就在他赶回那个摊位时，却见一个漂亮的女人正在把玩着小鼎，似乎十分感兴趣的样子。林子东心里咯噔一下，这是遇到识货的了。老板，这个小鼎怎么卖？女子标准的瓜子脸，柔顺的长发披散着，眉宇间有着一颗小痣，浑身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如果要让林子东来形容的话，眼前的女子给他一种古典美，也许古代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儿也不过如此。摊主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见终于有人来光顾，立刻堆起笑容，美女好眼光啊，这可是我从乡下收来的老物件，看这包浆，这纹饰，少说也是明清的东西。您要是真心想要，给个实诚价，8000块您拿走。这小鼎是他几个月前花了300大洋从一个村子里面淘出来的，扔在这里几个月都无人问津。要不是这东西包浆不像是作假的话，他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女子闻言，纤细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小鼎边缘，眼神中带着一丝审视，似乎在判断摊主话语的真伪。她没有立刻还价，而是将小鼎捧在手中，翻来覆去的仔细观察，时而用指甲轻扣鼎身，听着那沉闷的回响。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声音轻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老板，这鼎的纹饰虽有几分古意，但胎质略显粗糙，包浆也不够自然，恐怕不是明清时期的物件。依我看，300块我就当买个玩意儿回去摆着。摊主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没想到这看似柔弱的女子竟如此懂行。他干咳2声，试图挽回：美女，话不能这么说，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500。女子打断他，语气依旧平静：再多我就不要了。站在后面的林子东也有些傻眼，我靠，这老板也不行啊，张嘴要8000，人家还到300他就犹豫了，现在又给到500，这货保不准就真的答应了。其实林子东也不确定那小鼎的年份，就是觉得很有眼缘，那种感觉无法形容。明明自己不是很感兴趣，但他就会时不时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中，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指引着他买下这小鼎。林子东悄悄运转起体内微弱的灵力，将神识凝聚在指尖，小心翼翼地探向那尊青铜小鼎。当神识触碰到鼎身的刹那，一股极其隐晦却异常古老的气息顺着指尖传入脑海，仿佛来自遥远的洪荒岁月。他心中猛地一震，这小鼎绝对不是普通的东西，难道是法宝？不行，这小鼎我一定要拿到手。就算不是法宝，这小鼎应该也是大有来头。摊主见女子态度坚决，嘴角微微抽了抽，然后咬牙道：行，500就500。美女光顾，我这里也蓬荜生辉啊，我今天就当交个朋友，转账吧。女子闻言，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手机，扫了摊主的收款码，利落转了账。林子东傻眼，这就卖了？就在林子东想上前时，突然又停下脚步。他注意到人群里几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似乎盯上了这个美女。就在林子东犹豫要不要提醒一下对方时，女子已经抱着小鼎朝着古玩街外的方向走去。那几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交换了一个眼神，也悄悄跟了上去，脚步轻快，显然是想找机会下手。林子东眉头微皱，这古玩街虽然热闹，但鱼龙混杂，这种事并不少见。他看了一眼女子离去的背影，又看了看那几个尾随者，
心中有些纠结。毕竟他们萍水相逢，自己没必要多管闲事。而且他现在修为境界不高，贸然出手，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可转念一想，自己想要的小鼎还在对方手里，而且这女子看着文文静静的，若是真让他被这几个家伙盯上，后果不堪设想。一念至此，林子东也不再犹豫，迅速跟了上去。大哥，这小妞长得真漂亮，妈的，就这腿，这身材，能玩上一次，老子死也愿意。小声点，别他妈废话。这娘们包里鼓鼓的，看那样子就不是缺钱的主。先跟上，找个没人的巷子把他堵了，钱和人都得留下，到时候咱们可以慢慢玩。一个小平头压低声音，眼神里闪烁着毫不掩饰的贪婪，脚步加快了几分，紧紧跟在那女人身后。林子东跟在后面，听着他们污言秽语，眉头皱得更紧了。这几个家伙一看就是惯犯，动作熟练，配合默契，显然没少干这种龌龊事。林子东记得这里前面不远就是一个岔路口，左边是一条相对僻静的小巷，右边则通向人来人往的主街。他几乎可以肯定，那几个家伙一定会在小巷里动手。果然，就在女子即将走到岔路口时，小平头几人交换了一个眼神，脚步突然加快，朝着女子的背影快速逼近。林子东正准备出手，来个英雄救美时，突然目光一凝，只见那小平头即将抓住女子肩膀的一瞬，女子突然反抓住小平头的手腕，一记过肩摔，将其摔倒在地上。那动作干脆利落，竟是个练家子。小平头被摔得七荤八素，疼得龇牙咧嘴，还没反应过来，就见女子抬起穿着高跟鞋的脚，毫不留情地踩在了他的胸口上。啊！小平头发出惨叫声。另外几个同伙见自己大哥都被放倒了，也是一脸懵逼。看见自己的几个小弟还在发呆，小平头扯着嗓子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啊！”几个小弟交换了下眼神后，挥舞着拳头冲了上去，嘴里还骂骂咧咧：“臭娘们，敢动手！”女子正要抬腿，突然想起自己穿着旗袍，躲开一人拳头的同时，迅速将旗袍撕开了一些，露出一截白皙纤细的小腿，动作也随之变得更加灵活。他侧身避开左边挥来的拳头，右手顺势抓住对方的胳膊，手腕轻旋，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那人便惨叫着躺在地上。妈的，我跟你拼了！躺在地上的一个黄毛红了眼，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朝着女子刺去。林子东瞳孔猛地一缩，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想要制止。他距离女子还有一段距离，就算他速度再快，也根本无法来得及去制止。小话音未落，女子突然一记漂亮的回旋踢落在黄毛的胸口，将他踹飞了出去。可就在落地时，咔嚓，高跟鞋应声而倒，女子轻哼了声，那张漂亮的脸蛋上露出一丝痛苦之色。林子东看到女子没事，悬着的心瞬间放了下来。女子恰巧抬起头来，看到这里还有一人时，心头一沉，这些人竟然还有同伙。你没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半蹲在地上的女子突然捡起地上的石子，朝着林子东扔去。让林子东吃惊的是，那看似只有拇指大小的石子，在被女子丢出的瞬间，竟发出了破空声。嗖嗖嗖！林子东目光微凝，侧滚躲开了石子。咦？女子轻移，显然也没料到对方能够躲开。我不……林子东话还未说完，更多的石子已经朝他飞来。林子东已经无语了，这女人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这被这石子击中，就算不至于伤筋断骨，估计也要疼上几天。就在林子东躲闪石子时，那小平头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悄无声息地抓起了地上的匕首。妈的，这个贱人！小平头神色怨毒，他在这古玩街混了这么久，还从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原本他就是想劫财，瞬间劫个色，现在他要弄死这个贱人。此时女人的注意力都在林子东的身上，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靠近。不好！就在小平头刺向女人的瞬间，林子东脸色猛地一变，也顾不上躲闪飞来的石子，一个飞扑朝着女人扑去。咚！石子落在林子东的肩上，让他闷哼了声。妈的，真疼！林子东此刻顾不上身上的疼痛，用尽全身力气将女子向旁边猛地一推。那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擦着林子东的胳膊划过，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小平头一击未中，见状更是恼怒，反手又是一刀刺向倒地的林子东。林子东受伤来不及起身，只能就地一滚，险之又险地避开刀锋，匕首扑哧一声扎进了旁边的泥地里。他顺势抬脚，狠狠踹在小平头的膝盖上，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伴随着小平头撕心裂肺的惨叫，对方抱着腿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
林子东看了眼手臂上的伤口，咧了咧嘴。最近自己受伤，怎么都是因为女人？上次因为孙兰兰，这次又为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也真是醉了。其实以林子东如今的实力，几个普通人根本就奈何不了他，尤其是实力突破到炼体3层后，就算10几个人也奈何不了他。可刚才的情况太危险了，就算林子东这个半吊子修仙者，也来不及躲开这一下。林子东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果然自己还是太弱了啊。女人看到眼前的男人保护了自己，这才反应过来，这个男人和那些人好像不是一伙的，所以是自己误会他了。林子东拿出手机报了警，将情况简单说了一遍后，这才来到女人面前伸出手，还能起来吗？谢谢。女子有些歉意，刚刚她丢出的石子好像也打中了这个男人。没什么。林子东咧嘴，刚才被击中的肩膀感觉好像被飞来的锤子砸了一下，这石头要是落在脑袋上。女人正要站起身，突然轻哼了声，又坐了回去。你的脚扭伤了？林子东这才看到女人白皙的脚腕已经一片淤青，而且肿胀得很厉害。我没事。女人嘴上说着没事，但眉头间却带着丝丝痛苦。林子东蹲下身来，让我帮你看看吧。女人摇头，不用，我可以去医院。对女人而言，脚是十分隐私的部位，而且她实在有些无法接受让一个陌生男人触碰自己的脚。看见女人还在逞能，林子东道：你扭伤得很重，如果不马上治疗的话，一旦伤及骨头，恐怕几个月都下不了床。几个月？女人好看的眉头轻轻皱起。林子东看着女人道：让我试试吧。女人犹豫了片刻后，这才将自己扭伤的脚送到了林子东的面前。林子东脱下女人脚上的高跟鞋，将脚放在自己的一只手掌上，也是这时他才发现女人的脚很小，都没有自己的巴掌大。你忍一忍。好。林子东调动体内的灵力，将其凝聚在掌心，然后缓缓渗入女人肿起的脚腕。女人只觉得脚腕很烫，让她身体不自觉地紧绷了几分。随着时间推移，那肿胀的脚腕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肿。女人惊异地望着眼前神奇的一幕，忍不住好奇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祖传的按摩手法，厉害吧？林子东张嘴胡诌，反正只要他咬死了就是祖传的，谁拿他也没办法。又按了几下，林子东这才松开手道：应该差不多了，你站起来试试。女人试着站起身来，然后试着向前走了2步，她开心地抬起头，真的不疼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警笛声，数名警察赶来，将地上的几人全部控制了起来。林子东和女人自然也被请回了警局去做笔录。当2人从警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2个小时以后了。对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女人停下脚步，看向林子东问道：林子东。韩雪。听到这个名字时，林子东愣了一下，觉得有些自己好像在哪里听到过。那个，我能加你的联系方式吗？韩雪抿了抿下唇，心里莫名的有些紧张。长这么大，她是第一次主动要一个人的联系方式。林子东笑着取出手机：你扫我。2人互加了联系方式。对了，你学过武术吗？林子东一直想问这个问题，只不过刚才警察将他们分开做笔录，所以他也没有机会去问。武术？韩雪眨眨眼睛，你难道不是武者吗？武者？林子东瞬间来了兴致，所以你是武者？那所有武者都像你这样厉害吗？当然不是，比我厉害的人还有很多。韩雪心里同样觉得奇怪，她以为眼前的男人跟自己一样都是武者，还有他那神奇的按摩，难道不是气功吗？林子东第一次见到武者，韩雪的厉害他已经见识过了，而且对付那些小混混时，他明显已经是手下留情，不然那些小混混只会伤得更重。就是不知道韩雪跟那个什么豹哥比起来，究竟孰强孰弱？这个送给你。韩雪突然将自己买下的小鼎送到林子东的面前，我看你一直在看这小鼎，就当做是你今天帮我的谢礼吧。林子东有些不好意思，却也没有拒绝。我的确需要这小鼎，那就谢谢了。韩雪笑着摇头，她也只是觉得这小鼎有些特别，应该是件古董，所以才买了下来。林子东将小鼎小心收好，入手微凉的触感让他心里踏实不少，这东西对他修炼或许真有帮助。2人走了一段路，韩雪偶尔侧头看向林子东手臂上那道已经不再流血的伤口，眉头微蹙：你的伤真的没事吗？林子东活动了下胳膊，咧嘴笑道：早没事了。其实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在灵力滋养下已经开始愈合，只是林子东不想在韩雪面前暴露太多，2人也算得上熟悉，他也不想把自己的秘密暴露给对方。走出警局，韩雪停下脚步，
他指了指右边的街道，我往这边走了。他指了指右边的街道，那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司机正恭敬地站在车旁等候。林子东笑着点点头，好，路上小心。你也是。韩雪微微一笑，转身朝着轿车走去。坐进车里后，他还特意回头看了一眼林子东，直到车子缓缓开动，才收回目光。韩雪拿出手机，看着刚刚加上的联系方式，指尖在屏幕上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没有发消息过去。林子东目送韩雪的车离开，才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小鼎，又摸了摸手臂上的伤口，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今天这趟古玩街没白来，不仅得到了可能有助于修炼的小鼎，还认识了一个身手不凡的武者美女，也算是意外之喜了。只可惜自己没能问出更多关于武者的事情。林子东甩了甩头，把这些纷乱的思绪抛开，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赶紧回去研究一下这个小鼎，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回到车上，林子东迫不及待地开始尝试将体内的灵力缓缓注入小鼎。就在灵力注入到小鼎的瞬间，小鼎表面突然泛起一层淡淡的青光，那些原本模糊的纹路仿佛活了过来，开始缓缓流转。真的是法宝！林子东瞳孔猛缩，眼底露出浓浓的震惊。难怪古时候也有修士的存在，还是说这东西与自己得到的传承一样，是从另一个世界遗落到此？林子东的心脏砰砰直跳，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小鼎内部似乎有一股微弱却精纯的能量在与他的灵力产生共鸣。就在这时，小鼎突然微微一颤，表面的青光骤然收敛，那些流转的纹路也瞬间暗淡下去，仿佛刚才的异象只是昙花一现。林子东愣了一下，随即苦笑一声，看来以自己目前的修为，还无法完全激发这小鼎的真正力量。不过即便如此，这已经足以证明小鼎的不凡，今天这趟古玩街当真是捡到宝了。林子东将小鼎贴身收好，指尖还残留着那微凉的触感。车子缓缓启动，他侧头看向窗外，街道上的行人熙熙攘攘，谁能想到在这繁华都市的角落里，不仅有武者的存在，还隐藏着如此神奇的古物。以为自己的修仙之路只是孤独的探索，现在看来，这个世界或许远比他认知中更要复杂和精彩。手机突然震动了下，林子东急忙看了眼，是韩雪发来的消息。韩雪，到家了吗？伤口记得消毒。林子东心中一暖，回复道，正要回去，放心吧，只是一点小伤，不碍事。看到韩雪没有再回复消息，林子东这才放下手机，专心开车。回到出租屋的时候，林母正在给林子东洗着衣物，就连昨天换下的贴身短裤也被丢在盆里。林子东老脸一红，急忙将那些衣物抱了起来。妈，这些衣服我自己洗就行了，再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好，我儿子长大了。林母有些哭笑不得，眼中更多的却是欣慰。对了，梦瑶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提起柳梦瑶，林子东目光沉了沉。妈，其实我跟她已经分手了。分手？林母有些错愕，他儿子有多喜欢柳梦瑶，他再清楚不过了。难怪他刚才一直觉得他们两人之间哪里怪怪的，他还以为是这小两口吵架了呢。这个说话有些话长。林子东嘴唇动了动，耐着性子将事情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当然他避开了一些危险的事情，只是说柳梦瑶跟一个富二代好了，现在两人分手，又想回来找自己。至于在车上捉住两人，以及王爷找人对付他的这些事情，只字未提。可即便林子东说的委婉，林母还是被气得不轻。他怎么可以这样？妈，其实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更何况他只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林子东已经看得很开了，原本他还为自己和张琴发生关系觉得对不起柳梦瑶，但得知柳梦瑶早就已经出轨时，心里的愧疚也荡然无存。他们都做错了事，所以这件事再分个谁对谁错已经没意义了。你呀，林母心疼自己的儿子，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这傻小子竟然还会替别人着想。嘿嘿，妈，我饿了，有吃的吗？林子东故意转移了话题，想让氛围变得轻松一点。有，点你都做好了，你热一下就能吃。林母笑着说道。吃了晚饭，林子东又将自己衣物全部洗了个出来，这才回了房间。林子东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他盘膝坐在床上，再次取出那只小鼎，放在面前的矮桌上。林子东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开始调动体内的灵力。这一次他没有像之前那样直接将灵力注入小鼎，而是尝试着用灵力一丝丝地描摹小鼎表面的纹路，试图找到其中的规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林子东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灵力消耗让他有些疲惫。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指尖的灵力突然被一股微弱的吸力牵引，顺着一条复杂的纹路流转起来。他心中一喜，连忙集中精神，引导着灵力继续前行。随着灵力的流动，小鼎表面的纹路仿佛被点亮了一般，再次泛起淡淡的青光，比之前更加清晰。这一次，青光没有立刻消失，而是缓缓汇聚成一个小小的漩涡，悬浮在鼎口上方。林子东屏住呼吸，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异象，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漩涡旋转的速度逐渐加快，丝丝缕缕的青色光晕从中飘落，如同萤火虫般在房间里飞舞。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触碰那些光晕。林子东指尖刚一靠近，光晕便如同受到指引般，纷纷朝着他的掌心汇聚而来。一股清凉的气息顺着掌心涌入体内。林子东的脸上露出喜色，原本因灵力消耗而疲惫的身体瞬间感到一阵轻松，之前的疲惫仿佛被这股气息冲刷得一干二净。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灵力不仅恢复了，甚至比之前更加凝练。也许用不了多久，自己就能突破到炼体4层。就在这时，小鼎突然轻微震动了一下，鼎口上方的漩涡猛地收缩，随后化作一道青芒，直射向林子东的眉心。他只觉得脑海中嗡的一声，无数晦涩难懂的符文如同潮水般涌现出来，让他一时之间有些晕眩。不知过了多久，当最后一个符文融入他的脑海时，林子东猛地睁开双眼，眸中闪过一丝明悟。原来这些符文竟是一篇名为《运灵诀》的功法残卷，专门用于温养法宝，提纯灵力。虽然只是残卷，但其中蕴含的精妙之处却让他对修仙一途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低头看向桌上的小鼎，此刻小鼎表面的青光已经彻底消失，恢复了古朴无华的模样。但林子东却能感觉到自己与小鼎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他尝试着再次注入灵力，这一次小鼎没有再出现之前的异象，而是默默吸收着他的灵力，同时反哺出一丝更加精纯的灵力涌入他的经脉之中。感受到修为的提升，林子东脸上露出喜色，有了这运灵诀和小鼎，自己在这末法时代修炼应该会容易许多。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喜悦，开始按照运灵诀的记载，运转体内的灵力，继续温养小鼎。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房间里却只有林子东平稳的呼吸声和灵力运转时发出的微弱嗡鸣。不知过了多久，天边泛起一抹鱼肚白。林子东缓缓收工，睁开双眼时，眸中金光一闪而逝。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灵力比昨晚更加凝练，距离炼体4层的瓶颈也更近了一步。小鼎静静地躺在桌上，仿佛只是一个普通的谷物。他拿起小鼎，触手依旧微凉，却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仿佛这小鼎已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将小鼎放进柜子藏好，林子东伸了个懒腰，骨骼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一夜未眠的疲惫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精力充沛。林子东突然想到，如果张琴在这就好了，也只有那个女人才能承受得住他现在的精力。自从成为修仙者后，林子东明显感觉自己精力有些过于旺盛。先忍忍吧，晚点再带你去吃顿好的。林子东咧嘴一笑，穿上衣裤走出了房间。林母已经早早地做好了早餐，简单的吃了一口，林子东就风风火火离开了家门，赶往自己的公司。昨晚沈月给他发来了消息，让他今天有时间去公司一趟，说是有事情要跟他说。林子东也是早上结束修炼后才看到的消息。来到公司，林子东直奔沈月的办公室。进来。林子东进入办公室，沈姐你找我。坐吧。沈月看到林子东，盖上面前的笔记本，起身道：我听小周说，你最近打算开发北山养老院的市场。北山养老院的确是个好地方，但也是他们圈内公认最难啃的骨头，想要开发这条线，至今为止也没人能够完成。我是有这样的打算。林子东也没隐瞒，至少他很看好北山养老院，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找到那些大爷大娘抵触保险的原因，或许自己就能彻底打开这片市场。沈月亲自给林子东倒了一杯咖啡，送到他的面前道：为什么不继续开发雅轩居的市场？沈姐，雅轩居我也会继续留意，但北山养老院我也想试试。林子东与沈月对视了一瞬，沈月微微一愣，因为他竟然在林子东的眼中看到了野心和强烈的自信。原本他还打算劝说林子东放弃开发北山养老院，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将时间浪费在那里，毕竟失败的人实在太多了，其中不乏一些金牌保险员，在业界没人能够质疑他们的能力，可就是如此，他们依旧在那养老院铩羽而归。好吧，沈月妥协了，有志气是好事，他这个做领导的自然也不好多说，
如果林子东真的能够成功的话，对他而言也是一件好事。而且上头已经有意将他调去总部，但还缺少一项能够拿得出手的业绩。如果林子东真的能打开北山养老院的市场，那么他去总部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到时自己的位置空下来，他也打算推荐林子东，但也仅仅是推荐。自己这个位置究竟要由谁来接替，并非是他所能决定的事情。既然你这么坚持，这份资料或许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沈月从抽屉里面取出了一份之前调查出来的资料，递到林子东的面前。林子东随意翻看了2下，瞳孔明显放大了许多。这份资料上竟然有着北山养老院所有老人的相关资料以及背景，而且上面记录的十分详细。沈姐，这资料，你以为咱们公司只有小周去过北山养老院吗？沈月喝了口杯中的咖啡，来到林子东身旁坐下，两人距离很近。林子东能够闻到沈月身上淡淡的香气，其实他不喜欢香水，但沈月身上的味道却是恰到好处。沈月微笑着道：“这份资料你只能一个人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知道吗？”明白。林子东信誓旦旦地答应下来。就算沈月不说，如此隐私的东西，他也不会让别人看见。沈月点头，然后轻轻揉了揉自己的脖子。林子东见状合上资料，见沈月拧着眉头，于是问道：“沈姐，你脖子不舒服？”有一些，或许是最近太累了。沈月笑笑，她脊椎有些狭窄，经常会肩膀和后背痛，吃上药时会缓解一些，可一旦断了药，3天2头就会疼上一次，多则3-5天才能彻底缓解，少则也要1-2天。好在这种疼痛能忍，她也早都已经习惯了。我帮你按一下。你？林子东半开玩笑道：“那当然，我这可是祖传的按摩手法。”沈月眨眨眼，扑哧一下笑了出来：“你小子不会是想占我便宜吧？”说完这话时，沈月脸蛋微微一红。其实沈月也是结过婚的，只不过去年刚刚离婚，而且没有孩子，原因也简单，只是因为医生说她不能生育。她老公得知后，当天晚上就提出了离婚，她也痛快地答应了。听说不久前，她那前夫被小三骗光了钱，还欠下了不少外债，但这些对沈月而言，已经跟她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好吧，那你试试吧。沈月说着，挪动屁股，将后背对着林子东。林子东轻轻按住沈月的肩，调动体内的灵力到2掌间。沈月只觉得2处肩头越来越烫，但却有种说不出来舒适感，脖梗的疼痛似乎真的缓解了许多。沈姐，感觉怎么样？不错。沈月半眯着眼睛。过了一会儿，林子东突然松开手，沈月已经靠在沙发上沉沉地睡了过去。林子东取过衣服盖在了她的身上，这才拿起桌上的资料，脚步轻快地走出了办公室。刚走出办公室，迎面就撞上了端着咖啡的周涛。周涛一个趔趄，咖啡险些洒在林子东身上，他连忙稳住杯子，看清来人后惊喜道：“东哥，你可算来了。沈经理找你啥事啊？是不是为了北山养老院的事？”林子东晃了晃手里的资料袋，冲周涛挑了挑眉：“算是吧，沈姐给了点通关秘籍。”周涛眼睛一亮，凑过来压低声音道：“东哥，你真打算啃北山那块硬骨头啊？我跟你说，之前王亮他们组去了3次，每次都被那些大爷大妈轰出来，有个老太太还拿拐棍追着老张跑了半条街呢。”林子东笑了笑没接话。这北山养老院骨头就是再硬，他也要啃下来一块，更何况越是难啃的骨头，啃下来才越有滋味。他拍了拍小周的肩膀：“谢了兄弟，我知道你是好意，回头请你吃饭。”说完便大步流星地往自己工位走去，留下周涛在原地对着他的背影直啧舌，嘀咕着：“东哥这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回想起自己被那些老头老太太连追带打的画面，周涛打了个激灵，反正那鬼地方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去第2次了。这边林子东将资料全部装入自己的双肩包后，就背着包离开了公司。刚刚坐进车里，林子东的手机就响了：“孙兰兰，今晚我约了闺蜜一起吃饭，你也过来。”信息后面还跟了一个凶巴巴带着警告的图片。林子东乐了，立即回复了一条：“林子东，相亲局。孙兰兰，要死啊你，是鸿门宴。”林子东，地点时间：孙兰兰，晚上6点，地点另行通知。林子东 OK。 随手将手机丢在副驾驶，林子东这才开车赶往养老院。与此同时，商业街孙兰兰正在和韩雪逛街。孙兰兰看到林子东回复的消息，撇撇嘴：“这家伙还真想相亲不成？”“兰兰，我不想去。”韩雪抿了抿唇，虽然这是爷爷安排的，可是她不喜欢这种被人强行撮合的感觉。她就是真的要找自己的另一半，也只会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找，而不是靠着家里人去介绍。
再说，跟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见面，难道不会很尴尬吗？你不去的话，韩爷爷那边你怎么解释？孙兰兰看到韩雪露出为难的神情，突然挽住她道：好了，就是去走个过场，到时候你就说没看上，韩爷爷又不会真的逼你。韩雪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无奈的点点头。那好吧。孙兰兰见韩雪答应，也没放在心上。林子东虽然不错，但比起韩雪还要小了几岁，而且那家伙虽然还不错，但韩雪身边更优秀的男人比比皆是，所以她一点也不担心韩雪会看上林子东。对了，雪儿，你身边那么多优秀的男人，真的就没有一个能够让你心动的？韩雪正要摇头，突然脑海中浮现出一道身影，出现了片刻失神。孙兰兰看到看雪有些走神，眼睛瞪大了几分，真的有啊？到底是谁啊？她就随口那么一问，竟然还有意外收获。没有谁。韩雪脸蛋染上一抹红晕，久久不散。孙兰兰拉着韩雪，眼睛里满是好奇，快说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啊？我们昨天才刚刚认识。韩雪回想起昨晚的一幕幕，唇角不自觉地微微翘起，那是除了她爸爸和爷爷以外，第一次有异性那么亲近地触碰到她。韩雪以为自己会很讨厌，但她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并不讨厌那个男人，相反，她甚至隐隐有些期待下一次的见面，这是她曾经从未有过的感觉。当然，韩雪觉得这算不上是喜欢，最多也就算是一点点好感吧。只不过她还不知道那个男人对自己的印象如何，自己昨晚应该没有很狼狈吧。想到那个男人握着自己脚的画面，韩雪脸蛋明显更红了几分。好在韩雪的脸蛋本就有些粉红，所以不仔细看的话也不是特别显眼。昨天认识的？孙兰兰眼睛瞪得更大，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抓住韩雪的胳膊晃了晃。快说说，长什么样？做什么的？你们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一连串的问题像炮弹一样抛了出来。孙兰兰实在太惊讶了，她可是韩雪啊，她竟然会对一个昨天刚刚认识的男人动了凡心，简直太离谱了。韩雪被她晃得有些头晕，轻轻挣开她的手，脸上的红晕更深了些，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一个意外场合认识的。她含糊其辞，不想把昨晚在古玩街发生的窘迫事说出来。普通？能让我们韩大美女另眼相看的，怎么可能普通？孙兰兰显然不信，贼兮兮的凑近道：是不是长得特别帅，还是特别有钱，或者特别会聊？韩雪被他问得哭笑不得，嗔了他一眼：你想什么呢？就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而已。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由自主地再次浮现出林子东的样子。不算长得很帅，但五官分明，眼神清澈，尤其是他帮自己处理伤口时专注的神情，以及他身上那股淡淡的干净的味道，感觉不错。孙兰兰抓住了关键词，拖长了语调：这可是感觉啊，我们冰山雪莲韩雪竟然会对人有感觉，这可是天大的新闻。不行，你必须带我见见他。嘴上这样说着，孙兰兰却是有些窃喜，雪儿有喜欢的人，就更加不会喜欢林子东了。让那个坏蛋臭屁，雪儿才不会喜欢他呢。韩雪连忙摆手，都说了只是刚认识，还没到要见朋友的地步呢。她心里其实也有些矛盾，既期待再次见面，又有些害怕，怕那次只是昙花一现，也怕自己的这点好感只是一时兴起。行吧行吧，不逼你了。孙兰兰眼珠一转，又想到了晚上的饭局。不过话说回来，晚上你可得打起精神来应付一下，别到时候被你爷爷看出什么端倪，以为你对他有意思，那可就麻烦了。韩雪微笑着点点头，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与此同时，北山养老院，小林，林子东端着水果送到陈奶奶面前，陈奶奶该吃水果了。陈奶奶笑着摇摇头，你吃。林子东有些哭笑不得，他也好奇自己长得究竟有多像陈奶奶的儿子，而且他从其他护工口中得知，陈奶奶的儿子每年都会给养老院打钱，但已经有3年没有回来过了。3年啊，陈奶奶高寿已经78了，就算再长寿，又能还有多少个3年？陈奶奶，您今天的精神头真好。林子东故意转移着话题，每次他来照顾陈奶奶，陈奶奶都会用这样的眼神注视着他。是啊，陈奶奶笑着点头。只见她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然后从床头的柜子里面拿出了一张相片。相片应该是很久以前拍的，照片上陈奶奶头发还没有完全灰白，一个中年男人陪在她的身旁，应该就是她的儿子了。这也是林子东第一次看到陈奶奶儿子的样子。照片上的男人眉宇间的确与他有着3分神似，是不是长得跟你很像？陈奶奶轻抚相片，眼眶微微有些湿润。林子东认真点头，的确很像，
不过她比我大了很多，如果再年轻一些的话，应该会更像吧。陈奶奶点头，然后看着相片，微微有些出神。其实我都已经猜到了。陈奶奶眼中露出丝丝伤感，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所以不能回来。她作为母亲，怎么可能不了解自己的孩子？3年的时间，一个电话没有，也没有回来看过她，甚至连条消息都没有，就连儿媳来看她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距离儿媳上一次过来看自己，好像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也许是儿媳担心她知道真相，所以故意隐瞒。可是这种事情，她又能瞒得了自己多久？陈奶奶将相片放在了心口，眼泪不断的滑落。陈奶奶，您别哭啊！林子东吓了一跳，急忙取出纸巾递了过去。陈奶奶摆摆手，没事的。其实她已经想通了，自己这一把年纪也没有几年可活了，只是想到自己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心里终归有些遗憾，所以她想趁着自己还能走动，想去儿媳那里看看，也算是了一件自己的心愿。陈奶奶，那您什么时候？明天。陈奶奶多看了林子东2眼，道：我能看出你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你不是这里的护工对吗？林子东表情凝固了瞬间，最终点点头。陈奶奶，其实我一个是保险业务员。我就知道。陈奶奶笑笑，你是不是想知道这里的老人为什么都讨厌保险？林子东闻言，眼睛立马亮了起来。陈奶奶，您知道？其实事情是这样的。陈奶奶将2年前的一场事故说了一遍。2年前的时候，这里的老人都买过保险，但自从其中一个老人出了事，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脱保险，导致那名老人离世后，养老院的老人们就开始纷纷退了所有保险，甚至对做保险的人也十分的抵触和排斥。怎么会这样？林子东皱眉。林子东也听说过一些小的保险公司经常会在合同上玩一些文字游戏，尤其是那些小公司的业务员，他们只管签合同，真的有什么事情就推脱给公司去处理。但这种小公司往往都干不了多久，光是近2年，这种小保险公司就黄了好几家。林子东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他一直觉得保险是一份神圣的职业，是在为人们抵御未知的风险，可没想到有些同行的行为竟然如此败坏行业名声，还让老人们对保险产生了这么深的误解和抵触。林子东看着陈奶奶道：陈奶奶，您放心，不是所有保险公司都这样，也不是所有保险业务员都只想着签单，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们重新认识保险的真正意义，让保险真正能帮到有需要的人。陈奶奶看着他认真的样子，轻轻拍了拍他的手，叹了口气：孩子，你的心意奶奶知道，只是这心里的疙瘩没那么容易解开啊。林子东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帮陈奶奶整理好床铺。出门前，林子东忍不住回头问：陈奶奶，您还会回来吗？陈奶奶笑了笑，对着林子东挥了挥手，关上门。林子东站在走廊有些出神，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因为他知道或许这一别，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见到陈奶奶了。下午快到2点时，林子东去帮陈奶奶收拾房间的时候，房间里面空荡荡的，东西也都被收走了。直到这时，林子东才从其他护工口中得知，陈奶奶已经被人接走了。稍稍调整了下心态，林子东这才换回衣服离开了养老院。现在距离晚上6点还有些早，林子东又开着车去了古玩街。古玩街依旧热闹，但人流比起晚上却要少上许多。林子东把车停在街角，慢悠悠地逛了起来。除了寻找带有灵力的玉石，林子东也想借此机会淘到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宝贝。只是这古玩街的水太深，想要从这些摊位里面淘出点有价值的宝贝，不光考验眼力，还有着极大的运气成分。林子东转了一圈，突然在一个卖古画的摊位前停了下来。这些古画真假参半，有些的确像是老物件，但大部分应该都是上周或者大上周的老板，随便看。摊位老板是个矮个子的胖女人，看见林子东靠近，立马巴拉巴拉地说起这些画的来历。林子东随意挑选了几幅画，打开欣赏起来。就算是假货，也有一定的欣赏价值。这画多少钱？3000一幅。老板好眼力，您挑的这些画至少也是民国时期的，我可是花了好大力气才收回来的。林子东放下手中的画，正要起身换个摊位时，突然注意到女人身后挂着的一幅山水画。这幅画怎么卖？这个啊，这可是唐伯虎的画。胖女人伸出5根手指头，5000。林子东咧嘴：大姐，这是唐伯虎的画不假，但这又不是真迹，5000是不是贵了？胖女人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堆起谄媚的笑：老板您真会开玩笑，这画就算不是真迹，那也是高仿中的精品。您看这笔触，这墨色多少也得沾点大师的灵气不是？5000真不贵，
您要是诚心要4800，给您打个折。林子东没接话，只是目光落在那幅山水画上，右手悄然运转起一丝灵力。他能感觉到画轴中似乎隐隐透出一股极淡的、不同于寻常纸张的温润气息。这气息很微弱，若有若无，不像是画作本身散发出来的，倒像是藏在画轴里头的东西。难道画轴里面还有一幅画？林子东呼吸一顿，他不动声色地指着画轴边缘一处不起眼的磨损痕迹：“大姐，您看这儿都磨成这样了，800。您要是卖我就拿走，不卖我就再逛逛。”胖女人见林子东不像好糊弄的样子，又将价格降到了3000。就3000，算我今天开张大吉，碰到个懂行的老板。3000高了，1000。老板，您这价格压得太低了，1500最低了。最终两人一番讨价还价，林子东以1300的价格买下了这幅画。东西刚刚拿到手，林子东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卷轴上摸索起来。这古玩街的治安还不错，而且光是摄像头就有近100个，就算这幅画真的是宝贝，也绝对没人敢在这里动手抢夺。啪嗒，画轴上突然传来一道脆响。林子东心中一喜，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仔细摸索，发现画轴末端有个不起眼的暗扣。他轻轻旋动暗扣，画轴竟从中分成了2半，露出里面一卷用油布包裹着的东西。竟然真的有东西！林子东迅速将油布打开，里面果然藏着另一幅画。虽然手中的这幅画纸张已经泛黄，边角也有些磨损，但上面的山水景致却比外面那幅仿品更加气韵生动，笔墨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古朴韵味。这画轴里面竟然还有画！胖女人惊呼了一声，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屁大一会儿，周围就围满了人。有人眼尖，指着画纸上的印章惊呼：“你们快看，那是松雪道人的印章！难道这画是赵孟俯的真迹？”赵孟俯是南宋末期至元初的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不久前，赵孟俯手书的《长清镜经》拍出了1700万的价格。如果林子东手中的这幅画是真迹，那么其价格怕是也不会低于1000万。人群顿时炸开了锅，议论声此起彼伏。胖女人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一把抓住林子东的胳膊：“不行，这画我不卖了，我退你钱。”林子东轻轻挣开他的手，将画小心翼翼地卷好：“大姐，买卖成交哪有反悔的道理？刚才可是你亲手把画递给我的，而且我也付了钱。”看到林子东拿出转账记录，周围的人也纷纷帮腔，说胖女人做生意不地道。胖女人急得直跺脚，却又无可奈何，这是古玩街的规矩。林子东正要带着画离去，一名老者急匆匆地挤上前来，声音带着几分急切道：“小伙子，能不能让老头子我看看你手中的画？”林子东见老者气度不凡，不像是寻常看热闹的人，便点了点头。老者小心翼翼地接过画，戴上随身携带的老花镜，仔细端详起来，从纸张的材质、墨色的晕染到笔触的走向、印章的真伪，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他的手指甚至轻轻拂过画面，感受着纸张的纹理。周围的人群也安静下来，屏息凝神地看着老者，连胖女人都暂时忘了纠缠，目光紧紧锁在那幅画上。老者看了足足有10分钟，才缓缓摘下眼镜，长长舒了口气，眼神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和惊叹：“好画，真是好画啊！这笔触圆润遒劲，线条流畅自然，意境悠远深邃，再加上这松雪道人的印章，虽不敢100%断定是真迹，但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高仿精品，甚至可能是与赵孟俯同时期的高手所作，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都不可估量啊！”胖女人红了眼睛，急忙问道：“这画值多少钱？”老者看了胖女人一眼，将手中的画还给林子东，淡淡道：“若是普通高仿，市面上或许能值个几万，但这幅画的笔墨功底和纸张年份都非同一般，若是拿到正规拍卖行，保守估计也得在100万以上。”100万！胖女人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她死死盯着林子东手里的画，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里面藏着这么值钱的东西，说什么也不会1300就卖了。周围的人群更是一片哗然，看向林子东的目光充满了羡慕和嫉妒。刚才还觉得这小伙子花1300买幅仿品是冤大头，没想到转眼就捡了个天大的漏。林子东心里也是一阵激动，他原本只是感觉到画轴似乎有些特别，没想到竟然藏着这样一幅宝贝。老者目光依旧停留在画上，带着几分不舍：“小伙子，这画你打算出手吗？我愿意出150万，当场现金交易。”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150万啊！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老者刚才的估价，看来这老者是真的对这幅画势在必得。胖女人更是急得直跳脚，却又不敢上前抢夺，只能眼睁睁看着。
林子东总觉得这话不简单。如果这幅画是真迹，价格恐怕会翻上10倍。老先生，抱歉，这幅画我还不打算卖掉，更何况你也说了，这幅画很可能是真迹。这样，老头子我出300万，买你一个可能，怎么样？老者是真心喜欢这幅画，但是不是真迹，还需要更详细的鉴定。其实300万对现在的林子东而言，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至少有了这300万，他的底气也能更足一点。不过他还是觉得这画是真迹，就算只是一个可能，他也愿意搏一搏。搏赢了，出租变平层；搏输了，好像也没多大损失。就算这幅画真的是临摹出来的，那也一样有着它的价值，自己也不亏。老者有些不死心，这样，小伙子，我们去文阁，让徐大师帮忙鉴定一下如何？如果这幅画真是临摹出来的，我依旧愿意出300万买下它，怎么样？林子东心中一动，文阁在本地古玩街颇具声望，徐大师更是鉴定字画的权威，有他帮忙鉴定真伪，而且自己手里留着这样一幅画，也的确没什么用处。他来这里的本意就是为了赚钱来的，如果能够确定是真迹，能够当场卖掉，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想到这里，林子东点了点头，好，那就麻烦老先生带路了。老者见他答应，脸上露出一丝喜色，连忙在前头引路，两人挤出围观的人群，朝着古玩街深处的文阁走去。周围的人见状，也纷纷议论着跟了上去，他们都想看看这幅画最终究竟是不是真迹，又能拍出什么样的天价。胖女人站在原地，眼底闪过一抹怨毒和嫉恨。在古玩街，她不敢乱来，可要是出了古玩街呢？她悄悄拿出手机，急忙拨通了一个号码，然后压低声音对着电话那头说了几句，眼神紧紧盯着林子东和老者离去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阴狠的弧度。林子东和老者一路穿过热闹的摊位，来到文阁门口。文阁是一栋古色古香的3层小楼，门口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透着一股庄重典雅的气息。老者带着林子东推门而入，店内立刻有店员迎了上来，看到来人的模样后，立即恭敬地问道：“张老，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张启生摆了摆手：“我带这位小兄弟来找徐大师鉴定一幅画，徐大师在吗？”店员连忙点头：“徐大师正在楼上书房呢，我这就去告诉他您来了。”说完，店员便匆匆上楼去了。林子东打量着店内的陈设，四周的货架上摆放着各种古董字画、玉器、瓷器，这些就算不是真品，也都是难得的高仿。而且他还发现了几块带着微弱灵力的古玉。林子东眼睛微微一亮，如果能将这几块古玉买下，也许不用吸收那原石中的灵力，他就有望突破到炼体4层。没过多久，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者走了下来。老者正是文阁的主人徐大师徐年。张启生连忙上前道：“徐老哥，打扰了。”“客气什么，快上楼坐坐。”徐大师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随即落在了林子东身上。“这位小兄弟是？”张老介绍道：“这位小兄弟，他手里有幅画，想请你帮忙看看。”徐大师看了看身后跟着看热闹的人，立马猜到了什么：“小伙子，看来你运气不错啊，能让我看看你的那幅画吗？”“当然可以。”林子东小心翼翼地将画展开，铺在宽大的书桌上。徐大师见状，立马戴上手套，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从纸张的纤维、墨色的层次到印章的篆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书房里一片寂静，只有徐大师偶尔发出的轻微赞叹声。张老和林子东都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看着徐大师的表情。过了许久，徐大师才缓缓放下放大镜，摘下手套，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色：“好画，真是好画啊！这幅《秋江带渡图》笔墨精湛，意境深远，印章也是真的，绝对是赵孟俯的真迹无疑。”林子东和张老都愣住了，随即一股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四周更是一片哗然。古玩街时隔多年，竟然又有人捡到了这么大的漏，距离上次出货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是一幅齐白石的真迹，也卖出了1000万的高价。林子东激动的手心都冒汗了，他没想到自己真的赌对了，这幅画竟然真的是赵孟俯的真迹。张老更是激动地走上前来：“徐老哥，你确定吗？”徐大师肯定地点了点头，有些激动道：“我研究赵孟俯的字画几十年了，绝不会看走眼。这幅画无论是从艺术价值还是历史价值来看，都堪称国宝级的珍品啊。”张老深吸一口气：“小兄弟，既然已经确定是真迹，那价格自然不能再按之前的算了。这样吧，这幅画我出1500万，你看如何？这已经是我能拿出的极限了，再多的话我也只能去借了。”张老眼巴巴地看着林子东手中的画，真迹啊！其实他也明白，
这幅画的价值恐怕不止1500万，但他也没有说谎，他现在也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听到1500万，林子东心脏也狂跳了几下。1500万啊，这几乎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他看着眼前的徐大师和张老，又低头看了看桌上那幅散发着古朴气息的《秋江带渡图》，心中迅速盘算起来。徐大师也很喜欢这幅画，但张老是他的老友，他也不好夺人所爱，于是在一旁也开口道：小兄弟，张老的这个价格已经很有诚意了。赵孟俯的真迹虽然价值连城，但能在短时间内拿出这么多现金的，恐怕也只有张老了。而且这画留在你手里，若是遇到不识货的，反而可能明珠蒙尘。林子东沉吟片刻，他知道徐大师说的是实话。自己虽然得到了这幅画，但毕竟对古玩市场的行情了解不深，如果走拍卖的话，还要重新鉴定，而且周期也长。与其抱着宝贝却不知道如何变现，不如趁现在有个合适的价格出手。想到这里，林子东已经有了决断，他抬起头来看着张老道：老爷子，那就按您说的1500万。张老脸上瞬间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连忙点头：好好好，小伙子果然爽快。我这就让人去准备现金，不，还是转账吧，现金太多也不方便携带。小伙子给我一个银行卡号。说着，他立刻拿出手机，让店员去准备转账事宜。周围跟着进来的那些看热闹的人，此刻已经彻底傻眼了。从最初的1300到现在的1500万，这简直就是一场梦幻般的财富飙升。很快，店员就拿着 POS 机和转账凭证走了过来。张老当场通过银行转账，将1500万打入了林子东提供的银行卡账户里。当林子东收到银行发来的到账短信时，手都忍不住有些颤抖。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将彻底改变。交易完成后，张老小心翼翼地将《秋江带渡图》收了起来，像是捧着稀世珍宝一般，对林子东和徐大师再三感谢后，才带着画匆匆离去。徐大师看着林子东，笑着说道：小伙子，你这次可真是捡了个天大的漏啊，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好东西，记得常来文阁坐坐。林子东脸上露出喜色，连忙道谢。结交这样权威的古董大师，以后他再来古玩街淘宝也能省下许多的麻烦。而且这位徐大师似乎名声不错，林子东觉得可以试着结交一番。对了，徐大师，你若是不嫌弃，咱们就结个忘年交，你叫我一声徐老哥吧。徐年注视着眼前的林子东，他阅人无数，却有些看不透眼前这个年轻人。林子东当然求之不得，连忙拱手道：徐老哥。这声称呼一出，两人之间的距离顿时拉近了不少。徐年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小子，以后在这古玩街遇到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徐老哥，其实我想买几块古玉，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林子东心头有些火热，但却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出来。徐年愣了一下，笑着说：古玉，我这确实有几块，都在这了，看上哪个了随便挑。林子东也不客气，将那几块带灵气的古玉挑了出来。可这些玉里的灵气加一块都比不上之前那块石头的1/3。他忍不住问：徐老哥，还有没有别的古玉了？徐年想了想摇头：眼下就这些了，不过你要是真喜欢，下周来吧，到时候会到一批新货。林子东一听，眼睛都亮了。行，我一定来。两人又聊了几句。徐年本来想送他这几块玉，就当交个朋友，但林子东坚持按原价付了钱，这才离开古玩街。这里马上就要入冬时节，只是4、5点钟，天色就已经有些暗了下来。还没走出多远，林子东就被几道身影给拦了下来。林子东不认识这些人，但是他认得他们身后的胖女人，自己的画就是从他手中买下来的，真是晦气。林子东目光沉了沉，对方迟迟没有动手，显然是不想破坏了古玩街的规矩，所以一直故意等到自己离开了古玩街，才让人围堵自己。胖女人双手叉腰，脸上堆着毫不掩饰的怨毒，尖声道：小子，把画交出来！那画本来就是我的，你用1300就想骗走，没门！他身后的几个壮汉也跟着往前逼近一步，个个面露凶光，将林子东围在中间，堵住了他的去路。把画交出来，那1300我可以退给你。胖女人一副吃定林子东的架势，要不是担心怕坐牢，他这1300都不想退。林子东知道这胖女人是贼心不死，想在古玩街外动手抢画，只是他不知道画已经被自己卖掉了。我要是不给呢？胖女人眼神阴狠，那你就别想离开这里。林子东定了定神，似笑非笑道：画已经被我卖了，而且咱们是钱货两清，你现在的做法就是在抢劫，你知道抢劫要判多少年吗？胖女人根本不信，以为林子东是故意骗她，
卖了。我看你是想私吞，今天不把话拿出来，你就别想走。说着，他朝旁边的壮汉使了个眼色，那几人立刻摩拳擦掌，一副随时要动手的样子。林子东眼神也冷了下来，动手，把话抢回来。几个壮汉立即冲向林子东，看见他们还真敢动手，林子东轻笑了声，若是放在不久前，或许他真的会拿钱消灾，可如今他已经快要踏入炼体4层，对付几个普通人还是绰绰有余的。他从容地躲过挥来拳头，同时一记鞭腿扫向对方膝盖，只听咔嚓一声轻响，那壮汉便惨叫着跪倒在地。其余几人见状，也纷纷挥舞着拳头砸来。林子东不慌不忙，脚下步伐变换，如同泥鳅般在几人之间穿梭，每一次出手都精准地打在对方的关节或麻筋上。转眼的功夫，又有2人捂着膝盖躺在地上哀嚎着。最后一个壮汉见同伴接连倒下，顿时有些发怵，犹豫着不敢上前。妈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壮汉就是脑子反应再慢，也知道他们这是遇到了硬茬子。林子东眼底闪过一抹寒意，自然是你不该惹的人。话音刚落，林子东身形如同鬼魅般欺进那壮汉身前，壮汉只觉眼前一花，腹部便传来一阵剧痛，整个人像个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几米外的地上，蜷缩着身体再也爬不起来。胖女人见状，吓得脸色惨白，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指着林子东的手都在不停颤抖。你敢打人，我要报警抓你！林子东缓步走到他面前，眼神冰冷地看着他。报警？你带人在古玩街外围堵勒索，甚至动手抢劫，你觉得警察来了会先抓谁？胖女人被他看得心头发毛，嗫嚅着说不出话来。他知道林子东说的是事实，刚才那几个壮汉动手的样子，周围要是有路人看到，警察来了他根本狡辩不了。怎么不报警了？要不然我帮你。林子东说着拿出手机就要报警。胖女人做贼心虚，见状连忙摆手，别报警，我这就走。说完，他再也顾不上地上哀嚎的几个壮汉，转身就想跑。林子东一把抓住他的后衣领，想走？把我的13000退给我。胖女人一愣，随即哭丧着脸，不是1300吗？林子东眯了眯眼睛，不承认。那我还是报警吧。别，我给。胖女人急忙掏出手机，一脸肉疼的转了13000过去。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吗？林子东确认到账后才松开手，冷声道：滚！胖女人如蒙大赦，看都没看自己同伙一眼，头也不回的跑远了。林子东看着他狼狈的背影，又瞥了眼地上哀嚎的几个壮汉，眼神没有丝毫波澜。他收起手机，转身朝着自己停车的位置走去。回到车上，林子东唇角上扬，正要发动车子，林子东就收到了孙兰兰发来的消息：孙兰兰，Gaga音乐餐厅6点准时，不准迟到。林子东知道这家餐厅，市里年轻情侣的约会打卡圣地。他和柳梦瑶还在一起时，不止一次听到他提起过，每次都是暗示她的哪个闺蜜男朋友带她去了那里。他也好奇地打听过，据说一顿饭就要小几千，只是那个时间段他打了3份工，每天累得倒头就睡，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这件事。林子东晃了晃脑袋，驱散了脑海中的念头。柳梦瑶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也不愿再去提起。而且林子东不喜欢那种藕断丝连的关系，所以既然已经跟柳梦瑶分手，那么他就会断得干干净净。想清了这些，林子东立即发动车子赶往这家音乐餐厅。Gaga音乐餐厅。兰兰，不然我还是走吧。韩雪有些坐立不安，她不喜欢相亲，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抵触。不行，来都已经来了。孙兰兰又将韩雪按了回去，况且你就这样走了的话，韩爷爷肯定不会死心的。提到爷爷，韩雪小脸露出丝丝无奈。好吧，韩雪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见到了人，自己立马就走。到时候他就跟爷爷说跟这个人没有眼缘，爷爷应该也不会真的强迫自己。10几分钟后，林子东已经将车停在了餐厅外的停车位上，看了一眼时间，还差几分钟才到6点，时间刚刚好。其实他从孙兰兰那里已经知道，对方是个冰美人，会答应过来，也只是为了堵住他爷爷的嘴，自己又何尝不是来走个过场。更何况孙兰兰才是他的女人，当着他的面儿去跟别的女人相亲，这画面光是想想，林子东都觉得头皮麻酥酥的。他整理了一下衣领，深吸一口气，推门走进了餐厅。柔和的灯光倾泻而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爵士乐和食物的香气。餐厅内部装修的极具格调，每一处细节都透着精致与浪漫。林子东撇撇嘴，不愧是排名第1的约会圣地，或许女孩子都喜欢这种浪漫的氛围吧。
这里。林子东一眼便看到了挥手的孙兰兰，立即迈着大步走了过去。可当林子东靠近时，突然觉得孙兰兰身旁的女人有些眼熟。林子东靠近时，韩雪也在看向他的方向，两人四目相对，同时愣了一下。是你，是你！二人几乎同时开口。这下轮到孙兰兰傻眼了，那双卡姿兰大眼睛在韩雪和林子东身上来回跳动着。你们认识？林子东也有些意外，他怎么也没想到孙兰兰说的那个需要应付爷爷的朋友竟然会是韩雪。这个世界未免也太小了。看到韩雪略带羞涩的眼神，孙兰兰心里咯噔一下，这感觉有种要被偷家的感觉。对了，你的伤怎么样了？韩雪目光落向林子东的肩膀。孙兰兰急忙问道：你受伤了？已经没事了。林子东说着还活动了几下胳膊，证明自己真的已经好了。韩雪看着林子东有些欲言又止，心里既有些紧张，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窃喜。没想到爷爷说的人竟然是他。孙兰兰敏锐地捕捉到韩雪眼神里的变化，心里的危机感更加强烈。她清了清嗓子，故意提高音量，打破这微妙的气氛。哎呀，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那可真是太巧了。林大帅哥，快坐快坐，别站着了。说着，他还不忘朝林子东挤了挤眼睛，那眼神里明晃晃写着你给我老实点。林子东被他这小动作逗得差点笑出声。孙兰兰看见林子东竟然还敢笑，偷偷在桌下踢了他一脚。林子东在韩雪对面的位置坐下，目光不经意间扫过韩雪，发现她耳根悄悄泛起了红晕。韩雪被林子东看得有些不自在，连忙端起桌上的柠檬水抿了一口。餐厅里舒缓的爵士乐还在流淌，可这张小小的餐桌旁，气氛却悄然变得有些微妙起来。跟两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吃饭，其实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林子东活了20多年都没有过这种待遇。孙兰兰在桌下踩了林子东一脚又一脚，她竟然不知道林子东和韩雪竟然认识。林子东心中暗笑，趁着孙兰兰踢向自己时，抓住了她那只使坏的小脚。明明是他拉着自己来应付场面，现在反倒紧张起自己来了。孙兰兰脚被抓住，脸蛋迅速红了几分，却不敢表现出来。不然咱们先看看吃什么。林子东说着，拿起菜单，假装认真研究起来，眼角的余光却留意着对面两人的动静。韩雪似乎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尴尬，端着水杯的手指微微收紧，长长的睫毛垂下，遮住了眼底的情绪。孙兰兰则是一副我就看着你怎么办的表情，双手抱胸，嘴角带着一丝挑衅的笑意。林子东点了一些餐厅的招牌菜，如果放在几天前的话，几千块一顿的饭，他还真舍不得来吃。一顿饭而已，可能就要花出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反正他觉得是不值的。对了，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其实，你先说。林子东和韩雪大眼瞪小眼，就连林子东都觉得两人有些过分默契了。孙兰兰脸上的笑意差点就绷不住了，她怎么觉得自己今天跟过来好像有点多余了？要不她走。感觉到孙兰兰的杀气，林子东正想着怎么救场的时候，他点的菜已经被送上了桌。要不咱们边吃边聊。与此同时，餐厅外面，大狗带着10几个小弟下了车，然后对等在餐厅外的小弟招了招手，眼神阴狠道：你确定是那个小子？上次被那个小杂种打断了一条胳膊，疼得他几天都睡不着觉。他正想着去哪找这小杂种，没想到他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狗哥，我绝对不会看错，就是他。狗哥，要不要咱们进去？大狗转手就是一个大逼兜，抽在那小弟的后脑勺上。疯了吧？这里是餐厅，到处都是摄像头，还进去？你是怕警察找不到你吗？他压低声音，眼神扫过餐厅亮堂的落地窗，在这儿等着，等他出来，我这就给豹哥打电话，只要豹哥出手，这小杂种就死定了。说着，他揉了揉自己还打着石膏的胳膊，指尖捏得咯咯作响。都给我精神点，盯住他，他要是跑了，老子就废了你们。过了一会儿，大狗已经打完了电话，挂了电话后，他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对身边的小弟们说：豹哥说了，他马上就到。听到豹哥会亲自过来，大狗的一群小弟瞬间激动起来。豹哥可是武者，据说就连搏击冠军都不是豹哥的对手。大狗眯着眼睛朝着餐厅看了眼，道：小杂种，一会儿看你怎么死。餐厅内，孙兰兰用叉子戳着盘中的牛排，气鼓鼓地瞪着林子东。林子东疼得龇牙咧嘴，却只能强装镇定，给韩雪递过去一杯果汁。这家的鲜榨橙汁不错，你尝尝。韩雪接过杯子，指尖不经意触碰到他的手背，像被烫到般迅速缩回，脸颊泛起更深的红晕。孙兰兰气得直磨牙。
要不是韩雪还在这里，他真想一口咬死这个坏蛋。三人的气氛有那么一丢丢尴尬，但也不至于冷场。而餐厅外的阴影里，大狗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掏出烟盒，抖出一支烟，打火机的火苗在夜色中明明灭灭，映着他狰狞的脸。妈的，这小子怎么吃这么久？老大，要不我进去看看？看个屁！大狗猛吸了2口，烦躁地将烟头踩灭，目光死死盯着餐厅门口。豹哥怎么还没来？话音刚落，一辆黑色越野车便疾驰而至，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车门打开，一个光头男人走了下来。男人身材魁梧，正是大狗口中的豹哥。人在哪里？豹哥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他倒是想看看，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动他的人。大狗连忙点头哈腰地迎上去。豹哥，那小子还在里面吃饭，到现在都没出来。豹哥顺着大狗指的方向看向餐厅落地窗，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不急，让他先吃个饱，免得待会儿上路的时候说我没给他留顿好的。他活动着手腕，指骨发出咔咔的脆响，周身散发出的戾气让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几分。大狗见状，连忙谄媚地递上一支烟。豹哥说的是，这小子能死在您手里，也算是他的福气了。豹哥接过烟却没点燃，夹在指尖把玩着，眼神阴鸷。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对他的人动手，当真是活腻了。餐厅里，林子东已经将他与韩雪相识的原因简单的说了一遍。孙兰兰，他怎么越听越不对劲？这不就是典型的英雄救美的戏码吗？这么说，你们还真的挺有缘分的呢。孙兰兰脸蛋上的笑容有些僵硬，她一直觉得韩雪眼高于顶，不会看上林子东，但是现在的话，她突然没有那么自信了。对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韩雪对孙兰兰和林子东的关系也十分好奇。林子东看了孙兰兰一眼，他是我房东。孙兰兰抢先回答。林子东表情凝固了瞬间，但还是点了点头。房东？韩雪哭笑不得，她刚才想了好几种可能，唯独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那个，时间也不早了，不然我送你们回去。林子东也察觉到韩雪看向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太对，于是主动提议送两女回家。孙兰兰挽住韩雪，雪儿今晚去我那里住，你当然要送我们回去。韩雪要去孙兰兰那里？林子东傻眼，那他岂不是没机会去他那里蹭一晚了？行，没问题。林子东爽快地答应下来。韩雪轻轻嗯了一声，算是默许了。三人起身准备离开，林子东去前台结了账，看着账单上那串数字，他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叹了口气。这一顿饭够他以前省吃俭用活小半个月了。走出餐厅，林子东正准备去开车，突然本能地察觉到一股危险，猛地看向身后方，看到大狗一伙人就藏在阴暗处。林子东目光沉了沉，看来上次他下手还是轻了。你们先上车。孙兰兰担心林子东，强忍着恐惧道：他们是谁？是来找我麻烦的，晚点再跟你解释。林子东说着打开车门，将孙兰兰送进车里，顺便将车钥匙也给了他。韩雪淡淡道：我可以帮忙。林子东摇头：你保护好兰兰就行。林子东刚才就注意到了大狗身后的光头，那危险的感觉正是从那光头身上传来的。大狗看到林子东发现了他们，也不再隐藏，带着人就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小子，没想到吧？咱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钱豹跟在大狗身后，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神轻蔑地打量着林子东，仿佛在看一个死人。林子东关上车门，眼神戏谑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条断了胳膊的疯狗。小子，你他妈找死！大狗被激怒了，正要拎着手中的棒球棍冲上去，突然被钱豹的大手按住。大狗强忍着怒意回过头：豹哥。钱豹没有理会大狗，阴冷的目光落在林子东的身上。小子，听说你很能打。林子东已经猜到了此人的身份。车里，韩雪也一眼认出了光头的身份。钱豹，怎么会是他？孙兰兰看向韩雪问道：雪儿，你认识这家伙？不认识，但是见过几次。韩雪心头微微一沉，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林子东对付他们应该没问题，但是钱豹的话就有些麻烦了。武者共有9品，9品最弱，1品最强，再往上的话便能踏入宗师之列，但能够达到宗师之人，一个省内也不会超过5指之数。这钱豹是个4品武者，其实力在武者中已经能够排在中上游左右，而他仅仅是6品武者，也就是说，这钱豹的实力比起他还要强出一大截。他很厉害吗？孙兰兰只知道韩雪打架也很厉害，
小时候他被人欺负，就是韩雪替他出头的。韩雪认真点头，四品武者的确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钱豹在四品武者中也是一个狠角色。那我们报警吧。孙兰兰说着就要拿出手机报警，这是武者之间的事情，警察管不了。韩雪轻轻皱眉，武者之间有着不成文的规定，武者解决恩怨是不能让警察插手的，谁破坏了这个规矩，就会被武道协会的人盯上，后续会很麻烦。孙兰兰快要急哭了，那怎么办啊？别急，先看看再说。韩雪拿着手机的手紧了紧。车外，大狗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林子东被豹哥踩在脚下的画面。钱豹向前踏出一步，脚下的水泥地面竟隐隐传来细微的碎裂声，周身的气势如同实质般压向林子东。小子，给你个机会，自断一臂，再跪下来磕3个响头，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林子东目光沉了沉，想要我的命，那也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拿得走。话音刚落，林子东体内的灵力便悄然运转起来，一股更加凌厉的气息从他身上弥漫开来，与钱豹散发出的气势针锋相对，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因此变得凝滞。大狗等人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脸上露出惊愕之色。钱豹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冷笑一声，有点意思，看来是我小看你了。不过四品武者的实力可不是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能抗衡的。说完，他右脚猛地一跺地面，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般朝着林子东扑去，砂锅大的拳头带着呼啸的风声直取林子东的面门。林子东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轰出，拳头上萦绕着淡淡的灵力，与钱豹的拳头狠狠地碰撞在一起。砰的一声闷响，一股强大的气浪以两人为中心扩散开来，周围的灰尘被吹得四散飞舞。大狗等人被气浪掀得东倒西歪，脸上写满了震惊。眼前的一幕在他们的眼里简直就是神仙打架。豹哥厉害也就算了，怎么那个小杂种也这么厉害？钱豹只觉得一股巨力从拳头上传来，震得他手臂发麻，连退3步才稳住身形，看向林子东的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你竟然也是4品武者？林子东同样震惊于钱豹的实力，他当然不会解释自己不是武者，而是传说中的修仙者。只是这钱豹的实力比他预想中还要强上几分，刚才那一拳若不是他运转灵力护体，恐怕手臂都得被震断。不过4品武者又如何？林子东还真不相信自己这个修仙者会败给一个世俗武者。林子东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拳头，眼神中的战意更浓，不愧是4品武者。不过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钱豹被林子东的话彻底激怒，脸上青筋暴起，小杂种，既然你这么急着去死，我就成全你。话音未落，钱豹也不再藏拙，身形一晃便拉近了2人的距离，这一次拳风也更加凌厉，周身甚至隐隐泛起一层淡淡的黑色气流。这是什么东西？林子东不敢怠慢，将体内的灵力运转到极致，将自己的身体护住。两人的身影在餐厅外的空地上快速移动，拳脚碰撞的声音不绝于耳，每一次碰撞都爆发出强大的气浪，让周围的大狗等人心惊胆战，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大狗喉咙狠狠滚动了2下，他怎么也没想到王爷让自己对付的人竟然这妖牛逼。豹哥在他眼中就已经是大人物了，道上玩的那些大佬谁敢不给豹哥几分薄面？可这小子竟能与豹哥交手到现在还不落下风，那岂不是说上一次对方已经手下留情了？车里的韩雪和孙兰兰也是紧紧地握着拳头，脸上写满了担忧。韩雪甚至已经做好了随时下车支援的准备，虽然她知道自己可能不是钱豹的对手，但是林子东也帮过她，她若是有事自己也不会坐视不管。砰，又是一记猛烈的碰撞，林子东和钱豹各自后退数步，两人的嘴角都溢出了一丝鲜血。显然刚才的交手两人都受了一些轻伤。钱豹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眼神阴鸷地看着林子东，小子，你确实有点本事，不过想要打赢我也没那么容易。林子东确实感觉到体内的灵力消耗了不少，毕竟他现在还只是炼体期3层的修为，灵力储备有限。而且通过跟钱豹的交手，林子东对自己的实力也算是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自己炼体3层的境界就已经相当于4品武者，修仙者是炼体9层，武者也是9品。林子东甚至冒出一种极为大胆的猜测，会不会现在的武者就是曾经的修仙者演化而来？当然这只是他胡乱猜想的，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证据。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眼前的麻烦。林子东深吸一口气，将那些杂念甩出脑海，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起来。钱豹低吼一声，
全身的肌肉仿佛都膨胀了一圈，那层淡淡的黑色气流也变得浓郁了几分，整个人散发出的压迫感让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小子，尝尝我这招黑虎掏心的厉害！只见钱豹周身竟隐约出现一道黑色的弧影，朝着林子东抓来。不好，是武技！韩雪也替林子东捏了一把冷汗。并非所有武者都能掌握武技的，但毫无疑问，掌握了武技的武者，其实力绝非同阶武者所能比拟。钱豹一声暴喝，那黑色虎影咆哮了声，巨大的虎爪直取林子东的胸口要害。林子东瞳孔骤缩，他能清晰感受到那虎影中蕴含的狂暴力量，仿佛要将自己的胸膛撕裂。他不敢有丝毫大意，体内灵力疯狂涌动，双手快速结印，身前瞬间凝聚出一面淡青色的灵力护盾。初级法术灵盾。砰的一声巨响，黑色虎影狠狠拍在护盾上，护盾剧烈震颤，表面瞬间布满裂纹，随即轰然破碎。林子东被这股巨力震得气血翻涌，连连后退，脚下的地面都被踏出几道深深的脚印。钱豹见状，眼中闪过一抹惊异：“你刚才使用的是什么手段？关你屁事！”林子东眼底闪过一抹痛苦，若不是他用灵力护住了自己的经脉，刚才那一下绝对会被伤得不轻。有意思，大狗败在你的手里不冤，不过你不该动我的人。林子东怒极反笑，只允许你的人围堵我，还不准我还手。围堵你？钱豹脸色沉了沉，因为大狗明明说是这小子主动找他麻烦，还打了他们几人。钱豹朝着后方的大狗看了一眼，大狗心里咯噔一下，眼神也躲闪起来。当时他正在气头上，说话自然也就夸张了一些。钱豹是什么人？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察言观色的本事还是有的。一看大狗那心虚的样子，哪里还不知道自己多半是被这蠢货给糊弄了。一股怒火瞬间从心底窜起，钱豹恨不得现在就转身给大狗一巴掌。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解决林子东这个麻烦。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火气，再次看向林子东时，眼神却更加冰冷。不管是谁先动手，你伤了我的人，今天这事就没完。林子东目光沉了沉，刚刚使用法术让他体内的灵力消耗了一大截，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必须速战速决。林子东身形陡然化作一道残影，主动朝着钱豹冲去。这一次林子东不再保留，将炼体7、3层的灵力毫无保留地灌注于双拳，拳头上隐隐泛起一层淡青色的光晕，空气中甚至传来轻微的破空之声。钱豹见状，瞳孔微缩，他本以为这小子与自己一样消耗巨大，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能爆发出如此速度和力量。钱豹不敢怠慢，将黑虎掏心的威势催发到极致，黑色虎影张牙舞爪，带着撕裂空气的恶风迎向林子东。大狗等人只觉得眼前一花，两人的身影便再次碰撞在一起。这一次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声闷哼，紧接着便是身体倒飞出去的声音。众人定睛看去，只见钱豹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重重地摔在10几米外的地上，激起一片尘土。而林子东则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着，拳头紧握，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但眼神却锐利如鹰，紧紧盯着倒地的钱豹。看来自己猜测的没错，自己体内的灵力比起这些武者的内力还要更胜一筹。噗！钱豹喷出一口血，双目死死盯着林子东。我输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虽然输给一个毛头小子有些丢人，但钱豹还不至于输不起。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好废话的。林子东，韩雪和孙兰兰匆匆下车，跑到林子东的身旁。你怎么样？韩雪看到林子东嘴角的血迹，漂亮的眸子露出一抹担忧。不碍事。林子东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心里一阵苦笑。他知道，如果不是仗着自己灵力比内力雄厚，或许现在败的人就会是他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韩雪看向林子东问道。还能怎么办？难不成真的杀了他？林子东咧嘴，这可是法治社会，打架也就算了，真的杀人还不得被枪毙。韩雪漂亮的眸子落在钱豹的身上，他是武者，又是他先主动挑衅，就算你杀了他，武者协会也不会找你的麻烦。林子东微微一怔，武者协会？那是什么？你不知道？韩雪惊讶，不只是韩雪，就连钱豹也一脸诡异，一个武者竟然不知道武者协会，这倒是哪里冒出来的愣头青？林子东挠挠头，他哪里知道什么武者协会？要不是因为柳梦瑶的事情，或许他现在还是一个普通人呢。我们武者都归武者协会管理，而且我们武者有着自己的体制。韩雪目光瞥向地上的钱豹，他既然败了，你有权决定他的生死。
林子东眼底闪过震惊，他只知道武者或许很厉害，没想到权力竟然这么大。韩雪看出林子东并不想杀人，于是继续道：如果你不想杀他，可以让他替你做一件事情，任何事。林子东摸了摸鼻梁，确认道：真的任何事？而且他不能拒绝，否则会被武者协会除名。钱豹脸色难看，武者协会那样的庞然大物，不是他一个小小4品武者能够得罪得起的。那我要他以后跟着我也可以。钱豹目光微凝，显然也没想到对方会提出这样的条件。韩雪点头，当然可以。钱豹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虽然身体剧痛，但眼神中的阴鸷已经褪去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神色。他盯着林子东看了半晌，最终颓然地叹了口气，抹掉嘴角的血迹，沉声道：好，我答应你，从今往后你就是我钱豹的老大，我的命就是你的，若有二心，天诛地灭。说完，他竟对着林子东深深鞠了一躬，态度恭敬的让一旁的大狗等人目瞪口呆。大狗和他身后的一群彻底被吓尿了，这小子成了豹哥的老大，那岂不就是他们老大的老大？你确定要这样做？这家伙的仇家可不少。韩雪在一旁小声提醒。林子东傻眼，仇家？钱豹点头，他年轻时年轻气盛，的确得罪了不少仇家，若不是自己突破了4阶武者的话，他们恐怕早就已经找上门来。仇家就仇家吧。林子东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手里虽然有了些闲钱，但想要白手起家，这点钱恐怕还不够，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他需要有人脉，有能用的人手，而钱豹在道上摸爬滚打多年，正好能弥补他这方面的短板。虽然钱豹仇家多，但只要自己实力足够强，这些仇家又算得了什么？反倒是钱豹，为了寻求庇护，必然会对自己更加忠心。林子东看向钱豹，语气平静：起来吧，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做事。钱豹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挣扎着站直身体，抱拳道：是，老大。大狗等人见状，连忙也跟着上前，战战兢兢地喊道：老大。钱豹看到大狗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因为这孙子，他也不会阴沟里翻了船。林子东目光落在大狗的身上，对了，我刚好有事问你。大狗心里咯噔一下，急忙陪笑着凑了过来：老大。林子东冷冷道：叫东哥。是，东哥。大狗恭敬地改口：开玩笑，这可是豹哥的老大，就是林子东让他跪下舔鞋，他都不敢犹豫一下的。林子东眼神带着几分冷意道：这次也是王爷让你来找我麻烦的。钱豹的目光也落在大狗身上：王爷是谁？大狗吓得满头大汗，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说！钱豹一个大逼斗抽在大狗的后脑勺上：再不说，老子废了你！大狗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东哥，我不是故意的。听到大狗将事情经过全部都抖落出来，钱豹脸色早就已经铁青，什么50万、100万，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这些。想到自己混了这么多年，竟然被自己的小弟耍得团团转，钱豹眼底闪过杀意。他一脚踹在大狗的胸口，将其踹飞出去。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还敢在我面前耍花样！大狗摔在地上，又连滚带爬的来到林子东和钱豹面前：东哥，豹哥我再也不敢了，真的。而且那些钱我1分都没拿。林子东这才明白柳梦瑶为什么会跟自己借100万。不过在他看来，这一切不过是柳梦瑶咎由自取，是他选择了王爷，没有任何人逼他。东哥，要不要我带人去废了那小崽子？钱豹虽然伤得不轻，但对付一个富二代还是绰绰有余的。在这1亩3分地上，那些富二代在他眼里连个屁都算不上。不用，你先养好伤再说。是，东哥。林子东目光沉了沉，他已经看在张琴的面子上，3番5次的放过王爷，一次没有得手，这次更是舍得拿出100万来找人教训自己。这笔账他是一定会跟王爷清算的。林子东转头看向韩雪和孙兰兰：我们先离开这里吧，这里人多眼杂，一会儿让警察过来就麻烦了。韩雪点点头，扶着林子东的胳膊：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在韩雪扶住自己的瞬间，林子东瞬间感觉到一股杀气，吓得他急忙从韩雪手中抽出手臂：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就算他没有主动运转灵力，体内的灵力也会恢复他的伤势，虽然过程稍微慢了些，但效果却很显著。这点伤，睡一晚上应该就好得差不多了。林子东瞥了一眼钱豹：这里的事情你处理干净。钱豹立刻会意：放心吧，东哥，保证不会留下任何麻烦。
林子东不再多言，要了钱豹的联系方式后，便带着韩雪和孙兰兰上了车，将孙兰兰和韩雪送到家门口。林子东转身就要回自己的出租屋，跟孙兰兰、韩雪他们任何一个单独相处，林子东都不会这么尴尬，但跟他们两个在一块的时候，他总觉得气氛不太对劲，尤其是孙兰兰，就差将吃醋2个字直接写在脸上了。这么恐怖的修罗场，当然还是先溜为妙。等一下，韩雪突然叫住林子东。林子东愣了下，还有事？你身上有伤，需要人照顾，不然你就在这里睡一晚吧。韩雪说完，看向孙兰兰，兰兰，可以吗？啊！孙兰兰小脑瓜也是晕乎乎的，她也担心林子东的伤势。她原本是打算等韩雪睡着了以后，自己再偷偷溜出去找林子东。现在这是什么情况？这个还是不？难道你想让我去照顾你？韩雪语出惊人。林子东傻眼，目光落向孙兰兰。孙兰兰脑子也有点不够转了，只能硬着头皮道：那你就先住一晚，反正我家里卧室多。林子东彻底没了辙，只能苦笑着点头，行吧，那就麻烦你们了。孙兰兰也赶紧侧身让开门口的位置，只是在林子东走过她身边时，小声嘀咕了一句：便宜你了。林子东假装没听见，跟着韩雪走进屋里。韩雪把林子东领到客房，从包里取出了随身携带的碘伏和武者专用的跌打药。你先在这里休息，我帮你看看有没有需要处理的伤口。林子东吓了一跳，连忙摆手：真不用，我这伤真没事，睡一觉就好了。看到林子东坚持，韩雪只当他是不好意思，于是将跌打药和碘伏塞给他：那你自己处理一下。好，我自己处理。林子东急忙答应。没办法，杀气太浓。不过这也难怪，韩雪和孙兰兰一样都是真正的美女，虽然她跟孙兰兰的关系还没有确定，但两人发生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韩雪明显对她不太一样，连她都能感觉得出来，孙兰兰肯定也一样能感觉得到。今晚你就睡这个房间吧。孙兰兰打开一个房间，这房间虽然没人住，但每天都会有阿姨过来打扫，里面被褥也都是新的。林子东都没来及的开口，孙兰兰已经拉着韩雪回了房间。关上门，林子东靠在门后，轻轻揉了揉还有些发疼的胸口。也幸亏他是修仙者，恢复力远超常人，不然刚才与钱豹的一战，输的人恐怕真的会是自己。林子东坐着休息了一会儿，这才拧开碘伏的瓶盖，一股刺鼻的气味传来。他皱了皱眉，用棉签蘸了些，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嘴角的伤口。冰凉的液体刺激着伤口，让他微微龇牙。简单的处理了下皮外伤，林子东这才拿起那瓶武者专用的跌打药。这药瓶看起来颇为古朴，应该有些年头，上面没有任何多余的标签，只有一行模糊的小字，似乎是某种特殊的药材名称。他倒出一些药膏在手心，揉搓发热后，轻轻按在胸口和后背感觉酸痛的地方，一股温热的暖流瞬间渗透皮肤，缓缓修复着受损的肌肉和经脉。林子东舒服地眯起眼睛，看来这武者的世界果然有其独特之处。或许是体内的灵力消耗太多，林子东倒在身后的大床上，没多大一会儿便沉沉地睡了过去。深夜，林子东睡得正沉，突然好像有什么东西爬到了自己身上，让他猛地惊醒过来。可当他迎上孙兰兰那双漂亮的眸子时，立即伸出大手抱住她的腰肢。你怎么来了？孙兰兰趴在林子东的胸膛，有些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难道她要告诉林子东，自己眼巴巴的等了几个小时，就为了等到韩雪睡沉后再跑过来找他吗？我就是来看看你，你担心我？林子东心头一暖。虽然孙兰兰没有答应真的跟他交往，但林子东可以肯定，孙兰兰也跟自己一样，他们是喜欢彼此的。孙兰兰感觉到林子东的2只大手开始不安分，脸蛋疼的一下红透了，急忙警告他道：韩雪还在，你不准乱来。林子东乐了：那你还敢跑过来？孙兰兰被噎得说不出话，只能用粉拳轻轻捶了他一下，嗔道：我就是担心你伤势嘛，谁知道你脑子里净想这些乱七八糟的。嘴上这么说，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往林子东怀里缩了缩，感受着林子东胸膛传来的温热和有力的心跳，孙兰兰心中的不安渐渐消散。她今天真的是有些吓坏了，尤其看到林子东受伤时，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林子东低笑一声，收紧手臂，将她搂得更紧，鼻尖萦绕着她发间淡淡的清香，连日来的疲惫仿佛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低头在她光洁的额头亲吻了下。好了，别担心，我真没事，快回去睡吧，不然明天韩雪该起疑了。孙兰兰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耍赖似的抱着她的腰不肯松手。不要，我就要在这里陪你一会儿，就一小会儿。林子东喉咙微微滚动了几下，感受着怀中的孙兰兰变得滚烫，林子东终于按耐不住，
正要翻身将孙兰兰压在身下时，外面走廊里突然传来开门声以及脚步声。孙兰兰眼睛瞪得大大的，小心脏吓得疯狂跳动。是韩雪，她醒了。不好，韩雪一定已经发现自己不在房间里了。孙兰兰手忙脚乱的想要从林子东身上爬起来，可越急越乱，裙摆还不小心勾到了林子东的裤脚，整个人差点又摔回他怀里。听见脚步声在靠近，林子东也是心头一紧，这要是被韩雪撞个正着，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了。他急忙伸手扶住孙兰兰，压低声音道：快，床底。孙兰兰也顾不上害羞，手脚并用的钻进了床底。林子东迅速拉过被子盖在身上，装作熟睡的样子，连呼吸都刻意放缓了。几乎是同时，客房的门把手转动了一下，韩雪穿着一身浅色的睡衣走了进来，手里还端着一杯水。她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微弱光线，看了一眼床上熟睡的林子东，又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目光似乎在床底的方向停顿了几秒，这才轻轻放下水杯，转身走了出去，还体贴地带上了房门。直到外面的脚步声彻底消失，林子东才长长的松了口气，掀开被子朝床底小声道：出来吧，走了。孙兰兰这才从床底爬出来，头发上沾了点灰尘，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又羞又气地瞪了林子东一眼，压低声音嗔道：都怪你，韩雪现在一定去找自己了，一会儿自己怎么解释？孙兰兰都快急哭了。林子东唯恐天下不乱道：大不了你就承认是我女朋友不就好了？你想得美。孙兰兰白了林子东一眼，然后蹑手蹑脚地来到门边，打开缝隙，将小脑袋探了出去。林子东来到他的身后，跟着他朝着外面看了眼，好像走了。孙兰兰被身后的声音吓了一跳，小手捂着胸前：你走路怎么都没声音的？林子东无辜地摸了摸鼻梁：有声音的话不就被听到了吗？你自己睡吧。孙兰兰哼哼了2声，气呼呼地走了出去。林子东看着他紧张兮兮的背影，无奈地摇了摇头，脸上却不由自主地泛起一丝笑意。这一晚可真是够折腾的。林子东重新躺回床上，却没了多少睡意。韩雪在给自己送水时似乎停留了一会儿，她是不是已经察觉到孙兰兰在自己的房间了？林子东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可换个角度想想，就算韩雪知道了也没关系吧，他跟孙兰兰的关系只差那临门一脚，而且他知道孙兰兰也是喜欢自己的，这就足够了。他翻了个身，望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柳梦瑶和王爷的事，一会儿又是韩雪和孙兰兰之间微妙的气氛。既然睡不着，林子东干脆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取出了那块原石研究起来。这块原石的品质肯定不低，如果自己拿去转身卖掉的话，应该能够赚上一笔。可经历了钱豹的事情后，林子东觉得提升实力比赚钱更为迫切。毕竟只有实力提升上来，自己才能应对更多的麻烦和未知的危险。至于钱这种东西，赚的机会还有很多，而且他手里已经有了一笔钱，足够他一段时间的开销了。林子东感受着原石中的灵力，这灵力比他在古玩街上买下的那块黑色的石头还要浓郁许多，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让自己一举突破到炼体4层。林子东深吸一口气，将手掌完全覆盖在原石表面，运转体内的修仙功法，开始尝试引导原石中的灵力。丝丝缕缕的灵力如同涓涓细流，顺着他的掌心缓缓涌入经脉，所过之处带来一阵温和的暖意。林子东不敢有丝毫大意，全神贯注地控制着灵力，按照既定的路线一遍遍冲击着炼体3层的瓶颈。时间1分1秒过去，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房间里只剩下他平稳的呼吸声和灵力流动时微弱的嗡鸣。不知过了多久，当最后一缕灵力融入丹田，林子东猛地睁开双眼，眸中闪过一丝精芒。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困扰自己许久的瓶颈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不愧是价值数百万的原石。林子东眼底露出喜色，再次闭上双眼，将心神沉浸在修炼中。原石中的灵力仿佛无穷无尽，不断滋养着他的经脉和肉身。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子东的体表开始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这些汗珠中夹杂着淡淡的黑色杂质，那是体内多年积累的毒素和污垢，在灵力的冲刷下被排了出来。房间里弥漫开一股淡淡的腥臭味。林子东只是轻轻皱眉，强忍着去洗澡的冲动，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突破瓶颈上。丹田内的灵力越来越雄厚，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不断冲击着那层无形的壁垒。每一次冲击都让林子东感觉经脉一阵胀痛，但他咬紧牙关，硬生生地承受了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现在放弃，那么下次想要突破，恐怕又要等上一段时间。他不想等，也等不起。终于，在一次猛烈的冲击下，
被曾困扰他许久的瓶颈如同玻璃般碎裂开来，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瞬间涌遍全身。林子东的气息陡然攀升，整个人的气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多了一份沉稳和凌厉。林子东缓缓睁开眼睛，感受着体内奔腾不息的灵力，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终于突破了炼体4层。可下一秒，林子东眉头紧锁。突破是突破了，可这房间里面的臭味好像也变浓了。哦，林子东被自己身上的味道熏得干呕了2声，一头冲进了卧室的洗手间。林子东足足在里面洗了半个小时，才将身上的味道彻底冲掉，修为再次突破。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质又变强了不少。如果再与前豹那样的4品武者交手，他有把握10招内就将其击败。走出洗手间时，屋内的味道已经变淡许多，外面的天色也已经亮了起来。林子东伸了个懒腰，骨骼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就在这时，林子东的耳朵动了动。突破炼体4层后，他的听觉、嗅觉、视力也都得到了提升，哪怕关着房门，他也能听见韩雪和孙兰兰的对话声。对面的房间里，孙兰兰小脸满是紧张，生怕韩雪会突然问起昨晚的事情。我去做早饭。韩雪没有提起昨晚的事情，仿佛并不知道孙兰兰昨晚离开过这个房间。眼巴巴地看着韩雪走出房间，孙兰兰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觉得有些奇怪。难道昨晚雪儿没发现自己出去？不可能啊！孙兰兰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可又说不出哪里奇怪，只能暂时压下心头的疑虑，跟着走出房间，准备帮忙做早饭。客厅里，林子东已经收拾好自己，正坐在沙发上假装看手机，眼角余光却留意着2个女孩的动静。韩雪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动作娴熟利落，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勾勒出柔和的轮廓，倒让林子东一时有些看呆了。孙兰兰则显得有些坐立不安，时不时偷偷瞟向林子东，又飞快地移开目光，脸颊红扑扑的，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早饭的气氛有些微妙，3人都没怎么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好吃吗？韩雪看到林子东吃得开心，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好吃。林子东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饭，心里想的却是那块没有完全炼化的原石。看来自己得找个时间将原石中的灵力全部炼化掉。那块原石中所蕴含的灵力，他只炼化了1/3左右，剩下的灵力就算不足以让他突破到炼体5层，应该也能给自己带来不小的提升。韩雪注视着林子东，隐隐觉得他好像跟昨天有些不一样了。你突破了？只是侥幸突破。林子东也没有隐瞒，当然他能吸收原石中灵力的事情，他还没打算透露给任何人。韩雪眼底闪过惊异，他也见过一些很厉害的年轻武者，但是像林子东这般年轻的3阶武者，即便放在京都那样的省会城市，也能称得上天骄2字了。孙兰兰不是武者，也插不上话，于是问道：对了，一会儿还要去养老院吗？林子东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这可比孙兰兰的煎蛋要好吃多了。当然这话林子东可不敢说，不然这小祖宗还不生撕了他。当然要去。孙兰兰急忙道：那我跟你一起去，刚好我要去看看爷爷。韩雪有意无意地看了林子东一眼，那我也去吧。林子东看着突然都要跟着去的2人，有些哭笑不得。这俩姑奶奶要是都跟去了养老院，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但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点头道：行，那就一起去吧。孙兰兰立刻露出喜色，偷偷朝林子东眨了眨眼，像是在说算你识相。韩雪则依旧是那副淡淡的样子，只是嘴角似乎微微上扬了一下，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收拾好碗筷后，3人简单准备了一下便出了门。林子东走在中间，左边是时不时偷偷掐他一下的孙兰兰，右边是让他觉得有些捉摸不透的韩雪。2个美女相陪，林子东却是一点儿也笑不出来。林子东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反正被夹在中间，浑身都不自在。好在去养老院的路上，孙兰兰叽叽喳喳地找着话题，3人气氛也算不上尴尬。其实孙兰兰也有些奇怪，以往韩雪是很少去养老院的，这次她竟然主动提出要去养老院，她不会真的喜欢上林子东了吧？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孙兰兰心里就像揣了只小兔子，七上八下的。她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身旁的韩雪，韩雪正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侧脸线条柔和，神情平静，看不出丝毫异样。可越是这样，孙兰兰心里就越是没底。韩雪长得漂亮，气质又好，还是个厉害的武者，跟林子东站在一起，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自己呢，除了会耍点小脾气，有点钱，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优点。这么一想，
孙兰兰的心情顿时低落下来，连叽叽喳喳的兴致都没了。林子东感觉到身边孙兰兰的变化，他透过后视镜看了她一眼，只见孙兰兰小嘴微撅，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好在没过几分钟，林子东已经将车停在了养老院外的停车位上。两位公主下车吧。孙兰兰轻哼了声，拉着韩雪下车。我们去看爷爷了。不等韩雪开口，孙兰兰已经拉着她下车进了养老院。林子东摸了摸鼻梁，话说他怎么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工具人？不过也好，至少不用再夹在两人中间受夹板气了。林子东耸耸肩，锁好车，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小雪来了，这丫头又变漂亮了。面对那些围上来的老人，韩雪也都甜甜地叫着人。她的确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过养老院了，但是这些老人韩雪都很熟悉。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就跟着爷爷在这养老院里，可以说这些长辈们都是看着她长大的。真要论起熟悉，她比孙兰兰对养老院还要熟悉得多。只是随着自己长大，爷爷也开始隔三差五的就催促她找男朋友，加上她的工作有些忙，所以来这里的次数就少了。此刻看着老人们熟悉的笑脸，听着他们关切的唠叨，韩雪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意，紧绷的嘴角也柔和了许多。林子东来到孙兰兰身后，目光落在韩雪身上，他对这里很熟悉。那当然，韩雪是在这里长大的。孙兰兰突然警惕地打量着林子东，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好奇。林子东咧嘴笑笑，他也清楚，想要说服这些老人接受保险，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情，还是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吧。韩世斌得知韩雪来了养老院，还是跟着林子东一起来的，嘴巴都快笑到耳后根了。他就知道自己这孙女儿漂亮、知性、大方又温柔，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拳脚功夫也了得啊。好吧，最后一条可以忽略不计，毕竟女孩子嘛，会打架是要被降分的。不过话说回来，自己孙女儿这么优秀的女孩，哪个男人会不喜欢？他就不相信林子东那小子会不心动。爷爷。韩雪看到韩世斌，脸上露出淡淡笑意，你这丫头过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韩世斌眼神看向四周，却没发现林子东的身影。那个雪儿啊，你不是跟那个？韩雪冰雪聪明，怎会不明白自己爷爷想说什么？他说去忙工作了。韩世斌眼睛瞪大了几分，这养老院的护工又不是只有他一个，这小子不多跟他孙女培养一下感情，跑去工作？可当他看见一旁的孙兰兰时，这才恍然大悟，他好像知道那小子为什么这么急着跑路了。这两个丫头都不是省油的灯，一个古灵精怪爱凑热闹，一个心思深沉让人看不透，同时跟在林子东身边，换作是谁都得头疼。韩世斌轻咳一声，拍了拍韩雪的胳膊，既然来了，就多陪爷爷说说话。兰兰也是，别整天就知道玩，多去陪陪你爷爷，他身体才刚刚恢复，让他心情好点，对他病情也有帮助。孙兰兰吐了吐舌头，那我这就去看爷爷。韩世斌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门口，心里盘算着得找个机会好好教育一下那个不开窍的林子东。林子东此刻正推着清洁车在走廊里忙碌着，炼体4层的修为让他做起这些体力活来格外轻松。这时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护工匆匆跑过来，神色慌张地喊道：不好了，3楼的张奶奶突然晕倒了。林子东心中一凛，脚步不停，朝着3楼快步跑去。他看过资料，知道张奶奶有糖尿病和轻微脑梗，如果是前者的话还好说，可如果是后者就有些麻烦了。刚跑到3楼楼梯口，就看到几个护工围在张奶奶的房间门口，手足无措地议论着。林子东拨开人群冲进去，只见张奶奶躺在床沿，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右手还保持着抓握的姿势，床头柜上的水杯摔在地上，摔得粉碎。他立刻蹲下身，手指搭上张奶奶的手腕，一股微弱但精纯的灵力顺着指尖探入她体内。张奶奶的气血瘀滞在脑部经络，果然是突发性脑梗的征兆。都让开，谁去拿急救箱？林子东沉声道，同时双手成掌，轻轻按在张奶奶的太阳穴两侧，灵力顺着掌心缓缓注入，试图疏通被阻塞的脑血管。他能清晰感觉到那团淤塞的气血像顽固的礁石，任凭灵力如何冲击都只微微松动。护工们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去找药箱。走廊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和金属器械碰撞的脆响。子东，张奶奶她怎么样？韩雪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她不知何时跟了上来，手里还拿着血压计。林子东眼角余光瞥见她额角的薄汗，显然是一路跑上来的。孙兰兰则站在她身后，手里拿着医药箱。
林子东没空分心，只是急促地说：“会量血压吗？”韩雪想都不想到：“我会。”韩雪从护工手里接过仪器，手指在张奶奶胳膊上熟练地缠绕袖带，180、110，心率120。她报数的声音冷静得不像平时，需要立刻降颅压。药箱里有甘露醇吗？林子东一边维持着灵力，一边点头，让他们找。另外打急救电话，说清楚是急性脑梗，有高血压病史。就在这时，张奶奶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手指猛地抽搐了一下。林子东脸色一喜，张奶奶淤塞的经络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韩世斌与养老院其他几位医生也匆匆赶来，得知张奶奶是突发性脑梗后，脸色也纷纷变得凝重起来。先送张奶奶去医疗室。养老院的医疗设备也都是最为顶尖的，甚至一点也不差于医院的设备，里面甚至还有临时用的手术室。当然，这手术室只是用来应对一些突发状况，如果真的病情严重，需要大手术的话，他们还是会选择将老人送去医院救治。不行，不能动。林子东制止了那些护工。张奶奶现在颅内压极高，移动过程中极可能导致脑血管破裂，后果不堪设想。他指尖灵力流转的速度陡然加快，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顺着下颌线滑落。韩世斌神色担忧，虽然他不清楚林子东在做什么，但他知道林子东一定是在用自己的方法救人。需要我们做什么吗？林子东头也不抬，掌心忽然泛起淡淡的灵光。你们准备好气管插管和除颤仪，一旦张奶奶的呼吸出现异常，立刻接手。话音刚落，张奶奶喉间发出呵呵的痰鸣声，脸色由苍白转为青紫。林子东左手食指点在她天突穴上，灵力如涓涓细流渗透进气管，右手则加大了太阳穴的按压力度。那团淤塞的气血终于在灵力持续冲击下发出“啵”的轻响，像被冲开的堤坝般缓缓流动起来。张奶奶脸上的青紫竟奇迹般的退了下去，她的呼吸逐渐平稳，喉咙里的痰鸣声也随之减弱，原本紧绷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眼皮微微颤动，似乎有了苏醒的迹象。韩雪立刻俯身观察，轻声呼唤：“张奶奶，张奶奶，你能听到吗？”孙兰兰则迅速打开药箱，将找到的甘露醇递过去，同时紧张地盯着张奶奶的反应。林子东则是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如果不是自己的修为刚刚突破到炼体4层，张奶奶今天恐怕就危险了。刚才为了疏通张奶奶脑部的淤塞，他几乎耗尽了体内大半的灵力，此刻只觉得四肢百骸都传来阵阵疲惫感。林子东喘着粗气，看着张奶奶逐渐恢复血色的脸庞，心中悬着的那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周围的护工和医生们都松了口气，看向林子东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敬佩。韩世斌更是激动地上前拍了拍林子东的肩膀：“子东啊，多亏了你，真是太谢谢你了，你可是我们养老院的大功臣啊！”张奶奶已经苏醒了过来，不过还需要去医院做一下详细的检查。林子东勉强笑了笑，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韩雪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递给林子东：“擦擦汗吧。”她的声音依旧淡淡的，但眼神中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林子东接过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这手帕上带着淡淡的香气，与韩雪身上的味道如出一辙。看样子是她贴身携带的手帕。不好意思，好像把你手帕弄脏了。孙兰兰也凑了过来，给她递了一瓶矿泉水，喝点水吧。林子东一口气喝了半瓶水，这才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身体。好了，张奶奶暂时没事了，不过还是要尽快送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确保没有后遗症。韩世斌连连点头：“对，我这就安排车，马上送张奶奶去医院。”说着，他便转身去安排了。林子东看着被护工们小心翼翼抬上担架的张奶奶，悬着的心才算彻底放下。只不过这灵力消耗过度的感觉还真是不太好受。林子东决定，等忙完这边的事情，一定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将原石中剩下的灵力全部炼化，尽快恢复实力。林小兄弟，你刚才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韩世斌目光灼灼地看着林子东，他虽然不是脑科专家，但多少也了解一些。像刚才那种情况，就算送到医院，恐怕也只能保住一条命。就算侥幸醒来，以后恐怕生活也难以自理。可刚才张奶奶已经苏醒了过来，除了有些虚弱外，应该没有其他大碍。林子东挠了挠头，露出一副憨厚的笑容：“韩爷爷，我也就是懂点中医按摩的皮毛，刚才情况紧急，胡乱按了几下，没想到还真管用了。而且张奶奶吉人自有天相，主要还是她老人家运气好。”韩世斌哭笑不得：“吉人自有天相，这话用来安慰张奶奶还差不多，想要糊弄她，这臭小子当自己老糊涂了不成？不过没关系，
等他成了自己孙女婿，还怕他会舍不得教自己？他可是连自己的宝贝孙女儿都给送到人家嘴边了。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很快停在了养老院门口。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匆匆进来，小心翼翼地将张奶奶转移到救护车上。韩世斌跟着上了车，说是要亲自去医院盯着。林子东和韩雪、孙兰兰站在门口，看着救护车消失在街角，这才松了口气。林子东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他还有清洁工作没完成，便推着清洁车准备继续干活。林子东，韩雪突然开口叫住了他：“你刚才救人的时候使用的应该不是内力吧？”林子东脚步一顿，心中咯噔一下，暗道还是被发现了。他转过身，脸上依旧挂着那副人畜无害的笑容。有吗？可能是光线的问题吧，当时太紧张了，没注意。孙兰兰倒是知道一些，但是这是她跟林子东的小秘密。那你先忙吧，我们去看看其他老人。韩雪说完，便拉着孙兰兰转身走了。林子东看着他们的背影，松了口气，擦了擦额角的汗，继续推着清洁车干活。刚刚回到养老院，一个女护工匆匆地朝着他跑了过来。女护工叫杨蕊，长得算不上很漂亮，但身材高挑，那双腿很长。杨蕊是个大学生，在这里做护工兼职。林大哥，李主任让你过去一趟。林子东摘下手上的手套，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杨蕊点头，眼神在林子东身上停留了一会儿后，将一瓶水塞进他的手里，这才转身跑远。林子东看了看手中的矿泉水，轻笑了声。话说自己踏入修行后，好像女人缘也变好了。其实林子东以前的女人缘也很好，但自从跟柳梦瑶谈恋爱后，因为他一句不喜欢，他就断了和所有异性的联系。现在回想起来，林子东只想给自己2个大嘴巴子傻，太傻了。灌了几口水，林子东这才去了李婷的办公室。李主任。听到林子东一口一个李主任，李婷顿时被气笑了。他比林子东应该也没大上2岁，怎么这家伙一张嘴，他就感觉自己已经步入中年了？进来。林子东走进办公室，目光不经意间落在李婷的黑丝上，他就多看了那么一眼。林子东发誓，就一眼。好看吗？又细又长，好看。林子东认真的赞叹。李婷脸蛋疼的一下红了起来，他也没想到林子东竟然真的敢说出来，还说得这么欠揍。但这世上没有女人不喜欢别人夸赞自己漂亮，李婷也不例外。而且她在养老院工作，除了那些护工，也就只有养老院的老人们。就算自己穿得再漂亮，也没人会去欣赏。至于那几个护工，每次看到自己都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别说夸赞自己，连多看他一眼的胆量都没有。这件事还让李婷郁闷了很久。林子东见李婷绷着一张小脸，这才意识到自己说的好像太直接了，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岔开话题：“李主任，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李婷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那点异样的感觉，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过去：“院长知道你今天救了张奶奶，特意给你加了笔奖金，让我转交给你。”林子东接过信封，入手沉甸甸的，忍不住愣了一下：“还有奖金？这就不用了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李婷瞪了他一眼，语气却不自觉柔和了些：“这是你应得的，要不是你的话，张奶奶恐怕……对了，下午你不用做清洁了，放你半天假，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林子东闻言眼睛一亮，正想点头答应，又想起自己还有些收尾工作没做完，犹豫道：“可是我那边的地还没拖完，拖地的事让别人去做，就这么定了。”李婷不容置疑地说道，随后像是想起了什么，又补充道：“对了，晚上要是没事，来我家吃饭吧，就当是感谢你今天救了张奶奶。”林子东彻底愣住了，他看着李婷有些不自然的侧脸，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该怎么回答。“你别误会，你只是想感谢你一下。”李婷好像生怕林子东会误会，于是解释道：“如果不是你救了孙爷爷和张奶奶的话，他们有事，我也有责任，或许连这个主任的位置都坐不住了。”林子东干笑了声：“李主任。”李婷白了林子东一眼：“以后没外人的时候，你可以叫我婷姐，别一口一个主任，好像我很老一样。”林子东痛快地改口道：“好的，婷姐。”听见林子东改口，李婷的嘴角似乎不易察觉地弯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时那副略带严肃的模样：“那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晚上7点你来吃饭。”林子东愣了下，自己好像还没有答应呢吧？可李婷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自己不答应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行，那我先去忙了。林子东收起厚厚的奖金，若是换做之前的话，或许这笔钱真的能让他高兴个1-2天，但是对现在的他而言，倒不是看不上这笔奖金，但也不至于让他那么开心了。林子东回去收拾了下，
换回了自己的衣物，正拿出手机要给孙兰兰发条消息时，突然看到800年都没几个人说话的同学群，竟然有着几百条的未读。打开看了一眼，原来是同学聚会改到了明天，还有几个曾经关系要好的同学正在疯狂他和柳梦瑶。林子东，明天几点？我一定去。涛子，老林你终于冒泡了。宋红梅，林大帅哥在哪里高就呢？梦瑶没跟你在一起吗？林子东在大学人缘就不错，这会儿突然冒泡，群里顿时又变得热闹起来。林子东，我们已经分手了。群里先是安静了几秒，下一秒瞬间炸开了锅。涛子更是直接私聊林子东，不是吧老林，你跟柳梦瑶分了？我记得你俩当初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毕业那会儿你为了他连保研名额都放弃了，怎么说分就分了？紧接着宋红梅也发来消息，天啊，我还以为你们毕业就该结婚了呢，到底出什么事了？还有几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同学也纷纷在群里他，各种猜测和追问像潮水一样涌来。林子东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消息，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半天，最终只是简单回了涛子一句，都过去了，不提了。虽然他跟柳梦瑶已经没关系了，但两人毕竟好过，所以他也不想在人背后嚼舌头，告诉这些同学他们分手的事情，也只是不想他们再问自己关于柳梦瑶的事情。又跟他们扯皮了一会儿，林子东又给林母发了一条消息，告诉他晚上自己不回家吃饭后，这才收起了手机，走出了养老院的大楼。林子东，孙兰兰看到林子东换回自己的衣物时，也是愣了下。你下班了？林子东点头，李主任说给我放了半天假，说是院长批准的。孙兰兰闻言，眼睛立马亮了起来。那你陪我们去逛街吧。韩雪跟在孙兰兰身后，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也在看着林子东。你们？林子东下意识就要拒绝，可看到孙兰兰满眼期待地看着自己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好吧，反正去李主任家吃饭也要晚上7点左右，逛就逛吧。看到林子东一脸不情愿的样子，孙兰兰轻哼了声，陪我们2个大美女逛街，这可是你几世修来的福气，别人想陪还没机会呢。是，公主说的都对。林子东老老实实附和着，还算你识相。孙兰兰听见林子东答应，小脸顿时洋溢起笑容。她看了看时间，现在时间还早，那我们先出去吃饭，然后再逛街。林子东，这个下午，林子东终于见识到了女人逛街时的恐怖战力。手机运动上已经提示他走了4万多步，其中有1万步是在养老院干活时候走出来的，剩下的全部都是陪他们逛街时走出来的。林子东身上更是挂满了各种包包和袋子。我说2位公主殿下，咱们能不能歇一会儿？林子东晃了晃脑袋上的购物袋，一脸的生无可恋。陪着2个娇滴滴的大美人逛街，面子是赚足了，但这跟自己的付出完全不成正比啊。林子东正要说话时，突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柳梦瑶。只见柳梦瑶正挽着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脸上画着浓浓的妆，还将原本柔顺的长发弄成了大波浪。怎么形容呢？林子东眼底闪过一抹复杂，眼前的柳梦瑶真的让他越来越陌生了。你在看什么呢？孙兰兰不知何时来到林子东身旁，顺着他的眼神看了过去，那不是你的前女友吗？这么快就换男人了？韩雪闻言也好奇地看了去，她从孙兰兰口中已经知道了林子东的一些事情。林子东的前女友是嫌弃他没钱，才会跟了一个富二代跑了，但这个男人至少也有40到50之间，甚至可能更大一些，这个年龄已经跟他爸爸差不多了。柳梦瑶似乎察觉到了这边的目光，下意识转头望了过来。当他的视线落在林子东身上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和难堪，但很快便被一种刻意的傲慢取代。他挽着身旁男人的手臂紧了紧，微微扬起下巴，仿佛在向林子东炫耀着什么。那男人顺着柳梦瑶的目光看向林子东，眼神里带着几分审视和轻佻，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对着林子东不怀好意地扬了扬眉。林子东只是淡淡地收回了目光，仿佛刚才看到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孙兰兰却不干了，她最看不惯这种嫌贫爱富的女人，而且就是这个女人才让林子东3番5次的陷入危险，这一笔笔的账她可都在小本本上记着呢。勾搭上的老男人有什么好炫耀的？孙兰兰大胆地挽住林子东，然后给韩雪使了个眼色，示意她挽住林子东另一条手臂。韩雪脸蛋迅速染上一抹红晕，然后在林子东惊恐的注视下轻轻挽住了他。感受到手臂上传来的触感，林子东喉咙滚动了下。你别乱动，韩雪小声提醒林子东。虽然这算不得第一次与林子东这么近距离接触，但那时候情况特殊，与现在不太一样。正在陪柳梦瑶挑选包包的男人也注意到了林子东身边的2个女人，
妈的，漂亮，一个比一个漂亮。你认识那个小子？杜德搂着柳梦瑶的腰肢，眯着小眼睛问道。柳梦瑶知道自己瞒不过对方，于是道：他是我前男友，就是一个穷小子。哦，杜德眼睛亮了，他还以为是个富二代，整了半天是个穷逼。杜德心里顿时有了些龌龊的想法，他用那种油腻的眼神在孙兰兰和韩雪身上扫来扫去，就像是在打量两件物品，嘴角的笑容越发猥琐。既然是前男友，那正好过去打个招呼嘛，让他看看你现在过得多好。柳梦瑶被他搂得有些不舒服，但一想到林子东刚才那副冷淡的样子，心里的不甘和好胜心又涌了上来。他咬了咬唇，点了点头，任由杜德搂着自己朝林子东这边走了过去。林子东看到他们过来，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孙兰兰更是挺直了腰板，瞪着柳梦瑶。韩雪则轻轻捏了捏他的手臂，像是在无声的安慰。林子东哭笑不得，他早就想开了。林子东看向韩雪，韩雪也在看着他，两人目光交汇了瞬间，又同时移开。韩雪脸蛋红扑扑的，尤其是那双清澈的眼睛，像含着一汪秋水，安静又温柔。孙兰兰倒是毫不怯场，迎着柳梦瑶和那个男人走了2步，暴毙冷笑一声：哟，这不是柳大美女吗？几天不见，品味下降的挺快啊。柳梦瑶脸色一白，她一直很嫉妒孙兰兰，她不光长得比自己漂亮，还那么有钱，凭什么自己牺牲一切都得不到的东西，她只要勾勾手指就能拿到手里？两位美女在夏杜德是一处矿场的老板，杜德色眯眯的眼睛紧紧盯着孙兰兰和韩雪，在他看来，这2个美人儿简直比自己睡过的那些小明星还要漂亮，而且一看就是纯天然的美人儿，不像他睡过的那些女人，脸上或多或少都被动过刀子，相比起来，这样的天然美人儿自然更加可贵。更何况这还是2个，要是能一起弄到床上，那滋味光是想想他都兴奋得不得了。至于眼前这个小崽子，一个穷逼也敢跟自己抢女人，他想弄他只要一个电话，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柳梦瑶挽着杜德开口道：林子东，你真以为孙兰兰会看上你？她就是玩玩你的。你啪！孙兰兰突然动手，狠狠扇了柳梦瑶一巴掌。你再乱说话，我撕了你的嘴！柳梦瑶捂着脸，整个人都懵了。你打我？我不光打你，你再敢乱说话，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孙兰兰冷冷盯着柳梦瑶，眼底带着冷意。柳梦瑶敢怒不敢言。孙兰兰那么有钱，想要找人对付她的话，恐怕这个城市都不会再有她的立足之地。林子东也有些意外，他怎么觉得孙兰兰好像比他还要生气？我们走吧。林子东收回目光，他不愿意再与柳梦瑶产生交集，他跟谁在一起，他就更不在乎了。做陌生人挺好的，没必要强拉上关系，打了老子的人就想走。杜德伸手拦住林子东3人，他正愁找不到发难的机会，没想到这个小美人儿竟然主动送上门了。孙兰兰被他猥琐的眼神弄得一阵恶心，下意识往林子东身后躲了躲，嘴上却依旧不饶人：你是谁？我管你是谁，打了他也是活该，谁让他嘴贱？韩雪一言不发，但林子东知道这小祖宗才是个狠人，别说一个被酒色掏空的胖子，就是3、5个成年男人在韩雪手里都占不到丝毫的便宜。林子东面色沉了下来，冷冷地看着杜德：让开！他现在没心情跟这种人纠缠。如果说之前他还觉得遇到柳梦瑶有些巧合的话，那么现在他只能说晦气。让开！杜德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小子，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么给我跪下道歉，要么就别怪我不客气。林子东目光凌厉，柳梦瑶只是看了林子东一眼，心里竟莫名的有些恐惧。林子东的眼神让他无比陌生，这一刻柳梦瑶甚至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眼前的男人。你想怎么不客气？韩雪开口淡淡问道。林子东看向杜德，眼神已经多了一抹同情，这姑奶奶动起手来，就算不会伤筋断骨，也足够这胖子躺上的几天了。美人儿跟着一个穷逼，还不如跟着我。杜德盯着韩雪狂咽口水，尤其是这双大长腿，长比他命都长。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脸蛋，杜德伸出油腻的大手摸向韩雪的脸蛋。就在杜德即将碰到韩雪的瞬间，韩雪突然抬脚踹在杜德的胸口，那至少200斤的身形竟被一脚踹出了4、5米远，重重地摔在地上。哎呦，妈的你敢踹我！杜德趴跪在地上，好悬一口气儿没上来。亲爱的，你怎么样？柳梦瑶想要将杜德搀扶起来，
贱人！杜德咧着嘴巴，好不容易才从地上站了起来，他眼神阴狠地盯着韩雪道：“敢打老子，今天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杜德手里有着矿场，自然也有点道上的人脉，不然干他这行没点人脉，根本就混不下去。贱人，今晚老子就让你跪在床上求老子！韩雪眼神已经逐渐冷了下来，柳梦瑶脸色有些难看，她想不通林子东的女人缘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好。一个孙兰兰也就算了，眼前这个女人脸蛋和身材也都不比孙兰兰差，尤其是那高挑的身材，让她都忍不住心生羡慕。看到杜德掏出手机想要打电话叫人，韩雪正要上前去教训这个死胖子，却被林子东拦了下来。交给我吧。韩雪与林子东对视了一眼后，这才轻轻点了点头，听话的退了回去。柳梦瑶，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林子东转过身，眼神露出一抹冷意，他已经决定与柳梦瑶撇清关系，最好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可这女人还是阴魂不散的出现在自己面前，而且林子东发现，只要有她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麻烦出现。妈的，她是扫把星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柳梦瑶突然想起那一晚的情景，下意识的后退2步。小子，你们死定了！杜德已经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大狗兄弟，哥哥我被人打了。对，我就在盛世购物中心。对，好，我等你。大狗？孙兰兰也眨眨眼睛。话说他口中的那个大狗，不会就是他们知道的那个吧？林子东也乐了。话说怎么哪都有这家伙？杜德没有注意到三人的神情，肥腻的脸上抖了抖。小子，我大狗兄弟可是跟着豹哥的。大狗，豹哥！柳梦瑶脸蛋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他跟了杜德就是想找个靠山，让那个什么大狗不敢打自己的主意。可柳梦瑶千算万算也没算到，杜德竟然跟那个大狗认识，而且听那意思好像还很熟悉一样。小子，你要是识相，就让这2个小美人陪我1个星期，等老子玩够了再还给你。杜德揉着胸口，眼神肆无忌惮地往韩雪和孙兰兰身上和腿上瞄。你放屁！孙兰兰脸蛋气得红扑扑的。林子东，给我打他！林子东咧嘴笑了，打啊！孙兰兰气鼓鼓道，打嘴。好，那就打嘴。林子东脚步虚晃，下一瞬已经来到杜德的面前。杜德瞳孔猛缩，他都没看见对方是怎么靠近自己的。你敢动我？话还没说完，林子东已经扯住杜德的衣领，对着那张脸抽了上去。别看杜德肥头大耳，可在林子东的手里却跟小鸡仔一样，几巴掌就被打得哭爹喊娘，那叫一个凄惨。谁他妈打我兄弟？人群被分开，大狗带着10几个小弟风风火火地冲了上来。大狗兄弟，救我啊！杜德大声哀嚎，他感觉自己都要被人打死了。林子东像扔垃圾一样将杜德扔到大狗面前，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道：你想替他出头？大狗看到林子东的那一刻，双腿一软，扑通一下跪了下去。东哥，我真不知道是您啊！这一跪，直接把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杜德脸上的鼻涕眼泪还没擦干净，看到大狗这副模样，整个人都傻了，嘴里喃喃道：大狗兄弟，你这是干啥？快起来啊！他就是个穷逼，你跪他干啥？大狗却连头都不敢抬，浑身抖得像筛糠，额头上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东哥，这纯属误会。他一边说，一边还不忘回头，对着杜德狠狠瞪了一眼，那眼神像是要吃人一样。你个不长眼的东西，还不快给东哥磕头认错！杜德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平日里在道上颇有些名号的大狗，怎么会对林子东如此畏惧，甚至不惜下跪。柳梦瑶更是花容失色，她呆呆地看着林子东，心里那个原本模糊的身影，此刻变得无比高大和神秘。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错过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存在。孙兰兰则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抱着胳膊，嘴角微微上扬，仿佛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韩雪依旧是那副淡然的样子，只是看向林子东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东哥，大狗几乎是爬着来到林子东的面前。您看这。林子东俯下身拍了拍大狗的脸，这胖子说要睡我的女人，你说这笔账我该怎么跟他算？听到我的女人4个字，韩雪和孙兰兰脸蛋同时染上一抹红晕。林子东纯属口嗨，根本没留意自己的话一语双关，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孙兰兰跟林子东有过那种关系，林子东的话也没毛病，可这话听到韩雪那里，却让他的芳心有些乱了。大狗眼珠子一瞪，直接原地蹦了起来，抬脚就踹在杜德的肚子上，抡起巴掌就往脸上招呼。妈的，你找死是不是？东哥的女人
你都敢想？杜德疼得嗷嗷直叫。你知不知道，东哥是我老大的老大，你特么想害死我是不是？大狗是真的急眼了，他还想着之前得罪了东哥，怎么能给东哥留个好印象？没准以后东哥还能用上自己，现在全让这个不长眼睛的东西给搅和了。要不是现在杀人会被枪毙，他真想直接弄死这死肥猪。柳梦瑶更是目光呆滞，大狗老大的老大，那岂不是就是豹哥的老大？这怎么可能啊？他与林子东交往过那么多年，也不曾见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自己跟他分手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柳梦瑶的心里翻江倒海，悔恨像潮水般涌来，几乎要将他淹没。他看着被大狗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杜德，再看看一脸平静的林子东，只觉得自己像个天大的笑话。当初自己是怎么瞎了眼，竟然觉得林子东是个没前途的废物，自己竟然会傻到为了王爷那种货色而抛弃了一个这么优秀的男人。现在看来，无论是王爷还是眼前的杜德，在林子东面前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周围的人群也炸开了锅，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刚才还觉得林子东三人要遭殃的围观者，此刻全都目瞪口呆，没想到剧情会反转得如此之快。那个被大家当成穷逼的年轻人，竟然是连道上人物都要跪地求饶的东哥，这身份简直天差地别。大狗又给了杜德两脚，扯着他的脖领子吼道：“跪下，跟东哥磕头道歉！”杜德不敢再多言，连滚带爬的来到林子东的面前，咚咚咚的磕了3个响头：“东哥，我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杜德其实不是很害怕大狗，可他害怕他身后的钱豹啊，在钱豹面前，他那点人脉屁都算不上。杜德觉得心里委屈，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年轻人会是豹哥的老大？这特么他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怎么就被自己遇见了？东哥，您想怎么处置他？大狗眼底闪过一抹狠辣，只要能在东哥面前表现一下，就算东哥让他将这傻逼埋了，他都不会皱下眉头。林子东的目光落在杜德的身上，杜德浑身哆嗦了几下，突然一股骚臭味飘了出来，裤子下面尿了一大片。孙兰兰和韩雪几乎同时捂住了口鼻，后退几步。东哥，都是这个贱人在蛊惑我找你麻烦。杜德看向柳梦瑶，那双小眼睛满是怨毒。要不是因为这个贱人，他也不会招惹这位祖宗，全部都是他的错。是你。大狗也认出了柳梦瑶，3两步来到他的面前，扯着头发送到林子东的面前：“东哥，这贱人跟王爷那个小崽子是一伙的，你想怎么处置他？”他还纳闷呢，这女人没跟王爷在一起，能跑哪去？没想到他这个贱刚跟王爷好玩，这么快就又勾搭上了杜德。柳梦瑶疼得尖叫：“是我林子东的女朋友，你敢打我，他不会放过你的！”大狗抬手就是一把大嘴巴子抽在柳梦瑶脸上：“妈的，你当我傻是不是？东哥能看上你这种货色？林子东，救我啊！”柳梦瑶哭花了脸，她后悔了，如果自己没有跟林子东分手，那么现在站在她身边的人就是自己。子东，算了吧。孙兰兰看不惯柳梦瑶，但也同样看不惯男人打女人，当然她也不是圣母，只不过这里已经围了太多的人，事情真的闹大，等警察来了反而麻烦。林子东眼神淡漠：“让他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他。”是，东哥。大狗放开了柳梦瑶，骂骂咧咧道：“赶紧滚，别脏了我东哥的眼睛。”柳梦瑶失魂落魄地从地上爬起来，她深深地看了林子东一眼，心里暗暗发誓，她一定会将林子东夺回来，就算跪下求他，也在所不惜。林子东不再理会他的去向，目光转向还在瑟瑟发抖的杜德，语气冰冷地说道：“滚吧，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是，我这就滚。杜德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跑了，连头都不敢回一下，生怕林子东改变主意。周围的人群见没什么热闹可看，也渐渐散去。大狗谄媚地看着林子东：“东哥，您看这事处理的还满意不？要是不满意，我再去把那胖子抓回来，让他给您磕头赔罪。”林子东摆了摆手：“不用了，我们还有事。东哥，那今天这事儿能不能别让豹哥知道？”大狗哭丧着脸：“如果让豹哥知道，非得扒了他的皮不可。”林子东只是淡漠地看了大狗一眼后，便带着韩雪和孙兰兰离开圣都商场。孙兰兰只觉得心里一阵舒畅，要不是韩雪还在这里的话，她真的会亲林子东一口，实在太解气了。尤其是看见柳梦瑶悔青长子的眼神，那感觉棒棒哒。谁让他自己眼睛瞎，因为一个富二代就抛弃这么好的男人，现在知道后悔晚了，我就不跟你们回去了。韩雪停下脚步，
看着孙兰兰和林子东道：“我家里有点事情，所以我想回去一趟。”林子东想都不想道：“那我送你。”韩雪摇头，指了指不远处停着的豪车，已经有人来接我了。好吧，那你今晚还回来吗？孙兰兰撅着小嘴，有些闷闷不乐。她还想着晚上跟韩雪回去追韩剧，再聊聊今天的事呢。韩雪稍稍犹豫了下，看了看孙兰兰，又看了林子东一眼，这才松口道：“如果早的话，我会去找你。”孙兰兰闻言，眼睛立马亮了起来。走吧，我送你回去。拎着打开车门，将东西全部扔到了后面。孙兰兰眼神疑惑：“你不回去？”“有点事情，可能要晚些回来。”林子东没有说是李婷找自己，一方面是担心孙兰兰会误会，另一方面他也想了解一下养老院的事情。李婷既然是养老院的主任，想必对当年那件事情应该会了解得更加详细一些。哦，孙兰兰眨眨眼睛，也没有继续多问。将孙兰兰送回家，林子东又风风火火地回到车上，开着车赶往李婷的住处。让林子东有些意外的是，李婷的住处竟然离他们并不远，开车7、8分钟车就已经到楼下了。李婷住的是公寓楼，30几层，每一层里面都住了10几户的那种。当初他也想租个这样的小公寓，可柳梦瑶嫌弃公寓太小，坚持租了那套80平的房子。1106，应该就是这里了吧？林子东再三确定没有错后，这才按响了门铃。很快，里面传来了脚步声。李婷穿着居家服打开门的刹那，一股烟火气迎面而来。眼前的李婷与白天在养老院见到的干练模样截然不同。褪去职业装的她，长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脸颊旁，柔和了她原本略显严肃的轮廓。身上穿着米白色的针织衫，衬得她肤色愈发白皙，嘴角噙着一丝浅浅的笑意，少了几分职场上的疏离，多了些许邻家姐姐般的温暖。客厅里飘来阵阵饭菜的香气，混合着窗外透进来的暮色，让整个空间都显得格外温馨。看什么呢？还不进来？李婷扎着围裙，拿着铲子道：“你先坐着等一下，最后一道菜马上就出锅了。”林子东跟着进了屋。小公寓不大，应该只有30多平，一室一厅的格局被布置得井井有条。客厅的沙发是浅灰色的布艺款式，上面搭着一条米色的针织毯，旁边的原木茶几擦得锃亮，上面摆着一个小小的绿植盆栽，几片嫩绿的叶子在暖黄的灯光下显得生机勃勃。电视柜上没有多余的装饰，只有一台不大的液晶电视，旁边整齐地码放着几本书。厨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滋啦的炒菜声和抽油烟机的低鸣，那股诱人的饭菜香正是从那里飘出来的。林子东站在客厅中央，看着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小空间，心里竟莫名生出一丝久违的暖意。跟柳梦瑶同居时，柳梦瑶只会订外卖，所以除非她亲自下厨，不然两人大部分都是外面和泡面度过的。而且柳梦瑶也不会收拾房间，每一次都是自己下班后熬夜收拾好房间，这才能入睡。现在回想起来，林子东只觉得自己太傻了。明明两个人在一起是互相扶持，而他却是自己一厢情愿。即便是这样，他最后还是背叛了自己。好了，李婷端着菜上桌，还亲自倒了2杯红酒。吃饭吧。林子东收回目光，好奇道：“婷姐，你只有一个人住吗？”李婷笑了笑：“一个人。你问这个做什么？”林子东尴尬挠头：“就是随口问问，我还以为婷姐早就已经结婚了。”结过，但是已经离了。李婷不以为然地说道：“而且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林子东傻眼：“对不起啊，婷姐，我不知道。”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离婚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李婷举起酒杯轻轻晃动着，酒液在杯中旋转出好看的弧度。她仰头抿了一小口，眼神飘向窗外渐深的夜色，语气带着几分释然。以前总觉得结婚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得找个所谓合适的人搭伙过日子，后来才发现勉强自己和不适合的人捆绑在一起，比一个人生活要累得多。现在这样挺好，下了班能安安静静做顿饭，不用去想那个狗男人什么时候回家，日子简单也自由。林子东看着他脸上平静从容的神情，一时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能默默跟着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李婷似乎察觉到了他的不自在，放下酒杯，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糖醋排骨放到他碗里：“尝尝这个，我今天特意多放了点番茄酱，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林子东尝了口，竖起大拇指道：“好吃。”“好吃，那就多吃一点。”李婷漂亮的脸蛋上挂起笑容，两人聊起了救人的事情。李婷也很好奇，林子东会医术，为什么不去医院工作，而是去做保险业务员？这工作做好了还可以，但据他所知，几个月卖不出去保险的业务员也大有人在。毕竟保险业务员这个行业实在太卷了，
比起那些送外卖的也不逞多让。几杯酒下肚，李婷已经多了些醉意。林子东放下筷子道：“婷姐别喝了，再喝下去的话就要喝多了。”李婷摇头：“今天我开心，要不是你救了张奶奶，她老人家恐怕以后都不能住在养老院了。我只是运气好。”林子东笑笑，他得到的传承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也打心眼里高兴。只不过他这种行为算是无证行医，一旦出了事情是可是要负责任，甚至坐牢的。所以林子东从未想过从那些老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这样他最多算是帮个忙，也不至于落个坐牢的下场。李婷拿着酒杯，眼神迷离地摇摇头。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林子东救人的情景，但张奶奶是运气的话，那孙爷爷呢？连韩院士都无法治好，可眼前的男人却做到了，所以他觉得林子东是有真本事的人。至于为什么跑保险，或许他也有自己的故事吧。林子东，我代表养老院的老人们敬你一杯。李婷突然举起手中的杯子，将剩下的半杯红酒一饮而尽。看到李婷身体摇晃，林子东急忙想要扶住她。李婷脑袋一栽，小脑瓜直接撞进林子东的怀中，凳子也向后倒去，两人就地滚成了一团。好在林子东用自己身体充当人肉护垫，这才没有让李婷与地面来个亲密接触。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林子东的颈间，带着红酒的醇香和女性特有的馨香，让他瞬间僵住了身体。李婷似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懵了，迷离的眼神渐渐聚焦。当看清自己正趴在林子东怀里，两人姿势暧昧地滚在地板上时，脸颊疼的一下红透了，一直蔓延到耳根。他慌忙想要撑起身体，却因为酒精的作用下，脑袋一阵眩晕，手下一软，反而更紧地贴向了林子东。那柔软的唇瓣如同蜻蜓点水般在林子东的唇上触碰了下。林子东只觉得心跳如鼓，怀里柔软的触感让他感觉身体有些紧绷。他能清晰地看到李婷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像受惊的蝶翼，还有她紧抿着的带着一丝慌乱的红唇。对不起。李婷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声音细若文瑞，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羞赧。她用力撑着林子东的胸膛，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林子东也连忙稳住身形，顺势扶了她一把，两人这才狼狈地分开，各自从地板上爬起来。李婷不敢去看林子东的眼睛，低着头整理着有些凌乱的针织衫，耳根依旧红得像要滴血。她发誓自己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林子东也觉得有些尴尬，但刚刚那一瞬，林子东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击拍，尤其是刚才的那个吻，更是让他差点就没忍住。婷姐，那个我先去一下洗手间。李婷说完，也不等林子东开口，跌跌撞撞地跑进了洗手间里。林子东，洗手间里，李婷看着镜中的自己，脸蛋早已红得不像话。她刚才不会误会自己吧？不对。李婷轻轻摇晃着头，想要驱散脑海中的念头，自己只是想感谢他，怎么能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拍了拍发烫的脸颊，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镜中的女人眼波流转，带着酒后的迷离和一丝连自己都未察觉的慌乱。李婷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不过是个意外，可心脏却还是不争气的砰砰直跳，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刚才摔倒时的画面，尤其是唇瓣相触的那一瞬间，男人灼热的气息仿佛要将她融化一般。她在洗手间里待了足足有10分钟，才觉得脸上的热度稍稍退去了一些，这才慢吞吞地打开门走了出去。客厅里，林子东正有些局促地坐在餐桌前，眼神飘忽，不敢与他对视。餐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只是刚才的温馨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微妙的尴尬。李婷走到餐桌旁坐下，拿起筷子，假装镇定地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却食不知味。林子东也默默拿起筷子，两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有碗筷偶尔碰撞的轻微声响在客厅里回荡。一碗饭下肚，林子东尴尬道：“那个，婷姐时候也不早了，要不然我先走吧。”“那我送你。”李婷有些紧张的起身，身体不小心撞在餐桌上，咣当，桌子晃动了下，林子东面前的红酒顿时洒了一身，裤子也湿了一大片。林子东下意识地站起身，看着裤子上大片的酒渍，把裤子都给染红了一片，也是哭笑不得。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一个大老爷们来了月事，他这么出去还不被人笑话死。李婷见状，脸上的红晕还没完全褪去，又添了几分慌乱，连忙拿起纸巾递过去：“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歉意，手忙脚乱地想去帮林子东擦拭，却在指尖快要碰到他裤子的瞬间猛地顿住，触电般收了回来，脸颊再次升温。林子东摆摆手，接过纸巾自己胡乱擦了擦：“没事，是我自己没注意。”
他知道李婷不是故意的，只是这接二连三的意外让本就尴尬的气氛更加微妙了。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拿件裤子。李婷急忙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稍稍冷静了下，这才翻找起来。可她的那些裤子都是紧身裤，林子东恐怕穿不了。找了半天，李婷终于找到一件宽松的睡裤，这个应该能穿，但这睡裤好像有点过于粉嫩了些，而且上面还印着几只可爱的卡通小熊图案。李婷拿着睡裤站在衣柜前，脸颊又开始发烫，但眼下实在没有其他合适的裤子，总不能让她穿着湿裤子回去。李婷咬了咬唇，还是拿着睡裤快步走了出去，把裤子递到林子东面前时，声音细若文瑞：那个，你先换上这条吧，总比湿着强。林子东看着那条粉嘟嘟还带着小熊图案的睡裤，嘴角抽了抽，这要是穿上，估计这辈子都没脸见人了。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湿了一大片的裤子，又看了看李婷那带着歉意的眼神，最终还是无奈地接过了睡裤。那谢谢婷姐了，洗手间可以换。李婷说完便迅速转过身，耳根红得像要滴出血来。林子东拿着睡裤走进洗手间，关上门后看着镜子里自己狼狈的样子，忍不住叹了口气，然后认命地开始换裤子。睡裤虽然宽松，但长度刚刚好，就是这颜色和图案实在是让他有些无地自容。他换好裤子走出来时，李婷正背对着他站在客厅窗边，似乎在看窗外的夜景，肩膀却微微有些僵硬。林子东轻咳一声：婷姐，我换好了。李婷缓缓转过身，当看到林子东穿着那条粉色小熊睡裤时，先是一愣，随即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林子东顿时脸黑了：有那么好笑吗？没，一点不好笑。李婷连忙捂住嘴，强忍着笑意，但眼角的笑意却怎么也藏不住。挺合适你的。林子东低头看了几眼，也跟着笑了出来。屋内的气氛少了几分尴尬，却多了几分无形的暧昧。李婷回过神来，立即从林子东脸上移开了视线。那个，我帮你用洗衣机洗一下，再用吹风机吹一吹，也许很快就能干了。他之前丝袜没有干的时候，就是用吹风机去吹，能节省不少的时间。林子东觉得麻烦，婷姐不用麻烦了，一会儿干了就好了。不麻烦。李婷看向林子东穿着的睡裤，脸蛋带着淡淡红晕。你总不能这样出去吧？林子东见状也不推脱，只是想到自己的睡裤是李婷穿过的，心里要是没点异样的话，那他就真的不是男人了。看到李婷进了洗手间，林子东干脆拿起手机翻了翻。孙兰兰，韩雪回来了，你要是回来的晚，就不给你留门了。孙兰兰，这么久不回消息，不会是在约会吧？林子东汗颜，虽然这算不上是约会，但刚才发生的事情除了孙兰兰，还有几条是张晴发来的消息。张晴，小混蛋，这2天都不来找我，是不是有新欢了？张晴，我买了一套衣服，等你来了穿给你看。下面还带着一张衣服的图片。林子东只是瞄了眼，顿时觉得血火乱窜。要不是自己现在真的出不去，他分分钟就去跑不过去，棒打张晴这个妖精。看什么呢？这么入神？李婷从洗手间走了出来，只是看向林子东的眼神带着几分异样。这也难怪，自己离婚都1年多了，现在家里突然出现的男人还穿着自己的睡裤，这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没什么。林子东干咳了2声，关掉了手机屏幕，故意转移话题道：对了，婷姐，我有点事情想跟你打听一下。李婷酒劲已经清醒了不少，但还是迷迷糊糊的。她借着酒劲在林子东面前坐下。你是想问养老院那些老人的事情？林子东点头。他可是跟沈月夸下海口，说自己一定能够打开这片市场。如果不能完成的话，未免也太丢脸了一点。如果你还是为了保险的话，我劝你不要白费力气。李婷知道林子东的目的，但这在他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几次的话，我是不死心的。林子东现在不缺钱，但他依旧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站到事业的巅峰。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保险业务员，林子东也相信是金子，总会有发光的那一天。好吧，那你想知道什么？林子东问了一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就算那个保险公司有问题，但也并非所有保险都是骗子。为什么养老院的老人还是如此排斥？他总觉得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李婷也只是将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如实告诉了林子东，至于是不是对他有所帮助，他就不太清楚了。好吧，谢谢婷姐。对了，孙兰兰是你的女朋友吗？李婷问完才意识到自己这样问好像容易引起误会，于是急忙解释道：我就是好奇，你也可以不回答。林子东愣了一下，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李婷眨眨眼睛，很难回答吗？暂时还不是。
林子东想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不是他不想说，而是孙兰兰还没有答应自己，他也不好到处说人家就是自己的女朋友。李婷听到这个答案，不知怎的，心里悄悄松了口气，脸上却没表现出来，只是轻轻哦了一声，然后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客厅里再次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鸣笛声，以及洗手间里洗衣机工作的轻微嗡鸣。这时，李婷放在桌角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显示着张奶奶的名字。她像是被惊醒一般，连忙拿起手机按下接听键：“张奶奶，您的身体怎么样了？”电话那头传来张奶奶带着笑意的声音。虽然听不清具体内容，但李婷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柔和，偶尔还会轻轻点头回应：“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好，那您早点休息。”挂了电话，李婷看向林子东，漂亮的脸蛋上露出笑容：“张奶奶，她已经回到养老院了，她还拉着其他老人讲了你给她治病的事情。现在整个养老院的老人都知道您医术高明，让我一定好好谢谢你。”林子东微微一怔，这么快就出院了？为什么不多住几天？张奶奶说她闲不住，还是住养老院心里踏实。她顿了顿，嘴角弯起一个浅浅的弧度，还说让我问问您，明天有没有空过去一趟？那些爷爷和奶奶他们也想让你帮忙看看。我又不是医生，怎么给他们看病？林子东嘴上说着，心里却觉得或许这是一次机会，只有跟这些老人彻底打成一片，他才有机会让他们重新相信保险是有益的。李婷却不这么认为，她认真地看着林子东道：“他们年纪大了，身体总会有些小毛病，而且这次是他们主动提出来，你要答应的话，他们肯定会很高兴的。”那好吧。林子东沉默了一会儿，就答应了下来。以他现在的能力，太严重的病症治不好，小毛病的话应该问题不大。看见林子东答应，李婷拿出手机晃了晃道：“那我一会儿告诉张奶奶。”林子东看向洗手间，又看了看墙上的挂表：“那个婷姐，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裤子……哦，我都给忘记了。”李婷急忙起身进了洗手间，前脚刚刚进去就惊呼了声：“啊！”听见动静，林子东猛地站起身，几步冲进了卫生间：“婷姐，你怎么了？你的裤子……”李婷抖了抖林子东的裤子，原本亚麻色的裤子，现在变得淡红色，骚气十足。Oh my god！ 林子东傻眼，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忘记了，洗衣机里还有一件我的红色上衣，所以刚刚就一起洗了。李婷也是一阵头大，这下可好，原本只是湿了裤裆的部位，现在倒好，整条裤子都染上了不均匀的红色，像是被人泼了一桶稀释的红墨水，穿出去怕是要被当成什么新潮行为艺术。林子东看着那条焕然一新的裤子，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他这辈子穿过各种颜色的裤子，唯独没试过这么喜庆又扎眼的红色，还是这种泛着诡异粉色调的淡红。除了骚气二字，林子东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裤子。李婷站在一旁，脸蛋上满是懊恼：“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平时洗衣服都分开洗的，今天一着急就给忘了。”他也没想到自己就是想感谢一下林子东救了张奶奶，结果闹出这么多的事情来。林子东咧嘴笑笑：“没事没事，这也不能怪你，只能说这裤子跟我今晚犯冲。”李婷咬着唇，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突然抬头看向林子东：“要不我明天陪你去买条新的？”林子东摆手：“不用，就是一条裤子，等我回去换一条就是了。”可是这裤子你怎么穿出去？李婷轻轻咬了咬下唇道：“不然你就先在这里住一晚吧，明天早上我去给你买一条。”林子东怔住：“住在这里？这不好吧？”李婷似乎也察觉到自己的话有些唐突，脸颊瞬间染上更深的红晕，连忙解释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看现在这么晚了，外面又冷，你总不能穿着这条裤子出去吧？我房间还有新的被褥，客厅的沙发也挺大的，你可以在沙发上凑合一晚，等明天买了新裤子再走。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林子东倒是不介意住在这，李婷都不怕，他一个大男人就更没什么好怕的了。不麻烦，就这么定了。李婷说完，立即转身去给他找被褥。林子东回到客厅沙发坐下，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追随着李婷在房间里忙碌的身影。不一会儿，李婷抱着一套干净的被褥走了出来：“你将就一下，要是冷的话，我再给你拿床毯子。”林子东连忙起身接过被褥，入手柔软，带着一股淡淡的馨香。够了，谢谢婷姐，给你添麻烦了。李婷摇摇头，把枕头放在沙发另一头：“早点休息吧。”说完，她像是有些不自在似的，转身快步回了自己房间，轻轻带上了房门。客厅里只剩下林子东一人，他看着紧闭的房门，又低头看了看身上那条依旧显眼的粉色小熊睡裤，无奈地笑了笑，开始铺沙发。
看了眼墙上的时间，林子东又给林母发了一条消息，告诉他自己今晚不回去了。丁，林母又不回来，妈在你这里，你是不是不方便呀？林子东，妈，我在同事家吃饭弄湿了裤子，您总不能让您儿子光着屁股跑出去吧？林母，那你早点休息啊。林子东，好，你也是。关了手机，林子东盘膝坐在沙发上，几次想要入定都无法静下心来。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可鼻尖似乎还萦绕着被褥上那好闻的香气，让他的心绪久久无法平静。隔壁房间里，李婷同样没有睡着，她靠在床头，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不知过了多久，林子东终于来了些困意，正要睡着时，安静的客厅里突然开锁的声音让他猛地睁开眼睛。咔嗒，门锁转动的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林子东瞬间绷紧了神经，刚涌起的睡意一扫而空。他屏住呼吸，客厅的防盗门似乎被人从外面拧开了，紧接着是钥匙碰撞的叮当声和略显急促的脚步声。李婷的房间里也传来细微的响动，大概是她也被惊醒了。她正疑惑着，一个带着酒气的身影已经跌跌撞撞地闯进了客厅。昏暗的光线下，林子东隐约看到对方穿着黑色夹克，头发有些凌乱，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什么。啪嗒，屋内光线突然亮了起来。李婷披着衣物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看清眼前的男人时，那张漂亮的脸蛋唰的一下变得难看起来。郭阳，你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郭阳是李婷的前夫，两人已经离婚1年多。为了躲避郭阳，李婷已经换了好几个住处，可每次都会被他找到。这次他更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自己家的钥匙，还半夜开锁闯了进来。郭阳眯着醉眼，目光在客厅里扫了一圈，当看到穿着粉色小熊睡裤的林子东时，眼睛瞬间瞪得溜圆，酒意醒了大半，语气带着明显的质问和戾气。李婷，你行啊，这么快就背着老子找了个野男人？林子东眉头紧锁，下意识地将李婷护在身后。他能感觉到李婷的身体在微微发抖，显然这个叫郭阳的男人让他极为害怕。郭阳，这是我家，请你出去。李婷强忍着恐惧，声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没有权利进我的家门。离婚？郭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踉跄着上前一步，伸手就要去抓李婷的手腕。李婷，你别忘了，老子从来没同意过跟你离婚，只要老子还活着，你就是老子的女人。林子东稳稳地抓住了郭阳的手腕，眼神冰冷，说话客气点。林子东的手劲极大，郭阳只觉得手腕像是被铁钳夹住一般，疼得嗷一声叫了出来。你他妈放手！郭阳又惊又怒，另一只手挥舞着拳头就朝林子东脸上砸去。林子东不闪不避，左手顺势一拧，只听咔嚓一声轻响，郭阳的胳膊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疼得他冷汗直流，再也站不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滚出去，不然我现在就让警察把你带走。幸亏自己今晚住在了婷姐家，不然这家伙闯进来还指不定对婷姐做出点什么事情来。郭阳又惊又怕，看着林子东冰冷的眼神，连滚带爬的从地上起来，捂着胳膊色厉内荏的吼道：李婷，你个贱人，你们给我等着！说完，狼狈不堪地冲出了房门，连摔在地上的钥匙都没敢回头捡。直到防盗门砰的一声关上，李婷才像是脱力一般，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倒。林子东连忙伸手扶住她：你没事吧？李婷摇摇头，脸色苍白，眼眶却微微泛红。谢谢你，林子东。他没想到郭阳会找到这里来。林子东看着他泛红的眼眶，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婷姐，那家伙就是你前夫？李婷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声音带着一丝疲惫。我们离婚快1年了，他一直不同意，时不时就来闹一次，所以我换了很多地方，直到搬到这里才安静了一段时间。我以为他已经放弃了，没想到。林子东皱了皱眉，他怎么会有你家钥匙？不知道。李婷叹了口气，脸上满是无奈。看来我又要搬家了。他猜测郭阳可能是从房东那里弄来的钥匙，那家伙就是一个混蛋，下三滥无赖。林子东眉头紧锁着，沉声道：婷姐，你就是搬家恐怕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你越是躲他就越是得寸进尺。李婷抬起头，眼圈红红的，可我还能怎么办呢？报警也抓不了他多久，出来之后他只会变本加厉。林子东沉默了，对付这种无赖的确有点棘手。婷姐，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这件事我帮你处理。没用的。李婷眼皮低垂，她能想到的办法几乎都用过了，可无论她躲到什么地方，郭阳都能找到她。又一次，
他甚至去养老院闹事，还是院长出面才将他赶走。但李婷知道郭阳是不会死心的。郭阳一直想跟自己复婚，可是他好不容易才脱离苦海，怎么可能还跟那种人在一起？林子东注视着李婷，信誓旦旦道：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处理好。可是李婷有些担心，今晚他吃了那么大的亏，以他对郭阳的了解，他明天很可能还会再来，而且还会带着人过来。林子东看出了李婷在担忧害怕，于是道：你要是害怕他还会回来，在这件事处理好之前，我就住在这里。听到林子东要住在这里，李婷脸蛋有些微微发烫。李婷轻轻嗯了一声，声音细若文瑞：会不会太打扰你了？让林子东住在这里，这算不算是同居？没什么打扰的，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你不嫌麻烦就好。林子东见李婷脸色好转了许多，这才道：好了，婷姐，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房休息吧，那家伙今晚应该不敢再来了。李婷点点头，却没有立刻动，只是看着林子东，眼神里有些复杂的情绪。林子东，真的谢谢你。李婷知道，如果不是李子东碰巧住在这里的话，今晚郭阳芷不定会对自己做出些什么来。林子东咧嘴笑了笑，他只是单纯看不惯这种不要脸的男人。就算是前夫哥，那也已经是过去式了，都已经离婚了，还半夜闯入女方的住处，这要是报警的话，怎么也能让他在里面蹲个几天。但李婷说的也没错，想要对付这中人，只是让他在里面蹲几天也是治标不治本，没准出来后还会变本加厉。看来得想个办法，让那孙子彻底断了对婷姐的念头。林子东见李婷依旧低着头，还以为他是在害怕，便走过去将手里的钥匙递给他：婷姐，这钥匙你先收着，明天我们去换个门锁，以防万一。至于其他的，你先别担心，我明天去打听一下郭阳的底细，看看他最近都在忙些什么。这钥匙你先收着吧。李婷说完，也不等林子东开口，已经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里。回到房间，李婷背靠着房门，脸蛋已经红得有些不像话。林子东只是想帮他赶走郭阳，自己将钥匙留给他，也只是觉得这样方便一些。可为什么自己的心跳得这么快？李婷脸色微微有些不自然，脑海中不禁想起吃饭时发生的事情。她摸了摸自己的唇瓣，一种难以形容的异样感让她身子有些发软。回到床上，李婷再一次失眠了。这一晚林子东倒是睡得格外踏实，虽然成为修仙者以后，他已经不用睡眠，只要入定修炼，一样可以精神抖擞。第二天一早，林子东是被厨房里传来的轻微响动吵醒的。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沙发，林子东轻手轻脚地走向厨房。厨房门虚掩着，透过门缝能看到李婷穿着一身素雅的家居服，正站在灶台前煎蛋，晨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此时李婷没有了在养老院的冷漠，倒更像一个邻家的小媳妇，正在给自己的男人做早餐。听到身后的动静，李婷回过头，看到林子东，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随即又恢复了平静，只是脸颊微微有些泛红。醒了，马上就好，再等几分钟就能吃早饭了。林子东点点头，目光落在他有些红肿的眼睛上。婷姐，你昨晚没睡好。李婷搅动着锅里的粥，声音低低的：有点失眠。来。林子东拉住李婷走出厨房。李婷本能地挣扎了下：你干什么？坐下。林子东将李婷按在了沙发上，两只大手朝着她的脸上摸了上去。李婷下意识地想要躲闪。别动。李婷身体轻颤了下，下一刻眼前的光亮已经被那两只大手遮住。林子东，婷姐，放松些。林子东将灵力凝聚在掌心后，轻轻揉着李婷有些红肿的眼眶，在灵力的滋润下，李婷明显感觉自己的眼睛好像没有那么酸涩了。她甚至能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气流顺着眼眶缓缓渗入，原本因失眠而紧绷的神经也渐渐放松下来。几分钟后，林子东松开手，掌心的灵力悄然散去。李婷眨了眨眼，惊喜地发现自己眼睛好像没那么酸涩了，视野也变得清晰明亮了许多。林子东笑着问：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李婷眨眨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子东，吃惊地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林子东轻笑了声，晃了晃双手道：祖传手艺。李婷也并未多想，只是单纯的以为林子东真的是祖传的医术。不过这也太神奇了，这才是真正的中医吗？好厉害！李婷由衷的赞叹。咕噜噜，林子东的肚子突然不争气的叫唤了几声。那个婷姐，咱们能吃早饭了吗？哎呀，我的粥！李婷惊呼了声，急忙起身跑进了厨房。二人早早的吃完了早饭。林子东又陪着李婷找了换锁的师傅，将家里的门锁换掉。这一次李婷连房东都没有通知，反正这房子
自己租了1年，就算他换锁也是情理之中的，他可不想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否则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除了报警以外，他真的想不到其他的办法了。这把钥匙你先拿着。李婷将一把新钥匙交给了林子东，还不忘解释道：那个你别误会，我只是觉得反正你这几天会住在我那里，你拿着钥匙也方便一些，等你不住了再还我。林子东故意装出一副色眯眯的样子：婷姐，你就不怕我是坏人？李婷眼睛一瞪，虎着一张小脸道：你敢的话我就开除你。林子东秒怂：婷姐你这也太狠了。哼！李婷轻哼了声，看到林子东吃瘪的模样，还是没忍住轻笑出声。可一想到接下来的几天两人都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李婷深深看了林子东一眼，又迅速移开了视线。林子东开车带着李婷去了养老院。整整一个上午，林子东都在忙着给这些爷爷和奶奶们治疗那些稀奇古怪的小毛病。快到中午时，林子东体内的灵力已经消耗一空。小林，休息一下吧。是啊，我们可以明天再治。林子东苦笑一声，他就是想继续，现在恐怕也不行了。不过林子东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体内的灵力虽然消耗一空，但再次恢复的灵力似乎比之前变得更加凝实了一点点，这倒是个意外之喜。看来通过为这些老人治疗，不仅能帮到他们，对自己的修为精进也有潜移默化的好处。辛苦你了。李婷不知何时来到林子东身后，将一瓶水递到他的面前，笑着道：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过这些爷爷奶奶对一个人如此热情了。林子东接过矿泉水灌了2口，擦擦嘴角道：那是我人缘好呗。李婷抿了抿下唇，对了，你晚上有什么事情吗？林子东正要说没事，突然想到今晚好像还有一场同学聚会，想到老同学已经很多年没见，他也想去看看他们。今晚的确有点事情，可能要晚点回家。听到回家2个字，李婷脸蛋迅速染上一抹红晕。那需要给你留饭吗？其实两人的对话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换个角度一想的话，两人的话又有些过于暧昧了些，这对话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小两口。林子东咧嘴笑道：留饭就算了，不过婷姐想吃宵夜的话，要不要我帮你带回来点？李婷被林子东看得有些不自在，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谁要吃你的宵夜？快去忙你的吧，下午我自己在养老院就行。林子东嬉皮笑脸道：那我可走了。去吧。李婷故意转过身，不去看林子东，直到他在窗户看到林子东的背影，嘴角这才露出一抹笑意。这个笨蛋。离开了养老院，林子东回到车上，立即拨通了钱豹的电话。电话那边几乎秒接。巨大的别墅里，钱豹正在跟2个洋妞做着广播体操，看见是林子东打来的电话，立即下了床，走到落地窗前：东哥，查个人叫郭阳，曾在一个贷款公司欠了不少钱，帮我把他的底细摸清楚，尤其是最近都跟什么人来往，有没有什么把柄在外面。林子东靠在驾驶座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方向盘。电话那头的钱豹不敢怠慢，连忙应道：东哥放心，半小时内给您结果。挂了电话，林子东望着车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眼神渐渐深邃。对付郭阳这种无赖，常规手段显然行不通，得找到他的软肋，一击致命，才能让他彻底不敢再纠缠李婷。如果能将郭阳送进去，让他在里面蹲个几年，那就再好不过了。说白了，这种人就是欠教育。如果不能将他送进去，那就让他怕，最好怕的要死，再也不敢出现在李婷的面前。10几分钟后，林子东就接到了钱豹的电话。钱豹小心翼翼地问道：东哥，的确有一个叫郭阳的人，就是在我旗下公司借了30万的贷款，也是我赌场的常客，这个人是您朋友？林子东有些意外，没想到郭阳竟然是在钱豹的公司借的钱，这倒是省了他不少功夫。不是朋友，是个麻烦。麻烦？东哥，用不用我帮您处理掉他？钱豹眼底闪过一抹厉色。那个郭阳欠了他30万，如今利滚利已经快40万了。他现在已经洗白不能随意杀人，不过他若是想要让一个人消失的话，简直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林子东沉吟片刻，冷冷道：先不用动他，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会做。既然你们已经跟了我，以后这种事情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做。钱豹搂过一个靠近自己的大洋马，信誓旦旦道：东哥放心，我现在做的都是正经生意。林子东也没继续揪着这个话题，至于钱豹是不是真的那么正经，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了。对了，你刚才说他经常去你的赌场？钱豹翻看着小弟发来的资料道：没错，而且这个人十分好色，前段时间还调戏我赌场的发牌员，被看场的小弟打了一顿。林子东眼睛微微一亮，这赌场倒是个处理他的好地方，查查他经常去赌场的时间，
还有他有没有欠其他公司的债务，以及他最近联系过的人。东哥，半天内我一定给您答复。好。林子东答应了声，这边刚刚挂断手机，手机就显示了近100条消息，全部都是同学群里发来的。正想着要不要说几句时，张琴也发来了消息。张琴，小冤家，今晚我有个饭局，恐怕不能去找你了。原本还打算给你个惊喜来着，看来只能等下次了。下方还带着一张穿着网袜的美腿照片。张琴看完记得删掉。林子东喉咙滚动了下，使劲扯了扯衣领。林子东，你人在哪里？张琴，现在知道李人家了。我在外面，正要去公司，一会儿还要去应酬，不能陪你了，下次再好好补偿你。信息下面又附带了一张照片，而且这一次尺度更大。林子东哭笑不得，他严重怀疑张琴是故意的。这女人故意挑起自己的邪火，还不负责灭火，指不定现在正坐在哪里偷着取笑自己呢。事实上，林子东猜测的也的确没错。一辆商务车上，张琴看着手机，已经笑得前仰后合。谁让这个小冤家几天都不来找自己，他就是要让他难受，自己偏偏还不在身边，让这小混蛋也体验一下被人冷落的滋味。很快商务车停下，张琴下了车。张总，您可来了。怎么了？张琴看向自己的秘书问道。张琴的秘书宁宇是京大的高材生，自从走出大学后就一直跟在张琴身旁，如今在张琴身边已经8年，是他的贴身秘书。是小野。宁宇有些欲言又止。张琴轻轻皱眉，小野，他怎么了？话音刚落，王爷已经从张琴的公司里面跑了出来。妈，我错了，妈，我不该骗你，妈，你再相信我一次，我保证不跟那些人来往了。就在昨天，张琴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他在外面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以及他给那些人的转账记录。他都没来得及解释，张琴就已经冻结了他所有的银行卡，就连信用卡都给关闭了。王爷花钱大手大脚惯了，现在突然变得身无分文，这感觉简直比杀了他都要难受。张琴看向王爷的眼神满是失望，跟我进来。王爷急忙跟了上去。他今天还想去同学聚会，好好装个逼，可现在自己身无分文，还装个毛线。来到张琴的办公室，王爷嬉皮笑脸的就想去拉张琴的手。妈！张琴冷冷甩开王爷的手，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少跟我嬉皮笑脸，你为什么把钱都转给那些小混混？妈！王爷捂着脸，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张琴这么生气，而且从小到大，这还是张琴第一次动手打他。张琴冷冷道：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查不到吗？这下王爷真的慌了，他在外面干的那些事儿，如果被张琴知道的话，恐怕以后自己都没有零花钱了，整不好还会被他妈给送去国外，再也不让他回来。妈，我错了。王爷扑通一下跪在张琴面前，我就是贪玩，但是我真的没闯祸。张琴看着王爷，他是真的动了真火，自己给王爷的那些钱，至少有70%都让他转给了别人，少则10几万到几10万不等，最多的一笔转账竟然有100万，那可是100万啊！他是不差这100万，但也架不住王爷这样往出扔钱。张琴不明白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家业，怎么就养出了这么个不成器的儿子。王爷见张琴脸色铁青，心里更是没底，一个劲的磕头认错：妈，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把卡还给我好不好？今天同学聚会，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吧，那样太丢人了。张琴冷笑一声：同学聚会，你还有脸去？你拿着我的钱去养那些狐朋狗友，现在还好意思跟我提聚会？我告诉你，王爷，在你没把那些钱的去向说清楚之前，别想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王爷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妈，那些钱真的就是朋友之间周转一下，很快就还回来的，你相信我。可他越是狡辩，张琴眼中的失望就越深。他看着眼前这个被自己宠坏的儿子，只觉得一阵无力。当初真应该对他严厉一点，也不至于让他现在变得如此不知好歹。办公室里的气氛僵持到了极点，连一旁的宁宇都不敢出声，只能默默地站在角落。他也是第一次看见张总发这么大的脾气。妈，我发誓，我以后保证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这是最后一次，真的。王爷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求。张琴虽然失望，但不管王爷做了什么，他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真是最后一次。听见张琴松口，王爷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重重点头：妈，我对天发誓，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要是再有下次，我就自己把银行卡交上来。他一边说，一边还举起3根手指，做出发誓的模样，眼神里满是急切和恳求，生怕张琴不相信。张琴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的火气稍稍降了一些，
但依旧板着脸，语气没有丝毫缓和。银行卡可以还给你，不过以后零花钱减半。听到零花钱减半，王爷哭丧个脸。妈！张晴不再理会王爷，低头看了眼手腕上的手表，道：时间差不多了，宁宇一会儿把他的银行卡解开。是，张总。看到张晴离开，宁宇急忙跟了出去。王爷脸色难看，虽然零花钱减半，但也好过身无分文。况且一个同学聚会去装个逼能花多少钱？还有柳梦瑶那个贱人，竟然敢躲着自己。对了，既然是同学聚会，柳梦瑶也一定会去。王爷急忙掏出手机，在群里翻找了一会儿，果然看到柳梦瑶发的消息。而且不光知道柳梦瑶回去，林子东也会去。林子东，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王爷急忙拨通了大狗的电话。狗哥，我有林子东的消息了。手机那边听见是王爷打来的电话，大狗正要开骂，突然眼珠一转，你是说今晚东壳他会跟你们一起参加同学聚会？王爷咬牙切齿道：没错，他一定会去。狗哥那100万我已经转过去了，豹哥他能出手了吗？大狗使劲拍了拍脑瓜子，他最近光想着怎么讨好东哥，都忘记这货给自己赚了100万的事儿了。妈的，这要是让东哥和豹哥知道，他这一身狗皮怕是都保不住了。王爷还以为手机没信号了，使劲晃了晃。狗哥，我在听。大狗决定先稳住这小子，这事儿办砸了，他肯定要吃不了兜着走，但眼下自己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狗哥，我要打断这小子的4肢，让他彻底变成废人。王爷眼底闪过一抹怨毒，他做梦都想看到林子东跪地求饶的画面，他也要让柳梦瑶知道自己的实力。大狗冷笑连连，这个蠢货还想动东哥，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好，把地址发给我，一会儿见。大狗说完立即挂断了电话，然后翻出林子东的电话给他拨打了过去。林子东正开着车，看到大狗打来的电话，稍稍犹豫了下，还是接了起来。东哥，王爷那小子又找我了。大狗声音里带着几分谄媚道，他说今晚同学聚会你也会去，还想让我找人废了您的4肢，那100万他早就转给我了，我一直没敢动，就等着向您汇报呢。林子东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王爷这蠢货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既然想玩，那就陪他好好玩玩。林子东的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喜怒。大狗心里一咯噔，连忙应道：东哥您放心，我保证配合您演好这出戏，让那小子知道得罪您的代价。挂了大狗的电话，林子东眼神变得愈发冰冷。王爷想在同学聚会结束后对自己动手。林子东踩下油门，车子汇入车流，朝着同学聚会的酒店方向驶去。钱包那边关于郭阳的详细资料应该也快发过来了，等自己处理完王爷，再去解决郭阳的事，2件麻烦事正好一并做个了结。下午5点半，汇春楼大酒店的包厢里，李哲打量着眼前的小美女，豆梅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在他的印象里，豆梅还是戴着牙套，留着蘑菇头的样子，没想到变得这么漂亮了。豆梅捂着嘴笑了笑，眼角的梨涡若隐若现，我怎么记得你以前一直说我丑来着？她穿着一袭淡紫色长裙，衬得肌肤胜雪，长发松松挽起，露出纤细的脖颈，与其他几个女同学一比，的确是最漂亮的那一个。李哲挠了挠头，嘿嘿一笑，我说的可是大实话。你看咱们班这些女生，就属你变化最大，简直跟换了个人似的。其他几个女同学闻言，明显有些不高兴了。李哲，你这是说我们不漂亮了？就是，你再这样，我们可走了啊！李哲急忙求饶，好，你们都漂亮，我这不是口误吗？旁边的班长赵磊拍了拍李哲的肩膀，替他打着圆场。行了，别光顾着跟美女聊天，赶紧坐下，人差不多都到齐了。包厢里已经坐了20几人，大家正围着桌子聊得热火朝天，话题从大学时的糗事聊到现在的工作生活，气氛格外热闹。豆梅找了个空位坐下，目光不经意间扫过门口，像是在等什么人。这时包厢门被推开，王爷带着给众人准备的礼物进了包厢。诸位老同学，好久不见。王爷目光看向在座的众人，在看到豆梅时眼睛微微一亮。豆梅显然也认出了王爷，他知道王爷是个富二代，家境不错，但可惜他不是自己的菜。豆梅对自己现在的容貌很有信心，但王爷这样的富二代身边恐怕也不会缺少漂亮的女孩子，自己跟了他，等新鲜感一过，恐怕就会成为前任。在这方面他还是比较现实清醒的，就算挑选伴侣，他也只会找更加适合自己的那个王爷。快坐。在座的同学们看见王爷，脸上纷纷露出讨好，毕竟王爷有钱，还有人脉，要是能处好的话，还不少走好几年的弯路。
王爷得意地扬了扬下巴，将手里的名牌礼盒往桌上一放，声音刻意拔高了几分，一点小意思，大家随便分分。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众人的反应，尤其是窦梅。妈的，以前他怎么都没发现，班级里面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同学。这长相，这身材，可是一点也不比柳梦瑶差。这皮肤嫩的都能掐出水了吧？见不少同学眼中露出羡慕和惊叹，王爷那叫一个暗爽。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今天他就是要让林子东那个穷逼认清自己的位置，能打就了不起，还不是穷逼一个。王爷来到窦梅身旁坐下，眼神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妈的，怎么就想不起名字了？怎么不认识我了？窦梅看出王爷是没认出自己，也觉得有趣。不过这些年他的变化的确挺大的，不光是摘了牙套，眼睛也做了手术，摘掉了厚厚的眼镜框。以前他不会打扮，但是走出大学以后，他就学会了打扮自己。不过他的家庭条件很一般，也买不起太好的化妆品，所以窦梅也想过找个适合自己的男人交往，可至今为止都没有遇到过适合的。那些人刚刚交往就想跟他做那种事情，这是他绝对如何也接受不了的。这个真没想起来。王爷挠挠头，眼睛盯着窦梅，心里一阵火热。他交往过那么多的女朋友，对方脸上动没动过刀子，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窦梅是个纯天然的小美人儿。柳梦瑶也漂亮，不过王爷知道她做过微整，而且还不止一次。窦梅，你就别逗她了。其他几个女同学除了2个已经结婚的，其他几个看向窦梅的眼神都带着几分羡慕和嫉妒。窦梅以前是他们班级女生里面最不起眼的，现在却变成了最漂亮的，实在太让人生气了。就在这时，柳梦瑶走进了包房，看到王爷也在这里时，脸色微微一变，但想到今天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她还是忍住了离开的念头。梦瑶，你可来了。几个女同学纷纷与柳梦瑶打招呼。王爷看到柳梦瑶时，眼睛也是微微一亮，虽然已经玩过很多次了，但不得不说柳梦瑶的确漂亮，走在哪里回头率都是很高的那种。柳梦瑶目光看向其他座位，却并没有看到林子东的身影，眼里不禁闪过一抹失落。他是不是不会来了？原本他是不想来这个同学聚会的，可他现在找不到林子东，也不敢再去他的家里，所以他只能来这里参加同学聚会，碰碰运气。是啊，好久不见。柳梦瑶在王爷对面坐下，眼神在窦梅身上停留了几秒。窦梅，你变漂亮了。你也是。窦梅只是笑了笑，漂亮的脸蛋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以前她一直羡慕柳梦瑶，因为她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季花，喜欢她的追求者有很多，那时她做梦都想变得跟柳梦瑶一样漂亮。但是现在她一点儿也不比柳梦瑶差。柳梦瑶默默地拿出手机翻找了一下群里的消息，看到林子东并没有在群里说过话后，眼神都跟着暗淡了几分。王爷看见柳梦瑶一直在看手机，脸色有些不爽地起身道：我去一趟洗手间。与此同时，林子东刚刚从酒店的电梯里面走出来，就被人拉进了不远处的洗手间里。晴姐，你怎么在这？林子东惊讶地问。张琴手指轻轻戳着林子东的胸口，吐气如兰道：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你怎么会在这里？刚才他进电梯时刚好看到林子东进了酒店，他还以为自己是太想这个小冤家看错了，没想到还真的是他。我是来参加个同学聚会的。林子东看了眼四周，确定没有其他人过来后，这才说道：晴姐，这里是男洗手间。张琴娇嗔地白了林子东一眼道：我知道啊，不然你还想去女洗手间？晴姐，你不会是太想我了，所以跟踪我过来的吧？林子东嬉皮笑脸地打趣张琴说道。你想得美。张琴勾住林子东的脖子，一只手扯了扯他的腰带，说：是不是在外面有小的了？其实张琴早就知道林子东这么年轻，不可能只有自己一个女人，不过他也想得很开。他一个结婚过的女人，孩子都那么大了，有没有名分都无所谓，只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开心就足够了。只要林子东不嫌弃他，也不会冷落他，就算做情人他也心甘情愿。晴姐，吻我。林子东喉咙滚动了下，低头吻了上去。就在两人亲得火热时，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正在朝着他们这里靠近。有人来了。张琴眼神带着几分迷离，他们这样被人看见也的确不太好。林子东打开其中一间，拉着张琴钻了进去，然后锁上了门。晴姐。感受到林子东的变化，张琴伸出一根手指挡住他的唇，嘘，我帮你。林子东。就在这时，王爷风风火火地进了洗手间。这几天柳梦瑶不在身边，他都没地方去泄火，刚才又看见了窦梅，
让他感觉有股邪火在乱窜。正放水时，王野突然听见身后隐约传来女人干呕的声音。卧槽！王野立马来了精神。妈的，谁在卫生间里玩？他特么也想过很多次了，可柳梦瑶担心会被人看见，死活都不愿意。想到柳梦瑶就在包厢里，王野也有点心猿意马起来。他虽然对窦梅有意思，但他还摸不清楚窦梅的心思，所以就算想将她拿下，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但是柳梦瑶就简单多了，估计她还在因为上次的事儿跟自己生气，只要自己花点钱再哄一哄，还怕她会不好好伺候自己。又在门口偷听了一会儿，王野感觉自己都要炸了。不行，受不了！王野觉得再听下去，他真就一时半会儿走不出卫生间了。可惜没看见里面的女人长得什么样子，不然他还能幻想一下。他突然有点羡慕起里面的男人了。要是自己多花点钱，能让柳梦瑶也陪自己一次，那岂不是爽飞了？提了提裤子，王野夹着腿走出了卫生间，又抽了根烟，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这才朝着包房走去。刚走到门口，王野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哄笑声。他整理了一下衣领，低头看了几眼，确定没异样后，这才走了进去。包厢里的气氛比刚才更热烈了，几个男同学正唾沫横飞地吹嘘着自己的辉煌战绩，女同学们则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低声讨论着化妆品和名牌包包。王野的目光第一时间扫向窦梅，见她正低头把玩着手机，手指纤细白皙，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心里那股邪火又忍不住往上冒。王野，你怎么去了这么久？王野咧嘴笑着道，刚才去洗手间碰到个趣事，你们猜怎么着？居然有人在里面办事，那声音，啧，听得我都快受不了了。这话一出，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几个男生露出心照不宣的坏笑，女生们则大多红了脸，但也都竖起了耳朵。这可是酒店啊，敢在酒店的洗手间做那种事情，这也太大胆了吧！王野见状更加来劲，他走到窦梅身边，用肩膀撞了撞她的胳膊，压低声音暧昧地说：窦梅，你说现在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开放？换作是你，敢不敢在这种地方？话没说完，就被窦梅冷冷的眼神打断了。窦梅抬起头，那双做过手术的眼睛清澈明亮，此刻却带着一丝疏离和厌恶。王野，请注意你的言辞，这里是同学聚会，不是你讲荤段子的地方。王野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小美人居然敢这么跟他说话，心里的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但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他又不好发作，只能悻悻地撇撇嘴，讪讪地转移了话题，开个玩笑而已，别这么认真嘛。对了，大家都吃点什么？今天我请客，随便点。说着，他拿起菜单，心不在焉地翻着，心里却一阵不爽。妈的，给脸不要脸，等老子把你弄到手，看我怎么收拾你。柳梦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时不时地朝着门口看去。他知道林子东当初有多么喜欢自己，只要自己真心道歉，他一定会原谅自己的。这边林子东和张琴已经离开了卫生间，张琴正在补妆，林子东还有些意犹未尽，可惜时间有些太赶了，真在里面折腾个1-2个小时，自己这同学聚会也不用参加了。小坏蛋！张琴抿了抿不好的红唇，来到林子东面前道：不是你未来老婆，你就这么不知道怜惜？林子东尴尬，琴姐，我刚才……好啦，逗你的。张琴勾着林子东的脖子，在他唇上亲了口，然后坏坏一笑，下次让你也尝尝。林子东只觉得邪火乱窜，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自从成为自己的女人后，张琴被滋润后似乎变得更漂亮了几分，皮肤似乎都变得白皙了。当然这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不仔细留意是很难发现的。林子东会发现这些，也是因为他的境界突破后，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这才注意到这些小细节。张琴松开了林子东，眼神妩媚道：快去吧，别让你的同学等急了。林子东干笑了声，知道了琴姐，等我这2天忙完手里的事情，一定去找你。张琴这才满意的踮起脚尖，在他耳边呵气如兰的说了句等你，随后便转身摇曳着身姿离开了。林子东整理了一下微皱的衣领，朝着同学聚会所在的包房走去。包房里已经上菜，柳梦瑶已经有些坐不住，想要离开了。就在他看向房门时，林子东已经走进了包房。不好意思诸位，有点事情耽搁来晚了。此时的林子东与大学时期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他的身高长高了几厘米，原本满是痘坑的脸也变得细腻光滑。尤其是林子东的气质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身姿挺拔如松，眉宇间带着一股从容不迫的淡然。窦梅看到林子东时，先是愣了一下，眼睛明显亮了一下。虽然王野是富二代，条件更好一些，
但林子东高大帅气的模样着实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林子东给他的感觉有些难以形容，就是怎么说呢，出尘，就是出尘的感觉。其实窦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就是忍不住让他多看几眼。我曹子东，你整容了吧？大学时跟林子东关系最好的虎子一把搂住林子东的脖子，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的脸看。妈的，不科学啊！你要勒死我了！看我的猴子偷桃！操，松手！你扯我蛋了！林子东跟胡子两人打闹成一片。柳梦瑶看到林子东的那一刻，差点就忍不住想要起身，可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多人在，最终还是忍住了。不过没关系，只要林子东来了，那么自己就还有机会。柳梦瑶深吸一口气，手指却不自觉地蜷缩起来，紧紧攥着衣角。她看着林子东和胡子勾肩搭背的笑着，那样轻松自在的模样，是她以前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以前的林子东在他面前总是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讨好，眼神里满是藏不住的喜欢，而现在他周身散发着一种他陌生的自信与洒脱，仿佛整个人都被点亮了。子东，坐这。胡子拍拍林子东的肩膀，给他使了个眼色。林子东瞥了柳梦瑶一眼后，大大方方地坐在他的身旁。他跟柳梦瑶已经分手了，而且他是真的已经放下了，只要他不再来招惹自己，他也不想再跟柳梦瑶有什么交集。然而柳梦瑶显然不这么想，她见林子东坐在身边，心脏砰砰直跳，脸颊也泛起红晕。她悄悄往林子东身边挪了挪，低声道：子东，我们能谈谈吗？林子东正在跟胡子说话，听到柳梦瑶的声音，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语气疏离：我跟你之间没什么好谈的。柳梦瑶的脸色瞬间白了，她没想到林子东会如此冷漠。她咬了咬唇，眼眶微微泛红：子东，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我不该那么对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林子东端起桌上的酒杯抿了一口，眼神淡漠：柳梦瑶，我们已经分手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他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刀子，狠狠扎进柳梦瑶的心里。他不甘心，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林子东一个冷漠的眼神制止了。林子东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他转头继续跟虎子聊起天来，仿佛柳梦瑶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妈的！王爷脸色有些难看，尤其看到柳梦瑶跟林子东坐在一起时，更是觉得自己被绿了。柳梦瑶看着林子东谈笑风生的侧脸，心里又酸又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的没有掉下来。难道他真的已经不爱自己了吗？不，我不信，一定是他还在生自己的气，只要自己再坚持一下，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柳梦瑶在心里暗暗发誓，无论如何他都要把林子东重新追回来，只要他能原谅自己，就算让他下跪他也愿意。王爷放下手中的酒杯道：林子东，听说你正在做保险，要不要我在你那里买份保险，替你开个章？子东，你真的在卖保险啊？胡子也有些惊讶地看向林子东。在他印象里，林子东大学时成绩不错，性格也挺内敛，怎么会去做保险这种需要天天跑业务磨嘴皮的工作？林子东似笑非笑地看向王爷，他也很好奇，如果王爷知道他妈刚刚在洗手间里伺候完自己，不知道还能不能这么淡定。我是卖保险。看到林子东承认，王爷继续道：我听说卖保险的一个月就2-3千块基本工资，有时候几个月都卖不出去，真的假的？是真的，不过我不觉得卖保险有什么丢人的。林子东放下手中的杯子道：至少我是自食其力，不像那些啃老族就会吸家里人的血，没了钱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这种人简直就是社会败类，你说呢？王爷脸上的笑容立马凝固了。妈的，林子东你！眼看这饭局还没开始就要散场，班长急忙起身打着圆场：大家都是同学，咱们好不容易聚一聚，别伤了和气。王爷脸红脖子粗的瞪着林子东，强忍着没有发作。不是不想发作，是特么自己打不过。林子东，老子就先让你得意一下。想到大狗可能已经带着豹哥等在外面，王爷盯着林子东冷笑了声，然后又坐了回去。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林子东跪在自己面前，祈求自己的原谅了。到时候他一定要让柳梦瑶亲眼看着他心心念念的男人是如何在自己脚下摇尾乞怜。王爷越想越觉得解气，端起酒杯猛灌了一口，眼神里闪过一丝阴狠。他甚至开始盘算，等林子东被收拾的差不多了，该怎么拿捏柳梦瑶，让他彻底明白谁才是他真正该依附的人。来，咱们难得聚一聚，一起喝一杯。从始至终林子东都没将王爷放在心上。胡子见状也连忙举起杯子打圆场：对，喝酒，咱们同学之间聊点开心的。
其他同学也纷纷附和，气氛这才勉强缓和下来。柳梦瑶几次想要跟林子东说说话，可林子东根本就不给他机会，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同学们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聊起大学时的趣事，气氛也逐渐热烈了许多。林子东偶尔插言，言语风趣幽默，引得众人阵阵发笑。就连窦梅都时不时主动跟林子东交谈几句。他知道林子东和柳梦瑶已经分手了，这是林子东亲口在群里面说的，现在看来好像是真的。只可惜林子东是做保险的，这个行业他也有所耳闻，就像王爷说的那样，有上顿没下顿，一点也不稳定。不然的话，王爷则在一旁阴沉着脸，时不时地瞪林子东一眼，手里的酒杯被他捏得咯咯作响，心里的火气越积越旺。他现在只盼着饭局赶紧结束，好让外面的豹哥他们动手教训教训他。子东，你这几年变化可真大，不仅人变帅了，说话也比以前幽默多了。窦梅端起果汁抿了口，然后笑意盈盈地看向林子东道：对了，你现在卖保险主要负责哪方面的业务啊？我最近正好想给家里人配置一份健康险，要是合适的话，说不定能照顾你的生意呢。林子东大大方方道：我主要做的是综合保障类的保险规划，涵盖健康、意外、寿险这些，具体的产品得根据个人情况来定。要是你真有这个想法，回头咱们加个微信，我详细给你讲讲不同险种的区别和适用人群，你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林子东这番话说的条理清晰，既没有急切推销的功利感，又显得专业且有分寸，让窦梅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窦梅点头，好啊好啊，那我一会儿加你微信。听到两人要互加微信，柳梦瑶顿时有了危机感，看向窦梅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怒意。这个小狐狸精，妈的！王爷脸色变得越发难看起来，林子东就是一个穷逼，有什么资格跟自己抢女人？窦梅这女人眼睛瞎了吗？放着自己一个富二代不去讨好，主动去跟一个穷逼套近乎。王爷越想越生气，偏偏自己还打不过林子东。他朝着柳梦瑶看去，发现这女人的眼睛一直都在林子东的身上，从始至终都没看过自己一眼。妈的，还有柳梦瑶这个贱人！等老子收拾了林子东，再慢慢收拾你。察觉到王爷在看向自己，柳梦瑶心里也有些害怕。她知道自己得罪不起王爷，可如果林子东能够接纳自己的话，就算王爷也绝对不敢再招惹他。王爷不知道林子东的身份，可是他知道，就连那个什么豹哥都是林子东的小弟，一个王爷又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柳梦瑶看向林子东的眼神更加炽热，仿佛要将他融化一般。林子东，你现在又有女朋友了吗？窦梅问完这句话时，脸蛋明显闪过一丝红晕，她也觉得自己突然问这样的问题有些唐突，但她真的有些好奇。林子东想了想，暂时还没有，不过可能快了。窦梅微微愣了一下，快了是什么意思？是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还是快有女朋友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柳梦瑶第一想到的就是孙兰兰，如果放在以前的话，打死她都不会相信孙兰兰会看上林子东。可自从经历了上次的事情后，柳梦瑶才真正的意识到，可笑的人原来是自己，被自己抛弃的男人竟然如此优秀。无论是孙兰兰，还是那天与林子东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们都比自己漂亮，身材也好，她能依仗的恐怕也只有她与林子东这几年的感情了。不行，我一定要赶在她接受别的女人之前将她夺回来。想到这里，柳梦瑶眼神越发坚定起来。王爷频频看向窗外，显然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正当他想着这顿饭什么时候能结束时，林子东突然起身道：时候也不早了，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对了，这顿饭我请，你们都别跟我抢啊。林子东，你一个月那点工资都不够你吃饭的吧？在这装什么逼？王爷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恶心林子东的机会，他今天就是要让林子东真正意识到自己与他之间的差距。王爷，你有些过分了。窦梅对林子东印象还是很不错的，但王爷咄咄逼人的样子实在有些让他讨厌。王爷点燃一根烟，狠狠吸了口，过分？怎么，我不过就是说几句实话，这就过分了？林子东也不生气，瞥了眼门前的服务生，轻笑着问道：怎么，王大少爷要请客？一顿饭而已，不像某些人没钱还在这里瞎他妈装。王爷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他就是要让这些同学知道林子东是个穷逼。这一顿饭加上刚才那几瓶好酒，至少也有1万块，这穷逼还特么装上瘾了，想请客出风头，也不问问他答不答应。那行，我就先谢谢王大少爷了。林子东也不客气，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出了包房，在临走前还将门前的服务生也给带走了。王爷看到林子东离开，
顿时有些激动起来，急忙拿出手机给大狗发了一条消息。守在酒店外面的大狗看到消息，当即冷笑出声：这个傻逼被东哥玩得团团转，还被蒙在鼓里呢。一个小弟低声问道：狗哥，这事儿要不要通知豹哥？大狗转身一个大逼兜抽在小弟后脑勺上，咧嘴道：蠢货，这可是立功的机会，只要能入得了东哥的眼，以后你们就等着跟哥哥我吃香的喝辣的。东哥那是什么样的人物？那可是连豹哥都不是对手的存在，能抱上这样的大腿，绝对是他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再说这点小事儿他们都处理不好，还要劳烦豹哥，那岂不是显得他们很没用？这会儿林子东已经从酒店里面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2瓶价值几十万的好酒。林子东笑骂了声：傻逼，东哥出来了。大狗立即带着10几个小弟凑了上去，眼底带着讨好道：东哥，一会儿咱们怎么弄他？林子东朝着身后的酒店看了眼，冷笑道：先让他把账结了再说。酒店里王爷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林子东跪地求饶的画面，立即叫来服务生想要结账。赶紧刷卡！服务生不敢怠慢，立即接过卡刷了下手中的机器。滴滴，先生，您的卡余额不足。后方一众同学纷纷朝着王爷看了过来。操，怎么可能？王爷脸色阴沉了下来。你再刷。滴滴滴，服务生礼貌性的笑笑：先生，真的不足，要不您换一张？王爷不耐烦的又掏出了一张。快刷。滴，还是不足。服务生脸色已经有些难看了，这包房可是花了50多万，光是那2瓶酒就价值50万，怎么可能？王爷拿出手机看了眼，银行卡明明已经解封了，这2张卡里面哪一个都有10几万，还付不起一顿饭钱。这顿饭多少钱？先生，这是账单。服务生将账单递给了王爷。王爷接过账单，眼睛猛地瞪大，他猛地抬起头，死死盯着服务生，声音因为过度震惊而变得尖锐刺耳：你们是不是算错了？这怎么可能这么贵？把你们经理叫来。服务生脸上依旧挂着职业性的微笑，但眼神里已经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和不耐。先生，账单是没有错的，您包间里消费了2瓶至尊罗曼尼康帝，每瓶25万，这就50万了，再加上菜品和其他酒水，总共是513672块。我们经理已经抹掉了零头，您只要付51万就可以了。至尊罗曼尼康帝，王爷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嗡嗡作响。自己什么时候点过这种酒？他刚才就点了3瓶五粮液，虽然也不便宜，但跟这什么罗曼尼康帝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可能，我们没点这个酒，你们是不是上错了？王爷几乎是吼出来的。他感觉周围同学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他身上，让他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众扇了几巴掌。先生，这2瓶酒是刚才那位先生临走时让我们加到您的账单里的。您刚才不是说您会结账？服务生不紧不慢地解释道。林子东，我草你祖宗！王爷咬牙切齿地低吼出这个名字，胸口剧烈起伏，肺都要气炸了。他终于明白了，林子东刚才那句这顿饭我请根本就是个圈套，他就是故意的，故意让自己出丑，故意想让自己下不来台。这特么可是50多万啊！他花钱是大手大脚，但25万一瓶的酒，就连他都没喝过，那逼竟然一下拿走2瓶，还算在自己头上。王爷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脑门，眼前阵阵发黑，手脚冰凉。50多万，他现在哪里有那么多钱？他那2张卡加起来也就20多万，连这账单的一半都不够。这酒不是我点的，谁点的酒？你们找谁去？王爷已经打定了主意不给钱，至少这酒钱他是绝对不会给的。先生，刚才是您说您会结账的，我们包房的摄像头可全部都记录下来了。服务生依旧客气，但语气明显冷了几分。敢在他们酒店赖账，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酒店。酒店经理也闻讯赶了过来，在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后，礼貌性地看向王爷：先生，如果您不能及时支付账单，我们只能按照规定报警处理了。王爷听到报警2个字，身体猛地一颤，他可不想因为这事被警察带走，那他以后就彻底没脸见人了。可找他妈去要钱，他才刚刚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会惹事，这会儿一顿饭又花进去几十万，他妈要是知道，以后他就真的没钱花了。王爷咬了咬牙，看向身后的同学们，这顿饭他们也吃了，总不能我一个人掏钱吧？王爷话一出口，在场的众人脸色齐齐一变。51万啊！他们这里23个人，就算平摊一人也要2万多。王爷不是你自己说要请客的，凭什么我们掏钱？就是没钱装什么逼？
同学们纷纷抱怨起来，原本还算融洽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大家看王爷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不屑，还以为多有钱，原来是装的。我呸！胡子皱着眉想打圆场，却发现根本插不上嘴，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2万多他倒是能掏得出来，但这也是他小半年的工资了。柳梦瑶看着王爷出丑，心里却在冷笑。他早就料到王爷会是这个下场，一个跳梁小丑罢了。为了100万，就想让自己去陪别的男人，这种人就该下地狱。行，我请就我请，不就50万吗？等着。王爷咬着牙掏出手机走到一旁，然后给那些狐朋狗友一个个打去电话，东拼西凑，终于凑够了50万。刷吧。滴，经理看见钱已经到账，脸上立即露出笑容，欢迎诸位下次光临。光临你妈！王爷已经恨透了林子东，不过他都已经出去那么久了，狗哥和豹哥他们应该已经抓住他了吧？只要一想到林子东被大狗他们抓住后跪地求饶的惨状，王爷心里的怒火就消了不少，甚至还有些期待看到林子东鼻青脸肿哭着喊自己爷爷的样子。等会儿一定要让大狗把过程拍下来，到时候发到同学群里，看林子东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而且自己还能拿回那2瓶酒。王爷越想越得意，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阴狠的笑容。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刻林子东正和大狗等人坐在不远处的车里悠哉地抽着烟，等着看好戏。林子东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对大狗说道：差不多了，让你那几个兄弟关照一下王爷，别下手太重，让他知道疼知道怕就行了。就算他看王爷不顺眼，看在张琴的面子上，他也不能下死手。不过教训还是要给的。大狗连忙点头哈腰道：东哥放心，保证办得妥妥的。说完他便拎着棍子下了车，面包车里10几个小弟也拎着棍子走了下来。酒店门口，王爷跟着一众同学从酒店走了出来，大狗带着10几个小弟拎着棍棒走了过来。王爷身后的一众同学顿时吓得脸色有些难看，只有柳梦瑶认出了大狗，此时看向王爷的眼神满是嘲讽。王爷看到大狗，眼睛顿时一亮，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去，压低声音道：狗哥，人呢？林子东那小子没跑吧？赶紧把他给我抓过来，老子要让他尝尝我的厉害！妈的！一想到林子东将他当傻逼一样戏耍，王爷就憋了一肚子的火。今天他不打的林子东跪地叫爸爸，他就不叫王爷。窦梅和其他同学看到这阵仗，都吓得脸色发白，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柳梦瑶却站在原地没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已经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不过倒霉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林子东。大狗呲着大牙看着王爷，抬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抽了上去。你刚才说什么？王爷被这一巴掌抽懵逼了。狗哥，你打我干什么？东哥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大狗一把扯住王爷的头发，将他丢给了自己的一群小弟。兄弟们，好好招呼着。王爷差点吓尿了，急忙道：狗哥，我可是给你妈！大狗抬腿就是一脚，让王爷把到了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这里摄像头多，把他弄那边去。是，狗哥。王爷哀嚎着，被一群小弟给拖进了不远处的小树林里。大狗活动了一下脖子，这才慢悠悠地跟了进去。很快，小树林里便传出了王爷哭爹喊娘的声音。看到大狗他们离开，众人才算松了一口气。窦梅忍不住问道：刚才那个人说东哥是林子东吗？众人也才刚刚回过神来。女同学王璐好奇地问：梦瑶，你不是跟林子东交往过吗？他……没错，他们口中的人就是林子东。柳梦瑶轻轻咬了咬下唇，其他的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了。窦梅忍不住问道：那个，你们真的分手了吗？柳梦瑶看了窦梅一眼：分手了，不过你也一样没有机会。不等窦梅开口，柳梦瑶已经走了。窦梅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了起来，她只是单纯的有些好奇，林子东不是说他是在卖保险吗？为什么那些凶神恶煞的人却一口一个东哥的叫着？而且那些人好像是王爷找来的，就因为王爷叫了林子东的名字，就被那些人打了一顿。这真的是一个保险业务员能够做到的事情。小树林里，王爷的惨叫声还在断断续续地传来，只是声音越来越微弱。林子东坐在车里，透过车窗看着这一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已经给过王爷机会，是他自己不懂得珍惜，那就怪不得他了。过了一会儿，大狗一行人从小树林里面跑了出来，然后来到车旁敲了敲车窗：东哥，那小子被吓得拉裤子了，恶心死了。大狗脸上写满了嫌弃，他见过人吓尿裤子的，这又拉又尿的，还是第一次，这胆子也太小了，
还没打几下呢，就屎尿齐喷，做得不错。林子东想了想道，一会儿把他扔到医院门口吧。大狗挠了挠头发，不明白东哥为啥不直接废了王爷。那小子三番五次的想要让他们对东哥下手，摆明了是跟东哥过意不去。而且他能找自己办事儿，也一样能花钱找别人，还不如一次废了他，让他彻底老实下来。但既然东哥都开口了，他也不好多说，只要照做让东哥满意就行了。东哥放心，我一定办得妥妥的。大狗将胸口拍得啪啪作响。去吧。是，东哥。大狗答应了声，立即招呼着一众小弟，又将王爷从小树林里面拖了出来，然后像是扔垃圾一样将他扔进了面包车里。很快2辆面包车便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林子东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张晴，不管怎么说，张晴现在也算是他的女人，这样瞒着他着实让他有点过意不去。可想到王爷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林子东又觉得给他这点教训已经很轻了。换做别人的话，王爷就算不死，至少也要脱层皮。等这件事彻底解决，他会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一切都告诉张晴。正要发动车子离开这里时，林子东突然傻眼了。我操，忘记了自己刚才好像喝酒了，不能开车。林子东无奈下车，眼睛朝着胡子他们看去问道，那个，你们谁没喝酒能开车，送我一段。胡子定了定神，朝着面包车开走的方向看了眼道，子东，刚才那些人你。林子东装傻充愣道，哦，他们路过的，我不认识。众人。豆梅咬了咬下唇，举起手道，我没喝酒，我可以送你。你真的会开车？林子东有些犹豫，他不是歧视女生，就是单纯的有些不放心女司机。那当然，我可是老司机。豆梅说完，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脸蛋疼的一下红了起来。我不是那个意思。虎子。林子东求助似的看向虎子。胡子挠头，咱俩一起喝的。林子东无语，眼神看向其他同学，在场除了豆梅喝的果汁，其他人或多或少都喝了一点啤酒白酒。有那么一瞬间，林子东甚至动了找代驾的念头，但转念一想，豆梅都已经开口了，自己再找代驾好像也有点不太好。他深吸一口气，朝着豆梅点了点头，那就麻烦你了。豆梅脸上立刻露出一抹惊喜，连忙摆手，不麻烦不麻烦，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直到林子东的车从他们的视线里面消失，众人才回过神来。胡子揉了揉眉心，回想起刚才小树林里的惨叫和林子东云淡风轻的模样，只觉得一阵恍惚。他认识林子东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这家伙还认识道上的人。王璐拉了拉身边同学的胳膊，声音压得极低，你们说林子东到底是什么人啊？刚才那些人一看就不好惹，怎么会对他言听计从？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众人面面相觑，刚才王爷被拖走时的惨状还历历在目。都乱猜什么？赶紧回家吧。胡子招呼了声，自己先拦了辆车坐了进去。其他同学也纷纷点头附和，三三两两的散去。只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始终让他们觉得有些不太真实。与此同时，豆梅握着方向盘的手心微微出汗，她偷偷瞥了一眼副驾驶座上闭目养神的林子东，几次想开口问些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厢里一片寂静，只有车子行驶时轻微的引擎声。林子东看似平静，脑海里却在梳理着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林子东，怎么了？林子东睁开眼睛看向豆梅，他这个角度只能看见豆梅的侧颜。虽然林子东依旧能在豆梅身上看到上学时的影子，但也不得不承认豆梅的变化的确挺大的。如果让林子东来打分的话，怎么也得有个85分，能跟柳梦瑶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还强上那么一丢丢。都说女大18变，这话还真一点都不假。王爷为什么要针对你？豆梅问完，又偷偷看了林子东一眼。那个你要是不方便也可以不说，我就是随便问问。也许是因为柳梦瑶吧。林子东随口说道。豆梅愣了下，将车放慢了速度。所以你们分手是因为王爷？你想知道？林子东身子坐直了些，看到豆梅点头后，这才讲起了自己跟柳梦瑶分手的原因，以及王爷为什么会找他麻烦。他怎么可以这样？豆梅气得直拍方向盘。你好好开车。林子东吓了一跳，急忙提醒豆梅专心开车。他刚才明显感觉到车在路上画了个半圆，这可是天桥，这要是冲下去，就算他是修仙者，估计也要直接凉透了。豆梅这才回过神，脸颊泛红的稳住方向盘，小声嘟囔，我就是气不过，我还以为是你甩了他，他都跟王爷好了，刚刚还用那种眼神看着你，真让人恶心。林子东看着他气鼓鼓的侧脸，嘴角不自觉勾起一丝弧度，
都过去了，现在说这些也没意义。窦梅偷偷瞄了他一眼，见他神色淡然，心里却更不是滋味。他攥紧方向盘，忽然鼓起勇气问道：“你现在真的没有女朋友吗？”问完这句话，他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眼睛紧紧盯着前方的路况，不敢看林子东的表情。虽然同样的问题他已经问过了，但是他还是想听到一个更加肯定的答复。还没有，不过我觉得我应该已经遇到了喜欢的人。林子东说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孙兰兰那张小脸。虽然孙兰兰比他大了几岁，但林子东觉得几岁的年龄也算不上多大差距。至于身份和地位，他会靠着自己去争取，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林子东相信自己不会比任何人差。阿斗没闻言，眼皮低垂了几分。她很漂亮吗？漂亮。林子东嘴角微微上扬。如果要打分的话，窦梅和柳梦瑶只能在85分左右的话，那么孙兰兰至少也有95分。在他认识的那些女人之中，恐怕也只有韩雪才能与孙兰兰一较高下，两人都是万中无一的美人儿。一定要对比的话，林子东也只能说两女各有千秋吧。窦梅应了声，有些心不在焉地开着车。很快两人已经回到了林子东的出租屋楼下。窦梅有些好奇道：“那个你喜欢的女生也住在这里吗？”就住在我楼上，是我房东。林子东干咳了2声。对了，你能不能在这等我一下？我取个东西就下来，可能还要麻烦你送我一段。窦梅眨眨眼睛，下意识问：“你不住在这里？”住，只是这几天有点事情，住在这里有些不方便。你等我一下，我很快下来。林子东说完，匆匆下了车。他晚上还要住在李婷那里，直到将他前夫的事情彻底解决后，自己再搬回来。不过提升自己的境界修为也是重中之重，所以林子东打算将原石带到李婷那里，这样也方便于自己修炼。窦梅哭笑不得，这家伙真把自己当司机了。不过他倒是有些好奇，林子东喜欢的人究竟长得什么样子？难不成比自己和柳梦瑶还要漂亮？他就不用说了，是大学毕业后学会了打扮，才靠着底子变得更加漂亮。但柳梦瑶在大学时就有很多追求者，还是细化，连他都比不上的话，那得有多漂亮啊！这会儿林子东已经敲响了孙兰兰的房门，来开门的是韩雪。此时的韩雪穿着卡通睡衣，手里还抱着一包零食。进来吗？韩雪打量了林子东几眼，在他身上闻到了淡淡酒气。你喝酒了？参加了个同学聚会，喝了一点，我来取点东西就走。林子东从韩雪身上收回视线，然后朝着里面张望了一眼。兰兰呢？听到林子东对孙兰兰的称呼，韩雪眸子闪烁了下，在洗澡。林子东也听到了洗手间里面的流水声，他快步回到上次住的房间，将那块原石取了出来。这石头不错，你要切开它吗？韩雪看到林子东取出原石，有些好奇地问道。他对赌石并不是很感兴趣，但多少也了解一些。这块原石给他的感觉很不一样，应该能开出不错品质的翡翠。这原石我有别的用处，那我先走了。林子东刚刚踏出房门，突然又停下脚步，看向门前的韩雪道：“其实这套睡衣挺适合你的。”不等韩雪开口，林子东已经匆匆进了电梯。韩雪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卡通睡衣，清冷的脸蛋上闪过一丝淡淡的红晕。林子东前脚刚走，孙兰兰就从洗手间里面探出了小脑瓜：“是谁啊？”是林子东，他说取个东西就走。韩雪关好房门，漂亮的眸子肆无忌惮地在孙兰兰身上乱瞄。兰兰，你是不是变大了？孙兰兰脸蛋疼的一下红透了。其实她最近也有这种感觉，只是她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可是她早就过了发育的年龄，绝不可能2次发育才对。难道是因为自己跟林子东的那一次，所以才你脸红了？我没有。孙兰兰急忙否认，但脸蛋却是有点不争气，竟在韩雪的注视下已经红到了耳朵根。可能是吃木瓜的原因。孙兰兰胡乱找了个自认还算靠谱的理由。韩雪看了看孙兰兰，又低头看向自己的。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很夸张的那种？可是木瓜他也经常吃，为什么自己没有效果？对了，他来了，怎么又走了？孙兰兰吹着头发，拿起手机翻看了2眼，并没有林子东发给自己的消息。那个家伙2天都没回来，难不成是在外面有女人了？当然，孙兰兰也就是随便想想，更何况他跟林子东也没真的确认关系，他就是真的找了，他也没资格去怪他。他也保证绝对不会拿着剪刀去阉了他，绝对不会的。他取走了那块原石，说晚一些会给你发消息。哦，孙兰兰点点头，尤其是听到后一句时，小脸都缓和了一丢丢，还算那个坏蛋有点良心。韩雪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孙兰兰，她跟孙兰兰不是姐妹，
却胜过许多亲姐妹。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孙兰兰动动嘴皮子，她都能猜到她接下来想说什么。她一直觉得林子东跟孙兰兰关系不太正常，如果只是简单的房东关系，又怎么会让她住在家里？兰兰，你跟林子东，我们没关系。孙兰兰急忙否认，说完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有点过度反应了。那个雪儿，我们不是看恐怖片吗？快点开始吧。韩雪眨眨眼，然后微笑着点头。孙兰兰看到韩雪没有追问，也跟着松了口气。另一边，窦梅已经开着车来到了李婷住的公寓楼下。你现在住在这里？窦梅小脸有些怪异地问道。住在朋友家里。你问这个做什么？林子东看到窦梅欲言又止的神情道，你不会也住在这吧？窦梅点点小脑瓜，他昨天才租好的房子，而且就在这栋公寓。要不是窦梅在这之前没有与林子东联系过，他都会觉得是不是林子东想要追求自己，故意跟自己住到了一栋公寓里。这要求，林子东挑了挑眉，心里也有些意外。你住几楼？15楼。窦梅报出了自己的楼层，又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公寓楼的入口。你朋友也住这栋？11楼。林子东拎着那块原石下了车。对了，今天谢谢你送我，改天请你吃饭。窦梅眼睛微微一亮，急忙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准反悔哦，我记性可是很好的。林子东笑着答应了声，一顿饭而已，他还请得起。窦梅也跟着下了车，顺便将车钥匙还给了林子东。他对车不是很了解，但这辆商务他有点印象，也不便宜，至少也要30多万。林子东如果真的只是一个入职没多久的保险业务员，他能买得起30多万的车？就连窦梅自己都没察觉。他对林子东的好奇又加深了几分。两人进了电梯，几乎同时按向楼层。电梯缓缓上升，就在窦梅想要开口时，电梯在抵达第7层时突然猛烈地晃动了几下，下一秒电梯便陷入了一阵黑暗。啊！窦梅惊呼一声，身体不受控制地朝林子东倒去。林子东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扶住，同时将手中的原石护在怀里。这可是他的命根子，至少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自己修炼还需要这枚原石，可不能让它摔碎了。黑暗中，电梯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只有两人略显急促的呼吸声。别怕，应该是电梯故障了。林子东安抚着窦梅，让她别太过于紧张。这公寓已经有年头了，电梯会出故障也不足为奇，可能只是倒霉碰巧让他们两个赶上了。窦梅紧紧抓着林子东的胳膊，这怎么办啊？我们会不会被困在这里很久？林子东尝试按了按电梯里的紧急呼叫按钮，没有任何反应。他又掏出手机，果然一点信号都没有。林子东无语，电梯不怎么样，信号封闭的倒是一绝，这特么一点信号都不给。别怕，电梯里应该有应急照明，我找找看。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墙壁上摸索着，很快就摸到了一个小小的应急灯开关。按下去后，一丝微弱的光线亮起，勉强照亮了电梯内狭小的空间。借着这点光亮，林子东看到窦梅脸色苍白，额头上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没事的，这种情况很常见，物业应该很快就能发现并派人来修的。窦梅点了点头，深吸了几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抓着林子东胳膊的手却没有松开。林子东也没有挣脱，毕竟在这种突发状况下，女孩子害怕是正常的。就在这时，窦梅突然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林子东连忙问道，怎么了？我的脚好像崴了一下。窦梅咬着牙说道，额头上的冷汗更多了。林子东蹲下身，借着微弱的光线查看窦梅的脚踝，已经有些红肿了。很疼吗？有一点。窦梅小声说道，忍一下，我帮你看看能不能稍微缓解一下。他伸出手，将一丝微弱的灵力小心翼翼地渡入窦梅的脚踝处。这灵力虽然微弱，但对于缓解扭伤带来的疼痛还是有些效果的。窦梅只感觉脚踝处传来一阵暖暖的感觉，原本尖锐的疼痛感果然减轻了不少。他惊讶地看着林子东，你这是怎么做的？林子东笑了笑，没有解释。好点了吗？好像没有那么疼了，谢谢你。窦梅看着林子东的眼神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窦梅偷偷抬眼看了看林子东，借着微弱的光线，她能看到他轮廓分明的侧脸，还有那双在黑暗中依旧显得明亮的眼睛。她知道林子东已经有了喜欢的人，没有确认关系，那就是还是单身不是吗？只是自己一个女孩子，如果主动追求他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廉价？想到这里时，窦梅略显紧张地低下头，生怕林子东会看出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终于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里面有人吗？
电梯故障了，我们来修了。听到声音，窦梅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激动地说道：“有人来了，我们在这里。”林子东也松了口气，朝着外面喊道：“我们在这里，里面有2个人，有人脚扭伤了。”外面的人听到回应，连忙说道：“好的，你们别着急，我们马上就把电梯门打开。”很快，电梯门被缓缓打开，刺眼的光亮照射进来，让2人都忍不住眯起了眼睛。外面站着几个穿着物业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看到被困的人安然无恙，也都松了口气。毕竟这是电梯故障，如果真的有人受了伤，他们可是要承担责任的。你们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其中一个工作人员问道。我没事，他的脚不小心扭到了。林子东扶着窦梅慢慢走出了电梯。物业的工作人员急忙问道：“女士，要不然我们还是去一趟医院吧？”窦梅对林子东摇了摇头，她只是不小心扭伤了一下，而且现在已经没那么疼了，她也不想再去医院。另一个电梯能用吗？林子东问。工作人员下意识点头：“能用，我先送你回家。”林子东搀扶着窦梅进了电梯，也许是真的被吓到了，窦梅始终抓着林子东的手臂，很紧很紧。叮咚，电梯门打开，窦梅明显松了口气，一直将窦梅送到家门口。林子东这才说道：“你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你要不要进来坐坐？”窦梅小脸有些苍白，她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的有些害怕了。刚才她甚至以为自己是不是年纪轻轻就要死在电梯里面了。不了，下次吧，我得回去了。林子东说完俯下身，抓起窦梅的脚腕看了几眼。晚上你再热敷一下，明天应该就不疼了。窦梅轻咬着下唇，点点头。我知道了。林子东轻笑了声，站起身道：“那我走了，有事微信找我，我就在楼下。”好，谢谢。林子东挥挥手，转身进了电梯。窦梅一直看着电梯门合上，长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一只手捂住了心脏的位置，好一会儿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刚才在电梯里，林子东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安全感，那是他从未在别人身上感受过的。就凭刚才的一幕幕，他就觉得林子东比王爷要好得多。虽然这个年代钱很重要，可在窦梅眼里，有些时候人品比钱更加重要。轻轻深吸了口气，窦梅嘴角露出浅浅的笑意，她突然已经开始有些期待起下一次与林子东的见面了。与此同时，林子东已经回到了李婷家。你回来了。李婷正坐在餐桌前发呆，突然看到林子东回来，眼底露出一抹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喜色。婷姐，你这是在等我？林子东看到桌上的醒酒汤，顿时心头一暖，这是给我熬制的。李婷脸蛋微红，佯装镇定道：“我就是闲着没事，所以就熬了点醒酒汤，但是看你现在这样，好像也不用喝了，我还是倒掉吧。”谁说的？我喝。林子东急忙从李婷手中拿过醒酒汤，3两口就喝了进去。醒酒汤已经有些温了，但对林子东而言，口感刚刚好。李婷嘴角含笑，看着林子东连喝了2大碗，这才开始收拾碗筷和剩下的醒酒汤。这醒酒汤他已经热了3次，再多热几次的话，恐怕就要熬烂了。其实林子东只是微醺，自从成为修仙者以后，他这体质已经远超常人，2、3斤白酒应该都不在话下。刚才1斤白酒下肚，他也只是觉得有点口干，而且也没吃什么东西。这会儿喝点醒酒汤，整个人都热乎乎的，胃里也舒服多了。李婷突然想起来什么，声音从厨房里面传了出来。对了，刚刚外面好像有什么动静。哦，是电梯坏了。林子东将刚才在电梯被困住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又坏了。李婷从厨房走了出来，这个月电梯已经坏过3次了。3次？林子东皱眉，他们不是来人修了吗？李婷有些无奈，说是修了，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它坏掉。而且维修的工人每次都信誓旦旦的说不会再坏，公寓群里已经有人投诉过了，依旧没什么用处。你信不信这2天物业公司的人就会找到你？林子东挑眉，找我干什么？电梯又不是我弄坏的。送礼送红包呗，上一个住户遇到这种事情，他们就是这样解决的。李婷说完，自己也是哭笑不得。反正物业现在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几个住户投诉他们，对物业公司也是不痛不痒。而且这里的住户8成都是租的公寓，只要人没受伤，塞点钱和礼物，多数人都会选择息事宁人。毕竟物业公司也是有点人脉的，普通人家谁跟他们耗得起？他们愿意送就送呗，白送的钱不要白不要。林子东咧嘴，他现在不差钱，但蚊子腿也是肉啊，谁不是从没钱的时候过来的？就算他现在有点身价，也没夸张到有人白送个几百块自己看不上的地步。他现在是修仙者不假，但是主打一个接地气儿。
反正小说里面那些修仙主角，他是一个都比不上，人家穿越都有个系统什么的，修为嗖就上去了。也就只有他这个苦逼，想要突破个炼体境，也要满世界的寻找带有灵力的物件，不然靠着自己去突破，到死他也筑不了基。只有达到筑基境，他才能拥有200年的寿元，让他冲击更高境界，否则即便是炼体9层，该死的时候一样逃不脱时间规律。所以林子东现在最迫切的就是先筑基，其他事情都可以往后放。林子东正想问问李婷关于他那前夫的事情，手机突然来了消息，看到是钱豹发来的消息，立即打开看了起来。上边是郭阳近期接触过的一些人，以及他在各个软件借的钱。这家伙除了在钱豹的公司借了30万，还在10几个贷款软件借了近20万，而且已经逾期很长时间。不止如此，郭阳还用这些钱在外面养了女人，离谱的是对方还是个有老公的。除了这些资料，下面还附带了10几张郭阳和那个女人在床上的照片，尤其当林子东看到那小到可怜的二弟时，更是笑出了声。啧，这也就跟自己小手指头差不多吧。话说这年头的女人都疯了吧，这也能勾搭上女人，真是邪门。李婷看到林子东咧嘴在笑，的好奇问道：你笑什么呢？婷姐，我劝你还是不要看得好，辣眼睛，真的。林子东越是这么说，李婷就越是好奇。可当他看到那些照片时，脸蛋疼的一下红透了。这些照片你从哪里弄来的？朋友帮忙弄来的，而且这个女人还是一个有妇之夫。林子东又往下翻看了几眼，这些资料里不光有郭阳和那个女人，就连那个女人的老公也都被挖得一清二楚。不得不说，钱豹办事的能力的确效率，我就知道他狗改不了吃屎。李婷并不在乎郭阳跟谁在一起，可他跟自己结婚后就经常跟别的女人暧昧不清，没想到离婚后更是变本加厉，连有老公的女人都敢勾搭，他就不怕被人捉奸，活活打死？林子东看向李婷道：婷姐，这个女人的老公还是个拳击教练，你说他要是知道自己女人出轨会怎么做？李婷立即明白了林子东的意思，你是想光凭这个当然不够，不过你看这些。林子东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李婷，让她自己去看。李婷越看越心惊，她知道郭阳是个烂人，但是没想到他竟然能烂到这个程度，不光勾搭别人的老婆，还虐待对方的孩子，他就是个人渣。李婷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手指划过手机屏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聊天记录和照片，指尖都在微微颤抖。林子东安静地坐在一旁，没有打断他。过了好一会儿，李婷才深吸一口气，将手机还给林子东。这种人就该下地狱。他突然有些庆幸，在结婚时自己就看清了郭阳的真面目，所以婚后他也没有让郭阳碰过自己一根手指头。就凭这些，就足够让他在里面蹲几年了。林子东眼底闪过一抹冷意，不过这样未免太便宜他了。李婷好不容易才平复下自己的心情，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些，他这不敢相信郭阳竟然能做出这么多的事情。林子东，你想怎么？林子东突然捂住李婷的嘴巴，示意他不要说话后，身形一晃便来到门前，将屋内电闸拉下，屋子瞬间黑了下来。不等李婷回过神来，门外已经传来几道轻微的脚步声，家里的门锁也传来轻微的动静，吓得他立即捂住了嘴巴。就在他不知所措时，林子东抱住他的腰肢，将他带入了厨房。婷姐，你待在这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林子东在李婷耳边低声提醒。李婷紧紧抓住林子东，小声问道：那你怎么办？我们还是报警吧。来不及了。林子东话音刚落，房门突然传来咔嗒一声脆响，紧接着一道光亮照进了屋内。房门打开，几道身影出现在门口。郭哥，好像没人啊。不可能，刚才我明明看见灯还亮着。林子东屏住呼吸，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看清了门口站着的3个男人，为首的正是郭阳。他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脸上带着阴狠的笑容。另外2个男人也都手持这家伙时，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没想到自己还没去找他，他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林子东猜测，也许是自己上次教训了郭阳，所以让他记恨上自己，所以这次才特意带人来报复他和李婷。李婷也看到郭阳他们手中拎着武器，紧张地拉住林子东，对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出去。虽然林子东很厉害，但对方可是有3个人啊，而且那些人手里都拿着武器，实在太危险了。郭阳带着人蹑手蹑脚地走进屋里，四处张望，给我仔细搜，尤其是卧室，那小子肯定藏起来了。郭哥，听说你那前妻贼漂亮，能不能让哥几个？嘿嘿，妈的，老子都没碰过她，就算要玩也得我先，然后再轮到你们。郭阳笑骂着。
李婷那个贱人，结婚那么久都没让他碰过一下，今天他非得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李婷抓着林子东的手紧了紧，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有我在。林子东拍拍李婷的手，想让她放松一些，只是几个普通人的话还奈何不了自己。郭阳带着2个人在客厅里翻找，嘴里还骂骂咧咧的，那小子跑哪儿去了？李婷不在，难道真的不在家？去卧室看看有没有钱。就在几人去卧室翻找时，林子东拉着李婷，带着她躲到了窗帘后面。2人身体紧贴着，感受到腰间的大手，李婷身子有些发软，但却咬紧牙关不敢出声。其中一个瘦高个男人突然指向厨房方向：“郭哥，你看厨房门缝好像有光。”郭阳眼睛一亮，挥了挥手里的棒球棍：“走，去看看。”3人蹑手蹑脚地靠近厨房，郭阳猛地一把拉开厨房门，却只看到空荡荡的灶台和橱柜。至于那点光亮，根本就是月光。妈的，哪有人？他踹了一脚垃圾桶，垃圾散落一地。就在这时，林子东突然从窗帘后窜出，一花瓶狠狠砸在瘦高个的后脑勺上。啊！瘦高个惨叫一声倒在地上。郭阳和另一个矮胖男人吓了一跳，转身就看到林子东站在那里，眼神冰冷地注视着他们。妈的，我就知道你在这！郭阳怒吼着，挥棒砸向林子东。林子东侧身躲过，顺手抄起旁边的椅子，朝着矮胖男人的腿就砸了过去。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矮胖男人抱着腿在地上打滚哀嚎。郭阳见状吓得后退一步，手里的棒球棍都有些握不稳了。他也没想到他们3个人只是一个照面就折了2个，这他妈还怎么打？你别过来！林子东迈步朝着郭阳走去。郭阳，你带人私闯民宅，还想行凶？今天这是没完！郭阳眼底闪过一抹怨毒，突然从怀里抽出一把匕首，刺向林子东的胸口。妈的，我跟你拼了！就在匕首刺来的一瞬，林子东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他握棍的手腕，稍一用力，只听咔嚓一声，郭阳的手腕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弯折，匕首哐当掉落在地。啊！郭阳疼得面容扭曲，发出凄厉的惨叫声。林子东并未停手，反手一掌拍在他胸口，郭阳如遭重锤，整个人倒飞出去，撞在墙上，又缓缓滑落在地，口中喷出一口鲜血，直接昏死了过去。这一幕看在李婷的眼里，好像在做梦一样。郭阳好歹也1米8几，长得5大3粗，竟然被林子东一掌拍飞了出去。这不是武侠剧里面的桥段吗？林子东看都没看地上哀嚎的2人，转身走到窗帘后，扶起吓得有些走神的李婷，轻声道：“婷姐没事了，都解决了。”李婷回过神来，嘴唇动了动，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林子东叹了口气，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抚：“婷姐，你好点了吗？”李婷闻言鼻子一酸，直接扑进林子东的怀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真不敢想象，如果林子东不在这里的话，自己会有怎样的遭遇。好一会儿，李婷才稍稍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还在林子东的怀里。李婷急忙后退了2步，与他拉开了些距离。我们要不要报警？林子东原本也打算直接报警，但自己和李婷并未受伤，这罪名也是可大可小，只是拘役10天半个月也没什么用处。报警没用，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们。林子东拿出手机，拨通了钱豹的手机。东哥，我把地址发给你，你带几个人过来一趟。是，东哥。挂了电话，林子东想要关门，这才发现整个门锁都被撬坏了。不光是门锁，卧室的玻璃也被他们用棍子敲得粉碎，整个屋子被翻得一片狼藉。林子东叹息，看来今晚这里是不能住人了。也就10几分钟的时间，楼下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钱豹带着大狗以及几个5大3粗的汉子匆匆走出电梯，来到林子东面前。东哥，林子东冷冷道：“把他们带走，教训教训他们，别弄死了。”钱豹看到屋内的情景，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恭敬地低下头：“东哥放心，我保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说着，钱豹立即朝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几个汉子立刻上前，熟练地将地上哀嚎的3人拖起来，用绳子捆结实后堵住嘴巴，像拖死狗一样往外拉。郭阳在被拖出门时突然清醒过来，看到钱豹的脸，眼中充满了恐惧：“李婷，救我，救我啊！他们会杀了我的！”李婷下意识拉住林子东的衣袖，对他摇了摇头。他恨郭阳不假，但是他不想让林子东因为自己的事情而坐牢，更何况为了这样一个人渣，不值得。钱豹抬脚踹在郭阳的脸上，直接让他闭上了嘴。嫂子放心，我们不会杀人，我们都是好人。钱豹露出一个自认还算和善的笑容。
可他那一身戾气，小鬼见了都得害怕3分，笑容就算再灿烂，也跟好人2字完全不沾边。听到对方叫自己嫂子，李婷脸蛋微微一红。东哥，好福气啊！钱豹对林子东挤眉弄眼，果然还是东哥会玩。这结过婚的女人，不比那些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像。滚蛋！林子东担心钱豹他们会吓到李婷，立即挥手撵人。那我们就不打扰东哥和嫂子了。钱豹又看向李婷，嫂子再见。李婷看着3人被钱豹拖走，林子东又给他发了一条消息，让他收拾完以后，将郭阳以及那些照片一并送到那个女人的老公那里。至于剩下的事情，那就与他无关了。看着钱豹一行人离去，林子东关上门，转身看向李婷，发现她正蹲在地上收拾散落的垃圾。林子东走上前，蹲下身，帮她捡起一片碎玻璃，轻声说道：“这里暂时不能住了，先跟我去酒店住几天，等我把这里收拾好，我们再回来。”李婷抬起头，眼眶微红，轻轻点了点头：“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今天的恐惧和委屈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下来。林子东伸出手，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先去收拾点随身的东西，我们尽快离开这里。”李婷吸了吸鼻子，擦了擦眼泪，她快速地从衣柜里拿出几件换洗衣物，塞进一个背包里，又将一些身份证以及证件全部装起来。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明天再回来收拾就好了。林子东站在卧室门口，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没有催促。等李婷收拾好东西，林子东接过他的背包：“走吧。”一路上李婷都没怎么说过话，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林子东心里轻叹了口气，这种事情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恐怕都没那么容易调整过来。林子东他们会怎么对付他？可能也就打一顿吧。林子东摸了摸鼻梁，有些心虚地说道：“现在这年头，什么都讲究一个法字，所以杀人放火这种事情，钱豹应该不会明目张胆地去做。更何况他还是武者，有武者协会的人监督，最多也就收拾得惨一点，但死人应该不至于。可那个被绿了的男人会做什么？那可就说不准了。毕竟郭阳睡了人家老婆，还私下折磨那个男人的孩子，但凡是个男人，恐怕都接受不了这种事情。如果那个人换作是他，林子东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会动了杀人的心。”很快，车子在一家连锁酒店门前停下。林子东开了2间相邻的房，将李婷送到门口时，他突然抓住了她的手臂，指尖带着一丝冰凉的颤抖：“今晚你能不能别走？”李婷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脸颊却红得能滴出血来。说完又觉得这话太过暧昧，急忙低下头补充：“我一个人有点害怕。”林子东看着她泛红的眼眶和紧抿的嘴唇，沉默片刻后点了点头：“我就在隔壁，有事随时叫我。”李婷依旧拉着林子东不肯松手。“婷姐。”2人四目相对，李婷突然在林子东的唇上轻轻一吻。林子东能够清晰地看到李婷的睫毛轻微抖动着，那只紧紧抓着自己的手也在轻微颤抖。这一吻也彻底点燃了林子东。林子东紧紧抱住李婷，一只手关上了房门。2人吻到了客厅，又回到了床上，此处省略1万字。当林子东醒来时，外面的天色已经有些蒙蒙亮。想起昨晚的疯狂，林子东使劲拍了拍脑袋，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趁人之危了？他转头看向身旁熟睡的李婷，林子东伸出手轻轻拂开他额前的一缕碎发，李婷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嘤咛一声往他怀里蹭了蹭。他就这样静静看着他，直到李婷的睫毛再次颤动，缓缓睁开了眼睛。四目相对的瞬间，李婷的脸颊疼得一下红透，急忙闭上眼睛往被子里缩了缩。昨晚那些羞人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入脑海，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林子东低笑一声，伸手将他揽进怀里。醒了。李婷在他怀里闷闷地嗯了一声，不敢抬头看他。林子东收紧手臂，让他更贴近自己。饿不饿？我去叫早餐。李婷这才抬起头，眼神躲闪着，不敢与他对视。我先去洗漱。他说着便要从床上爬起来，却被林子东一把拉了回去，结结实实摔进他怀里。跑什么？李婷的心跳得飞快，挣扎着想推开他。别闹了。林子东却不给他机会，低头吻上了他的唇。这个吻不同于昨夜的狂热，温柔而缠绵，带着安抚的意味。良久，唇分。李婷的呼吸已经有些急促，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快去洗漱吧，我等你。林子东松开他，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李婷逃也似的冲进了卫生间，看着镜子里那个面色潮红、眼神迷离的自己，她深吸一口气，用冷水拍了拍脸，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这会儿林子东正要下床，突然注意到床上的落红，脑袋嗡的一下。婷姐不是结过婚等等，
林子东突然想起郭阳昨晚说的那番话，难道李婷和她前夫根本就没有过夫妻之实？林子东的心猛地一跳，看向卫生间方向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过了一会儿，李婷已经穿戴整齐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到林子东在看着自己，到了嘴边的说辞差点又忍了回去。林子东，我们谈一谈好吗？林子东认真点头，好。他也想谈一谈，如果他知道李婷还是第一次的话，他昨晚一定不会碰她，可现在说这些好像已经有些晚了。李婷来到林子东面前坐下，短暂犹豫后抬起头来看着眼前的男人，小脸认真道，昨晚是我自愿的，所以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婷姐，我真的不知道。林子东眼神复杂，像李婷这样的女人，李婷眼神有些躲闪，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昨晚的事就当是个意外吧。不等林子东开口，李婷已经拎起自己的包包朝外走去。林子东正要追上去，别跟着我，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李婷说完也不再去看林子东，加快步伐进了电梯。林子东抬手给了自己一巴掌，他已经有了孙兰兰和张晴，现在又多了一个李婷，就连林子东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贪心了。就在林子东想着要不要去养老院找李婷解释一下时，突然收到了钱豹发来的几张照片和几个视频。钱豹，东哥，事情都已经办好了。视频里郭阳被那男人揪着头发狠狠扇耳光的画面，惨叫声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凄厉。不过视频后面已经见了红，这郭阳就算不死，恐怕以后也做不了男人了。林子东将手机揣进口袋，心里却没有丝毫波澜。这一切都是郭阳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他看了一眼窗外渐亮的天色，决定先去处理住处的事情。至于李婷那边，或许给他一点时间冷静才是最好的选择。林子东先是联系了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将家里被破坏的门锁、玻璃以及翻乱的物品清理修缮事宜全权委托给他们，并特意叮嘱务必在3天内恢复原貌。随后他又去了趟超市，买了些零食以及新的日用品，想着等他情绪平复些，或许能用得上。做完这些，他才驱车前往公司。就在刚刚，沈月给他打来电话，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让他尽快回到公司。林子东刚走进公司大门，前台的小姑娘就急忙迎了上来，神色有些紧张地说，林组长，沈经理在办公室等您很久了，说事情非常紧急，让您一到就马上去他办公室。林子东点点头，不禁加快了一些脚步。沈月很少会这么急着找他，难道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来到沈月的办公室，林子东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看到沈月正焦躁地在房间里踱步，眉头紧锁，桌上还散落着几份文件。沈月看到林子东进来，急忙关上了门，拉着他往里一些，这才说道，你可算来了。林子东看了眼沈月，抓着自己的手问，沈姐，发生什么事了？我马上就要调到总部了，这件事你知道吗？沈月看着林子东问道。听说过一些。林子东眼神不解，跟这件事有关？算是吧。沈月缓缓吐出一口气，神情认真道，我若是被调走的话，我的位置就会空下来。我原本是打算等你再做几个大单，把你推到我的位置上，但是现在恐怕有些困难了。总部那边派了别人过来，应该是想接替我的位置。林子东心头一暖，难怪沈月总会问起北山养老院的事情，原来他是想推自己接替他的位置。只是那些老人现在还是有些排斥保险，他也没有机会开这个口，所以这件事进展并不大。沈月似乎看出了林子东的心思，轻叹一声道，养老院那边的事我知道你经历了，那些老人经历过那种事情，对我们这行业有防备心很正常，急不来的。他顿了顿，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林子东，总部派来的人叫王浩，应该下个月就到任了，如果你能在他过来之前多做出几个大单，或许。沈姐，谢谢。林子东张开双臂，嬉皮笑脸道，要走了，要不抱一下？沈月哭笑不得，这都火烧眉毛了，这家伙还有心情占自己便宜。不过看到林子东心态这么好，他也稍稍放心一些，只是王浩那个人做事有些极端，手段也不干净。抱就抱，我还怕你吃了我不成？沈月往前一步，轻轻抱住林子东，身上的香水味混合着淡淡的油墨香，让林子东心头莫名一荡。不等林子东那双大手放下，沈月很快松开手，脸颊微红的瞪了他一眼，没个正形。对了，王浩以前在华南区做业务时，为了冲业绩抢过同事的客户，还用过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你以后跟他打交道多留个心眼。林子东收起玩笑的神色，认真点头，我知道了，沈姐。沈月欣慰点头，随即想起了什么，对了，上次答应你的庆功宴，这次你总不能推脱了吧？就今晚吧。林子东只是稍稍犹豫了下，
便答应了下来。行，那就听沈姐的。刚好我手里还有几个大客户，也一并介绍给你。我可不想便宜给那个家伙。沈月口中的那个家伙，自然是指总部派下来的王浩了。这个王浩是个人才不假，但手段有些过于恶劣，总部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才给派发到了这里。沈月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看人向来精准。他知道林子东有能力也有韧性，只是缺一个合适的机会。这些客户都是他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个个都是能签大单的主。如今悉数交给林子东，也是希望他能在王浩到来前站稳脚跟。林子东接过沈月递来的客户资料，指尖触碰到纸张边缘的细微折痕，能看出这些资料被反复翻阅过，足见沈月的用心。他抬眼看向沈月，对方正凝视着他，眼神里既有期许也有担忧。这些客户脾气各异，有的看重长期服务，有的只认利益，你得花心思琢磨。尤其是那个做建材生意的张总，他下个月要给员工买一批意外险，单子不小，但他对保险公司的资质审核特别严，你得提前准备好咱们公司的理赔案例和资质证明。林子东一页页翻看着资料，耳边听着沈月细致的讲解，心里清楚这不仅是客户资源，更是沈月临走前为他铺好的路。他合上资料，郑重地说了声放心吧，沈姐，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林子东的语气里没有了平日的嬉闹，多了几分沉稳。对了，正事聊完了，那我们来聊聊私事吧。沈月嫣然一笑，突然靠近林子东，两只小手抓住了他衣服。林子东下意识后退了半步，干笑了声问道：沈姐，咱们之间还有什么私事？当然有。沈月看到林子东一脸紧张的模样，扑哧一下笑了出来。你那么紧张干什么？上次你给我按摩得很舒服，再帮我按按。吓死我了。林子东缓缓吐出一口气，他刚才想破了脑袋，也没想到自己跟沈月之间还有什么私事可以谈，有那么一瞬间，他还以为沈姐是想钳了自己。好吗？果然是自己想多了。你那是什么表情？沈月抬起小拳头在林子东胸口轻轻捶了下，语气带着几分不满道：就算真的有别的私事，跟我谈很丢人吗？沈月说着还故意向前挺了挺，也许是觉得动作不妥，自己又收了收。林子东眼珠子一瞪，谁说的？我要是能有沈姐这样漂亮的女朋友，那绝对做梦都能笑醒了。油嘴滑舌，过来吧。沈月忍不住笑出了声，然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上次林子东帮她按摩一次后，让她放松了好几天，自从进入这一行后，沈月已经很久都没有放松过一次了。林子东走到沙发后面，双手轻轻搭在沈月的肩膀上，指尖刚触碰到她的肌肉，就感觉到一阵僵硬。沈姐，你也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沈月脸色带着淡淡的红晕，听到林子东的话，也只是轻轻点了下头。沈姐，你趴下，我帮你彻底放松一下吧。趴下。沈月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两下，短暂犹豫后，还是在沙发上趴了下来，将那凹凸有致的曲线完全展现在林子东的面前。林子东干咳了两声，沈月身材算是比较小巧的那一种，是很容易让人升起保护欲的那种女人，可她偏偏还是个女强人。林子东的两只大手从肩膀逐渐滑落到了腰间，丝丝凌厉缓解着沈月的疲惫。腰间的两只大手如同两个火炉，让她不禁轻哼了声。沈姐，你忍一下。你要干神？沈月话音未落，林子东的大手已经顺着腰间落在她的一条小腿上。沈月只觉得脸蛋火辣辣的，一股温热的力道从腿部蔓延开来，原本因长期穿高跟鞋而酸胀的肌肉瞬间松弛下来，她忍不住轻颤了一下。林子东的手法比上次更加娴熟，指尖时而轻柔按压，时而精准揉捏，仿佛能看透他身体里每一处劳损。只是当林子东捧起一只小脚，脱下了他脚上的高跟鞋，沈月急忙转身想要制止林子东。脏？哪里脏了？林子东说着，大拇指已经按在沈月的足底。沈月的脚小巧玲珑，脚趾圆润，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透着淡淡的粉色光泽。林子东的指腹轻轻摩挲着他足底的穴位，一股比刚才更强烈的热流瞬间涌遍沈月全身，让他忍不住闷哼出声，双腿微微蜷缩起来，脸颊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他长这么大，除了小时候被父母碰过脚，这还是第一次和异性如此亲密接触，尤其是林子东的手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觉，那种感觉仿佛将他浑身的力气都像是被抽干了似的，只能软软地趴在沙发上，任由对方摆布。沈姐，如果疼的话，一定要告诉我。林子东提醒沈月。沈月已经将小脸深深埋进沙发，连说话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沈月已经趴在沙发上睡了过去。林子东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这才起身伸了个懒腰。也许是做了什么美梦，沈月的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
林子东离开沈月的办公室，外面的同事正凑在一起，兴奋地探讨着什么。怎么这么热闹？周涛贱兮兮地凑了上来：“东哥，我们公司来了不少新同事，正在面试，听说里面有美女呢。”美女？林子东好奇，他们公司待遇虽然不错，但多数漂亮的女大学生毕业后都会优先选择那种坐办公室的公司，毕竟做他们这一行要经常抛头露面，有些女孩子拉不下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听说长得挺漂亮的，要不要去看看？周涛伸长了脖子张望，他们公司本来就是狼多肉少，只有几个年轻的女同事，不是名花有主，就是心里已经有人了。没兴趣。林子东回到办公桌前，整理着自己桌子上的文件。周涛一副活见鬼的神情：“东哥，你真不好啊，那兄弟我可就不客气了。行，拿下了记得请我吃饭就行。”林子东打了个哈哈，他身边女人已经足够多了，而且个个都是极品，那些青涩的女大学生还真就入不了他的眼。周涛嘿嘿一笑，转身就往面试间的方向跑，刚走2步又回头道：“东哥，你可别后悔啊，要是错过了大美女，可别怪兄弟。”看着周涛跑远，林子东轻笑了声。就在这时，林子东的手机突然震动了几下，是张琴发来的消息：“张琴，小冤家，有时间吗？我想见你。”林子东：“现在？”张琴：“现在。”林子东拿着手机，有些心虚。昨天他才刚刚让大狗教训了王爷，张琴这个时候找自己，难道是知道了这件事？林子东：“好，那我马上过去。”放下手机，林子东简单的收了下东西，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公司，开车赶往雅轩居。半个小时后，林子东已经将车停在了张琴的别墅门前。林子东又在车里坐了一会儿，这才下车进了别墅。别墅里，张琴眼眶有些红红的，看样子应该是刚刚哭过，看到林子东进来，立即扑进了他的怀里。林子东轻轻皱眉问道：“琴姐，你怎么了？吻我？”张琴扬起那张精致的小脸，主动索吻。不等林子东做出反应，张琴已经主动吻了上来，两人干柴烈火一点即燃，而且别墅里除了他们2人也没有其他人。这一次张琴格外的主动，虽然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却让林子东感受十分强烈，直到张琴彻底精疲力尽后，这才放过了他。两人躺在大床上，张琴香汗淋漓地趴在林子东的怀里。“琴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张琴恢复了一些力气，仰起头看着林子东道：“我可能要出国一趟。”“出国？”林子东目光微微一凝，看向张琴问道：“要去多久？”张琴深深看了林子东一眼，手指在他胸膛轻轻点了点：“至少也要1年。”“1年？这么久？”林子东抱着张琴的手臂收紧了一些，心里也有些舍不得。“一定要去吗？”“1年后回来，我就能成为公司的副总裁。”张琴也不想走，可是这一次他是一定要去的。当然，除了这个理由，他还有着自己的理由，只是他不想说。林子东沉默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闷得发慌。张琴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主动凑上去吻了吻他的唇角：“傻瓜，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来。”林子东深深看了张琴一眼，问道：“琴姐，那你什么时候走？我送你。”“你不能送。”张琴在林子东的唇上亲了又亲：“我怕你来送我，我就舍不得走了。而且最近几天我还要照顾小野。”提到王爷，林子东心里咯噔一下，他硬着头皮问：“他怎么了？被什么人打了一顿？不过还好，都是一些皮外伤。”张琴轻叹了口气，除了林子东，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王爷。自己在这里的时候，他至少还能收敛一些，可自己不在的话，那个混小子指不定还会闯出多大的祸。那就好。林子东笑容有些尴尬，好在张琴并未看到他脸上的不自然。张琴仰起头看着林子东认真道：“所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林子东与张琴对视了一眼，表情凝固了瞬间：“琴姐，你不会是让我帮你照看王爷吧？”“我也是实在想不到更好的人选了。”张琴嘟着小嘴道：“虽然你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你现在也算是他的半个继父，对不对？”林子东：“这么蠢的儿子，他能不能不要？琴姐，就算我愿意帮忙，他也不会答应吧？”林子东一阵头大，估计王爷现在都已经恨透了他，更何况两人之间的恩怨根本不是3两言语就能化解的。他抢了自己的女朋友，又3番5次的想要找人对付自己，他只是让人打了他一顿，这已经是看在张琴的面子上。如果你是担心这个的话，那你放心。张琴突然笑盈盈的看着林子东道：“我已经想通了，是时候该告诉他我们的关系了。” Sigma 杜杜。林子东瞳孔放大，
蹭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秦姐，你认真的？张晴点头，当然了，虽然我们不会结婚，但我也没有打算再嫁给别人，所以你就是他的继父。他要是不承认，我就断了他所有的零用钱。张晴太了解自己儿子的软肋了，无论他愿不愿意，张晴都觉得有必要让王爷知道他跟林子东的关系。林子东倒吸了口气，他倒是无所谓，王爷知道的话，不会直接从医院窗户跳下去吧？那你想什么时候告诉他？张晴点了点林子东的鼻尖道，一会儿，你陪我去看看他。嗨嗨，林子东轻轻咳嗽了2声，话说这白简的儿子好像比他还大1个月呢。张晴眸子带着几分戏谑和调皮，怎么，你害怕了？林子东咧嘴，我怕什么？我是担心他会承受不了。只要你不怕，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张晴又在林子东嘴角亲了亲，林子东眼神再次变得火热起来，再次翻身压了上去。当两人走出别墅时，已经是2个小时以后了。林子东看到张晴走路很慢，打趣说道，晴姐，要不要我扶你一下？都怪你。张晴风情万种的白了林子东一眼，这家伙折腾这么久，竟然一点也不觉得累。要不是他求饶的话，估计他们现在还没下床呢。另一边，市中心医院的 VIP 病房，王爷双眼无神的躺在病床上，到现在他都想不通，为什么事情会变成了现在这样。他本想在那些同学面前好好羞辱一下林子东，结果丢进里面的竟然是他自己。林子东，我不会放过你的。林子东，你给我等着！王爷咬牙切齿的低吼出声，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沙哑。他发誓，等自己的伤好了，他一定要让林子东付出代价。就在这时，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了。王爷以为是护士进来换药，不耐烦地转过头，看到来人是张晴时，脸色微微一变，妈，你怎么来？话音未落，林子东跟在张晴身后进了病房。看到林子东，王爷瞳孔猛地一缩，妈，你怎么会跟他一起来？两人来到王爷的病床前，小野，妈这次来是有件事情想跟你说清楚。张晴突然大胆地拉住了林子东的手，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在一起了。王爷瞳孔瞬间放大，随即怒吼了一声，林子东，你敢搞我妈？啪！张晴一巴掌扇在王爷的脸上，直接将他打懵了。不等王爷开口，林子东轻轻咳嗽了声，晴姐，你先出去一下，我想跟他单独聊聊。张晴绷着一张小脸，从王爷脸上移开视线道，那我出去等你。看着张晴走出病房，王爷终于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把扯住林子东的衣领，林子东，我他妈杀了你！就凭你！林子东轻笑了声，眼底带着丝丝冷意，要不是看在晴姐的面子上，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四肢健全地躺在这里？王爷突然想起大狗那天对自己说的话，他说就连豹哥见到林子东都要老老实实喊一声东哥，可是林子东不就是一个保险员，他怎么可能成为豹哥的老大？林子东，你要柳梦瑶我还给你，你别搞我妈！王爷说这话时语气已经带着哭腔，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自己不就是睡了林子东的女朋友，现在他竟然要当自己老子。林子东看着王爷这副样子，心里没什么波澜，只是淡淡开口，王爷，我和晴姐在一起是我们2个人的事，跟你睡没睡柳梦瑶没关系，而且柳梦瑶从来就不是你的，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罢了。王爷脸色难看，却依旧嘴硬，你特么放屁！林子东嗤笑一声，如果你没有钱，你觉得柳梦瑶能看上你？更何况你的钱不都是你妈给的吗？离开你妈，你算什么东西？帅气？我怎么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一个被宠坏的没脑子的纨绔子弟。林子东，你！王爷红着眼睛死死盯着林子东，更何况我跟晴姐已经在一起了，所以你必须接受，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林子东突然扯过王爷的衣领，眼底带着刺骨的寒意，还有以后在我面前收起你的那点小心思，否则我有100种方法让你从此消失。王爷只是与林子东对视了一眼，心中瞬间升起一股无法言语的恐惧，已经到了嘴边的话愣是一个字都不敢说出口。林子东松开王爷，脸上重新露出笑意，拍了拍他的衣领道，另外重新介绍一下，我叫林子东，今天起我就是你的继父，你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王爷眼睛赤红，死死盯着林子东。林子东靠近王爷，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冷冷道，还有你之前让大狗他们对付我的事情，就足够让你在监狱里面蹲个几年了。王爷身体轻颤了下，然后咬牙道，你到底想怎么样？林子东深深看了王爷一眼，咧嘴笑着道，也简单，以后见到我老老实实叫一声爸，我保证你还能继续做你的富二代，否则
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看到王爷不再说话，林子东知道应该差不多了。秦姐，你进来吧。张琴走进病房，看到王爷双眼无神地坐在病床上，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他知道想让小野接受这件事情，或许需要一点时间，但就算自己现在不说，他早晚也要知道这些的。与其一直瞒着，还不如早点让他知道这些事情。小野，妈知道你有些难以接受，但是这件事妈还是希望你能理解。王爷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亲妈，委屈得想哭。他可以接受任何人做他继父，可为什么那个人一定是林子东？不久前他还在笑骂他是绿毛龟，现在他就成了自己后爹，这特么是要逼死他的节奏吗？秦姐，让这孩子自己冷静一下吧。林子东拉住张琴的手，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王爷会不会接受自己，他也不在乎。更何况他与秦姐有失无名，否则真让他当王爷的后爹，其实他也挺难接受的。关键特么这么大个儿子，实在不讨人喜啊。王爷听到林子东叫自己孩子，更是差点喷出一口血。这狗东西杀人还特么诛心。也好。张琴轻点了下头，又多看了王爷一眼后，任由林子东牵着他离开了病房。看着两人离开病房，王爷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病房里面大吼大叫起来。张琴拉着林子东的手紧了紧，林子东唇角上扬，他可是一点也不担心王爷敢对张琴提起之前的那些事情。对王爷而言，没有钱花，去坐牢这些事情，恐怕比杀了他都要难受。但凡他有点脑子，就不会去做这种蠢事。只要以后王爷不再来招惹他，他也懒得去在他身上浪费时间。离开医院，回到车上，张琴挽着林子东，突然将小脑袋靠在了他的肩上，享受着片刻的宁静。有时候他真的会自私的想，如果时间能够定格在这一刻，那该有多好。林子东，如果我有了你的孩子，我们生下他好不好？林子东想都不想道，好，只要你愿意。听到林子东的回答，张琴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小脑瓜在他肩上轻轻蹭了2下，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车内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暧昧起来，林子东翻身就要将张琴压在身下。不行！张琴急忙制止了他，眼神娇嗔道，没吃饱的话晚上再来找我，我一会儿还有个很重要的会议。林子东尴尬的笑笑，张琴不想让林子东失望，在他怀中问道，你不是刚才好像差了点。林子东也觉得自己最近自控能力好像越来越差了，一开始他还以为只是自己体质变强的缘故，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那我帮你。秦姐，此处省略1万字。半个小时后，车子终于发动离开了医院。林子东将张琴送到了他的公司楼下。好了，我要进去了。张琴也舍不得跟林子东分开，又在他脸上亲了一口道，今晚我还有应酬，恐怕不能陪你，明天你来我家，我给你一个惊喜。林子东微微一怔，惊喜？张琴抿了下唇，凑近林子东的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只见林子东的眼睛越来越亮，他的确跟张琴提起过一次，只是被委婉的拒绝了。没想到这次张琴竟然主动答应。林子东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灿烂起来，他忍不住伸手捏了捏张琴的脸颊，语气里带着一丝期待和调侃，琴姐，我可认真了，你可不许反悔。张琴被他捏得脸颊微红，嗔怪地拍开他的手，知道了，赶紧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说完，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推开车门下了车，步履优雅地朝着公司大楼走去。林子东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楼门口，这才发动车子朝着养老院的方向驶去。自己来到养老院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林子东准备今天找个机会试探一下这些老人，如果他们真的抵触保险，他也不会继续死缠烂打。毕竟保险这种东西还是要看个人需求。林子东是想打开这片市场不假，但与这些老人相处的时间里，他也想通了许多的事情。比起单纯为了业绩去推销那些保险产品，林子东觉得真诚地关心这些老人的生活和需求，或许才是更重要的。总之，他不会强迫任何一个老人去买这些保险，除非他们真的有需求。10几分钟后，林子东已经将车停在了养老院外的停车位上。进入养老院，那些正在下棋散步的老人们看见林子东，也都纷纷打起招呼。张大爷，又下棋呢？上次我教您的绝招好用不？臭小子，再来给我支2招。刘大娘，你的肩膀好点了没有？好多了。小林啊，你真的是神了，什么时候再帮我揉几下？看到围上来的老人，林子东很快就与他们打成了一片，而且看得出来，这些老人很信任林子东。大爷，大娘，我真的不想装了，我跟你们摊牌了。林子东示意这些老人们安静后，
对着在场的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哎呦，小林，你这是干什么啊？张大爷急忙伸手将林子东扶起来。刘大娘也连连点头，是啊，小林，你这孩子跟我们还这么外道，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就是了。林子东轻吸了口气，看着眼前的这些大爷和大娘们，歉意道，其实我是做保险的，一开始我来这里接近你们，只是也是为了打开这片市场。一群大爷大娘们面面相觑，林子东已经做好了被批斗的准备，谁知张大爷笑呵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就是想说这事儿啊？其实我们早就猜到了。啊？林子东傻眼了，自己竟然早就已经暴露了，他自己竟然毫不知情。刘大娘也跟着笑道，有几个孩子年纪轻轻，愿意来照顾我们这些老家伙，还陪我们聊天解闷，除了想跟我们处好关系，还能图啥？不过啊，你这孩子心不坏，我们乐意跟你打交道。张大爷接过话头，是啊，我们这些老家伙活了大半辈子，谁是真心对我们好，还能看不出来？林子东听得心里一暖，但他还是有些想不通，可是为什么之前那些……周大爷知道林子东想问你什么，那些臭小子来了没2天就急着推销保险，唾沫横飞的讲条款，眼睛里全是算计，哪像你啊，陪我们下棋，听我们唠叨家常，还帮我们治病。我们这些老骨头虽然走不动道了，但心里亮堂着呢。其他几位老人纷纷附和，原来是这样。林子东有些哭笑不得，看来周涛对他也并未完全说实话，这里面应该还有自己不知道的隐情。不过这也难怪，保险这行只有开单才能拿到提成，谁也不愿意真的将时间全部都用在养老院的这些老人身上。张大爷拍了拍林子东的胳膊，继续说道，保险这东西吧，我们不是不懂，只是以前那些人啊，把他说的跟天上掉馅饼似的，我们信不过。但你不一样，小林，你要是觉得有适合我们的，就实实在在跟我们说说，买不买的，我们自己拿主意，绝不会因为这个就疏远你。对对，我们不会疏远你的。会，谢谢大爷大娘。林子东悬着的心也终于彻底放了下来。其实他都已经做好了被大爷大娘们赶走的准备。王奶奶突然开口问道，小林啊，你说的那个保险到底是咋回事啊？我家那孙子前阵子也让我买，我没敢答应。张大爷也跟着附和道，是啊，小林，刚好我们人都在，你就跟我们说说吧。林子东认真的想了想道，大爷大娘这个年纪最担心的就是生病住院吧，所以我觉得能帮咱们报销住院费用的保险可能是眼下最实用的。当然了，具体咋报销，能报多少，我得回去好好查查资料，等弄明白了再一条一条跟大家说清楚。张大爷点了点头，赞同道，你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不像以前那些人上来就说交多少钱能拿多少好处，听得人云里雾里的。林子东又给这些大爷大娘讲了一些特殊的例子，让他们自己考虑究竟是不是要购买保险。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林子东只觉得口干舌燥，甚至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没办法，大爷大娘们的问题着实多了一点，想让他们真的听明白，就必须要耐心一点。毕竟这些大爷和大娘们年纪都大了，就算真的要买保险，他也只会让他们的儿女来找自己签合同。林子东有着自己的底线，他想要业绩不假，但也不想昧着良心。大爷大娘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让你们儿女来联系我。张大爷突然拉住林子东，神秘兮兮地问道，小林啊，你有女朋友了吗？啊？林子东被问懵了，回过神后点点头，我有女朋友了。张大爷有些失望，那太可惜了，我那孙女可能也就比你大几岁，还没有男朋友呢。王奶奶好奇道，老张啊，你那孙女快40了吧？张大爷立马变脸，去，才38，距离40还早呢。林子东一阵汗颜，周围的大爷大娘们顿时笑作一团。刘大娘拍了拍张大爷的胳膊打趣道，老张头，你这是想把孙女推销给小林啊？也不看看小林都有对象了，再说你家那宝贝孙女眼光高招呢，能看上咱们小林？张大爷脖子一梗，不服气道，我孙女怎么了？名牌大学毕业，在大公司当经理，要模样有模样，要能力有能力，小林配她还委屈了？周大爷慢悠悠的接话，是不委屈，就是不知道小林女朋友同不同意啊。张大爷还是不死心地道，小林啊，你可别忘了，等你啥时候跟女朋友吹了，记得先考虑我孙女啊。行，张大爷你放心，我要是失恋了，肯定娶您孙女儿。林子东信誓旦旦地说道。张大爷眼睛立马亮了。林子东哭笑不得，他就随口那么一说，张大爷不会还当真了吧？又跟张大爷敷衍了几句后，林子东立马找了个借口溜了。经过李婷办公室时，林子东停下脚步，朝着里面张望了几眼。自从昨晚那件事以后，
李婷这边就没了动静，别说电话，连一条消息都没有给他发过。林子东正犹豫要不要进去时，李婷刚好从办公室里面走了出来，两人迎面撞了个正着。李婷脸蛋微微一红，随即又板起小脸问：“你来干什么？有事吗？”林子东轻咳嗽了2声道：“婷姐，房子我已经让人收拾了，那个下午我们要不要一起回去看看？”李婷眼神有些躲闪，嘴上却回绝道：“我不回去，我还有事，有什么事情手机里面说吧。”不等林子东开口，李婷就要离开。看到李婷要走，林子东突然拉住李婷的手腕，将她带进了办公室里，还顺手关上了门。李婷吓了一跳，下意识就要从林子东怀里挣扎出来，眼睛带着丝丝紧张以及几分羞涩。“你干什么？会被人看见的。”“我不怕。”林子东注视着李婷的眼睛道：“婷姐，你是想躲着我吗？”被戳中了心事，李婷眸子闪过一丝慌乱，却依旧嘴硬：“我没有想躲着你，我只是想……”突然被稳住，李婷使劲捶了林子东几下，想让他放开自己。林子东却抱得却更紧了。他知道李婷并非对自己没感觉，只是还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毕竟昨晚两人都有些冲动了。李婷看着眼前的男人，贝齿使劲咬在林子东的唇上，林子东仿佛没有知觉一般，哪怕嘴唇被咬破，也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渐渐的，李婷的挣扎越来越轻，最后无力地垂下手，闭上眼，生涩地回应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吻。林子东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僵硬在慢慢融化，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个吻持续了很久，直到两人都有些喘不过气才分开。李婷的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林子东，双手却不自觉地攥紧了他胸前的衣服。“林子东，你疯了！”“我是疯了，但总比看着你疏远我要强千百倍吧。”李婷看着眼前的林子东，眸子带着几分幽怨。林子东注视着李婷道：“婷姐，我知道你心里有顾虑，我们不用急着做什么决定，给我一点时间，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至少不要躲着我，好吗？”李婷咬着唇，看着林子东的眼神也逐渐软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嗯了一声，声音细若文瑞。看到李婷答应，林子东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那今晚我们是回酒店住，还是……”李婷也渐渐冷静下来，轻抿了下唇，看向林子东道：“你不用管我，今晚我妹妹会来陪我住，你去忙你的事就好。”其实李婷躲着林子东，除了自己还没有过去心里那道坎，还有一个原因。她知道林子东跟孙兰兰走得很近，不光是孙兰兰，韩院士似乎有意想要撮合林子东和韩雪。就算他们与林子东还不是那种关系，但他多少也能看出一点。韩雪那边他不清楚，但是孙兰兰看向林子东的眼神绝对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这是女人的直觉。而且他与孙兰兰和韩雪也都相识，这才是李婷觉得最为尴尬的地方。林子东微微一怔：“妹妹？你还有妹妹？”“亲妹妹。”李婷说完，脸蛋也有些不自然。他跟林子东解释这些做什么？更何况他的确需要一点时间整理思绪。但是他没想过让林子东真的对自己负责。他大了林子东6岁，又离婚过。李婷觉得自己若是真的让林子东对自己负责，那样对他也不公平。更何况昨晚的事情是他自愿的，就算林子东真的不去提起，他也不会去怪他。就在这时，林子东突然接到了钱豹的电话，神情瞬间严肃了几分。“什么时候的事情？”“好，我知道了。”挂掉电话，林子东看向李婷，沉声道：“婷姐，郭阳死了。”李婷脸蛋瞬间变得有些苍白起来，好一会儿才动了动嘴唇问：“他是自杀？”林子东并不觉得郭阳的死值得同情，更何况他欠了几十万的债务，又被人废掉，连男人都做不了。换做任何人的话，恐怕都难以接受。就这样让他死了，反而便宜了他。林子东看着李婷有些发白的脸色，知道他可能被这个消息惊到了，毕竟郭阳之前还一直纠缠着他，可现在却已经成了一具尸体。他轻轻拍了拍李婷的肩膀，想让她放松一些，别担心，他的死跟我们没关系，警察那边已经初步认定是自杀了。李婷抿着唇没说话，眼神里却还是带着一丝复杂。“我没事，我只是觉得有点突然。郭阳这种人死了并不值得同情，而且在李婷看来，郭阳已经疯了，这种人继续活在这个世上也是一个祸害。他只是突然觉得人真的好脆弱，一个活生生的人说没有就真的没有了。可想到郭阳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李婷又觉得他死有余辜。如果那晚不是林子东在自己家里陪着他，他真的不敢想象郭阳和那2个闯入他家的人会对他做出些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林子东抱住李婷，看着他的眼睛道：“婷姐，
这件事与我们无关，不要胡思乱想。李婷深深看林子东一眼后，轻点了下头，然后将脑袋靠在了他的肩上，闭上了眼睛。办公室再次安静了下来。林子东能感觉到怀里的人身体依旧有些紧绷，他没有再追问什么，只是静静地抱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李婷才轻轻推开他：“你该出去了，不然被人发现就麻烦了。”林子东看了眼时间，自己进来好像的确有点久了。那你先忙，晚上回到酒店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还有不准再躲我。李婷红着脸答应了声。看到李婷答应，林子东又在她额头亲吻了下，这才大步离开了办公室。李婷一直看着林子东远去，这才红着脸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离开养老院，林子东回到车上，第一时间给沈月发去了消息，让他帮自己准备几份医疗保险的合同。刚才已经有几位老人的子女已经加上了自己微信，这些合同他明天要用。办公室里，沈月正在翻看一些文件。他竟然在自己办公室里面睡了一上午，就连林子东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都不知道。要不是有人来敲门的话，他这一觉还不知道要睡到几天才能起来。只是不知为什么，他只要一闭眼，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林子东替自己按脚的画面。他甚至有种错觉，仿佛自己的脚上还残留着林子东手上的灼热感。沈月还记得林子东夸过他的脚好看，难道他有那种癖好？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沈月脸蛋更红了几分。就在他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时，身边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让他猛然清醒过来。叮！沈月扫了一眼手机，看到林子东发来的消息时，眸子立马亮了起来，急忙拿起手机看了眼消息。看到林子东发来的消息内容时，沈月眼底闪过一抹惊讶，他竟然真的做到了。那些老人有多抵触保险，在整个行内都是出了名的，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说服了那些老人。想到这里，沈月急忙回复：沈总，是养老院的老人吗？你真的说服那些老人了？林子东，算是吧，他们子女想要了解一下。沈姐，我一会儿把老人资料发过去，一定要帮我做出来。沈总，放心，我这就安排人去做合同。放下手机，沈月小脸上带着洋溢不住的喜色。其实这些老人的保险并不能给公司带来多么大的利益，但谁能肯动这养老院，又何尝不是一种能力的表现？只可惜公司已经安排了人来接替自己，否则但凡再早上2天的话，自己这个位置绝对非林子东莫属。不过话又说回来，像王浩那种人在总部都容不下他，就算被安排到了这里，这个位置他也未必能够坐得稳。他担心的是王浩这个人做事不择手段，毕竟林子东现在的根基还太浅，在公司里几乎没什么人脉。一旦王浩真的铁了心要对付他，他恐怕很难招架。想到这里，沈月的眉头微微蹙起，看来还是要找个机会提醒一下林子东才行。下午从养老院回来后，林子东就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将那块灵石中的灵力由炼化掉了一部分。感受到体内提升的灵力，林子东有些失望。原石中的灵力已经被他炼化掉了2/3，随着他境界修为的提升，炼化灵力的速度也明显快了许多。但距离炼体5层依旧有些遥遥无期。就算他将这块原石中的灵力全部炼化掉，恐怕也不足以支持他修炼到炼体5层。按照他的估计，像这种原石，他至少还需要2块才能突破炼体5层。果然在末法时代修炼，远比想象中更加困难。林子东轻叹了口气，随即又重新振作了起来。万事开头难，毕竟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一个普通人，能够这么快就踏入炼体4层，这等速度即便在修仙界也算是一个小天才了。而且这次修炼，林子东感受最明显的并不是体内灵力的提升，而是他的身体变化，尤其是气血提升最为显著。林子东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传承中记载的某种特殊体质。他的记忆里有着上百种适合修仙的体质，林子东也不确定自己究竟是哪一个，只能根据自己修炼后的感受来找出最为接近的几种体质。最终林子东觉得只有3种体质与他的情况相似。第一种便是纯阳之体，这种体质在修炼阳属性功法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体内气血会比常人更加旺盛，修炼速度也远超同辈。这第二种名为九阳之体，此体质比纯阳之体更为霸道。传说中拥有此体质者，出生时便伴有异象，周身环绕9道肉眼可见的阳气，修炼阳刚类功法时能引动天地间的阳性灵气，进境之快堪称逆天。只不过这种体质极为罕见，即便在修仙界也是100万中无一，甚至数千年也难出一个。第3种名为元阳之体，这个体质就有些特别了，因为它想要提升，只能依靠与女子结合双修来提升，而且这种体质能够吸收女子元阴，
以此来壮大自身的元阳之力。修炼速度虽快，却需不断寻找合适的双修伴侣，否则修为便会停滞不前。如果长时间没有适合道侣，甚至可能因元阳失衡而伤及自身根基。林子东仔细回想自己修炼时的状态，体内气血虽旺盛，却并未引动过天地间的阳性灵气，也无需依赖双修来提升。如此看来，九阳之体和元阳之体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那么自己会是纯阳之体吗？他有些不确定，毕竟纯阳之体虽不如九阳之体那般罕见，却也绝非寻常。自己一个刚踏入修仙界的普通人，真的会拥有这样的体质吗？林子东吧唧吧唧嘴，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已经饿了好几天，天上一个大馅饼啪叽就落在了他的嘴里。他买彩票都从来没有中奖超过10块钱的，这纯阳之体的概率恐怕比买彩票都要低得多。林子东摇了摇头，不再纠结于体质的问题。无论自己是哪种体质，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提升修为。只要实力足够强大，一切疑问自然会迎刃而解。林子东从床上坐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突然想起自己今晚还要去参加庆功宴。他急忙看了眼时间，还好时间来急的。简单的冲个澡，又换了身衣服后，妈，我出门了，晚上不回来吃了。林母听见动静，刚刚从厨房跑出来，林子东已经抱着原石出门了。他妈总出去遛弯，把原石放在出租屋里，他不踏实。这出租屋里面，他所有家底都在银行卡里，除此之外，也就只有这块原石还有价值，其他东西就算被搬空了，他都不会眨下眼睛。而且林子东最近已经动了买房的打算，只是他还没有遇到适合的地方。而且自己买房搬出去的话，孙兰兰那边他也没想到该怎么去说。香格里餐厅，这一次沈月除了邀请了公司部门的几个经理，还有几个重要客户，这几个客户也是他的好朋友，他准备将他们介绍给林子东认识一下。就算自己去了总部，有着他们几个的照料，王浩应该也不能把林子东怎么样。退一万步来讲，王浩若是真的针对林子东，等他在总部站稳跟脚后，也能够给林子东更广阔的平台，让他去发展。这也算是他给林子东铺好的一条后路。毕竟这几个朋友在本地人脉颇广，各行各业都有涉及，对林子东未来的发展或许能帮上不少忙。沈月一边在宴会厅门口迎接宾客，一边时不时看向手机，心里默默盘算着待会儿该如何自然地把林子东引荐给他们。沈姐，林子东的声音突然在沈月身后响起，你可算来了。沈月看到林子东风风火火的样子，上前替他整理了下衣领道，走吧，我介绍几个朋友给你认识。好，林子东答应了声，立即跟上了沈月。沈月带着林子东来到几个漂亮女人的面前，还没靠近就听见了几个女人传来悦耳的笑声。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沈月笑着走上前，亲昵地挽住其中一位穿着香槟色长裙、气质温婉的女子胳膊。沈月，苏晴看到沈月，漂亮的脸蛋上立即露出笑容。我们正在说妍妍的那个追求者。对了，你不是说有个人要介绍给我们认识吗？苏晴目光落在林子东的身上，大眼睛闪过一抹好奇。沈月，这位小帅哥不会是你的男朋友吧？胡说什么呢？沈月拉着林子东上前道，这是我弟弟林子东，这是苏晴，是我的好朋友。赵岩小声道，月月可以啊，难怪你一直不找男朋友，原来偷偷藏了个这么嫩的。沈月白了赵岩一眼，能不能正经一点？苏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林子东，见他穿着简单，但眉宇间透着一股干净利落的气质，眼神清澈，不像是那些油嘴滑舌的纨绔子弟。更何况沈月是什么性子，他再清楚不过，能让他把人介绍给他们认识，说明沈月真的很看重这个人。苏晴伸出手，你好，我叫苏晴。林子东与苏晴握了握手，苏晴姐，还有我。赵岩立马凑了上来，然后指着自己道，既然你是月月的弟弟，那你也可以叫我姐姐。沈月在一旁介绍道，他是赵岩，是做金融的，脑子转得快，人脉也广，以后你在业务上要是遇到资金周转或者投资方面的问题，尽管找他，保准给你办得明明白白。林子东连忙对赵岩点头笑道，赵岩姐好，以后说不定真要麻烦你了。赵岩眨了眨眼，带着几分调侃道，小弟弟这么会说话，以后可得常来姐姐公司坐坐，姐姐请你喝咖啡。这时旁边一位穿着干练职业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女子也开口了，她声音轻了，我叫晨曦，做律师的，要是以后遇到什么合同纠纷或者法律上的麻烦，随时联系我。沈月赶紧补充道，晨曦姐可是咱们市有名的金牌律师，多少大公司抢着请她当法律顾问呢。林子东心中一暖，沈月这明显是在给自己铺路，把身边最得力的人脉都介绍了过来。好了，庆功宴就要开始了，我们进去说吧。
沈月拉着林子东的胳膊往里走，低声在他耳边说：“这些都是我最信得过的姐妹，以后在公司要是受了委屈，或者遇到解决不了的事，千万别自己扛着，告诉他们，他们都会帮你的。”林子东深深看了沈月一眼：“沈姐，谢谢你。”沈月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安心，随即笑着提高声音对众人道：“好了，人都到齐了，咱们边吃边聊。”就在林子东参加庆功宴时，香格里餐厅外，几辆加长的商务相继在路边停下。王二虎掐灭手中的烟头问，冷冷问道：“细蛇，你确定看见那小子进了这家酒店？”细蛇是一个瘦高留着长头发的青年，听见王二虎问话，立马凑了上来：“老大，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他进去的。妈的，上次是那小子走运，这次老子一定废了他。”王二虎眼底带着毫不掩饰的怨毒，那个叫孙兰兰的女人他不敢碰，但是这个林子东他已经查清楚了，他就是个没背景的小人物，上次是他大意了才吃了个亏，不过这一次他死定了。为了教训他，王虎特意花费了200万找了个8品武者来帮自己对付他。这位8品武者可是地下黑拳场的常胜将军，一双铁拳能开碑裂石，寻常7、8个人近不了身，对付那个小畜生应该是绰绰有余了。王二虎躲在商务车里，透过车窗死死盯着餐厅大门，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仿佛已经看到林子东被打断手脚跪地求饶的画面。细蛇在一旁殷勤地递上一瓶水，谄媚道：“老大，有这位地下拳王出手，那小子今晚绝对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您就等着看好戏吧。”王二虎接过水，狠狠灌了一口，眼中凶光毕露：“不仅要废了他，我还要让他知道得罪我王二虎的下场究竟有多凄惨。”庆功宴上，林子东举止健谈，风趣幽默，很快便与苏晴几个女人熟络了起来。“你这小男朋友不错啊。”赵岩用匕首碰了碰沈月，挤眉弄眼地说道。沈月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却没反驳，只是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1个小时后，这场庆功宴已经接近尾声。沈月多喝了几杯，已经多了一丝醉意。“沈姐，你不能再喝了。”林子东从沈月手中拿下酒杯说道。赵岩更是早就已经语无伦次，一只手搂过沈月的脖子，醉醺醺道：“看还没结婚呢，就管上你了，还说没关系。”林子东哭笑不得道：“赵岩姐，你也喝多了，而且无论是沈月还是苏晴、赵岩、陈曦都是十分漂亮的女人，但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她们已经喝醉了。过来想要搭讪的人数量也明显出现了上升趋势。沈姐，时候不早了，我送你们回去吧。”“回去干什么？我们唱歌去。”赵岩说着站起身来，拉住陈曦和沈月，将他们给拽了起来。苏晴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唱歌，我请客。”林子东瞬间头大如斗。这几个女人平日里都是端庄优雅的模样，此刻醉意上头，一个个都像是脱缰的野马，拉都拉不住。苏晴说着就要拿出手机去订 KTV 包厢，林子东赶紧上前拦住：“晴姐，你们都喝多了，唱歌的事下次再说，我先送你们回家。”“不行！”赵岩叉着腰，脸颊绯红道：“说好我请客的，怎么能不算数？子东弟弟，你是不是看不起姐姐？”林子东无奈，他算是看出来了，跟一群醉鬼讲道理根本行不通。他转头看向沈月，想让她帮忙说句话，可沈月已经又坐回沙发上，眼神都有些涣散了，嘴里还嘟囔着：“唱歌好啊，好久没唱了。”4个女人里，也就只有陈曦还算安分，只是眼神同样迷离，站都有些站不稳了。“那这样吧，我们先上车，然后再商量去哪里唱歌，这样总可以了吧？”这个提议总算得到了苏晴和赵岩的勉强同意。林子东松了口气，连忙去结了账，然后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沈月。陈曦挽着苏晴和赵岩，几人踉踉跄跄地往餐厅外走去。刚走出酒店大门，夜晚的凉风一吹，沈月几人顿时清醒了几分，但脚步依旧虚浮。林子东正要打开车门，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不远处的阴影里，几道不怀好意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他们这边。王二虎在车里看到林子东等人出来，尤其是看到林子东身边的4个女人时，眼中闪过一抹兴奋。妈的，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身边女人一个比一个漂亮。不过也好，今天晚上他就要表演一个1挑4，他要让那个小崽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边的女人被他压在身下。王二虎越想越兴奋，立即对旁边的8品武者道：“就是那小子，给我弄死他！放心，交给我了。”陈鹏森然一笑，直接拉开车门，身形如同鬼魅般朝着林子东几人靠近。他步伐沉稳，每一步落下都悄无声息，显然是个内家功夫的高手。
林子东一眼便看出对方应该是个武者，但并没有让钱豹那般让他生出威胁，应该是个低品武者。苏晴他们虽然醉了，但也感觉到了气氛不对，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气势汹汹地朝这边走来，顿时有些害怕。你们先上车。林子东立即打开车门，让沈月他们上了自己的车，然后重重关上车门，将他们反锁在了里面。怎么？赵岩醉醺醺的，几人里面他喝得最多，这会儿胃里也是翻江倒海。好在他没吃什么东西，不然这会儿估计早就吐在车上了。林子东看到对方已经来到他的几米外，眼底闪过冷意。你是什么人？是谁让你来对付我的？那八品武者面无表情，脚步未停，只是冷哼一声，少废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话音未落，他身形突然暴起，右拳紧握，带着呼啸的拳风直扑林子东胸膛。男子拳风凌厉，显然是动了全力，想要一击便重创林子东。可男子的动作在林子东的眼里却是已经慢得不能再慢，如今林子东的实力已经堪比3品武者，两人之间足足差了5品，这等境界的差距如同云泥之别。林子东甚至懒得闪避，只是站在原地，待那拳风接近自己的瞬间，这才同样挥出一拳。那8品武者只觉一股沛然巨力从拳面传来，仿佛击中了一座山岳，颧骨欲裂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男子重重摔在地上，口中喷出一口鲜血，挣扎着半天也没能爬起来。林子东拍了拍手，眼神淡漠地扫了一眼倒地不起的武者，随即目光投向不远处王二虎所在的车辆。王二虎在车里将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脸上的兴奋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惊恐。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花重金请来的8品武者竟然连对方一招都接不住，这林子东的实力简直恐怖如斯。王二虎一巴掌扇在细蛇的脸上，妈的，你不是说他很厉害吗？怎么一拳就倒了？细蛇同样懵逼，陈鹏的确厉害啊，他曾亲眼看到陈鹏在地下拳台上以1对3，还打死了1人，另外2人也被打断了双腿，再也无法打拳。而且陈鹏在整个地下黑拳都能排进前3，怎么到了这里连对方的拳头都接不住？王二虎看着车窗外的林子东正朝着自己这里走来，心脏狂跳不止，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知道自己这次是踢到铁板了，而且是能把他砸得粉身碎骨的铁板。妈的，快开车！林子东没有看清车里的人长什么样子，目光沉了沉，又回到陈鹏的面前，将他从地上拎了起来。是谁让你来的？陈鹏眼底闪过畏惧，却依旧咬着牙问道：我说了，你就能放了我？林子东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手上微微用力，陈鹏顿时痛得龇牙咧嘴，感觉骨头都要被捏碎了。放不放你，取决于你的回答是否让我满意。陈鹏额头上冷汗直冒，他知道自己若是不说，今天恐怕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他尝试着挣扎了一下，却发现对方的手如同铁钳一般纹丝不动，只能艰难地开口：是王二虎，是他让我来的，他给了我200万，让我废了你。林子东眼神更冷，果然是王二虎。他早就料到是这家伙不甘心，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找上了自己。他人在哪里？陈鹏连忙指向王二虎车子逃离的方向，刚刚开车跑了。林子东目光沉了沉，松开手将陈鹏扔在地上：滚吧，回去告诉王二虎，这笔账我迟早会去跟他清算。陈鹏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站起来，也顾不上身上的伤痛，踉跄着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林子东看着他狼狈的背影，眼神闪过冷意：王二虎，这笔账我们迟早要算清楚。林子东收回视线，转身回到车旁，敲了敲车窗，车里却没有一点动静。林子东脸色一变，急忙打开车门，这才看到车里的4个女人竟然全部都醉死了过去。沈姐，苏晴姐，林子东想将她们唤醒，至少也先告诉她他们的家都住在哪里啊，不然总不能让她们4个女人在这车里睡上一宿吧。而且这个时候天气已经凉了，到了后半夜气温更是已经达到了0下，真让他们几个睡在这里的话，还不动出个好歹来。林子东坐到驾驶位上，要不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出租屋里？不行，自己的出租屋太小了，住2个女人还勉强，把他们4个全部都弄到自己的小出租屋，根本就住不下。算了，还是将他们送到酒店去吧，总比让他们睡在车里强。想到这，林子东立即发动了车子，打开定位搜索了一家最近的酒店，然后开车离开了餐厅。车内几个女人睡得东倒西歪，苏晴的头还无意识地靠在了林子东的肩膀上，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脖颈间，带着一丝淡淡的酒香味。林子东身体微微一僵，随即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能尽量保持着平稳的车速，避免惊醒他们。10几分钟后，林子东已经停好车，然后拿着身份证去开房。给我来4间大床房。前台小姑娘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查看了一下空余的房间，道：先生，我们这里只剩下1间大床房了。林子东怔住，就1间？那其他房间也可以？其他也没有了，只剩下1间了。不只是我们这里，最近其他酒店也都爆满，这1间还是刚刚被人退掉的。前台小姑娘耐心地解释着。林子东看了眼时间，已经快晚上10点多了，看样子只能在这里将就1个晚上了，不然再磨蹭一会儿，真找不到酒店，那乐子可就大了。好，那就给我开1间。前台小姑娘见林子东只有1人，突然神秘兮兮地问道：先生，您需要其他服务吗？林子东愣了下，服务？什么服务？就是那个小姑娘2只小手比划了2下，这动作简单粗暴，只要不是傻子应该都能看得懂。林子东老脸一红，虽然他不是个出哥，但被一个小姑娘这么暗示，还是让他脸上火辣辣的。那个就不用了。先生，我们这里学生妹、空姐、老师都有的，还是算了吧。林子东轻轻咳嗽2声，话说一点不心动肯定是假的，只不过他嫌弃外面的女人脏，万一真的传染点什么病，那就不划算了。更何况他车里还有4个火祖宗没有安置呢，他哪有闲工夫去找女人做那种事儿。林子东付了钱，拿了房卡，快步回到车上，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沈月几人依旧睡得昏沉，苏晴的脑袋还歪在他刚才坐过的位置，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晶莹。林子东替苏晴擦了擦嘴角，又关上门，先将离车门最近的晨曦抱了出来。晨曦不算重，身子轻飘飘的像一片羽毛，他用1只手托着她的背，另1只手护着她的腿弯，一步步走进酒店大堂。前台小姑娘看到这场景，眼睛瞪得溜圆，刚才那点暧昧的心思瞬间被好奇取代，看着林子东抱着1个，又折返去抱第2个、第3个、第4个，小嘴已经张成了 O 型，显然是被这阵仗惊到了。而且这几个女人竟然一个比一个漂亮，难怪这个男人不需要那种服务。林子东没空理会前台小姑娘好奇的眼神，将她们4个全部抱回了房间。这大床房的床势不小，但同时躺了4个女人在床上，还是显得拥挤了一些。而且这4个女人都很漂亮。不过为别避嫌和误会，林子东取出手机摆在了一旁，打开了录像，替她们脱下了鞋子。看着床上的4个各具风姿的女人，林子东还没来及的松口气，赵岩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林子东试探性的叫了一声：赵岩姐。热赵岩醉醺醺的解开了衣扣，就要将自己的衣服脱掉。林子东眼疾手快，2只大手往下一拉，又给他穿了回去。也许是真的有些不舒服，赵岩脱了几次都被林子东制止，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林子东坚决不让赵岩脱衣服，气得他直接从床上滚到了地上，摔得直哼唧。苏晴愣是被吵醒了，迷迷糊糊的站起身来，找了个角落褪下裙子就蹲了下去。靠！苏晴姐，那不是卫生间。林子东立即冲到苏晴身后，也顾不上其他，从后面抱起苏晴冲进了洗手间里。哦，这边林子东才刚刚抱着苏晴出来，还没来及的帮她穿好裙子，晨曦已经趴在床边干呕起来。林子东抓起身旁的垃圾桶，轻轻一甩，垃圾桶稳稳落在晨曦的面前。4个女人折腾了2-3个小时，这才算沉沉的睡了过去。林子东坐在床下方，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终于能坐下喘口气了。要不是他已经达到了炼体4层，体质远超普通人，这会儿估计早就已经被累趴下了。回到沙发前，林子东依旧觉得邪火升腾，于是立即拿出原石，盘膝坐在沙发上，尝试了几次后才终于入定。第2天清晨，阳光照进酒店的房间，赵岩第一个醒了过来，他坐起身揉了揉酸疼的脖子，忍不住吸了口冷气。不只是脖子，他现在感觉自己浑身都疼，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把他给拆了，又给拼装了回去。等等，赵岩突然掀开遮住下半身的被褥，瞳孔瞬间放大。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苏晴、沈月以及晨曦也相继从床上醒了过来，3女都是衣衫不整，不是少了上衣，就是裙子没了。结果又是几道尖叫声响起。林子东正在修炼，愣是被几个女人的尖叫声给吵醒。他缓缓睁开眼睛，眼底闪过一抹喜色。这一晚他体内的灵力又精进了一些。林子东！林子东闻言抬起头来，眼前的美景让他目光呆滞了一瞬。啊，不准看！赵岩再次尖叫，他的腰身往下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穿。其他3女也没好到哪去。林子东第一时间捂住了眼睛，可眼睛是捂住了，但是该看的还是不小心看到了。他发誓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
自从成为修仙者后，他的视力连10米外的苍蝇和蚊子都能看得清楚。几个女人距离他不过短短几米，自然是该看的不该看的全都看了个清楚。不过林子东是死活不会承认的，不然这个几个女人还不把自己给生拆了。那个姐姐们，要不你们先把衣服穿好。林子东捂着眼睛说道。赵岩急忙穿好裤子，气呼呼地来到林子东的面前，一把揪住林子东的耳朵，说：你昨晚对我们都做了什么？林子东倒吸了一口气，松手，松手！赵岩，你先冷静一下。沈月急忙整理了一下衣裙，拉住赵岩道：我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也许只是个误会。误会？我都被他给脱光了，我要报警！赵岩小脸气得涨红，转身就要找手机报警，将这个色狼抓了。他要是不让这个小变态把牢底坐穿，他都不叫赵岩。我觉得他应该没对我们做什么。陈曦最为冷静，他并没有感觉到异样，这说明至少林子东没有对他们做太过分的事情。你里面的扣子都被解开了，你还替他说话？赵岩撸起袖子，他没抓花这个小变态的脸，他就已经万幸了。林子东，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怎么会在这里？沈月脸蛋同样红扑扑的，但其实他心里并不是很生气。大家都喝了酒，就算酒后乱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他们4个都在床上，林子东呲着牙揉了揉耳朵，然后取出自己的手机丢在赵岩几个女人面前，你们自己看吧。赵岩拿起手机，看到视频竟然录了几个小时，眼睛都要喷火了。你4屁竟然还录像！噗，嗨嗨！林子东剧烈咳嗽了几声，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这大姐什么脑回路？她要是真有那个心思，他们还能穿着衣服躺在床上？而且昨晚她一直在修炼，所以后半夜发生了什么她也不太清楚。至于他们少了衣服，估计也是后半夜自己脱掉的。沈月在一旁劝说道：要不咱们还是先看看吧。赵岩将信将疑地点开视频，视频录制得很完整，从林子东将他们送进房间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都给录了下来。4个女人看到一半时，脸蛋早已红得有些不像话，尤其是赵岩和苏晴2人更是恨不得直接找个地方钻进去。赵岩指着手机上的画面问道：你抱着苏晴去洗手间做什么？你是不是对苏晴姐做？苏晴紧紧捂着赵岩的嘴巴，你别说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当时他肯定是将那个角落当成了洗手间，林子东抱着他去洗手间肯定也是方便。而且画面中前后不过3分钟左右的时间，林子东已经将他抱了出来，就连裙子都帮他穿了回去。4女继续翻看了下去，后面的过程中林子东没有再出现，赵岩的裙子和底裤也是他自己脱掉的，其他几人也都差不多。他们的确断片了，更何况人喝完酒以后意识本来就不清醒，做出什么事情其实都是有可能的。林子东两手一摊，姐姐们，现在是不是能还我清白了？赵岩也知道自己有些理亏，声音都小了许多。那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到酒店来？林子东拿回自己的手机，赵岩姐，你们几个全都醉得不省人事，你们又没告诉我你们住在哪里，不住酒店，难道睡在车里？好吧，算是我冤枉你了。赵岩突然勾住林子东的脖子，大眼睛满是狐疑地问道：小子，我们几个不漂亮吗？林子东想都不想道：当然漂亮，那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都不好好珍惜，你不会是……眼看赵岩越说越离谱，3人几乎同时捂住了他的嘴。看着3人打闹成一团，林子东那叫一个赏心悦目。不过自己距离炼体5层依旧遥遥无期，每突破一个小境界，下一次想要突破所需要的灵力就会成倍的增长。那块原石中的灵力已经被他彻底炼化，该去哪里再多弄一些原石呢？赵岩好不容易从3女手里挣脱了出来，小子，看在你这么正直的份上，你这个干弟弟我认下了，昨晚谢谢你了。苏晴脸蛋依旧红扑扑的，昨晚的画面实在太羞人了。她从来没想过自己都已经30出头了，竟然有一天还会被人像抱小孩子一样抱着方便没什么。既然姐姐们都醒了，那我先去给你们买些早餐回来。林子东说完，也不等几个女人答应，立即离开了房间。修炼了一个晚上，林子东整个人都神采奕奕。前台的小姑娘正在跟交接班的同事说着昨晚有个男人抱了4个女人的事情，看到林子东从电梯出来，急忙压低了声音：就是他，长得很帅啊，是富二代吗？林子东察觉到2个前台正在盯着自己看，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难不成修炼一个晚上自己又帅了？就近买了一些小笼包和豆浆，林子东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惯这些路边摊，于是每一样都买了些，这才风风火火地回到酒店。出电梯，林子东正要掏房卡开门，一道声音便在身后响起：林子东，
林子东回头，只见一个戴着金链子的男人搂着一个娇滴滴的女人朝着自己走了过来。他觉得眼前人有点眼熟，但就是想不起来是谁了。那个，你是？我李威猛啊！你小子，连我你都不认识了。李威猛说着，抬起拳头捶了林子东胸口一下。死！李威猛吸了口气，有些龇牙咧嘴。他感觉自己捶的不是人，是特么一块钢板。林子东这才想起来眼前是谁，李威猛是他高中同学，两人那时候关系不错，只不过高二的时候他就转走了。那时候李威猛就是一个小胖子，跟现在5大3粗的体格简直判若两人。林子东立即给了他一个熊抱，原来是你小子，变化太大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李威猛嘿嘿一笑，搂着林子东给他使了个眼色，怎么样，兄弟的女朋友还是个空姐，长得漂亮吧？林子东打量几眼，这标准的整容脸，巴掌大小的脸蛋上估计不下动了几10刀。你要说好看吧，的确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但这东西不能细看，不然哪都显得很僵硬，就好像一个行走的硅胶娃娃。还行吧。林子东给了一个自认十分客观的回答，怎么也是高中时候的兄弟，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操，你这眼光有点高啊。李威猛撇撇嘴，他可是花了几10万才追上这小妞的，自己好不容易遇到老同学显摆一下，结果还行。亲爱的，他谁啊？女人挽住李威猛，轻轻跺着脚撒娇。为了整容成这样，他可是花了几10万，谁看见他不夸他一声漂亮？这个屌丝竟然说自己还行，实在太可恶了。李威猛捏了捏女人的脸，语气带着几分炫耀，这是我高中铁哥们林子东。东子，这是我女朋友倩倩。倩倩对着林子东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她上下打量着林子东手里的早餐袋，嘴角撇了撇，那廉价的塑料袋一看就知道是路边摊买的。不光是个屌丝，还是个穷逼，除了长得有点小帅，怎么也跟成功人士不沾边。林子东并没在意他的态度，举起手里的早餐晃了晃。那个，我还有朋友在楼上等着，咱们改天再聊。李威猛眼珠一转，立马凑了上来，女朋友吧？不给兄弟介绍一下？他女朋友这么漂亮都一般，那林子东的女朋友得有多漂亮？他严重怀疑这小子就是羡慕自己，才故意说他女朋友长得还行。今天他非得看看林子东女朋友究竟有多漂亮。林子东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这李威猛还是老样子，不管什么时候都喜欢较劲儿。早知道这样的话，刚才他还不如昧着良心夸他女朋友几句。他刚想开口婉拒，身旁的门已经打开。亲爱的，你站在这干什么呢？赵岩突然打开了房门，很自然地挽住了林子东。林子东一脸懵逼，看到赵岩偷偷对自己眨眼时，他才反应过来这是赵岩在帮自己解围。赵岩身上还穿着昨晚那件火红色长裙，乌黑的长发随意披散在肩头，肌肤白皙透亮，一双大眼睛灵动有神，笑起来时嘴角还有2个浅浅的梨窝，与旁边那个僵硬的整容脸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李威猛和他身边的女人都看呆了，尤其是李威猛，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他怎么也没想到林子东的女朋友竟然这么漂亮，这气质，这颜值，他妈简直绝了。他一直觉得自己女朋友绝对算得上是漂亮，可林子东的女朋友比他身边这个硅胶娃娃强了不止一点半点啊。倩倩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紧紧攥着拳头，眼睛里满是嫉妒。赵岩自然地接过林子东手里的早餐袋，等你好久了，我们都饿了。咦，这位是？林子东干咳了一声介绍道，这是我高中同学李威猛，还有他女朋友。赵岩礼貌颔首，对着2人甜甜一笑，你们好，我是赵岩，是林子东的女朋友之一。那声音清澈的像山涧溪流，让倩倩刻意拿捏的娇嗲嗓音顿时显得廉价。李威猛正要夸赞一波，突然猛地反应过来，这美女刚刚说什么？女朋友之一？自己是听错了，还是幻听了？林子东同样傻眼，赵岩姐是不是说漏嘴了？就在林子东疑惑时，赵岩突然对着门内喊道，姐妹们，子东的同学在这，一起出来认识一下啊。沈月、陈曦、苏晴相继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赵岩在拎着早餐，苏晴和沈月一左一右，很自然地挽住了林子东的胳膊。陈曦实在没有地方挽着，干脆挽住了苏晴。李威猛嘴巴微张着，2只大手使劲揉了揉眼珠子。卧槽！1、2、3、4个！更扯淡的是，眼前的4个女人竟然一个比一个漂亮，这特么就不科学。平日里他一个这么漂亮的都看不见，现在突然一下出现4个，还是同一个人的女朋友，这特么是在做梦吗？子东，你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苏晴歪着小脑瓜，甜甜地问道。林子东回过神来，再次介绍道：“这是我，他是我义父。”李威猛嚎叫了一嗓子，立马搂过林子东的脖子：“我俩在高中时候那关系好的跟父子似的，是不是爹？”林子东被这声突如其来的爹雷的外焦里嫩，他儿子要是长成这副模样，那铁定不是亲生的兄弟。你特么是怎么做到的？4个啊！李威猛将林子东搂到一边，疯狂比划着自己的4根手指头，然后又压低了声音道：“娇兄弟，以后你就是我亲爹。”林子东强忍笑意，习惯性摸了摸鼻梁，顺势装了个逼：“这个真教不了，需要天赋。”天赋个毛线，哥有超能力，快说，你是怎么让他们4个和平共处的？李威猛又回头偷偷看了几女一眼，火儿都差点被勾飞了。漂亮，太他妈漂亮了！再看自己女朋友，李威猛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一坨屎。就那么相处呗。林子东哼哈地敷衍着，目光瞥向自己的几个冒牌女友。几个女人都在强忍笑意，尤其是赵岩，随时都有笑场的可能。此时倩倩正在偷偷看向林子东，察觉到林子东朝着自己看了眼，还偷偷抛了个媚眼。能让4个这么漂亮的女人伺候一个，眼前这个帅哥绝对是妥妥的超级富二代啊！他能看上李威猛，也不过是因为他家里有个矿场，一年家里上百万的收入，在普通人眼里，这条件或许还不错。可如果跟那些真正的集团公子比起来，李威猛怕是连个屁都算不上。难怪网上都说现在的超级富二代都很低调。李倩之前还觉得那些都是谣言，当时她还觉得什么低调，根本就是那些女人没见过真正的富二代。结果谁能想到网上说的那些竟然是真的，这么低调的富二代还偏偏被自己碰上了。如果自己能勾搭上真正的超级富二代，只要将对方伺候好了，还怕对方会不给自己好处？万一他怀上对方孩子，要个几百万上千万也不在话下吧。倩倩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眼神里的光芒越来越亮，甚至主动朝着林子东的方向挪了挪步子。刚才他还觉得林子东一身寒酸，这会儿突然怎么看怎么顺眼起来。这些看似普通的衣服裤子，不会是特意定制的吧？他可听说有些超级有钱人就喜欢定制这种看似普通，其实动不动一件就几十万、上百万的衣服。林子东闻到李倩身上那股刺鼻的香水味儿，下意识后退了2步。他不讨厌香水，但这也太刺鼻了，隔着几米远都能飘过来。看到林子东后退，倩倩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强行挤出更甜腻的表情，声音也比刚才嗲了几分：“帅哥，你这几个女朋友都好漂亮啊，你可真有福气。”他说着，目光有意无意地在林子东身上打转，还偷偷拉了拉自己的裙子，露出事业线，试图展现自己的魅力，仿佛刚才那个鄙夷林子东是穷逼的人不是他一样。有点钱和金龟婿，哪个能捞到的好处更多，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他那几个姐妹找到的男人岁数是大了一点，但他们也算是成功人士，只要在床上好好伺候几次，对方不是送车就是送房子。李威猛是年轻，家里也有点钱，但也仅仅是有点钱，平日里他想买个2万块的包包都要跟他撒娇很久，买房买车就更不用去想了。林子东被李倩这突如其来的殷勤弄得一阵恶寒，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没接这话茬。他算是看明白了，这女人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刚才还对他爱答不理，现在见自己身边围着几个美女，估计是把自己当成了富二代，就开始暗送秋波，简直是把势力2个字写在了脸上。林子东又瞥了自己这位老同学一眼，发现他根本没有察觉到那个女人的小动作。李威猛这家伙样子是变了，就是脑子没变。高中时候就被一个小女生耍得团团转，还因为对方打架进了局子。这么多年过去，找女朋友的眼光还是那么瞎。信兄弟不？李威猛愣了下，立马拍着胸口，信誓旦旦道：“必须信啊，爹！你要传授我秘诀了吗？你放心，我保证当成传家宝，最多以后只传给你孙子，绝不外传。”传个屁！林子东认真道：“我是想提醒你，小心点你那个女朋友，自己多留个心眼，别哪天被人骗了都在替人输钱。”爹可，东子，你这话啥意思啊？李威猛愣了下，眼神满是疑惑和不解。林子东叹了口气，总不能直接说你女朋友刚才看我的眼神跟看金矿似的吧？他指了指正在偷偷往这边瞄的倩倩，压低声音道：“你自己回头看看她现在的表情，再想想她刚才对我的态度，正常女朋友会这样。她看我那眼神，恨不得把我8层皮下来看看有多少家底，你还没感觉出来？”被林子东这么一提醒，李威猛下意识回头，正好对上倩倩慌忙移开的目光，那眼神里的贪婪和算计几乎没来得及掩饰。李威猛挠了挠头，有点发懵：“
应该不会吧？不会。林子东气笑了，不会他能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冲我抛媚眼？我看他是把你当提款机，现在把我当成富二代，想跳槽了还差不多。林子东的话像颗炸雷，在李威猛脑子里炸开。他猛地想起倩倩平时总念叨着闺蜜的男朋友送了限量款包包，又抱怨自己的化妆品快用完了，让他买各种化妆品，然后隔三差五就找机会跟自己要礼物，出了1个多月，光情人节就过了3次。当时只当是女孩子爱美，现在被林子东一点拨，那些细节瞬间串成了线。他在看向倩倩时，对方正假惺惺地整理着头发，嘴角却忍不住往林子东那边瞟，那副样子怎么看怎么别扭。我知道了。李威猛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拳头攥得咯咯响。妈的，老子对他那么好，还想着攒零花钱送他1辆车，行了，自己心里有数就行。林子东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了，我还有事，就不陪你了，有时间咱们再聚。李威猛努力让自己平息下来，毕竟李倩还没表现那么明显，他也不好直接撕破脸。至于他是不是在玩自己，等回去查查就知道了。爹，微信。林子东加了李威猛的微信。林子东带着赵岩4个女人，在李威猛羡慕嫉妒的注视下回了房间。门关上的瞬间，赵岩终于忍不住笑出声：“你这同学也太实诚了，被人卖了都不知道。”沈月也觉得有趣，不过他们4个一块冒充林子东女朋友，会不会有点夸张了？而且那个傻小子，竟然好像还真的信了。林子东无奈耸肩，他高中就缺根筋，希望这次能长点记性吧。怎么样，我们给你赚足了面子吧？赵岩得意地挑了挑眉。突然发现苏晴在偷笑时挽着林子东的手还没有放开，忍不住多看了2眼。苏晴察觉到赵岩的视线，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松开了林子东。那个，我都饿了，我们吃早餐吧。都是街边摊买的，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得惯。林子东打开那些装着早餐的方便袋，里面应有尽有，除了包子，林子东还买了鸡蛋饼、油条、豆浆、豆腐脑这些，总之但凡能买到的他都来了几分。赵岩拿起1个肉包咬了一口，含糊不清地说：“街边摊才地道呢，比那些大酒店的精致点心好吃多了。”沈月也跟着点头，夹起1根油条蘸了蘸豆浆，确实，这种烟火气的早餐最暖胃了。苏晴则默默地拿起1个鸡蛋饼，小口小口地吃着，眼神却时不时瞟向林子东，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简单地吃了一顿早饭，林子东放下筷子，看向沈月问道：“沈姐，你一会儿要回公司吗？”“的确要回去一趟。”沈月点点头，不过今天我给你放1天假，你好好陪陪我的3个姐妹。林子东傻眼，我陪？赵岩一只小手突然搭在林子东的肩上，子东弟弟，你知不知道，我们昨天还在外地来着，就因为小月月一通电话，我们就飞了回来，小月月没时间陪我们，你还不替她分担一下？再说我们可是你的恩人呢。林子东看着赵岩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又瞥了眼旁边憋着笑的沈月和苏晴，只觉得1个头2个大。他这哪是放假，分明是换了个地方上班。可转念一想，沈姐难得对自己开这个口，赵岩他们大老远赶过来，也确实是为了给沈姐面子，自己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好吧，林子东妥协道：“那姐姐们，咱们今天想去哪？我给你们当司机，这才对嘛。”赵岩眼睛一亮，拍了下手：“我听说江城新开了个网红打卡地，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咱们先去那儿逛逛怎么样？”沈月笑着补充道：“那边还有家甜品店，口碑很好，你们可以去尝尝。”苏晴轻轻点头，小声附和：“我也听说过那个地方，好像风景也不错。”林子东看着3个兴致勃勃的女人，无奈地叹了口气，认命般拿起车钥匙：“行，你们说了算，不过先说好啊，逛街可以，但是开心为主，千万别累到了。”赵岩冲林子东做了个鬼脸：“放心，我们精力好着呢。走啦走啦。”说着就拉着苏晴往外走。“那你先送我回公司，再陪他们去玩。”沈月突然想到自己昨天替林子东准备好的合同，对了，你要的合同已经准备好了，你也跟我取一下吧。林子东也没想到沈月还帮自己记着合同的事儿，当即心头一暖道：“谢谢沈姐，跟我你就别那么客气了。”沈月笑笑，然后用只有他们2个人能够听见的声音道：“好好跟他们相处，以后对你有好处的。”林子东点头答应下来，2人并肩走出了酒店房间。退房时，2个小姑娘紧紧盯着眼前的4个女人，尤其是昨晚接待林子东的那个小姑娘，更是又被狠狠地惊艳了一番。昨晚她就觉得这4个女人很漂亮，但光线还是有点暗，所以也看得不是特别清楚。现在这4个女人就站在她的面前，她突然发现，就是那些电视上的明星都没有这几个女人漂亮吧。
苏晴穿着淡蓝色连衣裙，气质温婉娴静，站在那里就像一幅水墨画，连空气都仿佛温柔了几分。赵岩则是一身利落的白色 T 恤配牛仔裤，活力四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透着一股机灵劲儿。沈月穿着剪裁得体的米白色西装套裙，长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成熟干练中又带着一丝亲和力，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职场女性的自信魅力。陈曦就更不用说了，气场全开，一袭黑色吊带长裙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红唇似火，眼神带着几分慵懒的魅惑。四个风格迥异的女人站在一起，非但没有互相掩盖光芒，反而像是一幅精心调配的油画，各自绽放着独特的色彩，让整个酒店大堂的光线都仿佛明亮了几分。旁边办理退房的其他客人都有些失神，纷纷朝着这边看了过来。咳，林子东使劲咳嗽了2声，抬手在2个前台小姑娘面前晃了晃道：“能不能先帮我把退房办了？”啊，哦。前台小姑娘回过神来，急忙办好了退房，然后将身份证还给了林子东。先生，已经办好了。林子东拿回身份证，看向身后的4个女人：“姐姐们，咱们走吧。”就在林子东离开时，不知道谁用手机将刚刚的一幕给录了下来，还直接发到了网上。视频里，4个风格各异的美女并肩走在酒店大堂，身姿绰约，气质出众。而林子东走在中间，穿着简单，虽然只是有点小帅，但气质却是十分不凡。这段视频配上江城金线神仙颜值天团、神秘男子相伴左右的标题，迅速在本地论坛和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网友们炸开了锅，纷纷猜测这4个女人的身份，有人说是某个女团成员，有人觉得是富家千金出来游玩，更多的人却把焦点放在了林子东身上，调侃他是人生赢家被女神团包围的幸运儿。甚至有人开始深扒林子东的背景，想知道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能让4位女神级别的人物如此亲近。网上还有人断言，视频中的男人绝对是个超级富二代。短短1个小时，视频的点赞量就突破了10万，评论区里面更是热闹非凡，各种猜测和讨论层出不穷。而此时的林子东正开着车，刚刚将沈月送回公司，然后又载着赵岩、苏晴和陈曦前往网红打卡地，对自己已经成了网红一事浑然不知。路上，赵岩正在含着棒棒糖刷着手中的视频，突然就刷到了那段视频，眼睛都跟着瞪大了几分。我操！我操！苏晴听见赵岩看着手机爆粗口，有些哭笑不得道：“赵岩，你能不能……我们上电视？哦不，上手机了。”赵岩坐直了身子，将手机中的视频给陈曦和苏晴看。苏晴和陈曦看到视频也是愣了一下。陈曦轻轻皱眉，这些人没有经过我们允许就将视频发到了网上，已经侵犯了我们的权益，把这个人的号给我。我觉得拍得挺好啊。赵岩反复看了几次视频，兴致勃勃道：“怎么样，是不是有种网剧大片的既视感？早知道我就穿丝袜了。”苏晴对这些倒是并不在意，这种视频没什么营养价值，过个几天热度也许就会下去了。倒是赵岩还在兴奋地翻看着评论区，时不时念出几条有趣的留言。林子东从后视镜里瞥了他一眼，无奈道：“赵岩姐，这种视频传播太快也不是什么好事，万一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拿出来做新闻，就真的麻烦了。”陈曦也赞同的点头，林子东说的对，赵岩，把视频链接发给我，我让人处理一下。赵岩撇撇嘴，虽然觉得好玩，但也知道陈曦说的有道理，只好不情不愿地把链接转发了过去。陈曦立刻拿起手机，手指快速在屏幕上操作着。处理这种视频应该不难，当然也不排斥对方故意装看不见，那就有些麻烦了，毕竟起诉也是需要时间的。没过多久，赵岩口中的网红打卡地就到了。车子刚停稳，赵岩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指着不远处一家装修别致的小店惊呼起来：“啊，那家店看起来好有特色啊，我们先去那家看看吧。”他这一喊，瞬间打破了刚才的沉闷。苏晴和陈曦也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注意力很快被吸引了过去。林子东停好车，看着3个重新恢复活力的女人，无奈地笑了笑，提着他们的包跟了上去。就在林子东带着3个女人到处乱逛时，那段视频已经火出了天际，短短2个小时，视频超过了30万的赞。而且这应该还不是极限，毕竟白天多数人都在工作，没有时间看视频，等到晚上这段视频的热度应该才会达到最高峰。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VM 公司，柳梦瑶正在偷偷抹着眼泪，因为林子东的事情让她这几天工作一直不在状态，所以频繁出错。就在刚刚，她才被部门经理叫到了办公室，那经理每次见到她都色眯眯的，这次更是对她动手动脚，要不是她奋力抵抗，
刚才可能已经，可他不敢将事情闹大。听说他们部门经理张全是副总的小舅子，就算他将事情闹大，最后被开除的那个人也很可能是自己。稍稍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柳梦瑶回到自己的工位，看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光标，眼泪却不争气的再次涌了上来。他不知道该向谁诉说心里的委屈，更不敢把刚才在办公室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这时，他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闺蜜发来的一条微信，附带了一段视频链接，还配文：快看，你男不对，你前男友他现在可火了。前男友？柳梦瑶疑惑地点开链接，当看到视频里林子东和4个气质出众的女人在一起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视频里的林子东看起来那么轻松自在，身边围绕着的女人也个个光彩照人，和他记忆中那个有些死板的男人判若两人。我不甘心！柳梦瑶咬着下唇，打开了手机相册，相册里全部都是他和林子东的照片。那时候他担心王野看到，所以将这些照片全部都删掉了。前2天又被他从最近删除中恢复了回来。照片里，他与林子东2人笑得十分开心。直到此刻，柳梦瑶才注意到，那个时候的他虽然过得一般，但他的眼里是有光的。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处处刁难林子东，无论他做什么都看他不顺眼，隔3差5就会找茬跟他吵架。然后那个时候，王野不知道从哪里加上了他的联系方式。一开始他是有些抵触王野的，可他会给自己买他舍不得买的包包，带他去吃一顿几千块的餐厅，那些都是他曾经可望而不可求的。然后他就沦陷了。就在柳梦瑶有些出神时，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拉起他就往外走。王野，你放开我！柳梦瑶想要从王野手中挣脱，王野拉着柳梦瑶来到公司外面，这才放开了他。王野，我们已经分手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你再骚扰我，我就要报警了。柳梦瑶揉着有些红肿的手腕，红着眼睛说道。王野死死盯着柳梦瑶，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柳梦瑶，你把林子东追回来，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下药也好，脱光了爬上他的床也好，你把他追回来，我给你100万。他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妈跟林子东在一起的画面，尤其是想到林子东每晚都会跟他妈睡在同一张床上，那感觉简直比杀了他都要让他难受。他已经知道林子东不好惹，想要动硬的逼他离开他妈肯定不现实。他现在唯一能够想到的方法就是让柳梦瑶跟林子东和好，这样林子东才能放过他妈。你说什么？柳梦瑶都已经想好了拒绝王野的说辞，结果眼前的一幕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给你100万，你追回林子东。王野说着取出一张银行卡，这里就是100万，你马上把他追回来，越快越好。柳梦瑶满脸的错愕，她甚至觉得王野是疯了，100万就为了让自己追回林子东，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柳梦瑶看着王野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又低头看了看他手里那张闪着荧光的银行卡，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100万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了这100万，他可以立刻辞掉现在这个让他受尽委屈的工作，离开这个让他窒息的城市，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可是追回林子东，他凭什么觉得自己还能做到？当初是他亲手推开了他，是他为了所谓的物质生活背叛了他。现在林子东身边有那么多优秀的女人，他怎么可能还会回头看自己一眼？更何况王野提出的那些手段，下药，爬上他的床，这些话像淬了毒的针一样扎进柳梦瑶的心里，让他感到一阵恶心。可是他想起了刚才在办公室里经理那油腻的嘴脸，想起了自己默默流眼泪时的无助和委屈。如果有了这100万，这一切是不是都可以结束了？王野似乎看穿了他的犹豫，将银行卡往前递了递，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怎么，你不愿意？还是觉得100万太少了？只要你能把他追回来，钱不是问题。柳梦瑶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王野，你真的觉得这样有用？林子东不是傻子，他不会轻易上当的。那是你的事。王野粗暴地打断他，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只要结果。你到底答不答应？给我一句痛快话。柳梦瑶的目光再次落在那张银行卡上。柳梦瑶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可能会改变她的一生，但她现在心里很乱，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考虑？王爷已经1分钟都不想等了，可他也不敢将柳梦瑶逼得太急。我只给你1天的时间，想通了自己找我。不等柳梦瑶开口，王爷已经匆匆地离开了。他知道自己来公司的事情
他妈很快就会知道。好在他妈好像并不知道林子东和柳梦瑶曾经是情侣。柳梦瑶还处在原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好像在做梦一样。他以为王爷是来找他复合的，没想到他竟然想让自己去追回林子东，还要给自己100万。只是他想不通王爷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是害怕那个钱报复他，所以才会让自己去追林子东？除了这个，柳梦瑶实在想不到其他更好的缘由了。他拿出手机，目光再次落在两人的照片上，可是自己已经求过林子东，他是铁了心不会跟自己和好了。至于上床，他现在一定觉得自己很脏吧。想到这里，柳梦瑶的眼神又暗淡了下去。与此同时，林子东正带着3个女人拍照打卡。赵岩摆完最后一个姿势，蹦蹦跳跳的跑到林子东身边，把手机塞给他，弟弟，快帮我和那面涂鸦墙合个影，要把我拍的腿长2.8米。林子东无奈的接过手机，找准角度，看着镜头里活力四射的赵岩，嘴角不自觉的弯了弯。周围不时有游客被他们吸引，偷偷拿出手机拍照，还有几个胆子大的女生小声议论着。那几个女生好漂亮啊，她们身边的男生气质真好，哪个是他的女朋友啊？随手拍了几张，赵岩急忙抢回手机翻看起来，看他那勾起弧度的唇角，就知道林子东拍的一定不错。弟弟，你这技术可以啊，不当摄影师可惜了。赵岩欣赏着照片中的自己，满意的拍了拍林子东肩膀说道。林子东咧嘴笑笑，当初他跟柳梦瑶交往时，活人都能让他给拍成灵异照，因为这件事柳梦瑶还跟他吵过几次。后来他苦练技术，着实钻研了很长一段时间，只不过技术是练好了，女朋友也跟人家跑了，想起过去自己付出的那些，林子东觉得没什么值不值得，柳梦瑶给他上了一课，教会了他成长。林子东，我想要那个。苏晴指着一个套圈的摊位，那里最里面摆放着一只漂亮的短腿猫。这种短腿猫林子东也只是在视频里面见过，一只就要几千块。摊位老板是个戴着草帽的中年男人，见苏晴指着那只猫，笑着扬了扬手里的竹圈，美女好眼光啊，这可是进口的曼基康猫，市价5000呢，30块钱10个圈，套中了就归你，套不中也没关系，旁边这些小玩偶可以选一个带走。苏晴眼睛一亮，立即扫码付钱，接过摊位老板递来的竹圈，深吸一口气，瞄准目标。他平时玩游戏就手笨，此刻握着轻飘飘的竹圈，手心都有些冒汗。第一个圈扔出去，擦着猫笼子的边飞了出去，落在地上滚了几圈。赵岩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哎呀，晴姐，手别抖啊，看准了再扔啊。苏晴咬了咬唇，又试了几次，不是力道太轻，就是角度偏差，10个圈很快就用完了，连个小玩偶都没套着。我来。赵岩撸起袖子，要了20个圈，一把全都扔了出去，看我的天女散花。0，还别说，赵岩这招还真被他套中了一个小玩偶。至于那只短腿猫，别说猫了，猫笼都没碰到一下。苏晴又试了几次，可那只猫笼离他实在太远了，这个距离想要套中猫笼上的横杆，简直难如登天。我们还是走吧。苏晴有点失望。林子东看出他的沮丧，老板，再来20个圈。苏晴抬头看他，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你也想玩吗？林子东拿起一个竹圈掂了掂，淡淡一笑，试试运气。他站在摊位前，目光落在那只短腿猫上，手臂轻轻一扬，竹圈在空中划出一道平稳的弧线，不偏不倚地落在了猫笼子的横杆上。摊位老板哟了一声，挑了挑眉，小伙子挺准啊。苏晴和赵岩都惊喜地睁大了眼睛，连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陈曦也微微勾起了唇角。不过咱们这只猫得扔中5次才能拿走。5次？行。林子东答应了声，手里的竹圈一个个飞出，有的套中了旁边的玩偶，有的精准地落在猫笼上。摊位老板早就已经坐不住了，这是遇到高手了。最后一个圈扔出去，再次问问落在猫笼的横杆上。林子东拍了拍手，看向苏晴道：搞定了。摊位老板数了数，猫笼上竟然真的挂着5个竹圈，旁边还散落着7、8个套中的小玩偶。行，小伙子，这猫归你了。摊位老板虽然肉疼，小心翼翼地把那只懒洋洋的短腿猫抱出来，放进一个便携宠物箱里，递给林子东。林子东将宠物箱塞给苏晴，苏晴姐，你喜欢猫的话，送你了。苏晴看着箱子里那只蓝灰色的小猫，圆圆的眼睛像2颗蓝宝石，正好奇地打量着它，刚才的失落一扫而空，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林子东，谢谢你。赵岩凑过来看猫，伸手想摸，又怕被抓，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哇塞，这猫也太可爱了吧，腿真的好短啊，像个小毛球。林子东，你给它取个名字吧。
苏晴突然看向林子东说道。林子东想了想，目光落在地上的竹圈上，不然就叫圈圈怎么样？圈圈？苏晴喃喃念叨了几次，然后欣喜地看向宠物箱里面的小家伙，道：从今以后你就叫圈圈了。赵岩突然拉住林子东，夹着声音撒娇道：子东弟弟，人家也想要吗？死！林子东吸了口冷气，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赵岩姐，咱们正常点行不行？你这怪吓人的。去，说什么呢？赵岩抬手就是一拳捶在林子东的肩上，下一秒便挤出了2滴眼泪。陈曦打量着赵岩，小脸都拧成了一团，眼神疑惑地问道：你哭什么？疼。赵岩小嘴一撇，只见那只小手已经红肿了起来。他就是捶了那么一下，感觉自己打的不是人，好像是一块钢板。陈曦好奇地敲了敲林子东的肩膀，只是稍稍用力，手指就传来了疼痛感，这让陈曦不禁有些好奇起来。他是律师，接触的人自然比较多，像林子东这样的情况，让陈曦想到了那些武者。武者这些人有着专门的部门管理，但具体是什么他也不是很清楚，毕竟那些不是他一个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子东弟弟，你是武者？此言一出，苏晴和赵岩几乎同时震惊地看向林子东。林子东也有些意外，陈曦竟然知道武者。什么是武者？赵岩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鲜词，甚至都忘记了疼痛，好奇问道：是会武功的意思吗？陈曦推了推金丝眼镜，轻轻摇头，比那些会武术的人更厉害。赵岩眼睛立马亮了起来，扭头好奇地问道：弟弟，你真的是那个什么武者？算是吧。林子东没有否认，他总不能纠正陈曦，告诉他们自己是修仙者，而并非是什么武者吧。哇塞！赵岩看向一旁的苏晴道：苏晴姐，那你还找什么保镖？干脆让弟弟来贴身保护你好了。苏晴闻言，脸颊微微一红，嗔怪地看了赵岩一眼，别胡说。他低头逗弄着宠物箱里的圈圈，小猫似乎感受到了主人的情绪，用小脑袋蹭了蹭他的手指，发出喵呜一声轻叫，可爱的模样瞬间让苏晴的心都化了。林子东看着苏晴温柔的侧脸，嘴角不自觉地弯起一个弧度，随即有些好奇问道：苏晴姐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那倒是没有，不过你还不知道苏晴的身份吧？赵岩神秘兮兮道：她可是京都苏家的大小姐，盯着她的人可多了去了。京都苏家？林子东目光微微一凝，眼底闪过惊异。4大家族的那个苏家？京都有4大家族，他们分别是掌控着全国大半经济命脉的李家，在军政2界都极具影响力的王家，还有传承数百年、底蕴深厚的赵家，以及在科技领域独占鳌头的苏家。这4大家族盘根错节，关系错综复杂，几乎渗透到了京都乃至全国的各个重要领域，寻常人根本不敢轻易招惹。林子东没想到苏晴竟然是苏家的大小姐，难怪赵岩会说有不少人盯着她。陈曦微微颔首，没错，而且最近苏家为了争夺一个大项目，得罪了其他3大家族，换句话说，苏晴现在的处境其实并不安全。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苏晴姐还跑出来？这样不是更加危险？林子东眉头微微蹙起，语气中带着几分担忧。苏晴轻轻抚摸着圈圈柔软的毛发，声音低了些：家族里的气氛太压抑了，我想出来透透气，而且这次出来也是为了做一个独立的项目，不想总活在家族的庇护下。赵岩拍了拍胸脯，一脸豪气地说：怕什么？有子东弟弟这个武者在，谁敢动苏晴姐一根头发，我就让他尝尝钢板的滋味。说着还不忘揉了揉自己依旧有些发红的拳头，刚才那一下是真的很痛。陈曦则冷静地分析道：话虽如此，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尤其是在外面，尽量不要暴露苏晴的身份。林子东点了点头，目光转向苏晴：苏晴姐，要是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一定要告诉我，别自己扛着。苏晴抬起头，对上林子东真诚的眼神，心中一暖，笑着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谢谢你。圈圈似乎也听懂了他们的对话，从宠物箱里探出小脑袋，喵呜叫了一声，小尾巴还得意地摇了摇。林子东正要问他们接下来想去哪里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看到来电后立即接了起来：怎么了吗？林子东是吗？听到电话那边传来陌生的声音，林子东目光瞬间变得凌厉起来：你是谁？我妈的电话为什么会在你的手里？老子是谁？你特么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还打伤了我兄弟，这一笔账你说我该怎么跟你算？林子东目光一沉，立即猜到了对方的身份：王二虎。小子，想救你妈就自己来南城的废弃厂房，别想着报警，不然老子可不保证会做错什么来。不等林子东再次开口，
王二虎已经挂断了手机。发生什么事了吗？苏晴看出林子东脸色不对，关心的上前询问道。林子东强压住内心的愤怒，没事，赵妍姐我可能没办法陪你们了，我有点事情必须要离开一趟。赵妍见他神色焦急，也顾不上开玩笑了，连忙追问，出什么大事了？要不要我们帮忙？陈曦也紧锁眉头，目光锐利地看向林子东，显然也察觉到事情不简单。不用，只是家里发生一点事情。林子东顾不上解释太多，他也不想将赵妍他们卷入自己的恩怨。他很清楚，王二虎这种人睚眦必报，上次被自己教训了一顿，肯定怀恨在心，这次用母亲来要挟自己，无非是想报复自己。这是我的车钥匙，你们自己回去。林子东将自己的车钥匙塞给了赵妍，然后身形一晃便消失在了原地。好快！赵妍吃惊地看着林子东消失的地方，这就是武者，这也太厉害了吧！苏晴有些担忧地看向赵妍，手指不自觉地抓紧了宠物箱的提手，他好像真的遇到麻烦了。我们要不要报警？圈圈似乎也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不安地在箱子里转了个圈，发出低低的呜咽声。赵妍握着林子东留下的车钥匙，朝着他离开的方向张望。我们连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怎么报警？陈曦从赵妍手中拿过车钥匙道，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一点，什么南城厂房，我们可以导航跟过去看看。这么刺激？赵妍眼睛都放光了，他活了这么大都没遇到这么刺激的事，不去看看的话实在太可惜了。再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更何况他们是3个人呢，再不济也能帮着报个警什么的。别浪费时间了，走吧。陈曦说完便急匆匆朝着林子东停车的方向赶去。与此同时，南城的一处废弃厂房里，王二虎随手将手机丢给了自己手下。细蛇手忙脚乱地接住手机，眼神不解道，虎哥，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把那老女人给绑过来，还费劲将她的手机偷过来？王二虎抬手就是一巴掌，骂骂咧咧道，蠢货，绑架可是要坐牢的。虽然他王二虎不是什么好人，但江湖规矩还是要遵守的，所谓祸不及家人，他要找林子东报仇就只会找他。细蛇小心翼翼地问道，虎哥，那小子可不好对付，这次真的能行吗？上次他们花费200万找的那个什么地下拳王，结果连那小子一拳都没接住，就被人家给干趴下了。要不是他们跑得快，估计他们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万一这次又栽了，那他们岂不是也要跟着遭殃？王二虎脸色不爽，一脚将细蛇踹坐在地上，然后扭头看向角落里的一个矮个子男人道，怎么样兄弟，有把握吗？矮个子男人从阴暗处走了出来，露出了一张十分平凡的脸，在这江城也就只有钱豹能让我畏惧3分，其他武者在我眼里连个屁都算不上。好，王二虎神情狰狞，只要你能解决那小子，事成之后我再给你多加100万。矮个子男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活动了一下手腕，骨节发出咔咔的脆响。钱不钱的不重要，我只是想试试能一拳打倒陈鹏的人骨头到底有多硬。王二虎见状，脸上的担忧瞬间被狂喜取代，拍着矮个子男人的肩膀道，兄弟果然爽快，等解决了那小子，钱我也一分不会少你。这边林子东所乘坐的出租车已经停在了南城的厂房外，在来的路上他就已经给钱豹打了电话，让他找到王大龙，将人带到这厂房来。既然今天王二虎想解决一下新仇旧怨，那他就好好陪他清算一下。而且王二虎既然敢动他的家人，就凭这一点他就该死。林子东推门下了车，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眼前破败的厂房，锈迹斑斑的铁门紧闭着，周围荒草丛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铁锈和尘土混合的刺鼻气味。林子东没有丝毫犹豫，大步流星地走向铁门，脚下的碎石被踩得嘎吱作响。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厂房内隐藏着数十道气息，其中一道尤为阴冷的气息应该就是王二虎找来的帮手了。就在林子东进入厂房没多久，一辆车已经停在了距离出租车10几米外的地方。赵妍眼睁睁看着林子东进入了厂房，然后跃跃欲试道，陈曦姐，我们不跟上去吗？不用，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如果半个小时后他还不出来，我们就报警。陈曦紧紧盯着漆黑的厂房，他们3个不是武者，除了赵妍还练过一点花架子，他与苏晴2人连自保之力都没有，如果这样跟进去，可能帮不上忙不说，反而会成为林子东的累赘。苏晴将脸贴在车窗上，视线紧紧锁着厂房的入口，手心已经沁出了薄汗。圈圈似乎感受到了主人的不安，伸出小舌头轻轻舔了舔他的手指，发出安抚的咕噜声。陈曦虽然表面平静，但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却微微泛白。他拿出手机调亮屏幕，紧盯着时间一秒一秒的跳动，
心里默默计算着林子东进去的时长。厂房里，林子东在踏入厂房的一瞬，身后的大门已经被人关上。看到林子东真的是一个人过来，王二虎竖起大拇指：“林子东，没想到你还真的敢来，就凭这个，老子称你一声汉子。”林子东死死盯着王二虎，声音冰冷道：“少废话，我妈在哪里？”“你放心，你妈应该还在家里。老子虽然看你不爽，但还不至于祸及家人。”王二虎笑容有些玩味道：“不过你今天既然来了，咱们就新账旧账，一起好好清算一下。”林子东先是松了口气，随即周身散发出冰冷的寒意：“好，那就好好清算一下。”话音未落，他身形已如鬼魅般欺近，一记直拳带着破空之声轰向王二虎面门。王二虎早有防备，猛地向后急退，同时嘶吼道：“动手！”隐藏在暗处的几十个打手瞬间蜂拥而上，手中钢管砍刀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寒光。林子东身形如同鬼魅般穿梭在那些打手之中，每次出手都会击中一人要害，眨眼间便有10几个打手躺在地上大声哀嚎着。矮个子男人见状，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冷哼一声：“难怪陈鹏会输给你，有点意思。”他身形一晃，如同狸猫般悄无声息地绕到林子东身后，双掌成爪，带着一股阴寒之气抓向林子东的后心。林子东似有所觉，猛地转身，右拳紧握，迎着对方的爪子狠狠砸去。砰的一声闷响，拳爪相交，矮个子男人只觉一股沛然巨力涌来，手臂发麻，竟被震得连连后退3步，而林子东却纹丝不动。江城什么时候出了你这么一个高手？矮个子男子的手在颤抖，其中2根手指已经扭曲变形。他低下头，强忍着疼痛，将自己被打断的手指硬生生接了回去。要知道他可是5品武者，距离4品也只是差了一个契机。在这江城，除了钱豹能够压他一头，根本没人是他的对手。可眼前这个年轻人竟能一拳打断自己的手指，这等实力绝对已经达到了4品，甚至可能更高。只是这怎么可能？江城什么时候冒出了这么年轻的4品武者？矮个子男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看向林子东的眼神充满了忌惮。他原本以为对方最多也就和自己不相上下，甚至可能略逊一筹，可刚才那一拳的力量远超他的想象。王二虎在一旁看傻了眼，他本以为请来的是个稳赢的高手，没想到刚一交手就落了下风，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林子东没有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脚下发力，身形再次扑出。这一次他没有留手，拳头上萦绕着淡淡的凌厉，空气仿佛都被撕裂。矮个子男人不敢怠慢，深吸一口气，双掌翻飞，使出了自己的武技，试图挡住林子东这雷霆万钧的一击。奔雷掌！矮个子男人怒吼了一声。林子东心底冷笑，武技他还不会，但是他会法术。虎啸龙吟！一声震彻厂房的虎啸与龙吟同时自林子东体内爆发，无形的音波携着狂暴的气劲席卷开来。矮个子男人只觉耳膜刺痛，心神俱震，双掌的招式竟出现了一丝凝滞。就是矮个子露出破绽的一瞬，林子东的拳头已如出膛炮弹般带着撕裂空气的锐啸，狠狠印在他的胸口。咔嚓几声脆响，伴随着骨裂声清晰可闻。矮个子男人如遭重锤，身体像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撞塌了身后的半堵砖墙，激起漫天烟尘。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却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王二虎吓得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面无人色地看着一步步向他走来的林子东，嘴唇哆嗦着，连一句完整的求饶话都说不出来。细蛇更是吓得连滚带爬，要不是担心王二虎事后会报复自己的话，他现在恐怕早就已经跑了。妈的，你们倒是上啊！剩下的一群打手面面相觑，却没有一个人敢再上前半步。王二虎咬了咬牙道：“谁能打到他一下，老子奖励10万，打断胳膊腿，奖励50万。”听见有钱可以拿，一群打手瞬间红了眼睛，一窝蜂似的冲了上去。林子东眼神一寒，面对蜂拥而至的打手，他不退反进，身形如鬼魅般在人群中穿梭，拳影交错间，骨头碎裂的声音伴随着凄厉的哀嚎响彻厂房。林子东每一次出手都精准狠辣，没有丝毫拖泥带水。那些平日里在街头耀武扬威的打手，此刻在他面前如同土鸡瓦狗，不堪一击。不过片刻功夫，数十名打手便尽数倒在地上，痛苦呻吟，再也无人能站起。林子东身上也挨了几下，好在伤势不重，而且他已经避开了要害，除了有些狼狈以外，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不是他太弱，对方几十个人在这么屁大点地方，闭着眼睛都能敲中几下，他能避开要害就已经很满意了。林子东，你敢动我啊！
王二虎话音未落，突然凄厉地大叫起来。林子东一脚踩在他的小腿上，只听咔嚓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王二虎疼得面容扭曲，冷汗瞬间浸透了衣衫，之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眼中只剩下浓浓的恐惧和怨毒。林子东，我大哥一定不会放过你。你大哥？林子东眼底冷意更浓，脚下再次用力。你放心，一会儿你们兄弟二人就能团聚了。王二虎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啊？就在这时，身后的大门被人踹开，钱豹带着上百个小弟一窝蜂似的冲了进来，看到林子东没事时，这才松了口气。可当他注意到林子东身上还挂着伤时，眼底的冷意让周围温度都变低了许多。东哥！钱豹身后的一众小弟也齐刷刷的叫人东哥。林子东微微颔首，目光依旧锁定在地上哀嚎的王二虎身上，声音冷冽如冰：人带来了。钱豹上前一步，沉声道：东哥放心，王大龙那小子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就在外面候着。王二虎听到王大龙三个字，瞳孔骤然收缩，挣扎着想要起身，却被林子东脚下的力道死死按住。钱豹他自然是认识的，如果说他们是这里的地头蛇，那么钱豹就是当之无愧的地下皇帝。可他怎么也想不到，钱豹竟然叫这个年轻人东哥。此刻他就是再蠢也意识到，自己这次是真的踢上铁板了。妈的，这小子根本就是在扮猪吃老虎。他要是早点知道林子东的身份，就算借给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找他的麻烦啊。林子东缓缓蹲下身，一把揪住王二虎的头发，迫使他抬起头直视自己的眼睛。既然你想跟我清算，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算算这一笔笔的账。他手上微微用力，王二虎的头皮传来一阵剧痛，眼泪鼻涕瞬间流了下来，语气中充满了哀求。东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放过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我把我所有的产业都给你，不，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林子东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突然冷笑一声，笑声中带着无尽的嘲讽。钱？你觉得我像是缺钱的人吗？王二虎，你记住，有些债不是用钱就能还清的。他松开手，站起身，对着钱豹使了个眼色，把他带出去，让他跟他哥哥好好叙叙旧。钱豹立刻会意，对身后的小弟挥了挥手，把这小子拖出去，跟王大龙关在一起。两个小弟上前，像拖死狗一样将王二虎拖了出去。王二虎的惨叫声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林子东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地上横七竖八的打手，对钱豹说道：这里的烂摊子交给你处理了，记住，不要留下任何痕迹。钱豹恭敬地应道：是，东哥。林子东正要离去，钱豹突然欲言又止：东哥，还有事？林子东停下脚步，疑惑地看向钱豹。钱豹解释道：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还发现了3个鬼鬼祟祟的女人，所以我就自作主张让人将她们一并带了过来。3个女人？林子东愣了下，随即急忙问道：她们人在哪？钱豹给大狗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将人带过来。很快苏晴、赵岩和陈曦被带了过来。你们放开我们，不然我可对你们不客气。赵岩气愤地瞪着大狗和那些小弟，拼命地挣扎着。林子东见状，急忙对钱豹道：他们是我的朋友，快放了他们。大狗转身对着身后小弟就是一个大逼兜：妈的，没听见东哥的话吗？赶紧放人啊！几个小弟不敢怠慢，急忙解开了3个女人手上的绳子。东哥，要不要将王家兄弟处理掉？钱豹眼底闪过一抹凶厉。虽然东哥不允许杀人，但想要让他们消失的方法有很多，并非只有杀人这一种途径。赵岩、苏晴以及陈曦3个女人也纷纷竖起了耳朵，尤其是陈曦看向林子东的眼神闪过一抹吃惊。虽然他不认识钱豹，但对此人却也有所耳闻。钱豹，江城的地下皇帝，而且据说还是一个很厉害的武者。可是这样的人物却对林子东言听计从，难道他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不用，问问他们愿意拿什么换他们的命。林子东眯起眼睛，他也只是从孙兰兰那里听说过一些关于王家兄弟的事情。他们既然是江城的地头蛇，若是吞下他们的产业，他定能崛起得更快。明白了，东哥。钱豹看向身后一名机灵的小弟，给他使了个眼色，后者立即点点头，转身匆匆离去。一会儿，外面便响起了王家兄弟的惨叫声以及求饶声。苏晴小脸有些微微发白，赵岩却是满眼兴奋地看着林子东，他们这个干弟弟可是了不得呢。虽然他不认识这些人，却也能看出这些人不好惹。尤其是林子东身旁的那个男人，一看就不是善茬，可他看向林子东的眼神却是满满的恭敬。此时赵岩对林子东的好奇心
已经快要爆棚。这臭弟弟可以啊，竟然藏得这么深。见过几位嫂子？钱豹目光落在苏晴几人的身上，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当成了林子东的女人。东哥好福气啊！上次那个女人就已经是极品，眼前这3个也是一点儿也不差。他在这江城混了这么多年，也就见过2、3次这个层次的女人，眼前竟然一下出现3个。苏晴脸颊绯红，急忙摆手解释：“我们不是。”话未说完就被赵岩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一下，后者冲他挤了挤眼睛，随即大大咧咧地应道：“哎，你这小子眼光不错啊。”钱豹也不生气，跟着笑了笑。陈曦则是抿着唇没说话，只是看向林子东的目光多了几分探究。林子东额头划下黑线，瞪了赵岩一眼，转头对钱豹沉声道：“别胡说八道。”钱豹嘿嘿一笑，也不辩解，接了个电话后看向林子东道：“东哥，外面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王家兄弟名下的几家公司账本和地契都已经收上来了，您看是现在过目还是再说？”林子东沉吟片刻，目光扫过苏晴略显疲惫的神色，开口道：“东西晚一些我会看，这里的事情让手底下人处理干净。”钱豹意味深长地看了眼3位嫂子，面嘿嘿一笑：“那就不打扰东哥了。”看到钱豹一行人离去，赵岩终于忍不住内心的好奇凑了上来：“弟弟，你这个人不诚实哦，他们在沈月那里知道跟眼前看到的可完全不一样呢。”赵岩姐，我没有骗过你们，只是有些事情。赵岩歪了歪嘴：“弟弟，你刚才怎么不歪嘴？”林子东看到林子东傻乎乎地看着自己，赵岩没好气道：“歪嘴龙王啊，你没听过？”这次林子东听懂了，随即哭笑不得道：“赵岩姐，那是小说，小说也很厉害啊。”赵岩兴致勃勃地打量着林子东，之前他还觉得认了这么一个普通的干弟弟有点吃亏，现在来看自己非但不吃亏，好像还占了便宜呢。赵岩姐，我还要回家一趟，不然我让人送你们回去。林子东还担心自己老妈有没有受伤，刚才他已经捡到了王二虎从他妈那里偷来的手机，所以他现在急着回家看看。赵岩嬉皮笑脸道：“正好我们也没事，我们跟你一起去啊。”林子东没时间跟赵岩在这里扯皮，随即点点头道：“那我们走吧。”回到车上，林子东立即发动车子，带着3个女人赶往自己的出租屋。此时林子东的出租屋里，林母正愁眉苦脸地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自己的手机明明就放在包里了，怎么就不见了？一想到儿子辛辛苦苦地在外面赚钱，他却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林母心里忍不住一阵自责。而且他来了这么多天，这臭小子天天住在外面，这也让林母动了回去的念头。他琢磨着，等儿子回来得好好跟他说说，要是实在住不惯，自己还是回老家去，省得在这里给他添麻烦。正想着，门锁传来转动的声音，林母立刻站起身，看到林子东推门进来，脸上瞬间露出喜色，可随即又想到手机的事，表情垮了下来：“小东，妈把手机弄丢了。”林子东心里一紧，快步走到林母身边，扶住她的胳膊，轻声安慰：“妈，没事，手机丢了就丢了，我再给你买个新的。”林母摇摇头，眼眶红红的：“可是手机，那里面还有你爸的照片呢。”林子东心里一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过去：“妈，您看这是什么？”林母接过手机，正是自己那部，屏幕还亮着，上面是他和林父的合照，顿时喜极而泣：“我的手机，你在哪儿找到的？”林子东简单说了下经过，隐去了王二虎的事，只说是路上捡到的。一旁的赵岩见母子俩温情脉脉，悄悄拉了拉苏晴和陈曦的衣角，示意他们去旁边的房间待一会儿。苏晴和陈曦会意，跟着赵岩轻手轻脚地走进了林子东的卧室。林子东的卧室不大，陈设简单，而且这出租屋基本没什么装修，除了朴素2字，赵岩已经想不到什么形容词了。赵岩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小声说道：“没想到咱们这位干弟弟住的地方还挺朴素的嘛。”客厅里，林子东安抚好母亲，林母这才注意到跟回来的3个女孩，连忙擦干眼泪，热情地招呼道：“这几位姑娘是……”林子东干咳了声，急忙介绍道：“妈，她们是我的同事。”同事啊？林母好奇打量着眼前的3个女孩子，眼睛亮晶晶的，这3个姑娘长得真漂亮，比瑶瑶还好看。赵岩扯了扯林子东的衣服，八卦地问道：“瑶瑶是谁啊？”“我前女友。”林子东脸色有些不自然，他是真的有些不愿意再提起柳梦瑶这个人，而且他已经将柳梦瑶的所有联系方式，只要他能够想起来的一样没留，全部删了个干净。赵岩恍然大悟，正要继续问些什么时，苏晴拉住赵岩，对他摇了摇头：“阿姨您好，我们是子东的同事，特意过来看看您。”陈曦上前挽住林母，悄悄对林子东眨了下眼睛。林母热情地问道：“你们吃饭了吗？阿姨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晨曦正要开口，赵岩已经抢着说道：“阿姨，我们还没吃呢。”晨曦和苏晴齐刷刷地翻了个白眼。本来就没有吗？赵岩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他们逛了一天，连饭都没吃呢，就跟着林子东去了南城。这会儿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林母一听，立刻来了精神，挽起袖子就往厨房走。那正好，阿姨今天给你们露一手，尝尝我的手艺。林子东看向赵岩，只觉得一阵头大。阿姨，那我帮您打下手。晨曦跟着林母进了厨房。苏晴不会做饭，但是她会洗菜啊，那我也帮忙。小小的厨房里，3个女人挤在一起，着实有些拥挤了一些。这也让林子东更加肯定了自己要买房子的念头。看来得找个时间跟兰兰解释一下，否则她要是误会自己的话，那就麻烦了。很快，3菜1汤上了桌。林母眼神在3个女孩身上来回的看，眼中的欣喜不言而喻。原本她还担心这臭小子会不会因为跟瑶瑶分手，会一时接受不了。现在看来，应该是她多虑了，就是不知道这3个姑娘哪一个会成为自己的儿媳妇。阿姨，您做的饭真好吃。赵岩吃得狼吞虎咽，也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了。他是真的饿坏了。苏晴和晨曦就要矜持多了，毕竟在长辈面前总要收敛一些的。至于赵岩，他就是这个性子，跟谁在一起都是大大咧咧，他们也没办法。林母被赵岩逗得眉开眼笑，好吃就多吃点，锅里还有呢。说着又给赵岩夹了一大筷子红烧肉。这肉啊，是我今天刚从菜市场买的，新鲜着呢。赵岩嘴里塞得满满的，含糊不清的应着：“谢谢阿姨。”苏晴看着他这副样子，无奈的摇了摇头，拿起纸巾帮他擦了擦嘴角的酱汁。晨曦则一边细嚼慢咽，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林母。见他虽然穿着朴素，但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温和的气质，看向林子东的眼神更是充满了慈爱，心里不由得对这个家庭多了几分好感。林子东坐在一旁，看着母亲和晨曦他们有说有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之前还担心母亲会因为自己突然带回来3个女孩子而多想，现在看来是自己多虑了。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母亲做的拿手菜可乐鸡翅，放进嘴里，熟悉的味道在味蕾上散开，让他忍不住眯起了眼睛。还是老妈做的菜最好吃。几人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饭，晨曦跟林母去收拾碗筷，林子东则是被赵岩给拽到了他的卧室里。赵岩姐，你这样我妈可是会误会的。林子东哭笑不得的说道。哎呀，误会就误会呗，反正你现在没女朋友，我也没男朋友，不怕误会。赵岩大咧咧的挥挥手，然后开始好奇的打量着林子东。林子东被赵岩的眼神看得头皮凉飕飕的。赵岩姐，你小子身上秘密很多啊。赵岩拖着下巴，小脸认真的说道。林子东眼神疑惑，什么秘密？赵岩神秘兮兮的凑近他，压低声音，刚才那些人一看就不是善茬，而且看阿姨的样子，好像不知道你是武者。难道你也跟小说里面的男主角一样，遇到了什么机缘造化？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似的砸过来，林子东被问的头都大了。他没想到赵岩居然观察得这么仔细，但这还真的被赵岩给说中了。他的确得到了机缘，否则他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这个3言2语解释不清。林子东含糊其辞地说道。赵岩见他不肯松口，也知道再追问下去估计也问不出什么，索性暂时作罢，抱着胳膊哼了一声，行，你不说我以后也会知道的。他眼珠一转，又想起刚才林母提到的前女友，顿时又来了兴致。对了，你那个前女友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分手了？她长得有我好看吗？林子东摇头，没有你好看。赵岩姐，咱们能不能别聊这些了？好吧，暂时饶了你。赵岩有点不甘心，但也不敢问得太紧，反正这段时间他都会待在江城，有的是时间去挖掘这个干弟弟身上的小秘密。林子东没再理会赵岩，转身想去客厅看看母亲和晨曦他们。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客厅里传来母亲和晨曦的对话。小陈啊，子东这孩子从小就实诚，就是性子有点闷，你们在公司可得多担待他。林母的声音带着几分不好意思。晨曦笑着回应，阿姨您放心，子东在公司很照顾我们的，他人很好的。林子东脚步一顿，心里有些暖意。晨曦姐总是这么体贴。赵岩也跟了出来，听到这话，故意说道，是啊阿姨，子东不仅人好，还特别有本事呢。林母好奇地看向赵岩，哦，子东在公司很厉害吗？赵岩正要开口，林子东赶紧打断，妈，您别听他瞎说，我就是个普通员工。赵岩不满地瞪了他一眼，却没再说话。苏晴这时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削好的苹果递给林母，阿姨，吃点水果吧。林母接过苹果，笑得合不拢嘴，
这孩子真懂事。苏晴闻言，脸蛋红扑扑的，眼底闪过丝丝喜色。其实她很喜欢这样的家庭氛围，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却有着家的温暖。不像他们苏家，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家族企业遍布各行各业，可实际上内部关系错综复杂。